干快点，干快点！你们不用力，还要不要进步了？让师兄看看你们的求道之心有坚定。那几个如厕的回来的没有？都几个时辰了，孩子都可以生出来了。通玄宗的采矿场处，监工们的斥喝声起伏不断，时不时夹杂着矿工的喘气声。通玄宗作为大宗门，每年都会招收许多记名弟子，记名弟子则是要从挖矿开始，美其名曰锻炼到心。而作为几年的老牌记名弟子，则是有机会媳妇熬成婆，正式成为了一名监工。张元就是这个机会的一份子，没想到当了一辈子社畜，猝死后还要继续干活，真是太辛苦了。张元一边心里感慨不已，现在的他每天需要怒干10几个瓜果，自费一口口水，到了时间点才可以完活。看起来工作量并不算大，不过有一个很大缺点，就是太过容易头疼。原主就是头疼死的。7天前，张元半夜如厕，却突然飞来一块砖头，不偏不倚地砸中他的脑袋，血在头上飙，魂在天上飘，到现在头还在疼呢。这些新弟子真是够横的，不讲规矩就算了，居然还去偷袭老师兄，一点武德都不讲。想想这件事，张元就一阵牙疼。这伙本来就容易得罪人，平时得罪人不少，看谁都觉得像是凶手，找不出，根本就找不出。而他那个破金手指也没啥用处，每天只会发来3个没用的私密消息，基本上没什么太多用处。说起来，今天的消息还没看呢，也不知道是什么垃圾消息，希望能来点有用的。哪里掉钱了？拜托给我说一声啊！张元心中一动，视线中突然出现几行小字体，浮现在半空中。消息1：记名弟子马西觉得每日挖矿太苦，不想再继续努力，回想起监工王阳那日所说的话，经过深思熟虑，决定今晚走入师兄的房间当中，与师兄彻夜畅谈。消息2：圣毒宗卧底临死前埋下的一个包裹，包裹里拥有绿毒真解1本，提升悟性的启灵丹1颗，正余悬石场东南部的3块大石头下。消息3：来自五鬼门的邢花影最近身处修炼瓶颈，决定偷偷挪用一部分上交宗门的矿石，拿出来购买丹药突破。张元目光不紧不慢地掠过，一边吃着手里的瓜，一边看着刚刚出炉的几个消息。第一个消息，如果没记错的话，王阳这个人他还认识，这几天还详谈甚欢来着。没想到对方背地里居然还有这种搅屎棍般的爱好，简直令人毛骨悚然。想到这，张元脸色猛然一变，今日起绝交，但凡有和对方有那么一点来往，就是对自己后备局面的不尊重。张元打定主意，以后绝对不会让对方的视线出现在自己的背后。第二个消息，毒精还真出有用的了，还有启灵丹，这种好东西只有他的耳朵得到过，嘴巴却尝都没有尝过。他眼睛微微一亮，这消息总算是没有那么鬼畜了。第三个消息，张元眼神一凝，脸色变得严肃。邢花影，这片矿场的几大管事之一，张元的顶头上司的顶头上司，顶着一张冷艳绝美的脸，平日作风雷厉风行，行事绝对没有任何拖泥带水，而且做事刚正不阿，铁面无情，真正做到功必赏，错必罚，毫无情分可言。但凡在他手底下干活的，几乎都被他挑出毛病，挨过他手中的铁鞭。张元也不例外，那种铁鞭带来的疼痛深入骨髓，他至今未曾忘记。所有人这位管事又敬又畏，在他面前都收起了小心思，不敢再有丝毫怠慢。没想到平日里看着如此正经的邢花影，居然是魔门内鬼。这要是说出去，恐怕都没有人敢相信吧。张元脸色难掩惊讶，手中的瓜掉落在地，都没有任何发觉。如果没有这个消息，就算怀疑宗主是内鬼，他也不会怀疑这样冷漠无情的冰驼子是内鬼。他逐字细看上面的眼前的字体，确定没有任何遗漏，才真正确认对方的身份。一瞬间，张元心中涌起惊涛骇浪，居然是卧底，怎么办？张元第一个念头就是去执法院举报，只是这个念头刚刚出现，就立刻被打消，永远消失在心里。举报一个管事是内鬼，所得的奖励固然是非常丰富的，可他并没有实际性的证据。再者，作为举报人，他肯定是少不了被一番盘问的，这样的风险实在太大，因为他也是内鬼。原主从小就被魔教收养，因为没有天赋，命又有点硬，就被洗脑派来当卧底。或许因为太废的原因，早已经被魔教遗忘了好几年，可他毕竟是内鬼，让内鬼禁止法院，这不相当于半夜打着灯笼去茅厕，纯找死行为。要是举报别人，把自己也给暴露了，那大概会把整个卧底界给全部笑死。可是就这么放过了，张元心中升起强烈不甘。他的修炼天赋并不理想，修炼了2年半，只是才勉强到达炼体后期。炼体、炼骨、运血，作为武道前3境，只有练的骨肉大成，到达运血境，才可以成为通玄宗的外门弟子。以张元的修炼天赋来看，要达成这个目标，恐怕遥遥无期。这是一个机会，坚决不能放过。张元下定决心，眼神变得坚定。就在这时，他的耳边传来清冷如雪的声音：张元，监工时刻走神多时，没有尽到监工义务，按照宗规克扣10天俸禄。张元心中一惊，下意识转头望向声音来处，只见清冷声音处，女子一袭，修身白袍，青丝高束，剑眉斜飞如鬓，幽冷眸光犹如双刃，开合间尽是冷冽。来人，正是管事邢花影。我扣20天，理由不服从管教，试图为自己的犯错狡辩。还没等他开口，
邢花影口中清冷声音再次吐出，带着不用质疑的语气。张元默默低下头，胸腹怒气起伏，果然是魔道贼子，一点情面都不留。既然这样，那就休怪我了。当当当，夕阳即将落日，矿场外的钟声响起，预示今天的挖矿时间结束。张元面无表情，化身为登记机器，把一个个记名弟子的矿石记录。不多时，拥挤的矿场变得空旷，只剩下几个监工在相互闲聊。老张，你真是倒霉的，凑巧碰到鬼见愁今天来巡视，被当场抓了个正着。旁边的几个监工叹息，眼神中充满了同情，时不时还闪过一丝幸灾乐祸。监工的娱乐不多，看着别人吃瘪这种事情，就是他们最喜欢的节目。他们才不是看张元这小子有个好皮囊，想要看对方吃瘪呢。好看，爱看，只要惩罚的不是他们就行，不过是些许风霜罢了，不足挂齿。我帮你们把登记册交给管事吧。张元摆摆手，不以为意地说道。还以为他要私下去找邢花影求情，几个监工忍不住摇头，苦口婆心的劝慰。没用的，邢管事根本不吃这一套，无论你怎么求情，他都不会改口的。死心吧，上次人少的时候，我快跪下来求他了，该处罚的一点都没有变。那个冰驼子根本就不是人，就是冰驼成精了。这种事情相当于浪费时间，拿着热脸去贴着冷屁股，还贴不热乎。在他们看来，与其浪费那个时间去做这种无用之事，还不如去好好安慰辛苦劳作的师妹们。张元没有理会，拿着几人的册子便向着邢花影的住处走去。不多时，已然来到门外敲门。进！依旧清冷的声音从门内传来。张元开门进去后，轻轻地把门关上。师姐，这是今天的登记册，已经全部清点完成。张元把手中册子交给对方。作为记名弟子，但凡见到外门弟子，都需要尊称一声师姐师兄。邢花影点点头，并没有太过在意，目光没有从手中册子离开。见状，张元也没有说话，只是面带微笑，静静站在旁边。不多时，邢花影微微抬头，无暇的脸蛋上带着微微疑惑：你怎么还在这里？如果是要求情的话，就不要说了。我说过的话从来不会改变，我做事的原则向来众所周知，应该不需要多说吧。他摆了摆手，示意已经把这件事定下了结果，让对方不要再费口舌。不过张元并没有失望退去，依旧带着笑容，微笑地看着对方。原则不就是用来改变的吗？我相信有些原则是可以改变的，你说是不是呢，师姐？闻言，邢花影差点被气笑了。凭这小子也想要改变他的原则？凭什么？就凭你长得好看。这小子确实长得不错，不过就凭这一点还不足以令他改口。够了，这件事情到此结束，出去吧。邢花影峨眉微蹙，声音冷冽几分。他还有重要的事情，可没时间和一名记名弟子胡搅蛮缠。师姐这么急，是急着篡改记录册，好偷偷挪用玄石修炼是吗？张元脸上的笑容更加明显，声音中蕴含着几分耐人寻味。他走上前去，微微俯身前倾，嘴贴在娇小玲珑的耳边，吐息轻轻拨开青丝，打在细腻的耳廓。师姐，你也不想被发现是魔道吧？张元的声音虽轻，却透着几分从未有过的凌厉。原本稚嫩的脸上，此刻满是与年龄不符的深沉。一瞬间，邢花影像是触到了电一般，身形猛然一僵。他自认为隐藏的那么好，不可能有人识破，却不想不知不觉中栽了个大跟头。大意了，太大意了！美目流转间尽是慌乱，下意识地握紧手中的册子，却又缓缓松开。邢花影呼吸一口气，强装镇定地回应：张元，莫要胡言，栽赃陷害同门可是大罪。这次我不与你计较，但这种话我不想再听第二次。可微微颤抖的指尖，还有眼底那一丝难以抹去的错愕，还是暴露了他的情绪。那我走。张元似笑非笑，转身做事就要离开，可还没走几步，身后急切的声音就立即传来：等等，说吧，你们想要什么？邢花影仿佛被抽取了浑身力气，放弃抵抗般把手中的册子丢在地上，闭目叹息道：连他最近要篡改册本的事情都知道了，那么他魔道卧底的身份肯定也不是故意炸他。不过他可不认为自己如此精妙的伪装是被一个记名弟子识破，对方背后绝对有人，说不定对方背后之人也和自己一样，也是别的门派的卧底，而背后之人派对方过来，说明并不想要揭穿他，还有谈判的余地。想要什么？难道他身上除了玄石有什么好东西？张元心中一动，不动声色地说道：想要什么？难道你不知道吗？咱们之间就不能少一些遮遮掩掩，多一些诚意？你除了那点值钱的东西还有什么？闻言，邢花影暗道一声果然，心眸看向对方，充满了鄙夷神色。一瞬间，他想要逃走，想要逃离通玄门，不再进行卧底。可一想到每日闭目就会看到的血腥场景，一想到大仇未报，他就心有不甘。自己到现在依旧活着，不就是为了报仇吗？现在仇人近在咫尺，怎么能就如此轻易放弃？加入魔门也罢，卧底也好，哪一个不是费尽心机？现在这点屈辱又算得了什么？邢花影眼神几番挣扎后，透出一抹决绝。他连步轻移，缓缓靠近张元。来吧，希望你能信守承诺，不然到死我也不会放过你的。说罢，他垂下眼眸，青丝飘扬。张元瞪大双眼，脸上满是惊愕，想要别过头，可目光却又被吸引。不是，好端端的脱什么衣服吗？我只是想要一些玄石修炼而已。张元只觉脑袋轰然作响，
本以为对方有什么重宝，没想到居然是这个宝。本想着以对方魔道的身份要挟，向对方要他所需要的玄石，毕竟对方能混入外门不容易，花费代价也不小，而自己也在来路上的隐秘地方又布下不少留影石，只要自己不回去，几天后就会自动播放自己录下的影像，相信对方不会因为一些玄石而强行杀死自己暴露身份。可事情发展的好像有些不一样了，月光高悬，落影相连，黑夜把草丛变得暗淡失色，只有虫鸣在曲院。夜深人静，月光挥洒冷色。张元看着旁边雪白的满月，俊美的脸色上流露出一丝复杂。在他的印象中，几乎所有的魔门几乎都是杀人无数，无恶不作，不达目的不择手段。对于节操这种东西，就从来没有当做一回事，甚至不如一块修炼的玄石值钱。有的魔门教派甚至把采阴补阳、采阳补阴当做快速提升实力的手段。在魔道眼里，什么礼义廉耻都是虚假的，只有利益才是最为真实。这可不是张元脑补，而是从小到大他在魔门所经历、所目睹的一切告诉他。可没想到，在对待邢花影的问题上，居然出现了一针见血的答案：9成9稀有物呀！张元有些心虚地摸了摸虚汗，事情发展到这个地步，不说和他所想有所不同，简直就是天差地别。不过他转念一想，事已至此，心虚好像也没有用。既然大家都是一条绳子上的蚂蚱，他蹦跳得欢快一些，那也无妨。想通了，张元也大胆了许多。他哼着轻快愉悦的歌声，用着热脸去贴着冷屁股。末了，想起今天不知哪个监工所说的话，不禁直接嘟囔着反驳：谁说捂不热的？这不就捂热了？张元轻哼一声，随后便直起身，一巴掌劈在捂热的瓜上。你还要干嘛？邢花影睁开秋水般的眸子，贝齿轻咬红唇，眼神中流转着怒意。行了，别装了，知道你早醒了。张元不以为意地说道。邢花影冷哼一声，闹别扭似的扭过头去，脸色有些发烫。本以为这人长着一副好皮囊，最多只是个中看不中用的花拳绣腿罢了，没曾想对方所爆发的实力居然与他不相上下。要知道他可是运血境的强者，而对方却练骨境都不是，双方居然相互平手，耻辱！这简直是他的耻辱，居然与如此小贼平手。本想着装作睡着来掩饰这种耻辱，没曾想对方居然还要羞辱他，这种人简直十恶不赦。最近没有玄石修炼了，给我拿玄石过来，不多不少，10块。张元没有丝毫羞耻之心，直接对着那张黑暗中若隐若现的秀美脸蛋伸手要钱。他没有忘记这次来的主要目的，作为修炼所需要的硬通货才是他的目标。10块！邢花影以为自己听错了，忍不住重复一遍。一瞬间，张元内心咯噔一声，坏了，要少了。从小就吃了没有享过福的亏，他每个月累死累活所得到的玄石不过是3、4块，除去修炼剩余的都剩不下一个完整的玄石。本以为来一次狮子大开口，没想到开的还没有别人指甲缝里流出来的多。很快他又继续补充道，想什么呢？10块是我需要的，还要准备500块，是我身后的大人需要，3天后就要来拿。既然对方以为他背后有人，不如将计就计，正好解释刚才的失误。500块，哪怕是掌管着玄石矿的管事，他相信一时半会也拿不出那么多。正想着对方会如何讨价还价，没想到下一秒对方直接答应了下来。好，500块就500块，3天后来取。邢花影咬了咬牙，果断点头说道，这一次就当做我们之间的交易，至此之后希望阁下别再来找我。说完，邢花影毫不犹豫甩出10块玄石，丢在张元的胸口，落到他的手中。不是，你真有啊！张元差点惊掉下巴，没想到对方不仅胸怀宽广，财力更是惊人，看来管事这个位置油水真的很足。至于对方最后那句话，他根本就没有把这放在心上，甚至差点笑出了声音。没有下次，抱歉，这个秘密他可以吃一辈子。不过现在激怒对方明显是不智的，逼太紧，让对方恼羞成怒，对他自己可不好。好，下次一定。说完，张元突然发难，拉近彼此空气的距离，对上那边的慌乱的眸子，他低下头，轻轻稳住。既然冒犯过，再来一次又何妨？日上3更，天际尚未破晓，张元就已经来到了玄石矿场，成为最早到达矿场的人。为了避免被发现，邢花影早早就把他轰出门外，根本就不给他补觉的机会。心身疲惫，血气亏损的他也懒得跑回房间，把之前埋的留影石挖出后，便直接跑来矿场附近闭目养神。在宗门2个护山妖兽的监视下，穿上了隔绝玄器，无法吸收玄石的绝气锁，便悠然走入矿石场内。不多时，晨曦照破大地，几名弟子们陆陆续续来到玄石矿场。张元按照惯例开始读取今天的信息。消息1：心有不甘的邢花影决定3天之后给你玄石之时跟踪于你，找出并杀死你背后之人，至于你罪大恶极，喂上毒药收为奴仆，把受过的屈辱加倍偿还于你。消息2：几名弟子白浪心中惊奇，没想到至今你还活着，明明在那一夜已经给你致命一击，却没想到你命大活到现在。消息3：白浪从小就有一个特殊天赋，体内蕴含乾坤，哪怕在绝气锁的隔绝下，也能把玄石吸入体内存储。这个矿石场他简直就是为他而生。邢花影这个魔道贼子果然贼心不死，不会就这样轻易屈服。张元并不意外，
对方的做法和他心中想象的一样。不过经过交锋，对方的深浅他心中有数，也没有感到担忧。对付这种魔道贼子，身为同行的他有的是力气和手段。略过第一条信息，张元目光集聚在第2和第3条信息上，顿时眼神一闪光芒。第8天，终于找到你了，可是让我一顿好找。张元嘴角微微勾起笑容，这小童子算是有点用处，把敌人给找出来了。这白浪他还有一些印象，10天前因为对方没有挖出矿石，被他按照门规用皮鞭打了几下。因为对方刚进宗门，前身觉得对方还不熟练，所以特意放轻了力道。没想到滴水之恩涌泉相报，对方趁着半夜就给前身送来大石头，把前身送上了西天之路。很好，修到变成飞升，怪不得一个矿石都没有挖到，原来是拥有这样的天赋，玄石都给藏起来了。张元心中了然，又是一个投机取巧，专门趴在宗门身上吸血的硕鼠，这样的事情怎么能够允许？顿时张元正义感爆棚，恨不得把他抓起来拷打一遍，把他的矿石全部拷问出来。而就在这时，背后一张带着肥腻的大手突然搭在他的肩膀上。想什么呢？一愣一愣的，昨天常师兄出关了，怎么没见你过去？张元转过头，目光看着来人，那张圆滚而带着婴儿肥的脸上，顿时认出了来人，正是同为监工的王阳。想起昨天金手指的消息，原本正常搭肩的动作却让他感到恶寒不已。常师兄出关了吗？我昨天恰好有事，没想到这么巧碰到他出关的时间。张元一边说着，一边不动声色后退2步，让肩膀上的手掌掉下。常师兄名为常百飞，同为监工的他已经是炼骨后期，前段时间正在闭关突破运血境，为人贪财好色，地利用职务之便，让不少师妹屈服于他的淫威之下，还喜欢给他们画大饼，经常性的前身借玄石。之前对方找到前身，说监工职位是他给前身推荐的，让前身感恩戴德好一阵，身上为数不多的玄石都掏给了对方。后来才发现，他对于这一片的监工都说过类似的话。想起来，张元都不禁感慨一声，怎么自己身边就没有一个好人？哦，我自己也是魔道，那没事了。怎么样，常师兄破关成功了吗？张元一边问，一边又夹着屁股后退了2步。唉，王阳叹了口气，正想要说话，却看到远处一道身影缓缓走来。来人身材矮小，看起来将近1.6米左右，体型却颇为壮硕，像是练过炼体类的武技。常师兄，张元虽然想要给对方放血，把这些2年半前身被拿走的玄石给拿全部回来，但表面上还是要做足面子。张师弟，我正有事找你。常百飞点点头，面色上微笑的说道：昨天我已经感悟到了真机，突破瓶颈只差1步之遥，正需要丹药加以巩固，不知师弟能不能借我一些玄石，助我突破玄机？放心，等我成为外门弟子，一定不会忘记师弟这些年的付出。不出所料，一如既往的过来要钱，末了又是画饼式的结尾。常师兄，我最近也是捉襟见肘，身上实在没有玄石了。张元一脸为难，要不是实力不允许，他现在就有几个巴掌想要送给对方。既然这样，那就算了。常百飞也没有失望，张师弟这个人他是清楚的，对方口袋里什么时候有钱，他比对方更清楚，只是习惯性的打上2杆，想要试一试有没有额外的惊喜罢了。没有玄石也没关系，师兄理解你的难处，你切莫自责。常百飞宽慰，接着话锋一转，正好师兄想让你帮个小忙。师兄刚出关，身体感到不适，身上有几瓶炼体丸，需要转赠灵职院的灵轩师妹，这个小忙你不会不帮吧？刚出关就想女人，突破反噬受伤还这么急，真是色中恶鬼。张元心中暗骂，似乎又想到了什么，眼神微微一凝。灵轩与灵轩不就是白浪的青梅吗？旋即张元脸色一正，接过丹药抱拳道：义不容辞，必达使命。闻言，常百飞脸上的笑容真挚了几分，笑得如秋天盛开的菊花。张元这位师弟，他是最了解的，性情憨厚，为人最是老实，最好欺负，没有之一。别人可能会贪墨他的丹药，但对方绝对不会那么做。那就多谢师弟了，务必要提起师兄的名字，让师妹好知道转赠之人。常百飞再次着重提醒道：放心吧，一定转达。张元脸上郑重无比，转身就向着灵职院走去。旁边的王阳蠕动嘴唇，欲言又止。这些丹药好像是他省吃俭用省下来，昨天刚刚被常百飞拿过去的。作为记名弟子，刚刚进宗门的新人，要么去采矿，要么植树，要么就去灵职院。大部分的女弟子都会被分配到灵职院，这里每月月俸较少，但胜在清闲。灵职院距离采矿场并不是很远，只是一些时间，张元便来到了灵职院的地盘。突然间，张元的视野豁然开朗，一片平坦宽阔之景尽收眼底。站住！你是从哪里来的记名弟子？所来灵职院为之何事？蓦然间，一声轻音斥喝从侧边传来，还没等张元回答，声音再次响起：算了，你进去吧。巡逻的女弟子看着张元那张俊朗肿又带着稍微青涩的脸，她警惕的目光瞬间就软化作柔水。谢谢师妹。张元道了声谢，心中明悟，怪不得常百飞不亲自过来，说什么重伤，原来就是被相貌绊倒在门槛。给丑剧了，我进入宗门5年了，你叫我师妹。女弟子故作板着脸，对不起师姐，可是你看起来也太年轻了吧。
仿佛是刚刚进门的师妹一样。张元惊叹不已，惹得女弟子容颜大悦，直接二话不说为张元当起了向导，亲自带他来到雨林轩所在的地方。来到地方，张元探眼望去，便见晨光熹微的田野下，一位身着劲装的少女，她手持一柄寒光闪烁的铁剑，灵动的身姿轻盈起舞，宛如灵动的小鹿，神情尽显青春朝气，散发着蓬勃的活力。不愧是常百飞和白浪严选，长得确实不错。张元心中感慨一声，趁着对方停下暂歇，便立即走上前去。他脸上挂着温煦笑容，师妹好剑法，所系苍木剑法已有几分气韵，相信要不了多久就有所成就。雨林轩微微一愣，不明白灵职院怎么突然出现一名男子，但还是礼貌地回道：师兄说笑了，我这才刚刚练习几天，怎么可能就有所成就？大多数记名弟子入宗，大部分都会习得这门苍木剑法，无他，就他免费。这不，练习了2年半剑法的张元，此刻顿时化为了经验丰富的师兄，随口几句就指出了对方的不足，惹得雨林轩神采四溢，灵巧的美目中赞叹连连。眼见差不多，张元轻咳2声：师妹，还要我继续说下去吗？我怕说多了会让你受挫，影响你的道心。人与人的体质是不一样的，心境同样如此。初学者宜夸不宜责，这样一针见血，不断指出对方的错误，搞不好小师妹受不了。师兄，我还要，请师兄多多指教。雨林轩连忙说道。在灵职院的师姐们对待他并不友好，要么眼高于顶，不想教他，要么嫉妒他的样貌，不愿与他有任何的接触。好不容易得到教导，解开他心中疑惑，怎么可能错过这样的机会？此刻他仿若嗷嗷待哺的羊羔，欲求不满。而张元脸色不该，也一一回答问题，同时心里面突然想到，既然白浪给我温暖的大石头，常百飞师兄以前又拿走我多次玄石，锻炼我的吃苦耐劳能力，那我帮他们照顾师妹，实属应该的吧？张元又有什么坏心思呢？他只是想照顾师妹而已。不知不觉中，夕阳已经浸染白云，等接完疑惑，就快要落日。张元也快要到了告别时刻。雨林轩眨着闪闪发亮的眼睛，急切开口询问：那师兄什么时候再过来？这是他到通玄宗以来第一次见到如此体贴的师兄，不仅为他解惑剑法的问题，还教会他修炼功法的小窍门，这和受尽冷落的平时简直是天差地别。不知不觉中，他竟有些恋恋不舍。我会经常来的，张元肯定地说道。作为乐意助人的热心肠，当然要时常帮助师兄弟们，好好给师妹送温暖喽。那师兄可要常来，我下次肯定还有许多不减。雨林轩心中不自觉升起一丝确喜。而这时，张元手伸向怀里，拿出半瓶丹药，看着嘴角挂着笑意的师妹，他开口说道：这半瓶炼体丸你先拿着，练剑先练身，武道最为基础的还是身体，不然剑术再高超也是枉然。说着，他把半瓶炼体丸塞到雨林轩手中。炼体丸好歹也算丹药，价格自然不便宜，对于他们这些刚入门的弟子，都得省吃俭用1个月才能买得起几颗。看着眼前的丹药，雨林轩微微一愣，要是在往常，那些男弟子给他送的珍贵丹药，他肯定不会接受，因为他知道那些人都是不怀好意，不过是接着丹药想要把玩他的肉体。但是师兄的话肯定是不一样的，师兄一整天都在教导自己，和那些只想要他身子的臭男人绝对不一样。雨林轩抿了抿嘴，鬼使神差接过丹药，软糯的声音从嘴里发出，轻若蚊蝇。谢谢师兄。张元不语，只是满意的点点头。他终于完成了常百飞师兄的嘱托，把丹药给了师妹。常百飞师兄给了3瓶。3瓶？什么3瓶？不，只有半瓶，剩下的都不小心掉路上了。目的已经达成，张元也不再停留，准备把这个好消息细细与常师兄说，让对方也高兴高兴。可就在他将要走之时，一位同样身穿记名弟子服装的少年出现在不远处。林轩，他眼神呆滞，站在2人之间，伫立在绿意盎然的灵池边，满脸不可置信。张元转过头，目光直视着来人，正是之前半夜偷袭他的白浪。刚才林轩好像脸红了，看错了，一定看错了。林轩怎么可能对别人脸红？一定是夕阳的问题。白浪喃喃自语，仿佛找到答案，释怀的笑了。不过他看到张元，脸色不由得一变。这个曾经以为已经被他干掉的人，没想到居然在这。难道他发现是我做的，所以欺负林轩，想报复我？这个人已经有取死之道。白浪心中恨恨想到，旋即向着2人走去。林轩，是不是这他想要欺负你？白浪挡在雨林轩身前，对着张元眼神不善，随时准备暴起。此刻他就像是一位大侠，为身后的青梅竹马遮风挡雨，不让他受到任何侵害。他不敢想象林轩会有多感动。只是下一秒，雨林轩却推开挡在前面的手，向着张元身边靠去。白浪，你太粗鲁了，你怎么可以这样说师兄？师兄并没有欺负我，只是看我天赋平平，就在教导我练习剑法而已。雨林轩忍不住责怪一声，自己这个朋友从小就冒冒失失，说起话来十分容易得罪人。自己之所以受到同门女弟子冷落，也有对方一份功劳。平白无故嘴臭贬低别人，说别人都是臭鱼烂蟹，丑陋不堪。要不是2家靠得近，
双方父母关系不错，他都懒得搭理这人。雨林轩转过头，一脸歉意看向张元：“师兄切莫怪罪，我朋友性情暴躁，并无恶意。”张元沉默不语。没想到这时碰上了白浪，他都还没想好要如何回报对方那价值千金的大石头呢，没想到就先遇上了。不过既然碰到，总要收点利息吧。只见张元嘴角中微微上扬：“无妨，我相信白浪不是有意。说起来，我和他有些小恩怨，不过那些小事想来只是误会一场，就当往事随风吧。”张元摆了摆手，不以为意道：“小恩怨？”雨林轩好奇起来：“没什么，小事情而已。”张元半推半就，把之前他打白浪被白浪用石头砸的事情清清楚楚说出。顿时雨林轩瞪大眼睛看着白浪，难以置信。他记得几天前白浪和他说过，有一位无耻的师兄经常虐待为难他，他为此不得不展开报复。起初雨林轩为白浪鸣不平，没想到事情居然是这样。新来的弟子因为生疏，前几天都会被分配到极好的矿洞，不可能一天时间都挖不出一颗矿石，绝对是消极怠工。这不打你打谁？就算是清闲的灵职院，雨林轩也不可能一整天都不给灵职浇水，不然他也会受到惩罚。就因为这就要置人死地，明明还是你的错。白浪，你到底想要干什么？雨林轩灵眸中满是愠怒，对这个朋友心生失望。原本以为对方只是不善言辞，没想到他太善言辞了，搬弄是非，连他都糊弄过去了。要不是师兄告知他，他恐怕一辈子都不知道对方如此恶劣。白浪心虚地转过头，旋即心中恼怒不已。要不是这个该死的张元在这里揭我短，我怎么会被厌恶？都怪这个该死的张元，今后绝对不能让对方好过。他咬牙切齿，心中暗暗想到，看向张元的眼神中闪过一丝仇恨。见状，张元微微一笑，他能有什么坏心思？他只是心疼师妹，想让师妹明白真相而已。况且白浪真干了，他又没有说谎。当然，心胸宽广的张元怎么会把这种事情放在眼里？这种事当然是原谅师弟喽。既然你是师妹的朋友，那就是我的朋友，这件事情就不要再提。闻言，雨林轩不由一愣，原谅这种事情连他都难以原谅白浪，师兄居然原谅了对方。一时间他惊讶的说不出话，同时心里面暗暗窃喜，师妹的朋友难道是因为自己师兄才这样做的吗？他心中不有多想，看着张元的身影，眼神变得慌张。原谅我？白浪也感到一丝惊讶，不过很快惊讶就变成冷笑。对方原谅他，还没原谅对方呢，败坏自己在青梅面前的形象，岂能如此轻易就这样放过对方？谢谢师兄原谅，这件事情确实是我错了。白浪的脸上带着无比感激，但在心中却已经暗暗谋划该如何让对方彻底消失在这个世界。不用谢，不用谢，知错能改，善莫大焉。张元脸上的微笑如同和煦春风般温暖，在阳光下熠熠生辉。他笑着继续说道：“作为师妹的朋友，那我身为师兄的，既然不会亏待于你，从今以后你也不需要去矿场了，安心修炼即可。”听到这话，一旁的雨林轩轻抿红唇，嘴角不知觉露出笑意，甜蜜的滋味在心田悄然化开，素手指间忍不住相互交织缠绕，诉说着主人眼底下的愉悦。林轩师妹的朋友，师兄又为了我才这样做的吗？真是难为师兄了。其实自己和白浪的关系并没有他想象中那般好，他有心想要解释，并且对于刚才的事情依旧耿耿于怀，无法原谅白浪。只是师兄这样偏爱于他，总是让他张不开想要拒绝的嘴。这一切都被白浪看在眼中，他暗暗有些吃味，胸腔中汹涌着酸涩。不过让他更加着急的是，这个张元不似作假，似乎真不让他进矿场。急了，这下他真急了。要是不进入矿场，这个天赋他还怎么发挥？他还怎么吸取玄石？他还怎么快速提升？白浪从未见过如此荒谬之事。对方的做法不仅让他损失一大机缘，缴费他的天赋，而且他表面上还无法动怒，甚至还要感谢对方的好意，因为对方明面上摆出一副为你好的样子，白浪偏偏还不能反驳。总不能说自己有特殊天赋，偷偷窃取宗门玄石矿吧，并且每一次窃取的量都足以被逐出宗门或者被处死吧，这不是相当于找死吗？而且他的天赋视为重要的秘密，他不可能告诉任何人，哪怕连雨林轩也一样，所以这个好意他只能接下。白浪嘴唇微微张开，强行咽下心中反胃，艰难地挤出几个字：谢谢师兄。话刚说完，白浪只感觉脸上又火辣了几分，仿佛被火烧过一般，心中的憋屈化作直冲天灵盖的怒火，让他双眼都变得血红，好似吃了10几副春药却无法发泄出来的样子，心中几欲抓狂。张元心中暗爽，满意点头，他就喜欢对方这副想要干掉他却怎么也干不掉他的样子。你看，对方还要说谢谢你。张元脸色和悦，摆手微笑道：哎，这都是些小事情，同门师兄弟之间无需多谢，真要谢的话，以后就勤奋修炼，就是对师兄最好的谢意。修炼，我特。白浪手中指甲深深陷入掌心，牙齿咯咯作响，肿胀的脸色血红的可怕，快要忍耐不住。此时此刻，要是只有2人在这，他绝对要当场把张元掐死，剁碎成千百段，
然后喂给狗吃。他压抑着怒意，想要做出最后的争取，低头沉声道：“不过说到底，修炼到底是个人的，采矿也是宗门的意思。希望师兄收回成命，让我去矿场帮助宗门采矿。”张元没有说话，笑着摇摇头。摇头不是困难，是一切都无需多说。跟我客气尼玛呢？你不是想要吸收矿石吗？我让你吸，我让你连矿土都没得吸。张元心中冷笑，得罪了他还想要好，哪有那么简单的好事？又揪出了一个宗门吸血鬼，还纠正他走回正道，我简直是个大善人。张元一边向着远处走去，一边为自己的正义而感慨不已。走出灵职院，张元没有再往矿场，趁着这时直接返回自己的住处，得到2瓶半的丹药。张元哪里还有心思再去矿场？当然要先修炼为主。悄悄地看了看左右两边，发现没人之后，立即把自己房门关上。张元压下心中的浮躁，从怀中取出迷失在路上被善良的他给带回的2瓶半的丹药，没有任何墨迹，张元干脆利落把那半瓶的炼体丸全部都倒入嘴里。下一秒，强大的灵力从腹中迸发而出，向着4肢百骸倾泻而去。一股难以言喻的温流不断在他体内流动，在滋润着他的身体，犹如天降甘露，滴落在张元干涸的土地当中，让皲裂的泥土得到滋润。原本不算稳固的瓶颈开始出现了松动，如同即将碎裂的玻璃瓶，这是要突破了。张元心中一喜，顾不得心疼了，手中的2瓶药丸一颗一颗倒入口中。宗门基础功法苍木诀拼命运转，大量的灵力滋润着肉体，直到每一块肌肉每一块肌肤都得到了洗礼。顿时那摇摇欲坠的玻璃瓶很快一股强大冲击力冲得破裂开来。炼体后期破，炼骨境。张元睁开双眼，露出惊喜之色。要是正常修炼，恐怕要几个月的苦修才能够踏足这个境界。不错，省了好长时间的苦修，不愧是捡来的丹药，效果就是不一般，就是好用。张元忍不住想到，不仅用起来不会心疼，而且格外的舒爽顺遂，吸收效率都提高不少，这简直就是灵丹妙药一般。以后一定要多多帮助常师兄，帮助他继续去送丹药，说不定下次自己还能有如此好运，再次捡到更多丹药。对了，差点忘记了，得跟常师兄说说雨林轩接受丹药这件事情，让师兄也高兴高兴，不然的话我怎么对得起师兄，对得起这路上捡来的丹药？张元心里暗想，随后又想到了什么，从怀中拿出一个小包袱，这是他顺手在矿场附近拿的，正是之前系统信息中圣毒宗卧底所埋藏的那个包裹。反正是免费的，不拿白不拿。临死前所埋的包裹，想必那本书籍和丹药应该不差吧。张元心里开始期待，他用小刀轻轻解开包裹，里面果真存放着一本名为《绿毒真解》书籍，以及一个玉瓶，玉瓶当中装着一颗浑白的丹药。张元先拿起书籍轻轻翻动，很快就发现书籍并不是他所想象地功法，而是无数种毒药的识别、使用知识，以及成千上百种关于配置毒药的方子。简单用屁股微微思考，张元就得出了对方从通玄宗卧底偷书籍，然后被发现打伤的结论。很早之前他就得知通玄宗偶然得到了许多毒精，经常性引来毒宗卧底，这种事情屡见不鲜，不是功法，但也算不错，差强人意吧。张元把书籍静放到一边，目光看向丹药，刚刚才体验到丹药的妙处，而且又是别人的丹药，他岂能不心动？不过该走的流程也没少走，利用试毒针、试毒草、变毒木偶、小白鼠等多种工具齐上，先看看有没有毒。毕竟圣毒宗一听名字就知道不正经，对方又是临死之前遗留的包裹，谁知道对方是不是有意这样搞，想要放毒随机毒死1-2个宗门弟子呢？正所谓魔道最了解魔道，这种事情不得不防。花费了1个时辰，使用了7-8种手段，确定丹药没毒后，张元才放下心来。他缓缓张口，把丹药放入口中。启灵丹，让我看看你的实力。1颗丹药吞入腹，从此绝凡称作仙。很可惜，1颗启灵丹并没有这样的效果。张元只觉得头皮凉凉的，好似苍凉的土地得到淋雨的滋润，快要长脑子了。关于功法和武技方面的思路，就宛如是给了金子的青楼女子，瞬间就打开了双腿，摘下了脑袋上的猪头套般的醍醐灌顶，清澈的眼神多出了几分智慧的光芒。原本小成的苍木剑法，在他的眼里变得简陋不堪，随随便便他就感觉出许多错误。张元手痒之际，在房间中提剑起舞。晌午时分，日光直直的倾洒而下，张元手中剑身寒光闪烁，恰似一道流动的银芒。起势之间，衣袂飘动，他的眼神瞬间锐利如鹰，锁定了前方的空处。每一次挥剑都伴随着呼呼风声，剑刃划破空气。随着时间的推移，更是渐入佳境。手中长剑上下翻飞，恰似一条灵动的白蛇在苍木之间穿梭游走。日影渐渐西斜，光线变得愈发柔和，可张元的剑势却愈发凌厉，身上汗滴浸透青衫，张元却浑然不觉。他沉浸在自己的剑法世界里，忘乎一切，直至手中长剑发出一声轻笑，似乎冲破了某种桎梏，踏破壁垒，方才渐渐停手。苍木剑法大成，好好好，这个好，这个好，不愧是启灵丹，要是能再有上10颗8颗，宗门就再也不用担心我的资质了。只是启灵丹这种东西，哪怕是外门弟子恐怕也难以得到，
纯属内门的好东西。张元汗水流淌的脸上笑容多了几分，不仅仅是苍木剑法的大成，更是想到以后悟性的提升，从而修炼变得更加容易。武道一途，其基础就是根骨和悟性，没有这两样的支撑，就相当于没有了天上的太阳和手中的灯，寸步难行。像元神那样的，基本就是半路摸黑摔死的，不然也不会闹到现在还是个记名弟子。说不得以前的悟性还没这次加的多。舒服了，真是舒服了。张元倚靠床边，笑容不止。一天之内，不仅实力成为练骨境，功法和武技也得到了提升，脑袋还有几分重量，这辈子梦里都没敢这么做过。舒服，舒服什么？突然间，门外传来一道声音，似乎是圆润胖子王阳的声音。赶紧洗手，常师兄有事请教我们。常师兄当然就是常百飞。张元收起脸上笑容，这个时候已经快到天黑，会是什么事情？难道是见他一天没有汇报送丹药的情况，所以等不及了？想到这，张元赶紧把身前的毒经藏好，而后才打开门走了出去。原来是王阳啊，既然是常师兄叫我，那就走吧。张元淡笑着说道。你先走。张元跟在王阳身后的3步外，两人向着常百飞的住处走去。打开房门，只见常百飞正悠闲坐在椅上，同时还有6个监工坐在旁边一端。张师弟真是日理万机啊，连我这个师兄想要见到都要亲自派人去问候，看来以后想邀请张师弟来我这里，恐怕都得提前几天去邀请了。常百飞脸上带着笑容，语气中却满是不悦，似乎对于今天张元没有及时汇报情况而感到强烈的不满。张元也明显知道对方的意思，故意摆出一脸忧愁，叹息道：师兄你听我解释，这不怪我，主要是今天我去的时候恰巧碰上了雨林轩的青梅竹马白浪，你可能不知道，这小子当时百般阻挠，千方百计地阻止我，浪费了我好长时间。提高师弟在师兄心里地位，从来都是他这个无私奉献的师兄应该做的。对于他的默默付出，希望白浪师弟知道之后不要太过于感激他。张元心里如是感慨。白浪好像听说过这个人。常百飞豁然站起，脸上的笑容变得阴沉，他身上的气势暗暗涌动，手中的茶杯隐隐出现难以察觉的裂痕，随后裂痕越来越大。就当茶杯即将碎裂之时，张元再次说道：不过虽然对方竭力阻止，但我还是不辱使命，依旧把丹药送到与师妹手中。功劳吗？大多时候都是半做半吹出来的，上秤之前不吹2口怎么会变重呢？他把事情办得那么好，下次丹药谁来送？那当然还得是他出马。闻言，常百飞身上的气势一消，脸上再次挂起了笑意，比当上外门弟子还高兴。好，我就知道张师弟不负所托。那与师妹有没有说什么？说了，说很多，还叫他经常过去教导他。不过张元善解人意的隐瞒了这些，故作思考一番后，有些为难说道：说什么倒是没有，不过师妹有些瞧不上这些东西，似乎感觉太少了。他是不是太贪得无厌了？此话一出，常百飞立马抬手制止，淡笑从容道：你怎能如此说师妹呢？师妹天资卓越，身姿窈窕，样貌水灵秀气，岂能只看上这点丹药？许是看在我的面子上才欣然接受的。常百飞自以为找到了真相，脸上的笑容变得多了不少，看起来变得更丑了。他摇摇头，又点点头，最后才自言自语般的小声说道：下一次确实该送给雨师妹一些好东西了。一旁的张元点点头，非常赞同这个决定。好不容易找到机会的监工们终于有机会插上话题，一个个争先恐后的说道：雨师妹接受了师兄的赠予，绝对是对师兄有益，完全可以趁热打铁。要是雨师妹知道师兄有如此心意，不知道会有多高兴，投怀送抱都有可能。我当初就一眼看出来，师兄和雨师妹就是天造地设的一对，是吉是吉，雨师妹就配得上些好东西，雨师妹绝对会感恩戴德。闻言，常百飞点点头，脸色颇为喜悦，似乎他的视线中已经看到雨林轩对他感激不尽，含羞待放地凝望着他。听到这些话，我甚是欣慰。常百飞脸上的喜悦突然渐渐消失，一脸为难地说：只是最近师兄所有的玄石都已用来购买丹药，准备再次冲击运血境，如今已经囊中羞涩，希望师弟们能伸出援手，在下感激不尽。好家伙，你搁这等着呢！众人沉寂，心中五味杂陈。这燕国的地图很短，可师兄的套路却是比他们这辈子走过的路还长，要钱要到这种地步，简直快要形成一种难以超越的境界了。各个监工心中无语，旁边吃瓜的张元更是感到惊出天际，不愧是有了名的绿林师兄，瘦走牛皮，雁过拔毛，还得是你厉害。这要钱枪法使的，就算是运血境的外门弟子过来，也完全不是对手呀。张元腹诽不断，因为他刚刚从常百飞的眼神中读懂了，他也包括在内。这种事情怎么能被允许？早上来借，晚上再来借，真当他一天之内能直接变出玄石来不成？当即他立即说道：常师兄，你也知道师弟囊中羞涩，月凤还要有些天才能发下来，你看我的是不是？话没说完，就遭到常百飞抬手打断。哎，师弟此言差矣，师弟向来与人为善，相比朋友不在少数，何不先向他们先借一些？张元心中无语，仿佛是吃了哑丹一般，无语到了极致。要不要听听你在说什么？要我众筹帮你泡妞？没有钱还要去借？你自己没有钱还打肿脸充什么胖子？没钱就不要搞花样好吗？
张元张口欲言，但很快又想到了什么，便没有再说什么。他微微低着头，眼神中闪过一丝金光，自顾自退到一边。见状，常百飞趁热打铁，朗声说道：“各位师弟不要介怀，实在是师兄最近准备突破运血境，手头才如此拮据。等我突破到运血境，成为了外门弟子，各位之前的一举一动我都记在心里。”众人心里苦涩，沉默不言。记在心里，给的或许不会记在心里，但是不给玄石的，绝对会被记在心里吧。别看常百飞整日和和气气，笑颜常开，可对方的狠辣他们又不是没有见过。曾经就因为有位记名弟子没有借他玄石，就不断遭受打压，最后不到1个月，就听闻那名记名弟子不堪重负，跳崖自尽。许多人心中暗暗猜测，跳崖这件事情和常百飞绝对脱不了干系。师兄那里的话，既然是师兄需要，我们定当是极尽所能，在所不惜。2日之内，每人必将5块玄石给亲手奉上，绝对不给师兄拖后腿。作为常百飞心腹的王阳，第一个站出来表了态度，其余人也纷纷应是。末了，才一个个从房屋中走出，匆匆赶去筹集玄石而去。师兄呀师兄，你真是又给我上了一课。半路上，张元忍不住感慨，这样的脸皮，就算是他也自愧不如。果然一山还比一山高，姜还是老的辣。既然是这样，那有的事情也怪不得我了。张元对着弯月喃喃自语。回到住处，张元继续修炼，巩固自身修为。自从突破了炼蛊境，他吸收周身灵气的速度也增快了些许。可惜丹药已经用完，没有了丹药辅助，现在修炼起来没有了那种事半功倍的感觉，只能巩固境界后便草草了事，卧榻睡去。第2天，东方升起朝霞，张元早早起身，先看一下系统每日更新的消息，可惜尽是一些废话，并没有什么用处。关闭系统，他转身走出房间，不过并不是去矿藏当监工，而是向着记名弟子的集市而去。集市不大，但热闹非凡，买卖几乎都是记名弟子们各自形成交易，还有一些宗门所开的门店，里面则是专门摆着记名弟子专需的丹药或者武器。师弟，你这黑云芝怎么买？张元走到一个摊子面前问道。半块玄石，年轻的记名弟子说道。买了。他掏出从行花影那里摸来的10块玄石，从中拿出半块，紧接着又走到别的摊子前。师兄，你这苦蛇藤怎么出价？2块玄石。他把那门弟子给杀了。张元一惊，莫要开玩笑，苦蛇藤动都不会动，怎么可能杀人呢？摊主笑了笑，是你先跟我开玩笑的，没杀过人，他怎么卖这么贵？张元瞥了他一眼，那算你1块吧。摊主汗颜，这还差不多。张元付过钱后接过药草，便不再看第2眼，继续向着别的摊子走去。逛了几个时辰，张元终于在不同摊子把自己所买的药草全部集齐，再购买了2瓶炼蛊镜所需要的炼蛊丹药，花了4块玄石。顿时，原本从行花影那里得来的10块玄石便花了个精光。至于要给常百飞的那5块玄石，开什么玩笑？对于师兄，怎能如此不上心呢？只给5块玄石，简直就是对常师兄的不尊敬，对常师兄人格的侮辱。常师兄要的是惊喜，张元心中早已决定，给常师兄一个天大的惊喜，让对方高兴的找不着北。小心藏着药草，回到家中，张元紧闭上门，拿出绿毒真解，一一对照。书中赫然写着：黑云芝、苦蛇藤、乱冥果、垂类草7种药草混合而成，可使运血境陷入昏睡当中，实力越高，昏睡时间越短。为突破运血境之人，更是至少要昏睡6个时辰之久，却见效极快。杀人放火必备良药，这已经是这本书中成本最为便宜、性价比最为高的药物之一了。可是啊，还是花了6块玄石。张元望着炼制在一起的药草，不禁在心中感叹：别人借的都是5块玄石，可我却直接送去成本价值6块玄石的礼物。师兄呀师兄，你该如何感谢我呢？时过境迁，潮声西落，2天时间只是一眨眼的功夫，很快就犹如握在手中的碎沙悄然飘去。这2天来，张元每日闭关苦练，没日没夜不停地修炼着功法和武技。不得不说，不愧是内门弟子专用的启灵丹，使用效果真是不错。2天时间内，张元收获匪浅。论武技方面，苍木剑法又得到了不小的精进，距离圆满已然不远。而修为方面，配合着丹药修炼，也是得到了不小的提升。不仅完完全全巩固住炼蛊境，而且还更进一步向着炼蛊中期的道路上摸索。当然，这一切也离不开炼蛊丹的辅助。果然呀，穷文富武，没钱的穷鬼修炼起来比步入中年的头发还难长进。没钱修道，寸步难行，一步一个坑，3步一泥潭。看着瓶中见底的丹药，张元心中感慨。不过一想到常百飞，他的脸上不自觉地出现一丝笑容，低头看向怀中。今天他为师兄准备了如此一份大礼，而且还不是借，而是完完全全赠予。一想到接下来师兄那惊喜到猝不及防的样子，他就想笑。对了，今天修炼专注过头，还没注意看消息呢。张元心念一转，打开系统，下一秒，几行小字凭空出现，浮现在他的视线当中。消息1：等了几天的白浪发现你并未出现，每日继续偷偷吸收矿石，并且在雨林轩面前大肆吹鼓，嘲讽了你一顿。消息2：圣毒宗卧底张探风发现师兄所遗留的包裹被拿走，
暗中拷问并灭口了几名可疑的记名弟子，可惜查无所获。消息3，刚刚拿到不少玄石的常百飞尝到了甜头，决定过2天再以突破失败为借口，再向师弟们借上一笔玄石。白浪这几天忙着修炼和制药，都快要忘了这个小子了。没想到这小子挑得这么欢，等做完这件事情，确实该处理处理他。张元摸了摸自己已经不疼的头，在心中的记事册上暗暗写下几笔。至于圣毒宗的卧底，可恶，这些魔道贼子简直欺人太甚，居然还想调查，简直目中无人，目无章法，大胆妄为，已有取死之道。张元咬牙切齿地说道。随后他的目光继续往下移动，一瞬间他的怒气瞬间转化为惊叹。不愧是你啊，师兄，这种臭不要脸的事情也就只有你才能做得出来，您是不是走错宗门了？俺的宗门在另一边呢。张元叹息不已，饶是这些天的卧底功夫也被对方的表现惊叹不已。这种死皮赖脸的程度，哪怕是放在他所在的魔门中也是不可多得的人才。啧，以后通玄宗要是有重大喜事，不应该挂灯笼，而是把你挂起来才对。这个韭菜的速度简直惊为天人啊。张元叹为观止，大感震惊。潜力非常低的人他都见过，但节操下限如此之低的人他还是第一次见。张元深呼一口气，压住心底下的浮动，向着常百飞送礼而去。嘿嘿嘿，这些师弟啊，不逼他们一次，他们都不知道他们身上还有多少玄石。这不只是口头上简简单单的威胁，那些玄石就滚滚不断而来。常百飞看着手中闪烁着晶莹浮动着灵气的玄石，笑得合不拢口。也不枉他这2天闭关苦思冥想，终于想到了这个办法，活该让他大赚一笔。而且过几天他还能再要一次玄石。想到这，常百飞的笑容更甚。30颗玄石，就算是辛辛苦苦做任务，也需要好久的时间才能积攒，而现在只需动动嘴巴就已到手。对了，还有王阳和张元这2人还没给，不然就是40颗玄石了。常百飞眼眸低垂，眼神一闪寒芒。他知道张元没有玄石，短时间内也拿不出玄石，但他偏偏就是故意让对方拿出玄石。他要让所有人心里都明白，做事是做事，玄石是玄石，就算是帮他做事，也不应该欠他的玄石。他就是要等到明天，在众目睽睽下惩罚张元，让所有人都惊掉下巴，就要这种杀鸡的手段静候，让所有人都知道，欠他玄石则他不近人情，这样几天后才能再次拿到玄石。至于会不会众叛亲离，可笑。宗门别的或许不多，可记名弟子却是源源不断，数之不尽。没有这些记名弟子，多的是别的记名弟子。反正宗门对待这些天赋不出众的记名弟子，也并不会有任何在乎，只要他把握好尺度就行。张元师弟啊，别怪师兄残忍，师兄只是太需要玄石了，只能拿你先开刀，让他们把玄石给师兄。你的付出师兄都不会忘记的，等师兄突破之后运血境，成为一名众人仰慕的外门弟子，你也可以鸡犬升天，不是？常百飞嘿嘿一笑，瞳孔圆滚奸诈。灯火下，他细数着手中的玄石，眼底映射着晶莹的灵光，欲望生长，心中愈发坚定接下来的计划。哗！突然间，一声巨响打破了夜的宁静，一块磨盘大小的石头裹挟着凌厉的气势破窗而入，径直向着常百飞飞速袭来。那石头来势汹汹，好似带着千钧之力，所过之处，空气仿佛都被撕裂。常百飞双眸瞬间睁开，寒芒一闪而过。作为炼古境后期的强者，瞬间就反应了过来，手中灵气陡然暴涨，浓郁的青色灵气化为实质，围绕着他的拳头汹涌翻腾。在石头即将击中他的刹那，常百飞猛地挥出一拳，拳风呼啸，犹如猛虎出山。轰！一声沉闷的巨响，拳头与石头重重相撞，强大的力量瞬间爆发而出。原本的石头竟被这一拳直接击碎，化作无数细小的碎块，如线弹般向四周飞溅，粉尘不断弥漫在屋内。呵，那个不起眼的小贼，居然也敢来搞偷袭这一套，简直不知天高地厚。常百飞心中冷笑，这样的攻击在他面前轻而易举就可以轻松抵挡，也只有傻子敢于这样袭击他。不过话说回来，这石头碎裂的是不是太过散了？都是石粉，实质如此不堪的吗？疑惑刚从脑海中经过，他的身体突然一麻，变得僵硬无比，如同被雷劈了一般。不好，有毒！常百飞瞳孔猛然一缩，紧接着浑身上下失去知觉，整个人无法动弹。一阵眩晕袭来，四肢百骸仿佛被一股无形的力量禁锢，两眼更是天旋地转。他的身体开始不受控制的摇晃，双腿一软，扑通一声倒在地上。猝不及防间，常百飞直接被毒倒。弦月高照，乌云有散，屋内灯火通明，却寂静无声。沉寂的连蝉鸣微弱的悲鸣都听得一清二楚，只有夜风灌入破窗，冷冽吹动着灯影。而屋内的人则是静静躺在地上，睡得十分入迷，似乎在做着难以自拔的美梦。这就到了，见效这么快！屋外不远处的黑暗中，一袭黑衣的张元不由得吃惊。虽然绿毒真解里面有过介绍，但没想到用来对付炼古境后期的人效果这么好。不过为了以防万一，张元并没有轻举妄动，手中几枚钢锭射出，没入常百飞的四肢。常百飞一声不吭，任由着伤口的血液飞溅，似乎这些伤势对他来说不足挂齿。一块石头再次划过夜空，正中靶心砸在他的脸上，随后砸开无数粉尘。
做完这些，张元心中的警惕才放松几分。这下应该是真的昏着了，就算刚才只是假装的，现在也会变成真昏迷了。张元心中肯定，随即快速走进屋内，对着躺在地上的人就是一顿搜刮。为了节省时间，他干脆更是连带着衣服打包，确保对方身上不再进藏有任何东西。紧接着是床上、床底、床柜、凳椅，房间中的每一个角落都迅速检查一遍，以秋风扫落叶之势，把所有的丹药和玄石都全部打包进入袋子。做完这些，张元笔便遁入黑夜当中。这一幕仿佛已经在张元脑海中演练过无数次，每一个动作显得十分流畅，没有一丝多余。从丢出的第一块石头起到出门的那一刹，所用的时间都不超过一盏茶的功夫。张元一边在黑夜中狂奔，一边感受着身后袋子的重量，嘴角不由勾起。也不知道师兄醒来会不会有多惊喜，希望他不要太过于感激。师弟不忍师兄饱受睡眠障碍的折磨，不得已自费6颗玄石帮助师兄沉眠，兄弟情深，简直令人感动。张元心中不禁感叹万千，可惜这样的事情并不能当面告诉师兄，而是选择了做一个不求回报的人。不然的话，常师兄不知道要怎么对待我，恐怕要是我为亲爹也不为过吧。别说是常百飞了，就连张元也为自己默默付出的伟大善举而感动。虽然常百飞不说，但肯定同样如此。既然是这样，那么那点东西肯定不过分吧。刚才对方没有说过一个不字，想来对方也是默认了他的行为。回到住处，掩好门窗，张元打开包得严严实实的包裹，把自己今天的所得全部展示出来。东西不多，一目了然，不过其价值却是不菲。张元细细一数，光是玄石的数量就已经到达了86块之多。这样的玄石数量，张元也就只有在梦中以及擅长讲故事的监工口中见过。至于实打实出现在他眼前的，却是没有过一次，更别说是属于他的。至于丹药，则是只有17瓶，除去各种杂七杂八的丹药，用以修炼的则是占据其中7瓶，其中的炼体丸1瓶没有，炼骨丹却足足拥有6瓶，还有1瓶运血丹。听说运血丹是运血境的外门弟子专门用于修炼的丹药，其主要是用妖兽的精血熬制，再配置各种辅助药草才得以炼成。它的价值不说多高，最起码也是炼骨丹的10倍之上。张元看着运血丹，丹体色泽通红，血气浓郁，隐隐散发着蓬勃的灵气。一颗炼骨丹价值就是2块玄石，1瓶运血丹最起码也是20块玄石，单这些丹药加起来，价值也是在40块玄石左右。越是盘算，张元眼神越亮。好，原来你是这样的缺乏玄石，竟然只有区100来块的玄石，怪不得需要让我们这些身怀半块玄石巨款的老财主伸出援手。我该说你什么好呢？竟然贪心到这种地步，简直是令人发指。张元心中痛骂，脸上愤愤不平，可是嘴角却实在难以压住。骂着，他的嘴角已经完全勾起，脸上完全挂起了笑容，因为这些丹药已经全部归他所有。一想到这个，他心中的喜悦就难以压抑，比千斤顶还难压。常师兄也真是的，拥有这么多的玄石，却没有办法用出去，简直暴殄天物。也罢，这次就当做是师弟帮他的大忙，免得让他如此白白浪费玄石。张元又做了一件好事，不过不求回报的他，当然不会露出任何踪迹，当即把所有东西藏好。至于衣物，则是用腐尸水完全融化，连一点渣都不留，把一切都收拾好，张元才安然地坐在床上，开始如往常一般修炼功法。莫约过了1个时辰，门口突然传来一阵声响，急促而有力。张元睁开双眼，随后便听到王阳气喘吁吁的声音在门外响起：“张元，快开门，快开门！常师兄被人袭击了，你快点过去！”张元脸色一变，仿佛听到了什么令人惊心动魄的消息，眼中满是难以置信。他呼吸急促，忍不住的惊声呼道：“什么？常师兄竟然被人袭击了？是什么人？竟然如此大胆？”一边说着，张元一边快速穿好衣物，他神情焦灼，以最快的速度朝着常百飞住处而去，眉宇间尽是担忧，就连身边的王阳都不禁感慨，心中甚至生出了一丝愧疚之情。他竟然因为常百飞向他索要玄石，而在刚才知道这件事之后，内心深处生出一丝窃喜，实在令人不该。张元果然待人真诚，王阳心底感叹。常百飞坐在椅子上，手脚缠着入药的绷带，脸色阴沉如水，他周身仿佛罩着一层寒霜，眸中涌动着冰冷刺骨的寒意，仿佛能将周围的空气都冻结。干瘪的脸庞此刻因愤怒而微微扭曲，腮帮子上的肌肉不住地跳动，胸膛更是剧烈的起伏不断，每一次呼吸都带着压抑不住的怒火，像是一头即将择人而噬的血腥猛兽，把一切视为敌人。围在周边的监工们虽然不知具体发生了什么，但都能感受到从常百飞身上那散发出来的阴冷低气压，一个个如鹌鹑般缩在一边，谁也不敢轻易出声，生怕触碰到这即将爆发的怒火。房间当中陷入了死寂般的沉默，只有冷风在不停呼啸。刚刚我被人袭击了。常百飞咬牙切齿，每一个字眼仿佛都是从牙缝中挤出，嘴角甚至带着缕缕嫣红。一想到刚才发生的那一幕，他心中的怒火就难以平息下来，因为那些好不容易积攒多时，准备用于突破运血境的家底，现在全部付之东流。他所有的丹药和玄石
已经全部都被拿走，而且被拿得一丝不挂。要不是过来送玄石的王阳及时叫醒了他，此时此刻他还在冷风中吹拂。而且他深知王阳的秉性，还好他相貌不佳，再加上多年遗留的威严，不然身后局面不保。我们中出了一个小人，那个小人趁着我不备，利用一种毒药麻痹了我，从而偷走了我的玄石。常百飞阴冷的目光扫视着屋内的8人，犹如饥饿的野狼，准备择人而噬。刚刚把他们的玄石收上来，就发生这样的事情，哪有这样的巧合？这些人当中绝对和偷袭脱不了关系。这样想着，他目光陡然一转，死死盯着最为边缘的王阳，脸色阴冷如寒冰，似乎就要化为实质，即将把王阳的包裹在肉皮里面的内心扎出无数个孔。王阳快要哭出来，连忙开口辩解，甚至连隐藏已久的秘密都直接爆出。王师兄，你是知道我的，要是我有这种毒药，早有男弟子流出采花贼的传言。常百飞点点头，是这个理。他转头看向王阳旁边的监工，师兄，你是知道我的，我要是有这个胆子，我也用不着等到今天。似乎发觉自己说错话，监工脸色慌张开口，不，我是说我对师兄敬爱有加，根本不会做出这种事情。而且我刚刚就和马良在一起喝酒，对马良可以证明我的清白。说着，他目光看向另一个监工，那名监工赶紧用力点头，有些紧张。对，没错，就在刚刚，他们2个交完玄石后，在酒中把常百飞斩于马下不少于10次。没想到那么猛人居然兑现了他们的话，让他有些心虚。师兄，你也是知道我的。轮到张元，他也立即站出来解释道，我要是有这本事，也用不着10天前被人用巨石偷袭，差点死于路边。偷袭巨石这种情况和他经历的相差无几，说不定其中暗有关联。常百飞似乎抓住了重点，猛地抬头看着张元，快速问道，那这么多天过去了，你有没有怀疑对象？当初到底是谁把你偷袭你的？张元想了想，想了又想，仔仔细细又想了想，直到常百飞快要不耐烦的时候，才犹犹豫豫吞吞吐吐地说道，当初的时候我得罪的人并不多，还算是有几个有很大的嫌疑。经过这些天的调查，我觉得刚刚新来入门不久的白浪嫌疑最大。这话不假，他真是实话实说。白浪，常百飞踱步回返，口中喃喃自语。突然间，仿佛晴天霹雳在他脑子里回响，他猛然睁大双眼，气势爆发。对，就是白浪。因为与师妹的事情，前2天我刚派人过去教训他，他必怀恨在心。越说他的语气越加坚定，而且用这种旁门左道来偷我丹药玄石，想必实力远远不及于我。白浪的实力刚好对得上，又有仇又有怨，对方又睚眦必报，说什么之后不会放过他之类的话，所有的怀疑都完全指向于对方。对，我也觉得是白浪。王阳也站出来发表自己的观点，目光带着怨恨，因为前2天就是他被派过去的。可怜他一个炼体后期的监工，居然被一个炼体初期的人给打了，牙齿都被打掉了好几颗。打完了他还不算，还在大庭广众之下狠狠地羞辱他一顿。现在好了，所有的记名弟子都知道，他是一个连踢初期都打不过的废物。我也觉得是白浪，绝对是白浪。有了第一个站出来，其他人也纷纷响应而起，一个个都争先恐后的投表意见。不管是谁偷袭了常百飞，反正那个人不是他们就行。好得很。常百飞眼神露出凶光，笑容残忍狠毒，像是一只阴冷的毒蛇，萦绕着冷血气息，浑身上下充满致命危险。他心中的怒火快要夺目而出，暴怒压住了伤势的疼痛，手中的扶手变成一寸寸断裂的木屑。白浪，不杀了你，我誓不为人。从今天开始，我要白浪死。常百飞暴虐之声响彻屋内，张元目瞪口呆，没想到吴昕插柳成荫，再一次帮助师弟，让其在师兄心中加深印象，而且这一次的印象更是刻骨铭心。张元不禁为成功帮助师弟感到喜悦无边，几乎快要热泪盈眶。师兄真是明察秋毫，居然如此短的时间内就已经锁定了袭击的敌人，慧眼如电，目光如炬，哪怕是那些内门师兄们也难以做到，令人自愧不如。张元直接竖起了大拇指，哪怕是狄仁杰穿越而来，包公踏月投影，也难以匹敌这样的断案速度。这简直就是通玄宗断案第一人口呀！这都是基本的思路线索，哪能跟内门的师兄们相比？常百飞摆了摆手，可嘴角的窃喜却难以压下。那可是内门的天骄，第一次有人拿他和内门的天之骄子相比较，让他暗爽不已。原本丢失玄石无心找茬的他看向张元，也不由觉得顺眼几分，心中决定下次要找茬的时候就下手轻一点吧，让张元躺个10天半个月就好。这样想着，常百飞也开始突转画风。各位师弟，你们也看到了，我如今被人袭击，身受重伤，身上玄石更是全无，不知哪位师弟愿意伸出援手，借一些玄石于师兄，师兄感激不尽。半夜时刻，常师兄又遭受袭击，日上3竿，张元揭背而起。昨天晚上是他睡得最为踏实的一天，同样也是修炼最为顺畅的一天。只是一个晚上的时间，他就足足消耗了足2瓶的炼骨丹，修为快速提升。相信过不了多久，他就会成功突破炼骨中期，成为记名弟子实力中实力最强的一批。这一切都不开常师兄的鼎力相助。对方不仅无偿赠予他价值不菲的丹药，
而且还给予了他91块玄石，最后5块第二次返回拿的。不过常师兄的馈赠有限，照我这个不要钱的修炼速度，恐怕支撑不了多久。想要保持这样的修炼速度，只需要2个月不到的时间就把玄石花光。这样想着，张元心底却并不担心，因为他还有一笔500块玄石的巨款还没有拿出来，存放在邢花影那里。本来昨天他就应该过去拿走，可被常百飞的事情耽误，他干脆就搁了1天。反正他是魔道之人，不守信用乃是家常便饭，正好也敲打邢花影的小心思。今天也是时候过去拿走玄石，免得邢花影那个魔道贼子突然反悔。张元这辈子最讨厌的就是2种人，一种是突然反悔的人，另一种是不让他反悔的人。来到采矿场，张元驾轻就熟地带上绝气锁，拿起自己的小皮鞭，向着矿洞走去。不多时，耳边叮叮咚咚的敲石声越加明显，几个记名弟子正在不断敲打着石矿，其中还可以看到白浪的身影。哟，白师弟，进来可好？张元脸上挂着微笑，和气地打了声招呼。白浪下意识转过头，见到是张元，眼神不可察觉地闪过一丝恨意。那2巴掌他至今记忆犹新，曾几何时他曾受过这样的侮辱。每当半夜醒来，他都怒从心起，瞪眼欲裂，恨不得当场报仇雪恨。想到报仇，白浪突然露出诡异笑容，因为今天就是报仇的好时机。白浪停下手中的铁镐，冷淡笑道：张元监工，你不是说你和邢管事关系不错，是非常要好的朋友，还说要借用他的关系让我不用在采矿场干活，让我安心修炼吗？他的声音很大，大到周围的人都可以听见，让不少人侧目。看来谁人不知道邢管事是出了名的铁面冷血美人，怎么可能会利用职务之便谋利？退1万步来说，一个高高在上的外门弟子更不可能和记名弟子有任何牵扯。别看铁块和金块同样是金属元素，可这2者却是天差地别。白浪这种话简直就是合欢门女弟子之间相互双修，无稽之谈。这种高谈阔论的话说在私下说的人不少，可放在了明面上就有些变味了。就好比吹牛归吹牛，可你与朋友吹牛和在全宗人面前吹牛效果就不一样了。很明显，他就是在故意找茬。在场的所有人一个个如老鼠成精一般，都暗暗支起了耳朵，看看张元怎么回应。好家伙，我还没找你麻烦，你倒是先来找我了。张元眉头微微皱起，轻声说道：我记得师弟当初可是极力推挽，几次3番拒绝我的好意，当初可是你说的靠天靠地不如靠自己来着，此刻为何如此？白浪被爷了一下，一口老血在口吐不出，脸色突然变得涨红。之前他刚进通玄宗，很多消息不灵通，还真被对方给唬住了，真以为他和邢花影有关系，对此还战战兢兢了好久，怕被调出采矿场。这2天他经过多方探查，才发觉出真相，对方和邢花影根本就没有1毛钱的关系。贱人竟敢如此欺骗我！白浪平复心中情绪，开口问道：师兄这是承认了？承认什么？承认什么？白浪嘴角微微一勾，忍不住笑了。承认你和邢管事关系很好。你这样说，在场的师兄弟们可知道？邢管事可是知道。他踏步上前，炯炯目光直视着张元的眼神，似乎要将对方虚伪的灵魂穿透。他就是要在众目睽睽之下，让所有人明白张元的伪善，揭穿对方伪君子的形象，让自己青梅明白对方的真面目。师弟，这是什么意思？张元眼神微闪，脚步稍稍后退，似乎对于白浪咄咄逼人的质问和冷冽目光的直视，让他感到不适。贱人终于心虚了。白浪心中冷笑，随后这道冷笑更是挂在了脸上。没什么意思，就是师弟突然后悔，希望张师兄再和邢管事说说，让我以后不用来采矿场干活，只需安心修炼即可，好让我早日修炼有成。白浪高声朗诵般的把话说出，冷冽的眼神尽是嘲讽和报复之意。经此一役，张元就再无翻身之日，被死死定在采矿场的耻辱柱上。兵不血刃，就让张元日后活在所有记名弟子的嘲讽和调笑之中，对方永远被打上一个夸夸其谈、乱攀关系、不够气候的标签。一想到如此酣畅淋漓的复仇，白浪的内心极其畅快，就如同急湍洪水冲破大坝，以不可阻挡之势肆意妄为，奔赴大海。一个字，爽！爽到他的心快要长出翅膀，直接冲破苍穹，干翻皓日。而正如白浪所想，所有人的心思并未放在白浪厚颜无耻的要求上，而是探索张元和邢花影的关系上。支起耳朵的矿洞老鼠们手中的铁镐挖着空气，等待着张元的回答。就连不远处被吸引来的监工们，一个个都神采奕奕地伸长脖子瞪着眼。正所谓有君有难，不动于衷，都乐不可支地吃着瓜，看着精彩戏码。所有人的目光都凝聚在张元身上，此时此刻他成为了全场瞩目的焦点。张元心中莞尔一笑，这个白浪在这个时候精准发难，想必这2天已经下了不少功夫，说不定把他之前所说的话都逐句分析，想要从中找出什么漏洞。人无完人，金无足赤，张元也无法保证自己所说的每一句话都完美的丝毫没有错漏。对方想要找漏洞，不过找着找着似乎钻进了死胡同去了。白浪的要求他还真能满足，不过对方既然进入到了死胡同，那不妨他布置几道铜墙铁壁，让对方满脑头包。白师弟，这可是你说的，之前你在与师妹面前百般推脱，
我也不必再过计较。不过这次可就不一样了，既然说了，可就不要反悔。张元拍了拍身上的尘灰，脸上挂着淡淡笑容，似乎在强颜欢笑。我说的，大丈夫一言九鼎，在场的所有人都听得清清楚楚，都可以作证。白浪双手抱怀，心中镇定自若。到这个时候还想要骗他，真当他挖矿挖多了，把脑子也挖了。这种事情休想再骗到他。对，我们可以为他作证。那个不嫌事大的矿工弟子兴起，大声起哄道。下一秒，张元手中鞭子一甩，直接把对方打得像陀螺一样转起来。贱人，欠抽！看戏就看戏了，你还入戏了？真把监工师兄不当监工啊！要都起哄了，以后他这个监工还当不当了？张元平生最讨厌就是这种嘴贱的人，可这一幕在白浪看来就是心虚的表现，只能依靠暴力来伪装自己的镇定。他没有阻止，静静看着对方丑陋的行为，心中越发倡议自己的复仇。既然这样，就这么说定了。这件事情我会是禀报给新管事。放心吧，想必这几天内，你以后就不用来玄石矿场采矿了。张元转过头，一脸正色地说道。可这话一出，立即就让在场的记名弟子们暗暗鄙视了张元一眼。在场的人都知道张元输了，可就这样虎头蛇尾的拖字诀当成了结尾，他们非常不甘。他们想要的是酣畅淋漓的撕扯，剑拔弩张的争执，是血流成河。他们想看的是败诉一方恼羞成怒，亦或是狼狈不堪的样子。这算什么？前戏做完了，你给我抽裤子走人！白浪摇头嗤笑，这种落井下石的机会，他怎么会轻易放过？只见他拦在张元面前，傲然俯视道：张元，你也不必装模作样了，有些事情该认了就得认。大丈夫敢做敢当，当师兄的就要立起榜样，勇于承认自己的错误。逃避可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更不是我们通玄宗弟子该做的事情。此刻白浪仿佛化作德高望重的老师，所说的话大义凛然，充满浩然正气。如果张元不知道，这货每天都偷偷吸收宗门玄石，他说不定就信了。白师弟啊，白师弟，我到底做错了什么，让你如此的不尊敬我？你不相信我所说的话，甚至你都不肯叫我一声师兄。张元摇头叹息，眼神中尽是痛心疾首，仿佛遭受到了同伴背叛的老狮子。他的脸上写满了心酸和无奈。你没有这个本事，没有这个实现的能力，就不要说大话骗人。你这种伪君子，有什么资格让我叫你师兄？何德何能成为我的师兄？白浪语气森冷，脸色变得越加不耐烦。还是说你的实力很强？要是以实力论师兄的话，依我之见，你未必能够胜得了我。白浪是故意的，把话题引到实力上。他不仅要在语言上侮辱对方，更是要拳拳到肉痛打对方。想到实力，他心中充满了自信。尽管他只是炼体初期的实力，可依靠着他强大的天赋，短时间内足以爆发出匹敌炼体后期的力量。2天之前，一个炼体后期的记名弟子过来找他麻烦，都让他打得屁滚尿流。更何况张元的实力他早已衡量过，之前偷袭的情况下轻易就得手了，如此疏忽大意，想来实力也不过如此。好，那就以实力论高低。张元还没开口说话，他身后就有一道声音替他答应。王阳来到张元身边，拍了拍他的肩膀，还暗悄悄地对他眨了眨眼。随后王阳趾高气扬地说道：白浪，你小子太过嚣张，今天就让师兄们教教你怎么尊敬师兄。咱就以实力定高低，谁要是输了，就在所有人面前跪下叫师兄。不是，这搅屎棍想要干嘛？怎么好端端的跑出来搅局来了？张元心中不解。在几天之前，自己的实力还不如王阳，而王阳实力都不如白浪，对方是怎么想的，让自己去和白浪打？还没等张元明白，他只感觉身上的灵力悄然流转，从丹田传入四肢百骸，身上的绝气锁已然失效。哦，你小子给我玩作弊是吧？张元心中无语，甚至是无奈，因为他明白白浪也可以通过天赋带着绝气锁也能够使用灵力战斗。还好老子福大命大，已经突破到了炼蛊境，不然的被这种猪队友坑死。张元心中暗道，果然是人所说的没错，战斗就不能跟猪组队，不然真会坑死人。张元心中思绪不断运转，而矿场中已然出现了明显格局，以张元和白浪为中心，留出一大片空地，周围的人围绕成圈。上啊！张元干死他！张元精神点，不要丢了我们监工的份。白兄加油，我们力挺你。白兄，赢了我就是你的人。不仅是监工们在呼喊，还有新来的记名弟子也不断狂欢。原本张元的那一鞭子打散的激情，此刻仿佛野草逢春般复苏。年轻弟子谁没点火气？更何况每日还要苦挖矿石，怨气漫天。他们是修道之人，修的是武道，是横行霸道，不是养生之道。以战论道，方有真知。来吧，张元，今天我要一雪前耻，把你给我的屈辱加100倍的还给你。我让你知道，辱人者人恒辱之。白浪战意无限，蠢蠢欲动。那你就动手呗，我在等人，你又在等什么？张元无所谓道。都到了这种时刻，箭在弦上，就算不想动手也没有办法。更何况他今天的本意就是要给白浪一顿毒打，计划偏离不大，死到临头还在这故弄玄虚。白浪冷哼一声，率先发难，身如紧绷的弓弦急促射出，拳头携着劲风重重砸向张元胸膛。张元不躲不避，任由着拳头落下。下一秒，白浪只感觉拳头打在一堵钢墙之上，
被震得生疼。不好，情况不对！感受着拳头上传来的刺痛，白浪身上的汗毛都忍不住竖起，心中惊疑不定。他万万没想到，这个几天前被他轻易偷袭的废柴，身体会有如此强悍。就好比老去的豺狼突然长出新的利爪，幼虎一下子变成了猛虎，让人难以接受。可骨头传来的阵痛，让他不得不相信这个事实：对方实力并不弱。心中惊愕之间，他表面的动作也不慢，身体猛然暴退而去。张元熟视无睹，也没有任何动作，眼睁睁看着对方退开距离。他直勾勾盯着白浪，眼神寂静寒冷，犹如阴森的毒蛇在注视着猎物。下一秒，他动了，他犹如一只迅猛的猎豹，身形一闪便来到了白浪面前，右拳裹挟着呼呼风声，如同一发炮弹般朝着白浪的面门轰去。白浪心中一惊，刚刚站稳脚步的他来不及反击，连忙侧身躲避。但张元的攻击速度实在太快，他虽然勉强避开了这一击，但脸颊还是被拳头擦过，留下了一道浅浅的血痕。还没等白浪缓过神来，张元的第二拳再次来袭，重重砸向白浪胸膛。白浪瞳孔骤然一缩，强烈的危机感让他来不及多想，本能的双手交叉挡住拳头。可境界之所以被如此划分，就是因为每一个境界之间都存在着难以逾越的差距。身为炼骨强者的张元，其骨骼经过千锤百炼，早已脱胎换骨，每一块骨头都像是金刚锻造而成，不仅坚硬无比，而且蕴含着惊人的力量。岂是一个弱小的炼体初期能够抵挡？白浪抵挡在前的双手被这一毫无技巧的直拳轰开，身体露出破绽，又是一拳重击砸在白浪的胸膛上，砰！仿若铁锤击打着大骨，沉闷响声突然在两人之间响起。刹那间，白浪如破掉的玩偶般倒飞而出，一口鲜血猛然吐出。一瞬间，矿场陷入死寂，所有的狂呼变得鸦雀无声。差距还是太大了，根本就不是一个层次的战斗，没有赢面可讲。众多记名弟子心中暗自己出结果，不少刚才入门的记名弟子更是连连摇头，心中暗叹不已。本想着白浪如果挑战成功，他们是不是可以效仿，也能当上监工的师兄？可寒冬般的事实冻住了他们的遐想。张元这三拳不仅是打在白浪身上，更是打碎了他们心中的师兄梦。心中的热血如浪潮般退去，残忍的现实赤裸裸地展现眼前，让人望而生畏。怎么回事？他怎么强成这样？白浪心中惊骇，眼神中满是难以置信。他感受着胸口传来的火辣疼痛，突然间隐隐有些后悔，如果没有得寸进尺，只是在语言上的指责的话，说不定今天他就是赢家，也不至于陷入如今尴尬境地。不过他并非无翻身的可能。白浪双眼闪过一丝金芒，身上的灵力悄然在体内荡开，流过身体的每一处。他眼神盯着张元，心中暗道：张元，是你逼我的，我本不想使用这份力量，但你让我陷入如此绝境，让我不得不用。倒在我今世的天赋下，你也算是三生有幸。你输得并不冤。还没有出拳，但白浪已经把胜利赊带，举手投足之间透着一股沉稳与自信。他身如满月闲弓，身体爆射而出，众人只看到一道残影，白浪的身形就已经到达了张元的身边，速度之快是刚才的好几倍有余。一瞬间，不抱希望记名弟子都燃起来了，炙热的眼神紧紧盯着战斗的两人。开了吗？张元心中已然明了，有了灵力的加持，炼体初期的白浪才能爆发出如此速度。既然是这样，那我也不装了。张元眼神微微眯起，身上灵力暗暗汇聚，他的身形挺拔如松，身体协调性和反应速度都达到了一个惊人的程度。在白浪袭来的一瞬间，钢拳裹挟着巨力，如巨石般朝着白浪砸去。这样的攻击现在对我可没用。白浪冷笑一声，架起手臂就要格挡，可拳头接触白浪手臂的一刹那，他就后悔了，后悔自己太过梦浪。不过后悔已经为时已晚，哪怕是动用了天赋能力，爆发体内储藏的玄石，白浪的实力不过是炼体后期，炼骨境的全力一击凝聚在颧骨之上，根本就不是白浪所能抵挡。疯狂涌动的灵力化作暴虐的劲力，犹如洪水猛兽一般，已势不可挡，倾泻。咔嚓，骨头断裂的声音响起，白浪再次倒飞回去，其速度之快，竟然比刚才进攻的时候更胜一筹。不可能，绝对不可能！哪怕是炼骨强者，在没有灵力下，绝对不可能战胜我。他不可能这么强。白浪没有感受身体的疼痛，心中下意识否认张元的实力。可真相摆在他的面前，他就算不想相信，也改变不了现实。就当白浪百思不得其解之时，他突然看见张元脸上露出一丝诡异笑容，一瞬间他豁然开朗。白浪明白了，全都明白了。混蛋，居然作弊！这个贱人果然卑鄙无耻。他万万没想到，对方的实力已经是突破到了炼骨境界。更重要的是，对方使用了特殊手段，也同样可以使用灵力，不然的话根本无法这样轻易打败他。要不是使用武技会让所有人看出灵气的浮动，他未必是我对手。白浪心中暗暗想到。尽管他手臂骨折碎裂，整条臂膀都耷拉下垂，但他的嘴依旧坚挺。他踉跄站起身，已没有多少战力。见状，张元却没有停止的意思。师弟啊师弟，你现在还不是我的对手，还是认输为好。你别怪我，我痛心的是你自己倔强不肯认输的。张元一口一个师弟，一拳比一拳更重，
拳头比狂风暴雨更加狂猛密集，而且拳拳打嘴，专门瞄着嘴巴打，根本不给对方说话的机会。白浪一张口，嘴里就会灌满拳头。我懂，我懂，你不想认输，但我真不想打你，你还是快认输吧，你真的会死的。张元脸上满是不忍与痛苦，哪怕现在彼此是敌人，也不忘关怀师弟，实在令人敬佩。只见他欺身而来，迅速靠近，用膝盖狠狠地顶向白浪的腹部，肘部猛击对方背部，紧接着一套行云流水的招式打出，每一次攻击都丝毫没有手软，重重砸在白浪身上，打得他吐血不止。剧烈的疼痛从全身传来，白浪终于得到一丝喘息的机会，立即开口大喊：他作弊，他使用灵力！此话一出，周边一片哗然，就连张元的面色也忍不住露出一丝愕然，难以置信地看着对方。好家伙，简直好家伙，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这双标的程度连他都自愧不如。什么？有人作弊？张元使用了灵力，怪不得他变得这么厉害。众人看向张元，目光中闪烁着怀疑。而就在此时，王阳快步走到张元身边，开口对着白浪斥喝道：你放屁！张元身上带着绝气锁，怎么可能会有灵力？我看分明是你输了，想要耍赖，所以胡搅蛮缠，蒙混过关。他急了，他真的急了。猪急了就喜欢乱叫，带不动，真带不动。张元心中无奈，但丝毫不显慌张，淡淡笑道：师弟，失败了就要认，别胡搅蛮缠了。你还是不想跪下就算了，师兄也不会逼迫你。白浪踉踉跄跄从地上爬起，青紫相连，凹凸坎坷的脸上写满了坚定。放屁！你绝对是作弊了，你的绝气锁是坏的，没有封住你的灵气，不然你不可能打得赢我。他有天赋能力，所以可以使用灵力，他不相信张元也有这样的能力。真相只有一个，绝气锁是坏的。他输了，但没有完全输。虽然他已经被打得鼻青脸肿，但只要证实对方作弊，他就可以反败为胜。至于他也作弊，只要检查不出来，就不算是作弊。好，既然你说张元这锁是坏的，那我们就当场检查，要是坏的，严惩不贷。几个监工缓缓从人群中走出，脸色十分严肃，语气带着坚决，只是嘴角的笑意实在难压。来吧，张元，你的绝气锁。监工们冷肃寡言，紧绷着脸，因为怕自己会突然笑出了声来。他们之前就接受了常百飞的嘱咐，正愁着不知如何给白浪难堪，这不，机会不是来了。第一个监工走到张元身边，细细打量着张元身上的绝气锁，认真说道：没有坏。第二个也认真，也是仔细观察，也给出了同样的答案。第三监工个也是如此。到了第四个，看都没看。尽管入门不到3年，但10年监工的经验所练就的后脑勺告诉了他什么才是真正的答案。开什么玩笑，这绝气锁怎么会是坏的呢？这锁太好了，这是张元作弊，纯属是荒诞之言。一个个化身铁面无私判官的监工们都给出了公平公正的答案。好了，师弟，现在没话可说，也别浪费时间了。要是不想跪就跟我说一声，我不会为难你的。张元眉头一挑，小样，双标双到我头上了，连裁判都是我的，你怎么和我斗？出来混，不仅要能打，还要讲背景地。对面的白浪几欲吐血，满脸涨红，他可不是傻子，自然明白这些监工们是在偏向张元这边。那个绝气锁绝对是坏的，不然对方没可能和他一样可以使用灵力。只是打开绝气锁的钥匙只有管事才有，想要开锁验证根本不可能。你就算再不相信，也没有办法证明。一瞬间，压力来到了他这一边。白浪，快跪吧！是啊，这是你应下的。说真的，说到绝气锁坏的了，你刚才的爆发，我还真有点怀疑你。白浪，愿赌服输。舆论一下向着一边倒，所有人的矛头一下子指向白浪。武道本就是强者为尊，哪怕你在有理，在拳头面前也要弱上3分。更何况现在有理的并不是白浪，此时的他犹如下水道中阴暗爬行的老鼠一般，暴晒在阳光之下，受到光明的审判。他从一个在阳光下指指点点的人，变成了被指指点点的人，好像是被人狠狠扇了一巴掌。白浪脸色火辣辣的疼，是真疼，因为张元刚才就扇了不止1巴掌。白浪嘴唇发抖，有些说不出话来。他想要利用广大记名弟子，以此来败坏张元名声，然后狠狠羞辱张元。没想到张元突然反制一招，以同样的办法让他先遭受到了屈辱。好，愿赌服输。白浪咬牙切齿，恨恨说道：不过我就算输给了你，也不过是因为你修炼比我早几年，而且身上带着绝气锁，无法使用灵力和武技，才使得我落败了。他声音洪亮，手指张元：你敢不敢和我再打赌一次？3个月之后，我们在演武场比上一比，谁怕谁？来！王阳的话没说完，就被张元暗中提醒。顿时他反应过来，立即改口说道：别废话，跪下再说，一码归一码，先把事情办完。白浪一愣，没想到自己跟人打赌，居然没有第一时间接受。他张了张口，似乎还想要说什么，可张元根本就不打算给他这个机会。还打赌？给也死！张元悄悄推了一把旁边的王阳，王阳顺势倒向白浪，同时3拳2脚打出，把白浪的话打得卡在喉咙。紧接着又是行云流水的连招，沙包大的拳头如雨点般落到白浪的身上，覆盖他头上的每一个角落。别打了，
别打了，快点拉开他们！张元大声叫喊，赶紧和几个监工同时合力，想要把正在互殴的2人控制住。可王阳好不容易等到报仇机会，岂能这样轻易就放过对方？几人手忙脚乱，用了将近1炷香的时间，才终于把2人分开。王阳被拉到一边，而白浪的身上莫名的出现了许多不同大小的鞋印。白浪跪了，全身上下毫无知觉，瘫跪在张元面前，被蹂躏的上百遍一般，惨不忍睹。众人不明所以，这不是劝架吗？怎么这架劝着劝着，白浪伤势就突然开始加重了许多？而就在这时，人群中突然传来骚动，邢花影来了！矿场中所有喧嚣声像是被一只无形的大手瞬间扼住，刹那间安静下来。众人只觉一股森寒之气扑面而来，仿佛数9寒冬的冷风直钻骨髓。紧接着，一道婀娜的身影缓缓踏入，众人如同潮水一般，迅速向着2旁分开，让出一条宽阔的道路。矿工不是，监工不管，宗门什么时候变得如此松散？究竟何事让你们聚集于此？邢花影双眸狭长而深邃，黝黑之中不见一丝波澜，尽是寒冷严霜。所有人噤若寒蝉，不敢吱声，甚至都不敢率先散去，生怕自己会成为出头鸟，被冰冷寒气波及。众所周知，邢花影虽生得明艳动人，但性格却恰恰相反，是出了名的严厉和无情。在这里聚集本就是个错误，或许在别的管事眼里，这等小事也就算了，可在邢花影面前，所有人都不敢轻举妄动，生怕这寒冷无情的屠刀会突然降下，将他们罪罚于此。瘫跪在地上的白浪则是突然大喜，终于来了，终于来了！他翻盘的机会终于来了！只要把张元所说的话传入邢花影耳朵之中，这个远古冰驼就绝对不会放过张元。到时候，张元的话就算被彻头彻尾的戳穿，坐实伪君子这个名号。白浪几乎涣散的意识似乎注入了新的灵魂，被打得快要看不见的眼睛炯炯有神，仿佛吃了春药一般。无力的手脚在此刻枯木逢春，迅速爬了起来。尽管是张元这些天自吹自擂、信口雌黄，欺骗刚刚入门不久的记名女弟子，还打着您的名号旗号贪赃枉法，说和您关系不错，可以托您的关系走后门。此话一出，众人看向张元的眼神瞬间变成了同情和幸灾乐祸。在外面说大话，欺骗未入尘世的小弟子也就罢了，最多被人嘲笑他一番。可这话传到邢花影这个铁面无情的正主面前，就不仅仅只是败名声了，最起码也是脱一层皮。邢花影清冷的眸子散发着丝丝寒气，眉头微微皱起，看向一旁说话的白浪。见状，白浪心中一喜，终于被邢花影所注意到，他立即昂首挺胸，摆出一副凛然大义的脸色。一想到等下张元会受到惩罚，对方将要痛哭流涕的样子，他高兴得快要跳起。只是他想要等待的结果并未出现，邢花影依旧只是注视着他，并未说话。这邢管事一直这么看着我，不会因为我正气凛然的举措，从而被我气节折服吧？白浪内心一片火热，脑海中止不住地闪过一些念头，自己展现英雄气概，被邢花影看中，一清芳泽。此刻火热的心犹如夹住了干燥的木柴，变成熊熊烈火，装满了白浪的心。只是事实和他想的有些许偏差，这猪怎么成精了？邢花影看着眼前的猪头，眼底不易察觉露出一丝嫌弃。猪的话怎么相信？他凝望向张元方向，清冷的声音从喉咙发出：张元，你说是怎么回事？众人下意识看向张元，心中惊疑不定，那眼睛都瞪得圆滚。是这样的，邢师姐。张元清了清喉咙，沉稳说道：这位白师弟并不想在矿场工作，请求我替他求求情面，望在白师弟每日勤恳辛劳的份面上，希望师姐考虑考虑。邢花影没有说话，脸上面无表情，只是冰冷的眸子看了张元好一会，半晌才缓缓开口说道：采矿颇苦，人之常情，既然是这样，那就让他从今日起褪去矿工身份，去砍伐青铁木去吧。我有事问你。张元跟我走一趟。说罢，他转身离去。闻言，在场的记名弟子身躯不由一颤，心中掀起惊涛骇浪。青铁木乃是宗门中用以修炼所需的专用木材，每一颗都重达好几千斤。伐树听上去似乎容易，真要实行起来，却要比采矿还要艰难许多。看似答应，却是处罚。可重点不在这，在于邢花影这看似正常不过的举动，实际上公平的天秤早已经向着张元倾斜。矿洞殴打新弟子不罚，只听张元一言堂，看似答应，实际却暗暗处罚，轻拿轻放，避重就轻。张元呢？张元呢？哦，张元一点事都没有。所有看向张元的眼神瞬间变了。不是，兄弟，你来真的？所以说你真有关系啊？你把我们那个铁面无私、冰冷无情的邢管事给干到哪里去了？瞪大的眼睛恨不得抠出来，直接丢在张元身上，无死角细细查找，似乎想要从中寻找什么不对劲的地方。谢邢管事准许。张元抱拳相谢，随后看向白浪，笑着说道：白师弟，你的事情已经成了，这件事可不能再反悔，这可是你自己做的死，可怨不得我。他笑着摇摇头，向着邢花影的身影跟去。白浪猛然抬头看去，只见张元的背影以及周围那无数嘲笑的面孔。什么吗？原以为是宗门不正经师兄吹嘘大话，
欺骗刚入门的新弟子。原本是善良真诚的好师兄，碰上了白眼狼师弟的嫉妒，惨遭背刺。谁说不是呢？好心托关系让你修炼，你却不讲武德，大声宣传别人走后门。还好，真没有让这玩意托关系成功，不然让这种人成功，我是真不甘心。畜生啊畜生，这种畜生就不应该留在这里，应该拉到御兽门去看大门。瞎说，御兽门的畜生可没有他处，人家最起码通人性好不好？舆论在这一刻彻底反转，想要借助舆论伤人的白浪，受到来自舆论的伤害，彻底成为了小丑。所有的反噬都百倍千倍害于他，这一刻再无翻身的可能。白浪脸色火辣，眼神慌张，所有的指指点点都撕开他的皮肉，直戳他的心脏，让他心底发凉。更严重的是，他之后将会失去采矿场里面的矿石，天赋要被丢置到一边，这可比杀了他还难受。白浪心中无比悔恨，无比懊恼，本想着找个借口来羞辱张元，没想到这个借口让他把自己天赋给弄废了。千夫所指，天赋废止，这该如何是好？不是这样的。白浪恍惚摇头，口中喃喃自语，一定是张元借着邢管事的信任摆弄是非，才变成这个样子的。对，邢管事只是不明真相，我一定要向邢管事揭露他的面目。仿佛找到了唯一的希望，白浪踉跄挤开人群，急切向着邢花影走去。走出矿场的张元有所似乎察觉，他转身看向追来的身影，露出一丝诡异笑容。突然间，张元托起身旁邢花影的纤细玉指，在温润光滑的手背上轻轻一吻。邢花影冷冷瞪了张元一眼，警告意味十足。张元只能讪笑放下。可这看似小情侣打闹的一幕，在赶来的白浪眼中犹如晴天霹雳，那想要解释的急切之心堕入冰天雪地当中，变得一片苍白。轻鸟翼翅划过天空，地上两人一前一后，不紧不慢走进古朴的阁楼当中。踏进古朴青石铺就的地面，迎面而来的是雕刻精致的石壁，隐隐散着一丝神秘。木门被轻轻关上，室内的光线变得朦胧，寂静清幽的气息扑面而来。说说吧，你到底干了什么？邢花影端坐在前，没好气的说道。虽然不知道起因经过，但只需看一眼就能清楚，事情绝对没有那么简单。没什么大事，就是在戏耍一个跟我有仇的记名弟子，仅此而已。张元随便找了个椅子坐下，仅此而已。邢花影不置可否，一时兴起，顺便把围观的记名弟子也一起戏耍了。张元笑了笑，就好比放羊，反正放一个是放，放一群也是放，那不干脆一起放得了？闲着也是闲着，耍谁不是耍呢？所以你昨天故意没按约定时间找我，就是故意让我去找你。我也是你算计的一部分。邢花影的声音听不出悲喜，如此时的阁楼一般幽静，让人捉摸不透。他清冷眸子微微凝神，第一个感觉这个厚颜无耻的家伙竟有如此心机。你在想什么呢？张元快速走到邢花影身边，把白腻的手捧起，感受其光滑上传来的温润。他一脸无辜，没好气的说道：你觉得我心机有这么深吗？邢花影抿了抿嘴，似乎在想着什么，半晌才若有所思的点点头。也对，你根本就没有这个本事，你什么时候来我这里拿玄石，也不是你可以做决定的，而是你身后之人决定。如果你真有这样的心机，就算资质再差，也不至于混迹到现在还是记名弟子。他看着眼前的色胚，眼神充满嫌弃。张元没有反驳的空闲，现在他的嘴已经再次回到玉人的手背，并且宛如一条飞往龙门的鲤鱼，不断的张着嘴，勤奋力争上游。不知不觉中，都已经到了精致光滑的锁骨。鲤鱼在这里歇停片刻，恢复体力。不过，你这脑袋也并非空无一物，最起码还能戏耍别人，欺骗新来的女弟子。邢花影的声音再次在耳边响起，平淡无波的声音却让张元感觉有缕缕寒气在暗中不断涌动，后背发凉。他心底一颤，身体不由僵硬，只感觉幽静的室内暗藏着危险致命的机关，而且一触即发。张元不动声色，嘴边的活计丝毫没有停止，嘴里含糊不清地说道：你在胡说八道什么？没听出来就是那人在污蔑我？怎么可能有这种事？要是真的，就让天雷降世，把宗门劈上个7天7夜好了。宗门可是弟子坚定的后盾，是背后的靠山，是必要尊敬的存在。正道弟子哪怕自己所说的是真话，也很少会拿自己的宗门发誓，是真是假又如何，与我何干？我只是想告诉你，你最近愈加得寸进尺了，肆意妄为了。邢花影推开肩上的张元，脸色寒冷如冰，似乎可以将人直接冻死。这小子明知道我的原则，却有意损我形象，毁坏我的名声。我几年下来积攒的威严，全被你毁于一旦。你说你是不是该死？明明看起来声势比刚才更强，可张元心中的直觉却告诉他，自己已经脱离危险，真正的危机早已在暗中消散。张元心中暗自松了口气，战术摊手，这也不能怪我呀，都是那个白浪搞的鬼，我也是迫不得已。你也不想我被千夫所指，成为人人憎恨的伪君子吧？虽然他本来就是，你是死是活与我有何关系？邢花影冷哼一声，从袖口中拿出一个东西，直接向着张元怀中丢去。张元接过一看，眼神不由一亮，储物袋，这可是几名弟子中不可多得的好东西，很少有记名弟子可以拥有。之前他就很想要一个，可单单50块的玄石的高价就令他望而却步。张元立即滴血认主，神识往储物袋里一探，里面竟装着满满当当的玄石。
整整有500块之多。张元心中火热，有了这一笔巨款，他就可以大展拳脚，快速提升实力。惊喜之余，邢花影的声音从耳边响起：“我们的约定已经完成，从今往后不要再过来这里烦我，要不遵守约定，休怪我无情。”张元微微一愣，随后嘴角勾起一丝难以捉摸的笑容。他拍了拍胸膛，自信满满：“众所周知，我向来最守原则，说的话向来不守信用，这样的原则他一直遵循到现在。那就滚吧。”邢花影自顾自走到案台前，翻看起了交上来的册子。不过张元知道对方不过是伪装，只要自己一离开，他绝对会暗自跟踪自己，然后找出那个莫须有的后手。得想个办法，要被他发现真相，自己恐怕讨不得好处。张元心中暗暗思索，同时脚步轻轻一动，来到邢花影身边，缓缓开口说道：“我走，肯定要走。不过话说回来，你就这样让我饿着肚子回去，这未免有失待客之道了吧？”邢花影笑了，是被气笑的。怎么，还让我请你吃饭不成？张元嘴角露出一丝神秘笑容。谁说填饱肚子的一定是吃饭？案台上，邢花影包裹着丰满体态上是一袭月白色的长袍，袍角绣着精致的银色菱纹，随着她的动作轻轻飘动，仿若流淌的月光。她乌黑的长发被玉簪松松挽起，几缕发丝垂落在白皙的脸颊旁，看起来比往常少了些许冷漠，多了一些温婉韵味。特别是对方全神贯注、专心致志查看着账本的样子，不由让张元心头一热。这要是走过去端起来，不知该是怎样的滋味。师姐，这世间山珍海味无数，天才地宝比比皆是，真不打算请我吃点东西。虽说在同一个宗门内，可说不定我们之后再也没有机会相见，都最后一次见面了，告别之际，你就真的这么无情？张元语气幽怨，像是深闺的怨妇，泪雨连连看着无情离开的情人，可如此幽怨之下的脸上却总是带着笑容，总让人感觉到怪怪的。你是监工，隔几天都会来我这里交登记册，不存在不会见面。不过你倒是提醒我，我们两个最好不要相见，免得让我生气。邢花影一边冷漠地说，眼神都没有从手中的册子上离开，专注地扫视着账本上的字迹。长长的睫毛在眼睑上、在侧上投下淡淡的阴影，双眸一如既往闪烁的寒星。师姐，你真是好伤人心啊！张元夸张地叫出声，光影却逐渐靠近，都足以闻到家人的幽香。那无处安放的双手只能丈量师姐的腰，感受着惊人的柔软。师姐，你长肉了，硬了，硬了，拳头硬了。邢花影本想着按照计划行事，可这登徒子越发令人感到无耻。几日不见，弃人地功法比实力长进都快，让他心中的怒火都难以压制。忍耐，忍耐，只要把他背后之人杀死，到时候让他知道花儿为什么这样红。邢花影心里这样告诉自己，深呼了口气，控制好紧绷的面色。滚！冰冷的嘴里吐出一个字。长袍下寒气越发逼人。好好好，我这就走。不过我还想问师姐最后一个问题。张元语气变得妥协，终于在浮动在周边的寒气变得暗淡不少。说。邢花影语气依旧冰冷，心眸依旧专心致志，流转在册子的字迹上。你刚才说监工隔几天会来送册子，那么最近几天什么时候来会送？幽静之中响起张元清朗的声音。丈量完腰间的双手似乎完成了任务，渐渐放松开来，离开家人身边。隐隐间，邢花影却有种不好预感。一个监工，你问我这个问题？沉思2秒，他还是回道：当然是今天。既然是今天，那你说等下会不会有人过来送登记册呢？张元再次问道。这是第2个问题。邢花影语气不耐烦，不好的预感在心中愈发强烈，现在只想着催促对方赶紧离开，可他不知道已经中了张元诡计。张元露出计谋得逞的笑容，低头接近隐藏在青丝当中精致贝壳般的耳廓，一口热气缓缓吐出。你说现在突然有人过来，会不会发现我们之间存在什么不当的关系呢？师姐，你也不想你和我的关系被外人给发现吧？魔鬼般的呢喃在邢花影耳边响起，一瞬间他的气息出现紊乱。好机会！张元趁机偷袭，一把将邢花影身下椅子踢掉，抓住捧着册子的玉手抵在案台上。既然连请客都不肯，想让他饿着肚子回去，这样的绝情张元怎么忍受得了？既然不给，那就把对方的本钱都掏光。张元，你……邢花影的冰冷伪装被撞得粉碎，宛如螃蟹被打碎了外壳，露出里面柔软的美食，只剩下凌乱的呼吸，恼怒的神情，此刻都在他绝美的脸上展现。再加上混散的黑发，黏腻着缕缕青丝的细汗，给人有种破碎的美。张元，你不讲信用，之前早就约定好了，现在你就这样兑现你的承诺？你兑现成这样？邢花影气的胸口如波浪般起伏不定，眼底凌厉的眼神仿佛要把张元冻死。为了不被冻死，张元只能不停地制造话题，试图转移怀中家人的注意力。这也不能怪我，牙师姐，要怪就怪我最近所修炼的青木剑法，因为这几天我剑法小有所成，达到了一种人剑合一的地步。简单的来说，成为了剑人。怪到剑法上是吧？可真有你的，几天不见，脸皮比城墙还厚。你应该去修炼横练功法，说不定你的天赋就在于此，修炼一行千里。邢花影冷声回怼，给张元上压力。下次还敢如此，我杀了你！不敢了，下次不干了，
别动，让我包会。张元叹息一声，答应得极其爽快。这样的敷衍回答惹来邢花影极其不满，不断的在他怀中奋力挣扎。月光悠悠，以你的气氛让人心旷神怡，只有墙上人影仰头叹息。邢花影侧躺着娇躯，细腻的皮肤在月光下更加柔美。她看着空无一人的房间，不得不承认一个事实：计划失败。原本的计划应该是要潜伏在张元身后，暗中跟踪他去送玄石，随后把所有幕后之人全部杀掉，让其知道他邢花影可不是好惹的。至于剩下的一个张元，他轻易就可以拿捏，把之前受过的屈辱都还回去。只是理想和现实总是有所偏差，就好比白云和泥土，总天差地别。还没把屈辱给还回去，就再受屈辱，又被那个无耻小贼给戏耍了一遍。而且现在还无法找出幕后之人，计划算是完完全全的失败。这一切都要归功于那个小贼。如今体力几乎被消耗殆尽，要是贸然跟踪，说不得会有被发现的风险。而且手脚并未恢复利索，一身实力发挥不出个5成。就算是真的找到幕后之人，以我现在的实力，也未必是他的对手。邢花影感受着发颤瘫软的脚筋，脸色寒霜遍布，五指紧紧攥住打湿的衣袖。回想起那离开时渐渐的笑容，更是让他气得咬牙切齿，胸口丘壑起伏不定。半晌，他仰头长长叹息一声，也罢，不过是500玄石罢了，这点东西不足为虑，不值得兴师动众。只要那个幕后之人不再妨碍我，就当我这500块玄石是稳住他的代价。吾的大计方才最重要。邢花影眼神闪烁着寒光，冷冽如把大地变成冰天雪地的暴雪。所剩时日已经不多，只要完成了计划，自己就可以抽身离开通玄宗，到时候顺便把张元带走。那500颗玄石他怎么吃进去的，就让他怎么吐出来，让他一辈子偿还到死。另一边，张元趁着夜色的遮掩离开阁楼当中，向着自己住处而去。尽管他体力已然不多，双腿一瘸一拐，可速度却一点都不慢，飞快穿梭在阴影之中，直至离开阁楼一段距离，发现无人跟踪后松了口气。嘿嘿，还想要跟踪我？师姐啊，你还是太嫩了。张元摇摇头，咧嘴失笑。对方的深浅他早已经摸得一清二楚，实力必然比他强，但嫩也是真的嫩。就好比刚刚才开始独自觅食的老虎，尽管凶猛无比，但经验严重不足。张元略施小计，就把他打翻在地。那500块玄石，只要落入他手中，根本就不会再给对方拿回去的机会。说到玄石，张元内心就忍不住激动，脸上不由浮现出一丝喜悦。有了这些玄石，之前高冷的摆在聚宝、格地功法和武技都不再是问题，只需要轻轻一勾手，这些妖艳贱货就会从货架上向他投怀送抱。这辈子就没有打过这么富裕的仗，如果利用得当，说不得他可以依靠这些底蕴成功突破道运险境。张元感受着怀中的储物袋，只感觉自己空虚的心灵被填满，从快要捡菜根的贫穷弟子，一下子就变成了老财主，走起路来都昂首挺胸。张元回到住处，立即躺在床上，心中已经迫不及待第2天快点到来。可惜天色刚亮，即使还没有来得及向他招手，就已经有别的东西向他招手。哈哈，师弟啊，师弟，你真是给了我一个天大的惊喜啊！短短1天之内，就让白浪成为人人喊打、名声臭败的丧家之犬。师兄真是小看你了，只需略微出手，就除去师兄的心腹大患。房间中，常百飞笑容灿烂如菊花，身上的伤势仿佛不翼而飞，手舞足蹈起来都没有感觉丝毫痛楚。这种感觉简直比收到了师弟们的35块玄石还要更加舒畅。师兄谬赞了，都是师弟应该做的，都是师兄领导有方。张元微微一笑，态度十分谦虚。常百飞看着自己心腹这样，很是受用的点点头，亲自给张元倒上一杯热茶，随后才开口小声说道：话说回来，听各位师弟而言，张师弟你和邢管事的关系似乎……一旁众多的监工原本站直的身体开始无声随着耳朵倾斜，向着这边靠拢。昨天他们可是都在场，那一幕历历在目，心中的震撼久久无法平静。一向铁面无私、严厉无情的邢花影，居然做出了偏向某个人的行为，这简直比天塌地陷、海枯河竭还让人感到不可思议、难以置信。越是细思，越是极恐，这关系的多好，才能做出这种事？误会，全是误会啊！张元仰头叹息，脸色写满了悲苦。他向四周看了看，方才小声说道：师兄你有所不知，我和邢管事之间根本一点关系都没有。师姐身受重伤，只是不想在众人面前表现出来，所以出此下策。邢管事受重伤了？常百飞眼神闪过一丝光芒，两人身后的监工们更是骚动不已。张元转身看向身后的众人，原本倾斜的队伍瞬便变得正直，一个个眼睛忙碌地数着空气。师弟休要胡言，不会是为了隐秘关系而故意欺骗我们吧？常百飞看着张元，调笑着说道。这不，还真让他猜中了。不过张元岂能承认？邢花影是魔道卧底，他迟早会有暴露的一天，明面上绝对不能有牵连。想到这，张元缓缓脱下上衣，那如钢筋般肌肉线条上是青一块紫一块的皮肤显得极其狰狞，看起来像是受到了严刑拷打一般。这就是昨天对我的惩罚。张元轻轻叹息一声，在场的众人看着浑身狰狞伤痕，
忍不住吸了一口冷气。这到底是经过了什么惨重的惩罚，才会出现这样的浑身淤青？又是指甲痕，又是脚印，又是凝痕丝，还有狼狗的牙印，仅仅只是看上去就足以用百般折辱来形容，好似被100个大汉折磨过。看着张元的眼神充满了同情，难以想象他到底遭受到了什么。而且你们别看我身上的伤势看起来很重，实际顶多算是轻伤，就算是找执法院主持公正，根本也不会让他受到处罚，最多口头警告。张元再次摇头叹息，而众人眼中的同情已经要溢出，被折磨得惨不忍睹，想要报仇还偏偏没有任何办法，只能无能为力接受。不愧是狠辣无情的邢管事，这手段简直令他们毛骨悚然。监工们的脸色都变得苍白，心如坠入冰窟当中，浑身冰冷发寒。常百飞仔细检查张元的身体，发现确实轻伤，不禁摇头苦笑，还真无法让执法院过来。师弟，委屈你了。他拍了拍张元的肩膀，亲自为他披上衣服。不委屈，不委屈。张元连忙摇头说道。实际上他也并不是很委屈，这些伤痕并不是他伪造，确实是由邢花影留下，只是情况略有出入。当时有人送来册子，张元这个贱人使坏，突然加快了赏花的速度。邢花影银牙紧咬，瞪着眼睛警告他，他却不为所动，试图让他喵喵叫。于是愤怒的邢花影把他身上都拧了个遍，让他上半身青一块紫一块。在支走了监工后，更是又挠又踩，把子清的皮肤再揉虐了个遍。当然，张元所说并非全是假话，邢花影真的受伤了，而且极重，连追踪他的气力都没有了。总而言之，受伤纯属贱人活该。不过任谁也没想到，两人竟然是这样的关系，毕竟差距摆在那里，这种事情从来就没有过先例。就好比鸭子和凤凰都出现生殖隔离了，怎么可能在一起？他们宁愿明天早上起来宗主裸奔全宗，也不会相信这种事情。师弟啊，虽然你如此辛苦，但师兄还是想要你帮我做一件事情。你走一趟，送丹药给雨师妹吧。常百飞拿出6瓶炼体丸，看来师兄最近几天收获并不少，或许可以再光顾他一次。张元的脸上也挂起了一丝笑容，当然非常乐意效劳。在静谧的灵植院中，微风轻柔地拂过，带着丝丝缕缕草木的清香。日光透过繁茂的枝叶，洒下斑驳陆离的光影，宛如一幅天然的画卷。少女独自坐在石凳上，她身形单薄，脸庞如白玉般细腻，却带着一丝哀伤之色。雨林轩目光呆滞，喃喃自语：白浪啊白浪，你究竟为何如此？以前好端端的，怎么进入宗门之后却变成这个样子？经过一夜的发酵，现在白浪的事情在整个记名弟子的圈子中开始流传。最会打探消息的灵植院当然也少不了这一份天大的瓜。雨林轩也有所听闻，这样损人不利己的行为简直就是个疯狗一般，胡乱攀咬人。白浪，张师兄对你如此不薄，你居然大庭广众之下折辱师兄，我以前竟是瞎了眼，这么久以来没看出你是如此卑劣的小人。雨林轩侧身的双手揪紧裙摆，似乎要把他撕下一块碎片，就如他记忆中的白浪撕开一道裂痕，一道无法弥补的裂痕。师妹，怎么一个人在这发呆？熟悉的声音从远处传来，如春风般穿过周边灵植，传入雨林轩的耳中。他转头一看，正是张元徐徐向他走来。师兄，少女喜悦的忍不住叫出声，但下一秒又羞愧的低下脑袋，像是做错事的鸵鸟，恨不得把头都埋进沙子里，永远都不拔出来见人。因为自己曾经的朋友竟然对师兄做出这样的事，让他顿感羞愧。每次一想起，他就如坐针毡，惶惶不安，恨不得快速逃离此地。可师兄在这又不太舍得离开，只能纠结着青葱玉指，像只正在思考的愚蠢小鸭，呆呆站在原地。雨师妹，真是好久不见。张元笑着打了声招呼，说起来已经没有帮助师妹修了，但时间有限，他等下就得离开，这段时间紧急，就先委屈师妹了，等之后再好好教导她修炼。带着这样的想法，他缓缓走近。师兄说笑了，上次相见才相隔几天。雨林轩脸上挂着喜悦轻笑，可笑容很快就枯萎。几天前正是张师兄和白浪所在的时候，这会不会让张师兄想到什么？雨林轩紧紧咬着樱唇，感觉自己说错话会引来张元的不悦，变得惴惴不安。可张元根本就没想过这些，更不会想到雨林轩内心会如此敏感。或许是许久没有把道心修炼，没有稳固的东西总会变得松弛。他笑容依旧，略带一些感慨。上次啊，太久记不清了。雨林轩有些失落，一日不见隔三秋，哪还记得上次啊？都想着与师妹再次相见，失落的心又开始雀跃。师兄取笑人，哪有这么夸张？他脑袋微微低垂，试图藏住发红的耳廓。不夸张，不夸张。张元摆了摆手，随后话锋一转，对了，这些天修炼如何了？这些丹药给你，助你提高修炼速度。说着，他把丹药递给对方。既然是常百飞给的，那就是他给的，毕竟他和常百飞情同手足，对方的东西那就是他的东西，至于他的东西，那肯定还是他的东西，常百飞又算什么东西？谢谢师兄。雨林轩喜悦欢快地跳上眉梢，他凝望着手中丹药，心中暗暗鼓起勇气，想要师兄教导他修炼。可没等他说出口，张元转身就走。林轩，师兄暂时有事情，就此别过，下次再来看你。你上次不是说教我剑法吗？
雨林轩想说的话都卡在了喉咙，他微微伸出手，仿佛想要抓住什么，却又无能为力的放下。少女低垂着头，目光呆滞地望着面前的灵植，可眼中却没有聚焦，显然思绪早已飘远。周围的灵植生机勃勃，花朵娇艳欲滴，叶片翠绿欲滴，更衬得她形单影只，那独自伤心的模样令人怜惜。师兄一定还在生气，都怪白浪那个混蛋，要是以前没认识他就好了，这样师兄也不会迁怒于我，下次见到一定要当着师兄的面和他断绝所有关系，邻居关系也是。雨林轩心中暗暗想到，即是一如既往的热闹，人声鼎沸，叫卖声、讨价还价声，还有不可缺少的打斗声，糅杂的灌入人耳当中。在人海中随波逐流了好一会，张元终于走到集市最大的交易铺。贫穷追求数量，富裕追求质量，这一点张元也不可避免落入俗套。道友要来点什么？不得不说，人家交易铺就是好，连称呼都让客人感觉自己真踏上修道之路，而不是在记名弟子中苦苦挣扎、摸爬打滚的小可怜虫。来10瓶炼体丹，不，来20瓶。张元的声音比钢铁还要硬气，还要上等的白银百两、黄金百两，驱逐蛇虫的药粉也来上2份。黄金和白银当中不得有半点杂质，不然我摸起来不舒服。恍惚间，铺主还以为看到了宗门老祖突然降世，只手灭掉魔门的气概。买个丹药，吼那么大声干什么？铺主心中无语，手脚却并不怠慢，很快就把张元所需的都装好。道友，这是要出宗门历练啊！他一边把东西递给张元，一边笑着问道。在尘世江湖当中，三教九流鱼龙混杂，通常的硬通货更多的金银，一般来这里兑换金银的都是要出宗门历练，不然没谁会换这个东西。不然呢，我兑换着拿来吃，10两黄金就价值1块玄石，谁能够吃得起，还不能重新兑换成玄石？张元一脸无语，而后解释道，宗门规定待满3年的弟子每隔半年都要出去历练一次，我已经在这里2年多了，再过几个月也得出去历练，就提前准备一些。接过东西，他从身上摸出玄石，硬气60，漏气的张元没和铺主过多闲聊，拿着东西走出集市，在无人角落收入储物袋，随后又来到另一家聚宝阁楼，想要购买自己早已经确定的药草。现在我的实力，现在最主要增强实力的手段，除了境界等级的提升之外，第一是毒药，第二则是剑法。剑法有苍木剑法大成，现在是够用了，倒是不必太过在意。不过毒药还得加强，上次用来对付常百飞的毒药效果不错，不过经过实战，他也发现了一些问题。那些毒药是粉末形状，进行偷袭还行，真要正面打起来还是不够看，他需要更好、更多类型的毒药，才能够确保对付强敌时不会吃亏。带着这样的想法，张元进入阁楼当中，还不得店主介绍，就说出自己目的。出来之后，又以同样的方式把所有的药草都收入到储物袋当中，紧接着再去另一家药铺购买炼制毒药所需要的部分药草，不断重复，直到身上的玄石剩下不到一半，1立方米的储物袋被塞得满满当当，张元才心满意足离开。这下真是下了血本了，但也是值得，只要炼制出毒经中的那些毒，运血进来了也得被毒倒。张元眼底闪过一丝肉痛，但只要有了这些毒，他就有了自保能力，到时候才能安安心心提升实力，免得又出现什么乱七八糟的人，像之前的常百飞一样，天天打他的秋风。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这一点他不得不防。从集市中走出到半路，张元特地到处逛了几圈，确定无人跟踪后才返回家中。回到家，轻轻关上门，在床底下点燃一柱特制的香，一缕轻柔的白烟在空气中缓缓飘升。这是一种有助于安神入定的气体，但在张元的加料下变成了麻痹气体，只要吸入体内就可以减轻痛觉，一般用于下毒的辅助工具。当然，张元并没有给自己下毒的习惯，他只是恰好需要这种麻痹效果。张元闭目凝神，长长吐出一口浊气，随后把飘荡在空中的青烟猛地一吸，效果差不多，可以开始了。张元用轻微的声音喃喃自语，紧接着他从储物袋中拿出一块银锭撕碎，揉搓成一个个小银球，他张开嘴巴，把银球一个个吞服。下一秒，他的脸色出现明显的涨红，如同被火焰烧得通红的铁锅，冷汗直流，衣衫尽湿，看起来显得很是痛苦。这玉骨功真不是一般人练的，不愧是魔道功法，修炼方法真是别致，让人忍不住抓狂。张元咬紧牙关，忍着腹中痛苦。没错，他正是在一本正经的修炼一本魔道的横练功法。他在真我教当中可不是白度过的。虽然他身为杂役弟子，相当于通玄门的记名弟子，身份地位不高，但混迹多年，也得到了不少功法以及武技，只是在这里并不好修炼，不然那天说不定浑身冒着黑气走出门去，那可就完蛋了。可这本玉骨功却正好是为数不多可以在这修炼的横练功法。这本修炼功法分为3层，分别对应的是炼体、炼骨、运血境界。修炼到第3层，仅凭肉身的强度就可匹敌正常的运血境高手，而且这本功法以速成成名，对资质和悟性的要求并不高，重要的是练法。张元回想起拿到功法之时，同门师兄对他所说的话，不由得咬牙再次吞服银球。这本功法的唯一途径就是吞。
第一层需要吞噬大量的银锭，第二层则吞掉大量的金锭，第三层则是古玉，这也是他买金锭和银锭的原因。至于历练，那都是几个月之后的事情，谁管啊？而修炼玉骨功的每一次吞噬都会让人极其痛苦，宛如吞服的东西化为了针刺，穿透身体每一个穴道，让人痛不欲生。极致的修炼速度带来极致的痛苦，男人蛋碎之痛与之相比根本不值一提。饶是以药物辅助，让身体处于麻痹状态，可感受的痛苦依旧令人难受。有不少自以为意志坚定无比的愣头青，在没有服用药物的情况下开始修炼玉骨功，想要用自身意志抗住功法的痛苦，没想到结果还真让他们成功了。成功去到了地府报道，事实告诉世人，不是天选之子，真别乱碰什么魔道的东西。当然，这套横练功法之所以称之为魔道功法，并不仅仅只是这个原因。玉骨功之所以被称之为魔功，除了修炼产生出极致变态的痛苦之外，还有2个重要原因。第一是这本功法乃是魔门长老所创，对方曾打压不少名门正派的高手。第二，这本功法原共有4层，第4层吃的可不再是简单的金属玉器，而是人体之精神气，食人之精宝，化无之魔身。如果按照正常分化，应该分为上下2部，上部1到3层名为玉骨功，下部为第4层名为玉骨魔身。如果只是练到3层的话，在通玄宗当中也不会有人在意，反正正道之人当中所修炼这门功法的人并不在少数，大家心照不宣，小练不算练。正道的脸面固然重要，但蒸蒸日上的实力更加令人感到迷醉。这门功法真像。张元一边在心中感叹，一边则是不断吞服着捏成圆球的银块，直到所有银块全部吞噬完成，张元身上开始出现变化，银色流光不断在表面游走，犹如穿上了一层银色铠甲，他的皮肤闪烁着耀眼银光，看上去威严凛凛。直至半刻钟的时间，这层覆盖在表面的银光终于失去能源般变得暗淡，而后隐没在皮肤之下，消失不见。第1层功成，不愧是魔功，修炼起来就是快得出奇。张元忍不住感叹一声，饶是知道这魔功以速成著名，但只需不到3个时辰就练完第1层，还是让张元感到震惊不已。他脱掉已经完全浸湿的衣衫，大口大口地呼吸着新鲜空气，把骨头松散的身体放在床上，直到恢复的差不多，他便再次缓缓坐起，从储物袋中拿出金锭，深呼了口气，他把金锭撕碎揉搓成金丸，身体再次运转起功法。不是他不想休息，只是他心中的危机感让他不得不这么做。邢花影给他的压力实在太大，仅仅不过是2个回合，师姐逆天的资质展现出了惊人的天赋，现在的我已经压制不住。张元不得不承认这个事实，2人的实力差距太大，体质根本不是一个层次，一个练骨劲，一个运血劲，能压制到现在全靠丰富的经验和熟练的技巧。如果再多交锋几次，等到对方成长起来，他真的会力不从心。众所周知，占据上风的人胆子总会随着时间变大，对方很有可能会再次跟踪他，到时候一旦发现他就是罪魁祸首，发现自己一直被练骨劲戏耍，张元不敢想象到底会发生什么事情，自己会经历什么样的磨难，所以绝对不能让对方胜利，哪怕仅仅只是一个小小的回合，要全方面压制，压制到对方看见自己就要心惊胆寒的服软。张元心中坚定，眼神决然，口中不断服下一颗颗金丸，让皮肤表面多出一层淡淡的金光，不停流转。之后的3天内，张元缩在自己的住处，连矿场都没有再去过一次，其中2次金锭用完，他不得已去集市购买之外，都锁在房间当中。修炼累了制作毒药，体力恢复又继续修炼，事情不断循环在日出日落之中。天道酬勤，他的努力并没有白费。3天的时间，不仅把所需的毒药炼制成功，玉骨功也成功突破第2层。成了，我终于成了！张元缓缓睁开双眼，眼中闪烁着兴奋与喜悦的光芒，心潮澎湃。此时的他只感觉体内有一股强大的力量，如同汹涌的洪流一般，向着全身扩散开来。与此同时，他的体表泛起一层耀眼的金光，那金光璀璨夺目，照亮了整个房间。金光之中，他感受着体内那澎湃的力量，嘴角微微上扬，露出了一丝喜悦的笑容。经过3天3夜的艰苦修炼，他终于成功突破了玉骨功第2层。现在的我，哪怕只是练骨初期，靠着大成的苍木剑法，也不比练骨中期差。如果再加上玉骨功第2层的体质加成，哪怕是后期也足以碰一碰。张元自信满满，此时的他哪怕不依靠毒药，也能和全盛时期的常百飞来上一场。他1步2步，然后再飞100步，终于也爬上了记名弟子的战力巅峰之一。下次再遇上行师姐，定能吓得他双腿发软，呜咽似的喵喵直叫。想到师姐，张元突然感觉对方所说没错，他就应该修炼横练功法。剑人和横练简直是绝配，无坚不摧，坚如磐石。剑人加了城墙般的脸皮，简直就是天下无敌了。当然，他的储物袋也付出惨重代价，快要到灯枯油尽的地步。经过2次的金锭兑换，他所有的玄石只剩下了不到100。成功的背后总是要付出代价，尽管这个代价对储物袋有点残忍，但张元还是觉得很值。事已至此，就先看看消息吧。张元心念一动，
把系统消息拽了出来。这些天，他每天都会定时定点查看消息，但都是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这些消息不说没有用吧，只能说唯一的用处就是成功浪费了他的时间。说实话，张元有些意兴阑珊。消息一：圣毒宗卧底张探风没有找到包裹，决定铤而走险进入玄法阁当中，偷偷拿走里面所有的毒精。消息二：自取其辱的白浪重新振作起来，成功突破炼体中期，并且偶得机遇，在青铁木林中发现了百年铁木星，还有7天可以取出使用。消息三：得知邢花影受到重伤的王元和张烈决定把消息传给武定、武平2位管事，并且2人决定今晚实施行动，准备杀死邢花影。张元双眼微微睁开，眼底不由多出一丝异样和难以去掉的惊喜。或许是负负得正的原因，这几天的霉运连连，导致运气开始凝聚。今天的消息像是会自己点烟的火药，真是一个比一个更加炸裂。圣毒宗啊，圣毒宗，这是第2次了，现在玩毒的人都这么彪悍，又是杀人放火，又是暗中偷盗的，这卧底当地比冲锋的战士还猛。不知道的还以为这是他家里呢，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张元看着第1条信息，不由得微微摇头，不明白对方为何这么用。再怎么说，通玄宗也是大名鼎鼎的门派，这么嚣张真容易被打成花肥。不过话说回来，这通玄宗的卧底是真的多啊，时不时就冒出来一个。宗门里面到底有什么好东西，值得各个宗门这样觊觎？张元仰头长长吐息，把心中乱七八糟的猜测和好奇都一股脑吐出脑子。他眼神眯起，目光再次扫向系统消息，看完之后当即勃然大怒。这个世界总是恶意满满，少年之人应该踌躇满志，满腔热血激情，应当需要经历重重磨难，方能雕琢成玉。岂不文将大任于斯人也？必先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小小年纪就沉迷于机遇，不去经历艰难困苦，日后怎成大事？面对这个世界如此对待少年，让张元痛心疾首，忍不住破口大骂：好好的年轻人都给教坏了。不过上天给我看到这一幕，我必须纠正这种不良作风。百年铁树心，就让我先替师弟保管一阵，师弟现在还把握不住。张元感觉热血激荡，为自己又拯救了一位即将误入迷途的少年，忍不住为自己点了个赞。他感觉自己在好人的道路上越走越远，不断的舍己为人，不求回报。如果这个世界当中好人有长相标准，那绝对就是长他这个样子。以白师弟的为人，应该不屑于这样的机缘，毕竟他从来都靠自己。想来师弟知道我为他这样着想，应该也会十分开心吧。张元心中暗道。小心翼翼与师弟相处的他，记住与师弟相处的每一个细节，十分明白师弟的为人。他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师弟啊。好一阵自我感动后，张元才从自己的正义感中走出，看向第3条消息，顿时嘴角不由一勾，差点没有当场失笑。你们相信兄弟，兄弟很开心，但你们真行动，兄弟很难评。本来就随随便便挖个坑，没想到这些人当中还有跳下去的，可惜常百飞没有出手，不然就更加完美了。毕竟最主要的目标就是他。如果没有记错的话，王元和张烈这2个监工当时就在场，所以听到了。武定和武平这2管事各自掌管一片矿区，2人是亲兄弟，关系密切，只是不知道实力如何。张元眼神微微眯起，思绪变幻不定。解决倒是好解决，但如果仅仅只是解决的话，他又何必挖出这个坑？得好好谋划谋划。师姐，我又来看你了。张元人刚到门口，渐渐的声音就传入了邢花影月侧的阁楼当中。阁楼中没有动静，似乎并没有在其中，只是温度突然降低了不少。张元会心一笑，自顾自开门走了进去。果然不出所料，邢花影正静静坐在案台上，一言不发地看着册子，似乎不曾发觉张元的到来，眼神都不曾有过一丝波动，只是周遭温度又在下降，仿佛在驱赶着不速之客。张元置若罔闻，轻轻地把门关上。末了，他脸色突然变得严肃，语气十分凝重地说道：邢师姐，大事不好了，武定和武平想要对你不轨。时间紧张的关系，他没有任何犹豫，直接进入主题，把对方计划托盘而出。他们想要对付我，这与关你何事？你为何将此事告诉我？我们似乎并不是朋友。别忘了，你欺辱我数次，屡次言而无信，你觉得我还会相信你的话？邢花影放下册子，冷冷一笑，语气中尽是淡漠疏离。这冰坨子气还没消呢，不就是想要你喵喵叫？至于还气上个3天吗？看来还是调教的少了。张元心中忍不住腹诽。不过现在不是说这个的时候，对方的人今晚就要行动，容不得他浪费时间，必须马上做出反应。邢管事要是不信，那在下这就告退。张元双手抱拳，准备离去，可就在转身的一刹那，邢花影清冷的声音立即传入他的耳中：慢着，你这小贼虽然满嘴胡言，但所说的话也有一定参考意义。只是就光凭武定和武平那2个酒囊饭袋是怎么赶过来杀我的？邢花影问出了心中的疑惑。如果说目的的话，他不难猜出，向宗门上交矿石是7天一次，所以7天之内都会留在管事们手里保管。对方准备今晚过来，无非就是想要明天即将要上交玄石矿。只是他想不明白，就凭借那2人的实力，是哪来这个胆子敢这样做？这个我略有耳闻，不知道那个贱人突然告诉他们说你身受重伤，
张元立即开口回道：“当然，那个贱人说的是王源和张烈，必然不可能是他自己。这你也知道，消息真够灵通的。”邢花影一怔，不禁有些诧异，紧接着又感觉有些莫名其妙。谁会无聊传播这种假消息？张元沉默不语，只是一味微笑。他出来就靠3样东西：出卖兄弟、背信弃义、勾引师姐。他现在能成长到这个地步，全靠他把这3样东西玩得得心应手。张元目光望向邢花影，淡笑着说：“他们的计划我已经说了，接下来是不是也该说说我们的计划？光凭我们2个对付他们，是不是太过于冒险？是不是应该？”话没说完就被邢花影打断。他自信从容、气度冷傲地说道：“没有这个必要，只靠我一个人对付他们就已经绰绰有余。管事之间亦有差距，那2个废物的实力我清楚，只要他们赶过来，就绝对走不出这里。”张元点点头，这一点他还是相信。这个冰驼子高傲冰冷，但他自有冷傲的实力，并非等闲之辈。而且对方作为魔道的卧底，谨慎亦是必然，绝对不会在此刻说谎。既然这样，那就说定了，你对付那2个小管事，我去对付那2个高手监工。张元脸上带着义不容辞的神情，随后他话锋一转：“既然计划已经明朗，那是不是该说说如何分账的事情了？既然每一个管事都有存放着7天的玄石，那么武定和武平2人也不例外。他们想要邢花影的玄石，2人何尝又不想要他们的玄石？邢花影自身实力突破在即，需要大量的玄石用于购买突破的资源。张元更不用说，他的玉骨功第3层什么都不差，就差价格不菲的玉骨。”2人对视一眼，突然沉默下来。他们都有大量玄石空缺，但也不想因为玄石问题而陷入争执当中。半晌，还是张元率先开口：“3七分成吧，你只需要对付2个管事，而我需要做的那可就多了。不仅要想着如何处理2个监工，还要压制住自己心中的悲痛。他们可是我的手足兄弟，挚爱亲朋啊！我得用玄石弥补我的伤痛。”邢花影没有说话，只是静静看着他，冰冷面孔的嘴角止不住在抽搐。“你要不要听听你在说什么？谁家挚爱亲朋是用金钱来衡量的？转眼间就跑过来把他们背刺了。你和他们还真是兄友弟恭啊！好兄弟就要卖出好价钱是吧？最多5-5分账。”邢花影瞪了他一眼，没好气的说道：“你要是不同意，那就走吧，我自己一个人单干也行。就算没有你，我一个人对付4个也能只手镇压。”张元心中同意了，他心里的预期本来就是4成，没想到这个冰驼子居然给他5成。不过表面上他还想努力争取一下，为了救你一命，我可是冒着天大风险跑过来给你通风报信，你就这样对待救命恩人，不以身相许就算了，7成都不肯给我。邢花影再次被气笑了，冷艳绝美的脸上仿佛贴上了一个个井号字，如艺术品般精致雕刻的洁白手指紧紧攥成拳头，血压不断飙升。他深呼了口气，压住想要捶扁对方的冲动，一个字一个字从嘴里挤出：“之所以给你5成，就是看在你通风报信很有诚意的份上，就算没有你通风报信，他们也奈何不了我，所有的玄石都成我的。”往自己的脸上贴金被揭穿，张元面不改色，仿佛厚重的城墙只是迎来一阵清风，根本没有出现任何波动。他2手一摊，一脸随意：“好吧，听你的，你厉害，你说了算。”不知为何，邢花影没有觉得高兴，想打人的欲望反而更加强烈。他留着一肚子气，就等着晚上发泄。夜幕降临，仿若浓稠墨汁把人间浸染，严严实实地笼罩着整个大地。万籁俱寂，唯有偶尔传来的几声夏蝉嘶鸣，在这寂静的夜里显得格外惊悚。4个周身散发着神秘灵力波动的身影，如同鬼魅般的阴影中缓缓闪出。他们身穿墨色般的黑色劲装，与夜色相融，若不仔细探查，几乎难以察觉。为首的武定看着不远处阁楼，神色变得凝重，随后目光看向身边之人：“你们真的确定邢花影已经身受重伤，并且重伤到下不了地的地步？如果这件事情是假的，你们知道说谎的后果绝对比死还难受。”他眼神阴狠暴虐，如同一头即将要杀死猎物的恶狼，闪烁着寒芒，身上的气势犹如恶鬼化形，压向身边的2个监工，使得2人都不敢动弹。“大哥，你都已经问了那么多遍，没有再问下去的必要了。他们怎么可能有胆量说谎？你就是谨慎过头，想太多。他那片矿场妖兽不少，就他清理的最为频繁，肯定是不小心被妖兽重伤了。”面向与之相似的武平，脸色带着一丝不耐，忍不住撇嘴说道。瑟瑟发抖的张烈和王源顿时仿佛找到了主心骨，连忙点头说道：“对，就算给我们几个胆子，我们也不敢欺骗2位管事。这件事千真万确，绝对不错。虽然那个废物实力非常弱，但他多年以来都是十分老实，绝对不会骗人。”武平咧嘴一笑，拍了拍2人肩膀：“不用害怕，这件事情只要成了，绝对少不了你们的好处的。到时候承诺给你们的东西，我再翻上1倍，绝对不会亏待你们。邢花影那骚货，说不定都可让你们尝一尝。当然得排我身后。”2人脸色一喜，眼中的贪婪一闪而过，心中的欲望如熊熊烈火燃烧。30块玄石要是翻上1倍，就是60块玄石，比他们干监工1年还多，而且居然还能有其他好事。尽管只是口头承诺，但想到可以品尝冰冷美人，
他们就感觉浑身燥热。不行，不能让他活着，趁着对方重伤，必须要一击必杀，免得引起出不必要的乱子。这可是宗门之中，要是引起别人的注意，我们都得死。关键时刻，武定打断了他们的遐想。宗门旷阔无垠，根本没有人在意。武平话还没说完，就被武定瞪了一眼，只能妥协道：“好吧，那就留个全尸，到时候趁热也可以来上几次。”他瞳孔中的淫邪欲火快要夺目而出，在黑暗中都难以隐藏，如同幽暗中的野狼一般，双眼发绿，忍不住要发泄自己的欲望。那样的绝色美人，武平早已经垂涎欲滴许久，岂会放过这个绝佳的机会？他斜光一闪，口中急切道：“你们两个在此等候，等事情办完了，你们再进来处理尸体。”说完，他闪身向着阁楼奔去。武定见状，立即紧随其后。玉盘高悬，清冷的月光穿透碎云，散落在寂静的黑夜当中。王源和张烈蹲守原地，一边警惕地望着四周，一边陷入美好的遐想当中。大量的玄石，管事的青睐，靠着得到的玄石，他们绝对能够更进一步，实力变得更加强大。不仅如此，得到了2位管事的重用，他们也算是平步青云，不再是普通的记名弟子，在记名弟子中地位陡然拔高。哪怕是实力非常强大，之前让他们忌惮不已的常百飞，也得给他们恭恭敬敬行礼。常师兄，常子，只是微微一想，两人就感觉自己的未来比天上的月亮还要明亮。王源望着明月，忍不住感慨，说起来都要多亏了张元那个小子，是他给了我们机会，要不是他的消息，我们还没有办法进入2位管事眼中。闻言，张烈忍不住点头说道：“是啊，确实该感谢那个傻子，感谢他把这样的机会让给我们，这样的好机缘让给我们，难怪这个老实人一辈子只是一个废物。”说着说着，两人相互对视一眼，纷纷忍不住大声笑了起来，笑声盖过重鸣，满是得意。两位这是怎么了？笑得这么开心？突然间，一道声音从黑夜中响起，张元从夜幕中走出，一脸疑惑地望着两人。两人神色一惊，没想到这个时候居然还有人出现在这里。不过见到是张元，他们紧绷的心才渐渐放缓，手脚重新找回镇定。黑暗中最令人畏惧的是未知的恐惧，当得知恐惧的来源，就没有了害怕的源泉。更重要的是，这个恐惧只是轻而易举就可以简单轻松捏碎。原来是张元，你怎么半夜出现在这里？王源忍不住疑惑地问道。没什么，这不是行管事受重伤了吗？就拿些甜点来看看他。诺，你们也来一块。张元扬了扬手中礼盒，随即从礼盒中取出2块甜点，向两人丢了过去。两人接过甜点，对视了一眼，相互之间很有默契的微微点头，似乎无需言语就已明白对方的意思。他们大晚上的跑来这里，可不是为了看夜色风景，更不是欣赏月华之美。2个管事之所以把他们留在这里，不仅仅为了事后处理琐事，更是让他们看住这里，不要让一个人或者是半只苍蝇飞过。所以两人自然不能让张元去找寻花影。话说回来，你们怎么也在这里？难道你们也是来看望行管事的？张元后知后觉地问道。当然不是，我们是来做一件更重要的事情，这件事情很神秘。怎么样，你想参与吗？你过来，我与你慢慢细说。张烈脸色故作神秘地笑了笑，低声说道。什么事情？我能参与？张元顿时来了兴趣，略有兴奋朝着两人走去。王源和张烈笑容依旧，身体随意站在原地，体内的灵力悄然缓缓运转。既然已经到来，并且看到了他们的脸，自然不能就这样把张元放回去，不然等杏花影死讯一出，他们绝对脱不了干系，绝对会受到牵连。既不让进，又不让回，那就只有死，只有死人才不会去告密。当然，还有另一个选择，那就是直接把张元拉进这个团伙。只是他们当然不会这么做，蛋糕就这么大，利益就这么多，怎么能把即将到手的东西分为别人？从肚子中食物吐出来，可是会很伤胃的，更是会令人心疼。两人神情淡然，体内的灵力已经运转到了巅峰，随时打出全力一击。尽管从之前的矿场表现来看，张元可是已经突破炼蛊境，可在步入炼蛊境已久的两人看来，只需一击就可以轻松了解对方。只是就在这时，走到一半的张元突然停下脚步，面露嘲讽：“不会吧，不会吧，不会以为我不知道你们想干什么吧？真把自己当大聪明了。”王源和张烈心中骇然，不明白对方是怎么会知道他们的事情，可一想到只是张元一个人，心中的骇然又转为脸色愤然，像是想逗傻子却被傻子给逗了。底裤被赤裸裸的扒光，面色顿时涨红，并且如同被点燃的枯草，夜幕中的冷风越吹，更是红得可怕。你敢耍我们？两人气得七窍生烟，嘴唇发抖，满是怒火的眼神恶狠狠盯着张元，恨不得当场把他生吃。我耍你们，你们不早被别人耍了吗？张元露出意味深长的笑容，你们真当那2个管事让你们过来这里只是简单的警戒而已吗？顿了顿，他继续说道，他们连行管事都杀，此刻唯一知情的就只有你们2人，死人才不会露出透明。正如他们对张元的所想，2个管事对他们的定位又何尝不是如此？不然如此紧密的事情，却为何还要拖着2个破绽过来？2个傻子都已经被别人卖了还不知道，还替着别人数钱呢。王源和张烈心神一震，宛如坠入冰窟当中，浑身上下冷汗直流。他们脸色变得惨白，
紧接着又是发紫，再而后又成为了红色，在夜色中上演了变脸戏法。不可能的，绝对不可能的！两位管事怎么如此？张烈神情恍惚，喃喃自语：“对，他们可是高高在上的外门弟子，根本不屑于欺骗我们。”王源同样如此连连点头，他们不愿意相信这个事实，更不敢相信这个残酷的现实，不想把心中美好幻想戳破，因为这要是真的，他们将要面临残酷无情的绝望。而且他们炼古境中期的两人自然不愿相信一个刚步入炼古境人所说的话。尽管张元说的很有道理，但他只是一个炼古境初期，两个管事却是运血高手，强者的话更具有分量，所说的承诺更值得他们相信。无形的天平在心中倾斜，两人失魂落魄的眼神逐渐变得坚定。你一个废物在这里妖言惑众，企图污蔑两位管事，你该当何罪？废物就不配活着。张元摇摇头，心中叹息，嘴遁失败，看来自己也并非话本里的主角，只需要一顿嘴遁，让坏人纷纷跪拜。说得口干舌燥了，怎么一个个的还比刚才更加坚定了多？张元喃喃自语，随即听了刚才两人的话，心中却嗤之以鼻。这个世界弱小的人多了，但他们还是活着，甚至有的人过得很好。弱者不一定会死，强者也不一定会活着，但是愚蠢的人绝对不会活着。既然我好言相劝，两位依旧如此执迷不悟，那就没得谈了。不过我也略懂一些拳脚。张元放下手中的礼盒，扭了扭僵硬的脖子，发出咔咔声响。他面色淡然，平静的声音在黑夜中响起，显得十分淡然。听到这话，两人仿佛听到了天大的笑容，差点忍不住笑出声来，就像是牛犊子在两只老虎面前吹嘘自己的牛角到底有多厉害。一个刚刚踏入炼古初期的人，竟然敢在他们面前如此大言不惭，真当他们两人和刚入门不到1个月的废物一样，任由对方揉虐。打一个炼古初期还不是手到擒来，和吃饭喝水一般简单。一个庸才还敢故弄玄虚，等下踩断你的四肢，让你跪在地上，看看你还如何嚣张。两人冷笑一声，眼神中的杀意溢出，不再做任何犹豫，身上的灵力爆发，顿时周围风云翻涌，灵气如狂潮般激荡。在黑夜中，两人犹如两只残忍的饿狼，猛然向着张元扑来，出手极其狠辣，奔着致命而去。只是两人的杀招刚刚撞到张元身上，却只是发出一声闷响，如同有人在宽阔大海中丢下一颗渺小灰尘，掀不起一丝波澜。张元依旧站在原地，只是惊起的尘埃让衣角微脏，毫无受伤之象，反而两人虎口却被震得生疼，似乎打在了一块千锤百炼的金刚上。怎么会？这个废物，他不是才刚刚踏出炼古境吗？两人心中惊骇不已，没想到竟然出现这种情况，与他们想象中天差地别。拳头传来的痛感与难以接受的现实交织，一时间两人竟失了神。张元脸色淡然，周身气势陡然攀升，刹那间夺目金光如水银泻地般流转，浮现在他长袍下的皮肤上。给你们机会，不中用啊！像你们这等愚蠢之人，活在这个世界，只会把宝贵玄石变得稀少。他的目光冰冷如霜，锁定在两人，一步踏出，气势肆意暴虐。转瞬之间，他便栖身到王源面前，大手如钢铁铸就，带着呼啸的劲风，直接捏住了王源的喉咙。那五指犹如铁钳，随着张元手中渐渐用力，王源的喉咙处发出令人毛骨悚然的咯咯声。饶命！王源的双眼瞬间瞪大，满是惊恐与绝望，双手拼命的想要掰开张元的手，身体也在剧烈挣扎，但在张元那恐怖的力量面前，反抗并没有任何用处。一旁的张烈终于回神，手中迅速拔出隐藏的刀刃，向着张元狠狠刺去。锋锐的刀刃犹如毒蛇，刺穿张元身上的衣物，却发出钢铁交击之声。张元身上没有留下半点伤害，只有破裂的衣服下露出一丝金色光点。他置若罔闻，看也不看正在拼命攻击的张烈，仿佛没有感受到一丝伤害。手中的五指力量更加变重，只听咔嚓一声脆响，王源的喉咙被张元直接捏碎，挣扎的手脚戛然而止，失去了所有力气和动作。更大的瞳孔开始迅速涣散，张元随手一方，王源脱离地面的身体如断了线的风筝，掉落在地上。夜晚的冷风和尘土不断汲取他的温度，让王源的身躯快速变得冰冷。见状，张烈瞳孔猛然骤缩，自知没有退路，心中的求生欲化作了力量，他忍不住大声疯狂嘶吼：不可能，不可能，这绝对不是你该有的力量，你一定是吃了丹药，承受的攻击肯定有限，我就不信杀不死你。刹那间，一股携裹着无尽杀意的杀招不断朝着张元攻来，各种凌厉的攻击仿若狂风暴雨般向张元倾泻而来，凝聚着大量凌厉的利刃，不断呼啸着划破空气和流风以及张元的长袍。然而张元却神色淡然，不闪不避，任由那些攻击落在自己身上。令人震惊的是，这些攻击打在他身上竟如泥牛入海，连一丝痕迹都未留下。他的长袍之下好似带着坚不可摧的神甲，将所有攻击尽数抵挡。真当我的玉骨功是白练的？花费了数百块玄石打造的身体，比你一辈子吸收的玄石都多。要是让你一个炼古中期轻易破防，我弟功法不是白练了？张元嘴角勾起一抹冷笑，他五指并拢，刹那间刺眼的金光流转汇聚，
把他手中汇聚成金色。原本普通的手掌，在此刻仿佛化作一柄散发着凛冽寒光的金刀，刀尖闪烁着森冷的锋芒，仿佛能撕裂一切坚硬，直指张烈胸口。张元脚下轻点，整个人如离弦之箭般射出，速度快到让人只觉眼前一花。张烈只觉得眼前一道残影闪过，还没来得及反应，就感到一阵剧痛。那金刀带着一往无前的气势，轻而易举直接贯穿了张烈的身体。张烈猛地一僵，脸上的表情瞬间凝固，眼中的光芒迅速暗淡下去。他张了张嘴，似乎想要说些什么，却只吐出一口鲜血，随后身体缓缓倒下。张元淡然看着一切，身上的金光缓缓暗淡，随后渐渐消散在黑夜中。他取出储物袋，从中拿出早已准备好的冬玉瓶，往尸体上倒出无名液体。下一秒，2具尸体仿佛被黑暗吞噬一般，快速消失在空气和泥土中。很快，尸体就都消失不见，甚至连一缕头发都没有留下，仿佛此地从来没有出现过任何东西。结束了，也不知道那边怎么样了。张元长长吐出一口浊气，望向阁楼的方向，却看到邢花影早已近在咫尺。他面色无表情，淡淡说道：“也结束了。你什么时候到的？”张元差点被吓了一跳，没想到对方会突然出现，来了好一段时间了，刚好听到你给他们点心。邢花影淡淡回道：“这都看见了，这不是从头到尾都在这里吗？这师姐怎么还会说起这样幽默的话？到底是谁学的？”张元心中汗颜，目光看向阁楼的方向，不禁好奇地问道：“那2人呢？”他记得他来的时候，那2个管事才进去。如果真如对方所说，那么对方的实力不容小觑，直接秒杀了2个管事。为了不闹出动静引人发现，以防万一，我动用了秘法。2人刚进阁楼就已被我斩杀，而后我便赶来到你这边。似乎察觉到了他的意思，邢花影开口解惑了他的疑问。随即他话锋一转：“只是没想到你的口才这么好，说的不错嘛，分析的也很有道理，连我都快要被你说动了。”张元心中无语，没想到这冷傲师姐居然还有偷听墙角的爱好。合着你来这么久，看我磨了半天嘴皮子，就没想过要帮忙是吧？还没等他说话，邢花影突然有开口，自言自语似的说道：“以你刚才的表现，你更合适作为卧底去策反，或者去出谋划策。怎么好端端的，你背后之人却要如此，把你遣派来我身边？”张元只感觉嘴唇干燥，夜里的冷风吹过，他背后的冷汗却不断冒出。失算了，真是算了，万万没想到那2个废物死得那么快，让他被听墙角那么久。现在好了，对方快反应过来了，你背后之人是个傻子，还是说他没人可用了，只能让你往我这里？邢花影的声音再次响起，对方说的话越多，张元身上的冷汗就越多，他心脏仿佛悬挂在半空中，正不停被白云嬉戏，咚咚蹦跳个不停。不行，不能再让他说下去了，再说下去真要被对方猜出真相。张元心中狂喊，表面却不动声色，嘴角莫名挂起一丝微笑。师姐何时还喜欢这种游戏？这么喜欢猜测，不妨也让我来猜猜，让我猜猜看，既然师姐如此谨慎，为何不帮我把2人也解决了？该不会是没力气了吧？他意味深长的表情引起邢花影一阵语塞，并没有开口否认他的话。没错，还真让他说对了。他的实力虽然很强，但也没有办法做到轻而易举就杀死2个运血境的管事。要想做到，他只能开启秘法，而且他开启的秘法确实要承受代价，短时间内会变得虚弱无比。自古以来，这都是强行获得力量所带来的代价，从来无可避免。不然以他的性格，就直接把2个监工也杀了，免得会出现差错。当然，如果张元真的对付不过来，他也会强行再次开启秘法，只不过所付出的代价绝不会轻。师姐，你现在还有几分力气呢？张元的笑容逐渐在脸上放开，像是夜色中的风，肆无忌惮。你什么干嘛？邢花影眉头微微一皱，心底隐隐不安。我能干吗？我只是觉得师姐脸色苍白，相比已然有些脱离。我只是心疼师姐。师姐，我送你回去休息。张元缓缓走过去，不由分说把邢花影抱起，向着阁楼走去。进入阁楼，没有理会地上的碎冰渣子，他把邢花影放在案台上休息。你就是这样让我休息？邢花影感受着案台的坚硬冰冷，咬牙切齿。案台是休息的地方。张元没有说话，喉结微微滚动，他目光变得缱绻，仿若被磁石吸引，一寸寸地描摹着邢花影的轮廓。他缓缓抬起手，指尖微微颤抖，带着几分小心翼翼凑过去，在邢花影那因为脱离变得苍白而多出些许柔和的脸上轻轻划过。那细腻的触感从指尖传来，如春日里最轻柔的微风，撩动着他的心弦。他的体温透过肌肤传递过来，是那般的温润，好似能将他心底融化。师姐，你伤得好严重。张元嗓音变得沙哑，眼神愈发深沉。我没有受伤，我只是暂时脱离了，只需休息片刻即可。你快走，我需要静一静。邢花影语气依旧冰冷，只是柔和的脸颊上浮现出了往日从未有的一丝红晕，似乎是气恼，又似乎是羞怯。对的对的，师姐要静养，我就守候在这，免得会有人过来打扰师姐休息。张元语气理所当然，手指也毫无顾忌地轻轻一挑，动作显得十分轻柔。月白柔和的长袍便如春日里飘零的花瓣，悄然滑落，无声掉落在地。老肩巨滑，精致白皙的锁骨展露眼前，
已然没有了几天前的印记，显然需要重新烙印。张元微微俯身，动作轻柔，却又带着不容抗拒的力量，为锁骨落下烙印。你干什么？我不是跟你说了，需要静养休息恢复的吗？邢花影一颤，轻轻扭动，想要避开，可这一下反而点燃了张元心中的火，并能不断在火上浇油。这是我祖传的秘方，能够快速帮人恢复体力。师姐，你不必怀疑，只需片刻就能让人恢复体力。话刚落下，张元便已经不再犹豫，轻轻吻上了邢花影那温润的红唇，温润的触觉和朦胧的爱意在不断交织，仿佛要把之融合在一起。邢花影双眼瞪大，气呼呼地看着近在咫尺的张元，胸口起伏不定，想要推开对方，可体力不支的他根本就无法推开张元。在突破2层的玉骨功加持下，张元力量早已变得强大，牢牢占据上风。见状，邢花影也放弃了挣扎。这个可恶的小贼到底是越来越厚颜无耻了，脸皮比城墙还厚。也罢，为了处心积虑已久的计划，就先让他得意一时。对，一切都是为了计划，就暂且再忍耐他这一次，等计划完成再跟他算账。邢花影心中暗暗想到，不知不觉中，他的脸色早已如天边绚丽的晚霞，眼眸中波光流转。他不再思考，轻轻闭上双眼。日上三竿，缕缕阳光从门缝中强行闯入，把张元的眼皮子打开。他看了眼身边依旧还在沉睡的邢花影，眼角忍不住露出一丝笑意，似乎狡猾的狐狸又得到了偷吃。昨日夜里，他为了避免让邢花影继续猜测他的身份，强行打断了他的思考，不惜使用出美男计，大无畏的牺牲自己，把对方牢牢锁在案台上。这还不止，他还是用了整整一套前人所创的阿威18式，不断消耗邢花影的体力，让对方大汗淋漓，失去思考的能力，成功让邢花影暂时变成一只猫，一只只会喵喵叫、惹人怜爱的小猫。想想昨天的举动，张元又为自己的勇于牺牲精神而感到无比感动。想来这个世界上像我这样敢于奉献的人已经不多，可歌可泣。宗门有我，真是宗门之幸。要是这个世界上多出一些像我这样奉献的人，不知该会变得有多好。张元心中感慨，他轻轻抚摸着师姐的脸颊，那散发着冰冷的表情下却显得柔软无比，光滑细腻的肌肤好似最佳的上品绸缎，令人爱不释手。他的手指轻轻滑动，留下如水形成的精致白颈，再继续向下爬行。你往哪爬呢？被抓弄醒的邢花影眼神一冷，打开身上温热的手掌，一脚把张元踹下床。他瞪着对方，心中一阵气急，这小贼简直就是庸医，使用了一夜的祖传秘法，他的体力却没有恢复多少，甚至还变得更加虚弱。本来不过是需要几个时辰就可以恢复的事情，硬生生弱到现在。说是庸医，不过如此。拿出你的东西，滚出我的房间！邢花影立即把庸医赶走。啧，舒服过的人总是硬气。张元黯然伤神，拿着玄石独自离开。无私奉献出来的人总是不被理解。攀爬登顶的道路上依旧漫长，哪怕狼狈不堪，可还要背起行囊。回到住处，张元悄悄关上门，开始清点自己的得失。首先是失去的，是一盒点心以及放在点心里的毒药，价值3个玄石。谨慎的张元早已在开打之前就做好了充分的准备，就算真的打不过，之后两人手中握过的毒药也会在之后发作。当然，张元感觉自己失去的并不只是这些，还有好几个亿那么多。至于得到的东西也不少，2个管事身上搜出来的玄石足足有1800块之多，丹药也不少。想必除了保管宗门的玄石之外，他们的身家也都在身上了。至于那王元和张烈那2个监工，不说也罢，基本早已被长百飞榨干。2人全身上下有价值的东西加起来，恐怕还没管事的衣服贵。张元细数着自己的身价，从原本的100已然变成了1000之多。看着嗷嗷待哺的储物袋被撑得满满当当，他顿时心满意足。我的付出终归没有白费，这下子终于有足够的玄石先练玉骨功了。这1000玄石应该可以让我成功把玉骨功修炼到圆满境界。等把这吸血鬼功法修炼圆满，就足以和运血境的外门弟子抗衡。想到这，张元心中不禁喜悦，感觉自己的付出总算值得。不过想要修炼玉骨功第3层，得先把这些玄石转化为修炼资源，把所有的玄石去购买玉骨。玉骨并不是说是玉的骨头，而是妖兽的精髓，还得是3阶的妖兽。这样的骨髓广泛用于炼制丹药，并不少见，不过大多都在外门弟子购买。像在面向记名弟子的商铺里面，根本就没有这种东西售卖。如果他现在是外门弟子的话，一切都会好办很多，可大摇大摆购买记名弟子，他连购买资格都没有。当然，张元购买这些妖兽精髓就是为了成为外门弟子，他不可能等到自己成为外门弟子再去购买，不然不就本末倒置了。得想个安全一点的办法，把这些玄石都换成妖兽精髓。不过在此之前，得先等个几天，风波过了以后再说。张元喃喃自语道：2名外门弟子这种事情在宗门里发生，也算是不小的事情。虽然大概率不会怀疑到他这个记名弟子，但小心为好。身怀巨款，他也解释不清。事已至此，先修炼吧。风波一过，一切水到渠成。带着这样的想法，张元从储物袋中拿出丹药开始修炼。分赃之后，他得到的不仅是玄石，被消耗的所剩无几的丹药
也重新得到了补充，变得更加富裕。炼骨丹28瓶，运血丹4瓶。之前修炼玉骨功，不仅让我身体变强，身上的灵气也带动增加不少。有了这些丹药的补充，足以让我这段时间内修炼到炼体中期。张元盘腿打坐，苍木诀在体内运转，让丹药散发的灵力周转全身。1颗、2颗、3颗，丹药不带落入嘴中，提供大量的灵气滋养全身。在这一刻，张元忘记了时间，忘记了监工的工作，脑海中只剩下修炼。短短5天时间，他身上的所有丹药全部被贪吃大嘴消耗殆尽。磅礴的灵力如汹涌的浪潮一般，在他的经脉中疯狂奔腾。每一次功法的运转都如同顺流下而下的行走，不断向前。有钱能使鬼推磨，这句话在修炼中也十分的适用。在丹药狂轰乱炸之中，和张元的努力当中，他终于突破成功，终于是炼骨中期了，距离运血境又接近了一步。张元脸上露出一丝笑容。闭关修炼他并不知道，这几天内宗门内也出现了大地震。首先是几天不见的2个管事被确定为失踪，疑似被人暗中杀害。而后重要的是，山门中的妖兽多次暴走，引得不小混乱。外门传宫阁楼、通玄阁被盗，一瞬间宛如平静的湖面坠下一颗陨石，引起轩然大波，一股肃杀之风席卷整个宗门。消息1：圣毒宗卧底张探风从通玄阁中偷出大量功法，藏于巨齿峰做了标记的大树当中，并且布下了剧毒。消息2：冒号2个外门弟子的死亡，引起了执法院的高度重视，他们已然开始在暗中调查。消息3：宗门之败坏，引起了不少长老注意，希望立下道德榜，把自己的弟子安排进入其中，谋求利益。张元靠坐在椅子上，所有的注意力已全部凝聚在系统的消息上来。这几天当中，所有的信息都被他一一罗列，其中就属3条最为有用。这个张探风还真得手了，不愧是和我一样姓张的。张元应蹭似的赞叹道，随后又陷入沉思。虽然说明白功法藏在哪里，可以去找一找，说不得会得到，但能从通玄阁中偷取功法，心思缜密不说，实力绝对不低。他下的毒，我未必能解开。现在的绿毒真解已经够用，没必要冒这个风险。他又不是真正的毒修，要独门功法也没法修炼，至少不会在这里修炼，偏要在自己头顶扣上毒修的帽子，这不是去茅坑巡逻，没事找事吗？至于第2条，看起来有点意思。张元眼神微微眯起，不过他倒是不太担心，反正他把一切都收拾好，连尸体、骨灰、气味都没有留下半点。别说是执法院的弟子，就算是执法院的长老来了都难说，所以说问题不大。第3条，张元就不得不感慨一下了，到底是名门正派，长老们的思维转变就是如此敏捷，一下子就从坏事中谋求到了利益，还照顾了宗门的面子。不得不说，能当上长老的一个个都是宗族的人才精英，没机会就创造机会，有这等长老何愁宗门不兴？张元感觉再一次找到了自己的目标，需多向长老们学习。当然当下之急还得去矿场一趟，这么久了该走了。这些天没去矿场，估计再这样下去，邢花影要忍耐不下去了。也不知道师姐现在能否脚手利索了，还是依旧瘫软。张元心里阴暗的想，当然也仅仅只是玩笑，他又不是真正的牲口，让对方重伤还几天动弹不得，他还做不到这个地步，最多让对方喵喵叫多一点，出现一点喉咙沙哑症状罢了。从房间中走出，沐浴在许久不见的阳光下，把身上阴霾消散。张元在阳光路上向着矿场而去，一走进矿场当中，张元就如同吸铁石一般，吸引了无数目光的注意。在漫天尘土的矿场中，他就像是并未蒙尘的明珠，在众人眼中闪闪发亮。因为上次的事情让所有人都明白张元和邢管事关系非凡。至于张元对常百飞他们所编的那个版本并未传播，目前只有少数人知道。师兄，我太想进步了。一个面相颇为壮实的记名弟子，语气极其诚恳，态度极其端正，手中动作更是给足了诚意，拿出2块玄石，以惊人的速度塞进张元手中。你到底想要干什么？你觉得我是那种人吗？张元瞪了他一眼，把玄石推回去。这种歪风邪气的送礼事情，我不希望会在我这里发生。要是每一个人都像你一样，矿场还怎么发展？宗门还怎么发展？开什么玩笑？他堂堂正人君子，岂会被人收买？送礼就这样送，当着所有人的面，他还怎么收？想要送礼，难道不能选择隐秘一点的方式，非要这样光明正大？他高尚品格岂会被2块玄石所摧残？最起码也是5块。更何况现在是关键时刻，他可不想因为这点小事被人给注意到。拒绝腐坏之风吹进矿场，又是做好事的一天。张元感慨不已，感觉自己要是突然死了，绝对是重于泰山。以自己的无上功德，就算不能成仙成佛，也可以在地府谋个差事。师弟，看来气色不错嘛，今天就是发月俸的时间吧？我就知道你今天一定会来。一道声音从身后出来，常百飞笑容满面，眼神金光发亮，仿佛看到了美食的饥饿客。师兄说笑了，不知有何贵干？张元也是微笑着回道，刚才对方不说，他都快忘记了，今天就是发月俸的时间，还好有对方提醒，不然晚上他都忘了找对方拿玄石了。也不是什么大事情，只是最近师兄路过一商铺，看中一颗丹药，
所以你知道的，反正你留着也没用，不如先借给师兄，助师兄成为外门弟子，到时候师兄不会亏待你的。常百飞眼睛微微眯起，张元心中暗啧一声，没想到这位师兄果然和他想的一样，都是想要拿玄石的。不过到底是谁拿谁的，那可不好说。不急不急，师兄不急，等到晚上再给师兄惊喜。张元微笑着说道。想来师兄这几天也捞了不少，晚上他蒙着面过去帮师兄存好，到时候再留给师兄5颗玄石就好了。想必师兄一定会感激不尽，而且到时候一切都推给白浪就行，反正留着对方就是为了干这个。苦一苦白浪，先把小小骂名担下，玄石的重担交给他就行。好极好极，那晚上我等着师弟的好消息，到时候我们把酒言欢。不知所以的常百飞高兴的嘴角都快要裂开，眉头飞扬，感觉自己口袋即将中了几分。张元也很高兴，因为他晚上又可以做好事，不禁感到开心。两人相视一笑，各自散去。可还没等两人离开多久，张元在一处角落就再次被拦住了去路。3个陌生面孔站在他的面前，神情肃穆，直直地盯着他。他们气度非凡，威风凛凛，看起来不似寻常的记名弟子，或者说就不是记名弟子。不知各位有何贵干？张元眯了眯眼，微笑着说道。为首的人面露微笑，却带着不容置疑的口吻说道：师法院。张元监工，你跟我们来一趟，我们有事情问你。闻言，张元眉头不由一皱，他心中无数念头一闪而过。事发了？不可能，这么隐秘，对方怎么会发现？而且发现的如此之快，如果不是，对方为什么来？要不直接抱起逃走？张元看了看3个执法院来的弟子，又看了看炼骨中期的自己，所有的念头烟消云散。不反抗或许会死，但一反抗死得更快。就算勉强从3人手中逃脱，也逃不出这广阔无垠的通玄宗。几位找我是有什么事情吗？张元不动声色，心中还是心存一丝侥幸。如果对方真有的怀疑他，也不用跟他一个记名弟子废话，直接拷走。到时候带回执法院，也不用讲什么证据了，直接就是一顿大记忆恢复术。记名弟子的地位是这样的，也不是什么大事。你刚才所做的一切，我们都看在眼里。看你心性不错，你与其余监工不一样，望你老实回答我们几个问题。说话的人是一名身材魁梧，衣服下顶起一块块结实肌肉的壮汉，看起来颇为豪爽。肌肉壮汉王长中，声音犹如洪钟，低沉有力，却显得有些温和，似乎刚才发生的事情让他对张元心生不少好感。原来是询问问题，张元被吓了一跳的心脏终于得到了喘息，他暗暗松了口气，随即又感觉很无语。好不容易做件好事，居然还因为这件好事差点让他人都给整没了，这好事还要不要做了？你和王元和张烈认识吧？一名脸色冷硬的男子见张元点头，又继续说道：最近他们不见了，你好好想想，他们2个失踪前有什么异常举动？他们来调查2个管事失踪事件，可追踪手段都用上，却并没有任何结果。武定和武平2个兄弟管事仿佛是从人间蒸发一般，尸体都找不出来，连追查类型的妖兽追风犬都用上了，依旧没有发现任何踪迹。在此之中，他们唯一的发现就是其中消失的还有2个监工，没有找到任何线索之际，他们只能在监工们入手，希望找到有用东西。特殊举动倒也没有发觉。张元想了想，老老实实的回答：之前确实听说他们失踪了，不过在矿场当中失踪之事情也不少见，在这里时不时会有一些强大妖兽出现，无声无息就把人吃了。而且我与他们不熟，或许你可以找一些与他们关系不错的监工询问。几人点点头，却面露失望。张元所说的他们怎么想不到？在此之前与2人关系不错的监工都有过相关盘问，可惜并没有什么结果。之所以询问张元，不过是因为看到他刚才的举动，所以一时兴起罢了。见张元所说没什么价值，3人没有为难他，简单询问便没离开了。看着3人离开的背影，张元狠狠松了一口气，喃喃自语：吓死我了，原来是问这个，还以为是常师兄事发了呢。不过2人也是常师兄干的，应该不是吧？张元顿了顿，语气毅然决然：不行，不能让常师兄的事情暴露，绝对不能。就算是死，我也不会说。他的声音并不是很大，甚至可以说是微声细语。可3人身为执法院的弟子，耳力是何其敏锐，每一个字都清晰听到，一瞬间仿佛抓住了救命稻草。3人相视一眼，顿时返了回去。张元，你说的那个常师兄所谓何人？也是记名弟子吗？脸色温和的执法弟子梁飞宇眯着眼睛微笑着问道。张元脸色一变，似乎万万没有想到3人在这个时候突然返回，而且还问到了一些重要问题。一时间他手脚出现了明显的紧张，语气有些慌张。啊，常师兄啊，他是一个好人，我们这些师弟们很受他爱戴。3人无语，紧接着一阵惊喜，这答非所问的样子，想必有什么东西在里面，说不定还真有线索。我们问的不是这个，你老实把事情说出来，别有任何保留，不然我们执法队可不是吃素的，你可要考虑好后果。一旦发现你说谎，你可不会有好果子吃，会受到严厉极刑。冷面弟子上官员冷冷盯着张元，眼神冰冷如刀，语气中带着冷峻的威压。
好不容易有找到线索的机会，他绝对不会这样轻易放过。对于记名弟子，他们人最为多，地位也是在宗门最为低，或许不可以轻易斩杀，但如果有任何不配合，他们就可以进行审问，实打实鞭，问一句的那种审问。他们有的力气和手段，把每一个经过审问的弟子都治得服服帖帖，经过一套记忆苏醒，保证对方每一个字都记得清清楚楚。好了，别吓张师弟。王长忠略有不满摇摇头，随后说道：张师弟，你跟我们说说你知道的事情，我们绝对不会动你的。张元低着头沉默不语，一边是他最为敬爱的师兄，一边是来势汹汹的执法院弟子，他很是为难。说了是对不起师兄，不说则是对不起宗门以及自己正义的内心。他张了张嘴，却说不出一个字，仿佛所有的话像是被卡在了喉咙里的刺，想要吐出却始终做不到。你说的常师兄不会就是常百飞吧？梁飞宇突然灵光一闪，他们之前倒是也询问过对方，刚才还看见对方和张元刚刚接触，让他有所猜测，而张元的眼神确定他的猜想。知道了是谁后，事情就好办了许多。张元不说话，但他可是执法院的弟子，他有的是办法撬开对方的嘴。我刚才还听见他向你借玄石，看起来你们关系很好吗？梁飞宇循循诱导道。当然好了，我们每次发月俸都会借玄石给常师兄，如果关系不好怎会如此？张元语气中带着理所当然，每个月都借，这是变相恶霸同门，而且还不止一个。梁飞宇眉头一皱，但没说什么。弱肉强食到哪里都是一样，哪怕在外门和内门当中照样都会存在，这算什么好人？王长忠冷哼一声，怎么不是好人了？张元梗着脖子反驳道，虽然我们拿不出来玄石的时候他会威胁我们，会借着切磋名义打人，但他出手不会太重，顶多让人腿脚断裂，在床上休养几个月就好，每年最多打2-3次而已，也并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顿了顿，他举例王师兄的好，他也很爱戴我们，月俸没全拿，5个玄石会给我们剩半个买炼体丸，而且曾经得知他所逼迫的女弟子不堪重负跳崖之时，他还伤心了好久。说着说着，张元似乎意识到什么，他突然转头看向一边的王长忠，哎，你的脸怎么红了？看着仿若烧红铁块般的脸，张元忍不住后退2步。没事没事，我很好，我非常好。王长忠眼睛瞪得比铜铃还要圆滚，双目通红，似乎有血在不断浸染。砂锅大的拳头咔咔在响，骨头碰撞的声音仿佛要把中间的空气挤爆。手臂上的青筋绽开，像是一条条扭曲的钢筋在盘旋，充斥着难以想象的爆发力。继续说，我也想知道这位记名弟子常百飞他到底有多好。王长忠不留一丝缝隙的牙齿咯咯作响，把硬生生一个字一个字挤出。头颅上的黑发不知何时已经竖起，看起来就像是一头吃人的恶鬼。上官元眉头微微皱起，拍了拍王长忠的肩膀，试图让其先冷静下来，只是他的手似乎也轻微发抖。王长忠没有在意，只是紧紧盯着张元，示意让他继续说下去。其实我之前所说不过是常师兄的一些小优点，不足为道。最令我敬佩的是，常师兄得知与他恶交的柳师兄死后，竟当众跪下了，捶胸顿足，泪流满面。闻言，王长忠脸色终于好转一些，身上的气势微微收敛，只是越听越觉得不对劲。他想了想，不禁问道，柳师兄是怎么死的？也没什么，只是在大家抵抗妖兽突袭之时，不小心被常师兄给失手刺死了。张元语气轻松随意，他平常爱撒点小慌，可今天却显得非常的老实。对于常百飞所做的一切，他并没有显得夸大其词，只是实话实说。顿时三人沉默了，沉默的只剩下急促的呼吸。张元感觉气氛压抑，似乎脸色有些不自然，便找了个借口走远。原地只剩下3人以及快要凝滞的空气。半晌，梁飞宇深呼了口气，说道，冷静冷静，张元所说的并非是事实，说不定他安与常百飞有仇，在我们面前夸大其词，更何况我们是来调查武定和武平的，这件事我们之后上报自会有别人处理。王长忠只是咧嘴一笑，脸上的肌肉像是扭曲的图画，看起来有些可怖。是非对错我已无心听辩，先把他押回去，我亲自审。上官元与之对视了一眼，冷峻的脸上也突然露出一个疯癫诡异的笑容。我也同意，我倒觉得他与2个外门弟子的失踪有很大关系，说不得宗门最近妖兽的暴动也和他有着不少的联系，得好好审问才行。说到审问2字之时，他语气不知不觉中更加重了几分。2票对1票，无需再说什么，答案已经出来。之后在众目睽睽之下，不明所以的常百飞直接被押走。在矿场记名弟子的注视下，他被一位执法院的壮汉提着脖颈走出矿场，双脚离地，眼神无辜。张元在人群中目睹了一切。师兄啊，师兄，你绝对没想到吧？虽然我说晚上会有惊喜给你，但你绝对猜不到，我现在就有惊喜给你。张元心中独自露出笑容，这样的惊喜连他这个准备惊喜的人都觉得非常的惊喜，看对方的眼神，惊喜的都不知所措。当然这一切都是师弟应该做的，他只是略微动动嘴，把常师兄所作所为一部分告知执法弟子，对方就已经被折服。至于为什么没说完，因为他还真怕对方不相信，毕竟事情有些更加离谱。这不，
只需说出他的一部分丰功伟绩，执法弟子就亲自来邀请常师兄。只是目前看来，常师兄被邀请过去，一时半会就应该不会回来了。晚上的礼物就先不给他准备吧。张元自言自语般地点头，沉思片刻后，他决定先去帮助常师兄看望师妹，帮他照顾好雨林轩师妹。说起来，最近几天都没有见到雨师妹了，还答应教导她练剑来着。黄昏迎来落日时刻，张元马不停蹄前往灵职院，去兑现他与常师兄的承诺。想来师兄知道他如此周到，必然忍不住感慨佩服，赞叹他如此有心。执法院中，一座被厚重黑暗彻底笼罩的牢房内，传出常百飞的惨叫。此刻的他被数条玄铁链锁紧紧捆缚，绝气锁更是把身上的灵力全部禁锢，身上衣衫早已破碎不堪，一道道边痕交错纵横在他的后背，皮开肉绽，鲜血早已在地面上汇聚成一滩暗红色，散发出刺鼻的铁锈味。可这并没有完，说不说，还嘴硬是吧？让你不说。带刺的铁鞭不断挥舞，在空中呼啸着风声，狠狠拍在常百飞身上。每一次的铁鞭打出，都可以清晰听见皮肉被撕裂的声音，鲜血不断飞溅。常百飞身体随着呼吸微微颤抖，心中的疼痛和委屈在不断交织，布满委屈的眼睛里泪水不停打转。说什么？你们倒是问啊！你们不问，我怎么说？虚弱的无病呻吟从嘴里说出，心中的憋屈让他眼泪止不住地流出。王长中手中铁鞭微微停顿，他转身看向旁边的上官元，疑惑道：“我没问吗？好像还没问。”上官元点了点头，那就问问吧。王长中轻咳两声，目光变得严肃，厉声喝道：“快说，你到底是怎么杀死2个管事，以及王元和张烈2人的？”闻言，常百飞顿时惊呆了，不可置信地看着对方：“啊，我一个记名弟子杀死2个管事，炼蛊后期杀死2个运血境。”每一个字常百飞都清楚认知，可连在一起却总觉得无比陌生。他有这个本事吗？他怎么不知道？常百飞的脑子陷入迷茫，他刚想要张嘴，冰冷的铁鞭打在脸上，痛得他头晕目眩。耳边王长中喝厉声传来：“还不说，还想拖延时间，我打死你！”铁鞭再次呼啸，如凌厉风声化为的刀刃，不断在常百飞身上切割，每一次挥出都会带走一片血肉。至于常百飞是不是凶手，是否有能力杀死管事，这已经并不重要，因为他知道对方不可能做到。同样，王长中也知道点别的。经过取证，这畜生玩意确实如张元所说，把那些事情都做了，只是因为时间久远，再加上常百飞做事滴水不漏，每一脚都踩在宗门的门规上，无法给对方定罪。而且对方很聪明，事后都被他收买的管事轻罚，把事情盖棺定论。不过定不了罪，让他在床上躺几个月，绰绰有余。王长中笑容变得残忍，手中的铁鞭一丢，换上用来驯服妖兽的猎骨鞭。执法院中惨烈叫声再次响起，灵职院中身姿挺拔的青年修士正专注地教导着刚入门的小师妹练剑。快要把苍木剑法练至接近圆满的张元，已经可以成为一个合格的师傅，教导一位师妹绰绰有余。苍木剑法讲究的是剑法与人相融，锋锐中不失柔韧。师妹，你持剑的姿势需要更稳，手腕发力需恰到好处。来，师兄教你。张元的声音低沉而温和，如同春日里的微风，轻轻拂过雨林轩的耳畔。他来到雨林轩身后，握住他那纤细玉手，亲自替他调整握剑的姿势。两人身体紧贴在一起，像是在人山人海中相互被挤到一起的两人。教导师妹嘛，肯定是要手把手，这样练剑才能更快，学得更快嘛。练剑接触在一起很正常，来，跟着师兄舞剑。温和的声音在耳边响起，感受着师兄身上不断散发的温热气息，让雨林轩的心跳陡然加快。他的脸颊早已变得绯红，如同灵职院里盛开的灵花，羞涩之意在眼眸中流转。他微微低下头，心思如同不断轻颤的睫毛，早已经不知去向。我怎么教你的？专注！之前磨练的道心呢？都去哪了？怎么如此轻浮气躁？张元早把雨林轩的动作都全部察觉在眼里，瞬间就看出了对方走神。作为一名严厉的教导，张元师兄严厉不容下沙子，本来会给予惩罚，不过感受到身前那娇躯中如小兔乱跳的心，就暂且饶他一次。张元继续细心教导，声音中带着一丝鼓励，在他耳边轻声说道：“就这样，试着挥出这一剑。”雨林轩深吸一口气，努力让慌乱的心平静，可他紧张依旧无法停息。他的裙摆不安地扭了扭，一想到师兄在身后，他有点静不下心。就像林中的小鹿，总是忍不住雀跃，忍不住活蹦乱跳。他的思绪仿佛变成了云朵一般，胡乱的四处飘散。要是这一切都永远会是如此，那该有多好！师兄永远是师兄，我永远向师兄请教剑法，还被师兄放入怀里。要是以后生孩子了，是男孩女孩呢？第一个叫什么呢？思轩？不行不行，太女孩子气了，万一是个男孩子就不好了。因为名字，雨林轩纠结不已。可就在这时，一道怒不可遏的咆哮打断了他们练剑的进程。你们在干什么？白浪脸色涨红，血液翻滚，眼神里怒火中烧。他万万没想到，自己青梅竹马的雨林轩
居然会贴在别的男人身上。白浪拳头下意识攥紧，指节泛白，身体微微颤抖，呼吸急促而沉重，胸膛处止不住的剧烈起伏，脑袋上总感觉绿意盎然。而且这个男人竟然还是自己的死敌，三番两次遭受过对方的屈辱，正是因为对方，才让自己现在名声大臭，如人人喊打的老鼠。现在整个宗门都用异样的眼光看他，就连宗门里饲养的妖兽也一样。又是你这该死的贱人！你不仅多次侮辱于我，竟敢还跑过来找林轩，他岂是你能碰的？你敢动他，我杀了你！他的双眼像是要喷出火来，死死盯着眼前的场景，仿佛要将张元烧死。原来是白师弟，你还活着呀！张元见到对方，亲切地打了声招呼。上次已经撕掉了脸皮，他也没有那么多客气，免得过度虚伪。身边雨林轩更显得不客气，神情慌张中又带着一丝恼羞成怒。白浪，你怎么又来了？我不是跟你说过多次，让你以后别来找我了吗？此时雨林轩心中有些慌张。几天前为了帮助师兄讨回公道，他就把白浪骂了个狗血淋头，并且明确说不再与对方往来。可没想到白浪却是像狗皮膏药一般，每日不断频繁过来骚扰他，让雨林轩不厌其烦。这也就罢了，他大不了以后不再理会对方，不再与他说话。可这一切张师兄并不知道，怎么办？师兄会不会误会？都怪白浪，为什么还要出现？雨林轩既担忧又气愤，要不是对方死皮赖脸，也不会发生这种事情，令师兄会产生误会。想到这，雨林轩看向张元，发现对方的脸上并无愤怒，他不禁松了口气，但突然间心情又止不住落寞。或许师兄从来就没有在意过自己与白浪的关系吧。就在他陷入纠结之时，白浪突然指着旁边的张元，大声说道：林轩，你不要被他给骗了，这人就是个伪君子，他从来就不是什么好人，接近你肯定是有着不为人知的秘密，你一定要小心他。他伸出手想要把拉住雨林轩，想要让他远离这个伪君子，可他的手还没接触到雨林轩，对方就如同受惊的兔子，下意识躲开，可好巧不巧就躲进张元的怀里。白浪目瞪口呆，瞪着眼睛难以置信地看着这一切，不可置信，只感觉自己的道心如同被石头砸到的玻璃，开始一块块碎裂。白浪心肌梗塞，有苦说不出，他连手都没有牵过的心仪少女，就这样跑进了别人的怀里，在他的面前，还是在他的助攻下。白浪，你要干什么？光天化日之下，你竟然想要调戏女弟子，简直是无法无天。这要到了晚上还得了，你岂不是要跑到宗主的床上？张元站了出来，指责斥喝道。雨林轩感受着师兄胸膛的温暖，说话间起伏带来的炙热，更是把他脸颊染红。在足够安全的羽翼下，人就会收起尖刺，展露出内心软弱。他留恋地躺在张元怀里，羞怯又贪心享受着张元对他的爱护和偏向。白浪一口老血差点喷出，谁不知道宗主是个老发苍苍的老头，他脑子有洞才会去宗主床上。张元，你这个伪君子，少在这里逞口舌之力了，快点放开林轩，不然休怪我对你不客气。白浪眼神阴冷，急切的忍不住嘶吼。看到雨林轩被别人搂着，每一秒钟都是对他道心的挑战。要是手中有剑，他恨不得现在就把对方劈开，救出自己心爱的女人。白浪，骗骗别人就可以了，但别把自己也给骗了。张元摇摇头，失笑说道。在不解的眼神中，张元两只手臂各自一摊，分别摆在明显的两侧。在白浪的视角中，可以清晰看到张元并没有抓住雨林轩，反而雨林轩却是羞怯靠在他的怀里，两只玉臂早已不知不觉抱住张元。有些东西不揭露还好，一旦揭露了，就算想要有个狡辩的机会都没有。海水退潮而去，谁在裸泳，一看便知，真相才是快刀。我两只手都放在这里，什么都没干，我怎么抓住林轩师妹呢？难道我是用第三只手抓住她的，还是说用空气把她拉住了？张元继续补刀，不死不休。白浪瞳孔涣散，面色呆滞。明明如今是春夏时节，他却感觉浑身冰冷，宛若身处腊月中的冰天雪地中，心中的怒火想要剧烈燃烧，却被一盆冷水给浇灭，顺便把心也给冻住了。白浪踉跄的连连后退，仿佛失去了精魄，嘴角喃喃自语：不是这样的，不是这样的，他一定是受到你这妖人蛊惑，又或者是被你逼迫才这样的，他一定有自己的苦衷。猛然间似乎找到了重要理由，白浪心中又燃起了希望。对，一定是这样，一切都是你的错。人是有习惯性的，一旦欺骗过自己，就会经常性的欺骗自己。明明现实已经摆在眼前，却依旧捂住自己的眼睛，蒙蔽自己的耳朵。只会欺骗别人的是坏人，可会骗自己的绝对是个狠人。都到了这个时候，就别执迷不悟了，去尝试着接受现实吧。林轩师妹之前只是你的朋友，也仅此而已，从来都不是你的人。他想要和谁在一起，那是他的自由，和你有什么关系？张元总感觉自己的发言就像是脚本剧中那些挖墙脚的黄毛第三者，而白浪就如暗中落泪的苦主。明明并非一回事，可这种突如其来的感觉却让张元莫名的暗爽。杀身之仇，又想要他身败名裂，真当他是一点脾气都没有吗？以张元的性格，就连小蚂蚁咬到他都要把小蚂蚁吊起来鞭尸3天3夜，更何况是这样的大仇。谁都是第一次做人，难道第二次做人
就应该要大度起来吗？谁还不是个小心眼子呢？既然你说我威胁师妹，那就让她自己说是怎么回事吧。张元眼睛一转，露出诡异笑容，他伸出一只手指，戳了戳怀中的家人，那光滑细腻的肌肤。师妹，你说句话呀！雨林轩娇躯一颤，像是在温暖被窝中睡醒，被突然叫醒的小猫。他茫然睁开双眼，眼里闪过一丝留恋和不舍，从温暖乡中退出。随即他缓缓走向白浪，在白浪惊喜和急切的眼神中，雨林轩轻轻吐息一声，开口说道：白浪，你之前一直是我朋友，也一直只是把你当做我的朋友，但你多次为难师兄，那就是和我作对，你不再是我朋友。白浪的眼神逐渐变得暗淡，他刚想张嘴解释，却听到对方的声音再次从殷红的嘴唇说出。雨林轩语气十分坚决道：以后你不要来找我了，我怕师兄误会。痛，太痛了，就像是自己的心口被一把刀无情刺入，狠狠地撕裂开来，全身上下仿佛被一只无情的大手给紧紧攥住，让四肢百骸都碎裂，并且一把把盐不断洒落，全部都洒在他的伤口上，令人痛不欲生。黑暗中，白浪面目扭曲，回想起7天前雨林轩所说的话，强烈的屈辱和愤怒就不断涌上心头，令他呼吸变得急促，身体因为极度的愤怒而不停颤抖，不停地摔打着房中的所有东西。贱人，贱人，都是因为张元这个贱人，要不是他，林轩怎么会和我说这样的话？他一定是使用了某种手段，暗中胁迫林轩，让他不得已才这么说的。白浪心中坚定地认为，此时的他眼神中阴狠恶毒，他喘着粗气，声音压抑着歇斯底里：你这个畜生，竟然敢这样对待林轩，我绝对不会放过你的！等我杀了你，把你四肢碾碎，让你在我面前磕头认错，到时候再让你把真相说出，让林轩明白你才是彻头彻尾的伪君子。如今白浪已经突破连体后期，而如今百年铁木星又形成在即，只要炼化此等宝物，他就可以成功突破炼体，成为一名炼骨强者。我当初仅仅只是刚入炼体，就可以偷袭成功，战胜了张元，如今将要突破炼骨，以我的实力，必然不会出现失手的情况。这一次，我绝对不相信让张元再这么幸运，还能逃过一劫。白浪心里充满自信，只要自己炼化百年铁木星，成功突破到炼骨境界，对方不可能是他对手，到时候一切都归他掌控，终究是他赢了。趁着黑夜的掩饰，一道身影快速穿梭在青铁木当中，来到一根硕大的铁木身旁。白浪看着铁木，眼神发光，心中更是一阵火热。说起来，张元虽然把我赶出来，却让我因祸得福，成功得到这等宝物，我倒要好好谢谢他。等他死了之后，就给他留个全尸吧。白浪喃喃自语，撕开铁木表面的伪装，伸手向着铁木内探去。只是下一秒，预料中的硬质木星并没有摸到，反而感觉手中软乎乎的，软滑中又带着一丝黏腻。白浪脸上笑容一滞，心中隐隐有不好的预感，连忙把手抽出，顿时一股恶臭扑鼻而来。他定睛一看，却是一坨黑乎乎的圆粪，上面还有着扭曲的蛆虫。哦！白浪恶心的差点吐出来，紧接着一阵惊慌失措，他强忍着恶心，继续掏向树洞，可把里面的圆粪都掏空，却都没有发现百年铁木星，仿佛失踪了一般。铁木星，我的铁木星！铁林中顿时传来撕心裂肺的呐喊。百年铁木星，就是这东西！张元手中看着得到不久铁木星，心中一阵好奇，忍不住把玩在手。百年铁木星表面上深青色，表面有着细腻并且很独特的纹理，整体滚圆如球，仿佛大自然的鬼斧神工，把之细细雕刻而出。张元只是凑近细闻，有股淡淡的带着岁月沉淀的木质清香，更重要的是那惊人的灵力在其中，如洪水猛流般澎湃。如此多的灵力，就算是100颗运血丹也绝对比不上。好机缘啊！越看越是喜爱，越看越是觉得此物与我有缘。张元眼中写满了惊叹和喜爱，心中又陷入了一丝纠结。如果现在就炼化，他的实力绝对可以突破，成功来到炼骨后期。可好钢要用到刀刃上，仅仅用来突破一个小境界，太过于浪费了。它的作用不仅如此，也罢，等我快要突破运血境之时，再炼化这颗百年铁木星，到时候直接突破运血境，这样做性价比才更高。张元咬了咬牙，下定了决心。他看了好久，才把这颗百年铁木星小心翼翼放在储物袋中。好的宝物实在太少，到他手上的保护那就更少了，省吃俭用是必不可少。这时张元突然也想到了白浪，眼底不经意地露出一丝笑意。想必这个时候对方想必也过去了，应该找到我留下的东西了吧？用一个机缘换取一个缘分，他也不吃亏，说不得正在欢天喜地呢。要知道缘分这种东西是可遇不可求的，我这次吃点亏让给他，他就偷着乐吧。张元的缘分可不是一般的缘分，可是经过他精心挑选而出，在青铁木中找了猴群中最为强壮的那只猴子，所酝酿了半天的结果，想必白浪得到了，闻都舍不得闻。想到这，张元不禁会心一笑，又为自己做了一件好事而感到开心。说起来，今天为了准备缘分，系统消息都没有来及的看呢，先看一看，说不得今天还有关于白浪的消息。张元心神一动，眼神变得呆滞，他的全身心都凝聚在系统上。下一秒，几行小字缓缓展开：
消息一：圣毒宗弟子张探风得手后，心中欲望滋生，得知宗主和大部分长老并不在后，把手伸向内门，并成功拿到2本秘籍。可以啊，这兄台野心是够大的，偷完外门的东西都还不知足，不过能3番2次得手，这运气也是没谁了。张元忍不住感慨一声，随即目光盯向系统的第2条消息。消息2：震惊！外门弟子叶无量实力突飞猛进，竟然是因为捡到了一枚戒指，里面存有大能残魂。张元忍不住一惊，我这样的大好人，这样的好事情，怎么就没有轮到我的份呢？哪里捡的？求个地方！他心里面一阵羡慕嫉妒，同时心中暗暗做好了标记，能有戒指老爷爷傍身，想都不用想了，绝对是天选之子了。这样的人波折少不了，麻烦不断，以后少打交道，说不得哪天会波及。张元打心底决定，以后进入外门，绝对不得与这个人有任何交织，甚至心中有种脱离宗门的决定。这样的宗门，指不定哪天被雷劈了。张元定了定神，目光看向第3个消息。看到这个消息，他顿时连话都不想说了。消息3：铁木星消失的白浪陷入癫狂，一夜之间屠杀全部猴群，在一只猴子肚中找到，问到81册中的一册。张元坐在床上，神情呆滞，仿佛被人下了密药，变得痴傻，直至好一会，脸色才恢复正常。可他的内心之中却犹如惊涛骇浪一般，久久难以平复，眼底下尽是震惊之色。对于问道81册这东西，张元知道，甚至通玄宗记名弟子大都听说。之所以知道，则是因为它来自一本记录历史长河故事的书册《神话说》。书中曾经提到，远古宗门问道宗曾披靡天下一时，统治了一个时代。可人的欲望总是无法满足。第1代宗主赤问道为了追求长生，耗尽天下人力物力所创问道81册，后因大战问道宗被灭，记录着今世之坐地功法，便不知所踪。这个故事广为人知，甚至每隔个100-200年都会有问道册残篇消息传出，可真正见过的却无几人，也从却未听说过残篇流传到那个人手中。好家伙，演都不演了，远古宗门地功法都给整出来了，这到底是什么逆天运气？张元身上的定力此时已经喂狗，他瞪着眼睛，满是不可置信。这就好比你听说过自己老祖宗修过长城，内心肯定激荡着自豪，但突然有一天，你的老祖宗突然活了过来，并且邀请你去修长城，那事情可就不一样了。这个宗门真要大祸临头了，怎么宗门弟子气运一个比一个逆天，一个比一个惊骇？张元现在深深的怀疑，内心中隐隐不安，感觉这偌大的宗门就像是一棵即将要倒塌的千年巨树，岌岌可危。更让他不安的是，得到问到81册的人竟然是他为死敌，总感觉一把无形的锋利斧头在他脖子上悬挂，让他背后发凉。不行，不能这样下去了，看来得想个办法才行。张元深呼了口气，缓缓稳住心神，眼中的杀意闪烁金芒。之前白浪在矿场的发难，虽然情况转变，让对方自取其辱，身败名裂，但在名声大噪之下，他也失去了干掉他的机会，避免会自我暴露。本想着等到时间把事情平息，他还找个机会动手，降低自己的风险。可现在他不得不行动了。虽然对方刚刚得到远古功法，不会修炼出什么大成果，但仅仅远古这一词就不得不小心谨慎，甚至更谨慎也不为过。张元心中杀意弥漫，之前说白浪是气运之子，不过是看书看多了，心中的调侃罢了。只是现在可就不是调侃了，没看错，对方还真是。哪怕现在白浪的死会让我有被发现的风险，也不能让他继续下去了，不然下次谁杀谁可说不定。张元心中完全警惕起来，被举世之所能创造而出，必定存有惊天伟地之力量，谁也不敢小觑。多让对方活一秒，都是对远古功法的不尊敬，都是对神话说的质疑。带着满脑子的思绪，张元一咬牙关，似乎下定了某种决心。他伸手取出100年铁木星，毫不犹豫地放入口中，仰头咽下。罢了，本想着留在运血境之时突破大境界，但世事弄人，狮子搏兔之时亦用全力。张元心中已经顾不上浪费了，力量的提升在此刻无比重要，哪怕只是一个小境界。他闭目凝神，运转功法，开始炼化体内的100年铁木星。刹那间，一股温和的力量在他腹中缓缓绽开，紧接着这股力量猛地爆发，犹如火山喷发一般，炽热的岩浆在肆意奔涌。张元浑身剧震，体表青筋暴起，脸上满是痛苦之色。可随着时间的推移，他脸上的痛苦又归于平静，狰狞渐渐平息。那股狂暴的力量开始又如刚开始一般，温顺地滋润他的全身，从骨骼到肌肉，从经脉到脏腑，每一寸机体都在贪婪地吸收灵力，仿佛进行一场脱胎换骨的蜕变。他的骨骼愈发坚韧致密，体内的灵力更是节节攀升，直接从炼骨中期隐隐来到了炼骨后期边缘。张元沉默不语，继续汲取体内中铁木星不断散发的灵力。夜深人静，夏蝉对月孤鸣，沉浮大地已是一片夜幕。一道难以察觉的身影，轻点低沉尘土在月光中一闪而过，如余热未消的热风悄然来到张元住处附近，盯着黑暗中的木房。张元，今晚就是你的死期，我要我这些天所受到的屈辱都加倍的还给你，
让你生不如死，到最后让你求着杀我。沉寂夜色中，一道嘶吼突然响起，只是声音压得极其微小，连周边的蝉鸣都足以掩盖过去。白浪那掩饰面具下，眼神阴冷的吓人，如同磨得锋锐的寒冷刀锋。而这刀锋正如他此时的心情，虽然没有了百年铁木星，但我现在的实力已经到了炼体后期，再加上我的天赋，杀死一个炼骨初期的人完完全全足够，更何况还是张元这个废物。虽然白浪被打败过，但他认为那不过是对方倚仗着境界的差距罢了，只要境界差距不大，对方绝对不是他的对手，轻而易举就能斩杀。而此时的他已然不是曾经的他，不是那个在矿场上只是炼体初期的雏鸟，随随便便就被打倒的人。突破到后期的他，破碎的道心已经全部拾回，全身被自信充满。张元，去死吧！白浪阴冷眼神盯着木门，身上的灵力悄然运转到了极致，就像是曾经第一次偷袭张元一样。他故技重施，抓起一块千斤巨石，紧接着用尽全力砸去。刹那间，巨石猛然呼啸而出，一声震耳欲聋的巨响响起，坚固的木门瞬间就被撞得粉碎。巨石携着木屑，其势不减，蕴含着难以匹敌的力量，向着屋内的黑暗冲去，犹如一只冰冷的猛虎扑向即将要猎杀敌人，把其撕成碎片。而巨石所向之处，猛虎逼近之所在，竟是床上所在的张元。可就在巨石接触到张元之时，一道寒光掠过黑暗，把巨石一分为二。巨石的切割面极其平整。张元猛然睁开双眼，定定地看着黑暗中的一处，手持长剑冷说：“白浪，你真够好胆，我还没有找你呢，你倒是先过来找我了。难道你就这么想要杀我？”张元清朗的笑声从黑夜中响起，他看着黑衣人，眼神中闪过一丝惊奇。没想到对方得到了远古功法，不去修炼一段时间，却是先过来找他麻烦。难道就如此托大，自信能够打得过自己？还是说他并没有发现其功法秘密？不过现在并不是探秘的时候。张元把念头隐去，手中长剑轻盈，剑身冒出淡绿色的苍翠光芒。他一剑斩出，苍翠光芒变化作锋锐无比的刀刃，向着黑暗中的人影掠去。所到之处，一切都被瞬间撕裂。不可能，他是怎么发现我的？上一次的时候，他根本没有这种强大感知的能力。这才过去多久？白浪心中一惊，很想否认被发现的事实，但青色剑芒已经斩碎一切质疑。那看似生机勃勃，并无杀伤力的青色光芒，却迅速在他瞳孔中放大，犹如一只翱翔的猛禽，以猎物难以反应的速度猛然冲击而来。好快！一股强烈危机让白浪警铃大作，他连忙在黑暗中闪身，险之又险地避开。可还没有从惊险中回过神，几道亮眼的青色光芒就已至他的身前。嗤嗤嗤，一朵朵血花在空中溅洒，而后被黑暗吞没，消失得无影无踪。只有被割裂的伤口处，在月光的照耀下显得狰狞无比。白浪冷汗直流，身上的剧烈痛疼让他心中不禁涌起惊涛骇浪。虽然避开了要害，但还是受到了重伤，伤口的割裂实在太大。只是张元怎么会变得这么强？他一个废物不应该变得如此才对。白浪看着一步都不曾移动的人影，眼神中满是惊骇和难以置信。师弟，不用怀疑什么，虽然我入宗门2年多，依旧是炼体后期的弟子，但不代表永远如此。人是会变强的，你不能总用以前的眼光来看待如今的我。张元脸上挂着微笑，一步一步朝着白浪走来，溢散的灵力激荡周身气流，那炼骨后期的气息展露无遗。炼骨后期，白浪不由得再次吃惊，戴着黑色面巾的嘴难以合拢，浑身像是被麻痹，僵硬在原地，连嘴里急促的呼吸都带着浓浓的质疑和不解，难以接受这一切。紧接着，他的心中只剩下一个念头：跑，快跑！如果说对方是炼骨初期，我凭借着自己的天赋爆发，说不得真能杀死对方。可现在，张元所爆发出来的实力已经远远超出我的预期，这个畜生绝对是暗暗隐藏实力，就等着我过来自投罗网。他的布局早就开始。白浪心中一边暗骂，一边使用出吃奶的力气，赶紧逃离此地。此时的他已经没有报仇的念头，因为现在根本不切实际，就好像小羊对付猛虎，再怎么爆发也是无济于事，根本不可能战胜。逃走说不定还有一线生机。白浪毫不犹豫爆发储存体内的灵石，把实力提升到炼骨初期，丝毫不顾身上严峻的伤势，以最快的速度转身就往黑暗中跑去。只是还没跑几秒，他身体猛然一僵，摔倒在地，抽搐不止，仿佛五脏六腑被无数蚂蚁啃咬蚕食，剧烈的灼痛感不断在体内蔓延。而被剑芒斩伤的伤口处已经渐渐发烂，血肉都覆盖一层腐臭焦黑。卑鄙的贱人，你居然在剑上下毒！白浪已经惊醒，可发现的太晚，身上的毒素早已深入骨髓，体内灼烧撕裂的感觉让他脸色布满痛苦狰狞，心中又惊又怒。都到了这个时候，真当我就这样站着不动，然后浪费时间和你废话？真当我的毒是白练的？张元心中冷笑一声，但又有些狐疑。以他现在的实力，对付一个炼体后期的人简直是轻而易举的事，可对方拥有这等逆天运气，却实在不能让他小觑，自然是手段齐出。只是现在为止，对方给张元的感觉和普通炼体后期没什么两样。难道他真没把问道册残篇
研究出个什么？张元心中满是疑问，手中的长剑却不见有任何的迟疑。他手中的长剑再次闪耀，翠绿色的光芒凝聚而出，犹如一道绿色闪电在黑夜中。而这道绿色的闪电裹挟着排山倒海的气势，直直刺向到底的白浪。白浪惊恐地瞪着双眼，下意识想要挪动身躯，再次避开袭来的剑芒，可体内的剧烈疼痛早已让他身体不受控制，只能静静待在原地。他瞳孔站立，眼睁睁看着僵硬的躯体等待着剑芒没入。噗！剑芒穿透白浪胸口，宛如锋锐的长矛，刺穿白嫩的豆腐块，没有一丝阻碍。紧接着，青色剑芒在他体内肆虐，将所有的经脉和脏腑搅得粉碎，身体如被掠夺的生机，成为了枯木般倒在地上，被黑夜浸染的冰冷。下一秒，无数青芒再次闪烁，把地上的尸体斩成好几段。死了，这就死了。张元突然感觉有些不真实，对方真就跟普通的炼体后期一样，随随便便动动手指就轻易碾压，别说反抗，连逃走放狠话的机会都没有，直接成为冰凉尸体。看来运气之子也不过如此。张元轻笑一声，随即又不禁想到，对了，还有那个问道册，也不知道问道册在不在白浪身上，要是找到就赚大了。张元心底不禁有些火热，这样只在于传说中听说的东西，谁不想要，谁不想看看效果如何？只可惜听说那种东西一般都是有着特殊的传承手段，一般人杀死机缘者想要以此夺取其机缘根本不可能，甚至逼问对方，对方也说不出其中奥妙，只能自己意会，不可言传。张元微微摇头，正准备摸尸，下一秒，一道光芒在黑夜中闪烁，一幅卷轴在尸体上缓缓漂浮。看着漂浮在半空中的卷轴，犹如的光照耀在张元在黑暗中的脸上，一瞬间，张元的心仿佛停止了跳动，连呼吸都变得微不可闻，挺立的身体僵硬站在原地，喉咙处则是不由自主的滚动。这是问道册。张元心中一阵火热，眼中的光芒好似太阳，散发着灼灼的光芒照向卷轴，全身上下都感觉燥热不已，仿若受到莫名的吸引。他的手不自觉往前伸去，想要触碰到那黑色卷轴，动作很轻很慢，像是怕被惊走猎物的猎人。他的每一个移动的瞬间都十分的注意细节，这可是传说中的东西，尊重要给足了。张元触碰到卷轴表面，把它从空中摘取，其身上的光芒瞬间消失，顿时卷轴又恢复原本的漆黑。他定了定神，缓缓展开，布满白色的字体映入眼帘，黑纸白字，应该错不了。卷轴由千载空云所炼制，字体由九阶妖兽时间还蛇的血液所书写凝固而成，保证字迹万古不灭，不愧是远古时代的东西，这样的记载方式恐怕也找不出几处。张元抚摸着卷轴，眼中满是惊叹。不过话说回来，上面所用的是远古字体，这个他可就看不懂啊。文盲的剑一瞬间就把张元穿透，绞尽脑子也搅不出2两墨水。张元看着密密麻麻类似蚂蚁爬行的文字，一下子就真犯了难。可下一秒，卷轴瞬间在他的手上消失，化作一抹流光没入他的身体。一瞬间，张元脑子仿佛炸开一般，无数的观想图顿然浮现，密密麻麻的图案走马灯般的在他的脑海中闪现，一掠而过。张元什么都没记得，脑子一片空白，没有图案的记忆。紧接着，一门功法悄然浮现，而且瞬间就被张元所掌握。他脑海中浮现着功法的能力：天象到手，汲取他人天赋，以奉己之不足。简介甚少，不到20个字，但包含的内容可一点都不少，甚至有点惊人。功法效果很强，也很变态。天赋能力本就是天赐为之，生来就有，且无法被外人所剥夺。可现在这门功法却是要汲取别人的天赋，用来强化自身，这简直就是逆天而行。这不就是魔道功法吗？而且比魔道还魔道，说是专门为魔道而打造地功法都不为过。张元忍不住吐槽一声，书上记载曾经统治一个时代，这个统治恐怕不是简单的统领吧？难怪最后不清不楚的被灭了，宗门上下连个遗址都不知道在哪。这一门功法都如此变态了，也不知道其余的问道册又该是什么样的。张元暗暗吐出一口浊气，把飘散到不知哪里的专注重新凝聚到功法上。说这是功法，不如说这是一种传承技巧更为合适，都不用修炼就可以直接掌握使用，且无需运转的窍门，没有任何门槛就直接掌握，根骨和悟性都是神马浮云，只能说不愧是远古地功法。张元忍不住感慨一声，紧接着似乎想到了什么东西，他的双眼猛然一亮，特别是看着地上白浪，他平静的心脏就不由加快了跳动。张元这辈子都没想到他会对一个男人心动，而且还是好几块的男人。说起来，对方是有天赋来着，能够从如此短的时间内突破到炼体后期，想必天赋绝对不错。既然上天不怜爱，不如自取。张元火热的心不由狠狠再次跳动2下，在黑暗中的蝉可以清晰听到。他猛然弹出手，捏住地上的头颅，他脑海中一块卷轴突然浮现，就是刚才进入到他体内的问道册。黑色卷轴缓缓展开，刻印在上面的字体全部隐去，只剩空白。下一秒，一个白光从白浪的头颅出现，没入张元的手中，黑色卷轴顿时变得暗淡无比，而其卷轴表面正刻印着一个白点。
张元闭上双眼，感觉身体似乎发生了某种变化，极其玄妙，特别是腹部中正在孕育着什么，又似乎在改造着什么。直至许久，这种感觉才悄然平息。张元睁开双眼，本能地低下头，下意识看向自己胸口处的储物袋，就像是饿狼看着绵羊，毒蛇看着青蛙。他的眼神中闪过一丝进食的欲望。张元从储物袋中拿出一块玄石，心念一动，玄石消失在他的手中。下一秒，玄石又在他的体内出现，并且不停地被身体吸收和炼化。张元的脸上不禁露出一丝惬意，这种奇妙的感觉他从未体验过。不用需要任何控制，身体和功法会自动运转，不停地汲取着体内的玄石，体内灵气自动缓缓增加，就好像进入到了秀红院当中，只需一块玄石就可以享受全自动的享受。这种美妙的感觉，直到体内玄石消耗完，才开始渐渐消失。无需浪费任何时间，只需要有足够的玄石，就可以不断增加灵气，而且吸收的速度也极快，是正常吸收的10倍有余，甚至更多。怪不得白浪能修炼得如此之快，这项天赋简直就是修炼者的福音。张元心中不禁感慨，而且这项天赋还有一个能力，可以消耗体内储存的大量玄石，短时间内提高自身的实力，用以对敌。不过这项能力，张元更为看重的是吸收玄石这个天赋能力。有了这项天赋，他要修炼到运血境的速度将会提高10几倍以上，甚至远远不止。要知道，很少人直接吸收玄石，就是因为其中的灵气比起丹药和天材地宝更难吸收出来。但现在他已无需再去用玄石购买丹药，无需因为转换浪费不少玄石，用最为少的资源得到最好修炼的效果。想到这，他脸色不由一喜。这种天才般美妙的开局，他从未体验过，现在终于轮到他了。怪不得白师弟得到了问道册残篇，会匆匆赶来，不曾蛰伏一段时间。这下子终于明白了，想来也是暂时没有天赋能供养他吸收。张元恍然大悟，他看向尸体，脸上满是感激，感谢白师弟半夜送来的问道册和天赋，这份大礼张元无以为报，正好送你去投胎，这样就不用回报了，希望你能投个好胎。张元一边挖坑，一边从储物袋中拿出玄石，不断吸入自身体内。原本留着1000块玄石的，是用来购买玉骨，修炼玉骨功的。不过既然现在吸收掉1块，不如凑个整数，900块玄石购买也可以。有轻微强迫症的张元喃喃自语，他眯着双眼，直接把99块玄石体入体内，感受着自身灵力缓缓的提升，好好享受了一会这种令人迷醉的感觉。随后张元便向着邢花影的住处走去。上一次的战斗中，邢花影瞬杀了2个管事，他也快速击杀了2个监工。可这次不一样，虽然战斗时间不久，但损坏的东西很多，房屋内部的家具，路边的花花草草，总有人能够察觉出来。再加上最近风声鹤唳，这次想要躲过去，基本不太可能实现。既然这样，还不如先去找邢花影求情，把事情给大事化小。借着夜幕，张元走向阁楼。你怎么来了？见到张元，邢花影一脸意外。如今外门弟子失踪的事情还没过，两人都知道，并不是见面的时候。我想念师姐了。张元声音略显沙哑，两只手掌摩擦着光滑的香肩，感受着如牛奶般细腻的肌肤。昏暗的房间里，月光似有若无的在空气中晕染，暧昧的气息在四周弥漫。少跟我来这套。邢花影的嘴角不自觉微微上扬，但很快就消失不见。上次的账我还没跟你算呢，这次又敢扰我清静，胆子又肥了。说吧，到底是什么重要的事？说完赶紧滚出我的房间。他的声音带着冰冷，一如既往，但却蕴含着一丝丝慵懒，仿若晚上没睡好又被吵醒的懒猫。说话何必那么尖刻呢？明明态度已经有所松动。张元心中暗笑着，双手继续有所动作。不过这话他可不敢直接说出口，不然眼前这性子直爽的师姐恐怕真的会瞬间发火。他轻轻抿了抿嘴，保持着沉默，只是微微向前倾身，那高大的身形将邢花影略显柔弱的身躯环绕其中。他的呼吸带着些急切，缓缓凑近邢花影的耳廓，气息间流露出一丝按捺不住的情绪。邢花影的身体在张元的怀抱中轻轻颤了一下，但很快便在黑暗中恢复了平静。见情况差不多，张元才开口说道：“师姐，是这样的，刚刚我把白浪干掉了。”闻言，邢花影眉头一皱，张元的消息他暗中也有打探，自然知道对方和白浪的恩怨，双方之间一场厮杀必不可少。反正记名弟子就相当于魔教当中的奴役弟子，消耗品罢了。别说杀一个，就算死上一批，通玄宗也不会太过在意什么。只是张元在这个关键时刻杀人，让他颇为恼火，不禁冷哼一声：“你本事倒是大，连记名弟子都杀了，你怎么不把执法院的弟子也杀了？这样的话就不会有人来调查了，也省得现在还要小心应付。”邢花影不满的伸手拍掉那不知不觉中快要伸向他满月的手：“不敢了，不敢了，我也是迫不得已，都是那个白浪硬要送人头。”张元把事情说了一遍，当然只是提到白浪偷袭，其中天赋和问道册这些并没有提到。而听到解释的邢花影气明显消了许多，散落的青丝任其卷弄。既然是这样，那倒也不算严重，最多刑罚你30鞭而已。怎么，你要让我从轻发落？谁都知道我向来原则至上，该如何处罚就如何处罚，
从不偏颇。上次让这小子钻了空子，让邢花影懊恼了许多，让自己名声受损。这次他打定主意，绝对不能再纵容对方，免得以为自己任由他摆布。就算对方再怎么威胁，他也要无动于衷，绝对不轻易妥协。他可不是能3番2次威胁的人，这次他要守卫自己的原则，就一次，就最后一次。张元这种剑道高手，当然不会舍不得面子，直接死皮赖脸的求饶。可邢花影依旧无动于衷，似乎封闭了耳穴，所有的声音置若罔闻，浪费许多口舌，依旧毫无用处。见状，张元沉默了，在黑暗中一句话也不说。正当邢花影心中暗自揣测对方或许即将退却之时，他的身躯蓦地一颤，方才的笑靥瞬间凝固在唇边，如同晨曦中骤然凝结的露珠。张元的举动轻柔，靠近那细腻如瓷的后颈，气息若有似无的撩过。他的动作既温柔又带着几分急切，那一抹温热，好似春日里轻触的微风，却让邢花影的心湖泛起波澜。他紧咬着下唇，惊觉自己竟难以生出抗拒的想法，思绪像被狂风卷起的落叶，一片纷乱，没了往日的清明。师姐，你就饶了我这次吧，我下次再也不干了。张元嘴角挂着讨好的笑，手上动作未停，手指在他的肌肤附近缓缓活动，时而轻缓，时而稍显用力，为师姐轻柔地施展着按摩。住手！你先住手！这件事明天再说，你先出去。邢花影用力咬着阴唇，不想就这样轻易放过对方。张元暗暗发笑，看着眼前这个美艳动人的女人，那绯红羞怯的脸颊，那惹人怜爱的双眸，张元的心绪愈发激荡。这个时候他的岂能放过？师姐，现在情况不一样了，这回该求饶的可是你了。张元轻声一笑，缓缓靠近那动人的唇畔，轻轻贴近。他的动作带着温柔的坚定，彼此间传递着难以言说的情愫。没给对方开口的机会，张元轻轻贴近，让对方想要说出口的话语被顿然止住。温热的气息轻轻浮在那姣好的面容上，使得发丝在月光的映照下，随着微微的动作如波浪般轻轻起伏。通报：记名弟子白浪心中妒恨同门师兄张元，遂半夜袭击张元，被反杀，死有余辜。张元虽无过错，但也出手过重，惩其在矿场当矿工3月。对于这个惩罚的出现，很显然邢花影又一次放弃了自己的原则。在张元的糖衣炮弹下，他的阵地一次次的丢失，底线一改再改。张元成功说服了他，至于惩罚本来是没有的，但是张元自主要求了。自从得到了白浪的天赋，他也继承了同样的烦恼，就是玄石不足。一晚上的时间，我储存在体内的玄石就已经减少了一半，体内的灵力也增加将近1成，以这个速度不到1个月就足以突破运血境。但按照这个速度，1天的时间内最起码消耗上百块玄石。张元心中暗暗惊心，他那点小家小底哪里供得起这样的消耗，更别说还要修炼玉骨功。既然这样，他只能靠一靠采矿场了。没想到有一天我和白浪居然做了同一种选择。张元一边奋力挖矿，把挖出的玄石矿收入体内，一边在心中不禁感慨。当然他也没什么不好意思，他本来就是魔教卧底，不好好过来当宗门硕属，难道真让他大兴宗门不成？他拼命的吸血宗门，本来也算是他来通玄宗的目的之一。张元一边奋力挥镐，一边感受着自身汲取着体内的灵力，好不惬意。短短半个月的时间，他就整整吸收了将近1000块玄石，体内灵力提升5成。这并不是天赋的极限，而是张元挥镐的极限，只挖出了1000玄石。再这样下去，只需要1个月的时间就可以突破到运血境。看来挖矿才是魔道的尽头。张元眯着眼睛喃喃自语，这种感觉实在太美妙了。之前累死累活的算计算计去，耗尽心机才得到不过1000块玄石，就这还要有死亡的风险。现在在矿场中只需要待满1个月就可以安全突破运血境，这种巨大的差距令人唏嘘。要是可以的话，干脆在这里待上的好几年，说不定可以突破血窍境，甚至是血窍之上的凝香境。这种想法当然也只是想想，突破到运血境之后，想要更上一层楼，就要得到相应地功法。没有功法的支持，就算再修炼个一辈子，也永远到达不了血窍境。而功法往往只有外门弟子才有资格购买，记名弟子就不要想了。实力的提升，地位也会随之变化。同理，只有地位开始提升了，才会拥有提升实力的资格，两者相辅相成。也罢，等突破运血境之后再说，现在还有1个月之久呢。张元打散心中思绪，继续努力挖矿。而就在这时，一道影子从他身后而来，他警惕转过身去，竟是常百飞以及和他一伙的小团体监工。这段时间被从执法院提回来的常百飞，这是一直躺在床上不起，看来伤养的差不多了，都可以下床了。能这么快下床，想必是又搜刮了不少监工的玄石，用以购买丹药吧。怪不得身后的监工们都是一脸垂头丧气，如丧考妣的样子。张师弟，原来你在这里，你可是让我一顿好找啊。常百飞笑眯眯走过来，哦，师兄找我是有何事情？张元一边挖矿一边疑问道。看着对方漫不经心的态度，常百飞没有说话，脸上的笑容也渐渐消失。他受伤的这些天，对方没有过来看望他，甚至没有送来1块玄石，这本来就让常百飞十分不爽。
但想着让对方补交玄石，并跪下道个歉即可。现在对方的态度让他十分火大，看来这狗养久了，也开始敬重主人了。长柏飞冷笑一声，不过念在往日对方老老实实的份上，他还是决定给对方一次机会。长柏飞的脸上再次露出笑容，师弟啊，是这样的，最近不是刚刚调来2位管事接手失踪管事的矿场吗？他们觉得妖兽聚集过多，所以打算让我和各位师弟们一起清理，到时候我也给你一个去为管事表现的机会，让你一起来清理妖兽。闻言，张元挖镐的速度不由一致，他转过身静静看着长柏飞，人在无语的时候真的会笑出声。此时的张元真能体会这句话，抿着嘴差点忍不住笑出来。给我个机会，这个机会可真是太难得了。先不说许久不清理的矿场中会出现可力敌运血境的3阶妖兽，极其危险，就单单那些1、2阶的妖兽，也不是普通弟子们能够轻易解决的。真是为了博新来管事的好感，不惜拿他们的命去和妖兽血拼啊！我真是谢谢师兄了，但大可不必。张元淡淡的说道，他也懒得和对方装蒜，没有找任何借口，直截了当拒绝。现在的他已经不是以前的他，以前他是炼体后期，对方叫他做事，他不挑对方的理。现在他一个炼古境后期，对方叫他做事，那他不是白修炼了？以他现在的实力，炼古境后期的境界，再加上玉骨功2层的肉体，别说一个长柏飞，再来一个，他也同样不放在眼里。张元目光掠过长柏飞，看向他身后的监工们，淡淡说道，看在往日还算合得来的情分上，我劝你们也别跟着瞎凑热闹，去矿场深处清理妖兽，就算是管事们都得小心翼翼，别到时候把小命丢了。顿了顿，他继续说道，现在我们的好师兄正被执法院警告过，想来也翻不起什么浪来，想要像以前一样对待你们，也得掂量执法院的警告再说。此话一出，矿洞内瞬间寂静，就连呼吸声都少了几分。长柏飞瞪着那如同吃人的双眼，死死盯着张元，咬牙切齿，原来是你出卖了我。长柏飞终于明悟过来，怪不得之前执法院会叫自己过去，怪不得自己会被关起来审问，而那些执法院弟子却不像是审问的，更像是对方杀父仇人一样。原来是自己被人出卖了，而且是被一个胆小如鼠、随时随地可以欺负的废物给出卖了。长柏飞瞪着双眼，眼中溢满杀气，怎么说的这么难听？张元摊了摊手，无视对方的眼神，继续说道，我只是把常师兄所做的伟大事迹没有一丝添油加醋的说出来吧。谁知道对方下手狠毒，没有直接把常师兄打死，让师兄受到如此痛苦。矿洞内再次陷入死寂般的安静，静得跳动的心脏都能听得一清二楚。所有人不可置信地看着张元，没想到一直被认为最为老实的他，居然会说出这样的话。一瞬间，他们大脑宕机般愣在原地，脑子有些转不过弯来。好得很啊，狗养大了，开始学会向主人呲牙了，看来是许久没有挨打了。长柏飞冰冷的声音响彻矿洞，那阴冷的面孔仿若一条觅食的毒蛇，不禁让人感到头皮发麻，就连头顶的灰尘都不禁开始抖落。要说养狗，我才是瞎了眼了，这些年我给你的玄石没有100也有50块，竟养出你这条恶犬。张元冷哼一声，直接上脸输出，指着对方的鼻子大声骂道，不跪下来谢恩，还敢在这里嘤嘤狂吠，威胁自己的恩人，我从来未见过有如此厚颜无耻之人。好强的攻击力！众多的监工冷吸一口凉气，没想到张元的话如此犀利，令他们头皮发麻，但同时也说出了众多监工们想要说却从来不敢说的心声。这些年以来，他们听过最爽的话，为最畅快的话就是这个了。会说话吗？会说多说点，好听，我们爱听。站在长柏飞背后的不少监工眼神泛着亮光，一脸崇拜地看着张元。只有长柏飞双眼满是血丝，一副恨不得把对方千刀万剐，再生吃了对方的样子。没想到自己做师兄这么多年以来，拿了那么多年的玄石，到现在居然还有人敢明目张胆地反抗自己。看来是有人忘了那些反抗自己的人到底是怎么死的了。时间过去久了，痛苦的惨叫还有淋漓的鲜血总是被冲刷遗忘。长柏飞面目扭曲，冷冷说道，看来师弟很会说话嘛，希望你的实力也同样如口才般犀利。几天后我倒是想和张师弟交手，希望张师弟不吝赐教。此话一出，不少人抬起头向张元投来目光中满是同情之色。他们可都还记得忤逆长柏飞的下场，被对方反复打断4肢，这辈子永远躺在床上，连饭都吃不了，只能绝望的饿死。幸运一点的，直接被当场打死，不过打死前都会受到非人折磨。别啊，千万别啊！张元脸色突然变得慌张，这一幕看得众人一愣一愣。刚才对方如此用力输出，还以为对方会坚持到最后，没想到现在就软了，一点持久力都没有。长柏飞冷笑一声，但他心意已决要拿对方立威，现在求饶为时已晚。就当他准备开口狠狠羞辱对方一顿时，对方的脸色再次一变。张元冷着脸淡漠地说道，别等到去清理妖兽回来了，现在就开始吧，我们这就出去干一场，说不定你现在走了，给妖兽吃的尸骨无存，我岂不是连鞭尸的机会都没有？这逆天的攻击性让在场的监工们只感到一股电流从脊骨传递上大脑，整个人的汗毛都已经全部竖起。要不是有长柏飞在这里，
他们恨不得自己给张元跪下，好好拜上一拜。这实力简直强得没边，净逞口舌之力有个屁用！这个世界终究要以实力为尊，到时候总有你哭的一天。常百飞冷哼一声，心里面已经想到了要如何才能折磨死对方，把对方撕扯成无数碎片。不过在此之前，还是要去清理妖兽。在他心里，解决张元不过是轻而易举的小事，举手可为之。帮助管事清理妖兽，博得管事的好感，才是最为重要的事情。这样想着，他转身就此离去，免得受到对方刺激，耽误了大事。只是他转身走的时候，竟然有几个监工并没有动身，静静待在原地，似乎并不想要跟他走的意思。好，可太好了，过几天后又得活动手脚了。常百飞鹰冷直视着不肯动身的四人，杀人的目光让四人不禁低下头。他们觉得张元说的对，他们境界平平，所学武技一般，没有什么强大战力。清理妖兽就是九死一生，与其这样，还不如搏一把，赌常百飞会死在矿洞中，或者说对方因为执法院之前的警告而忌惮，不敢动他们。等常百飞走后，几个监工才抬起头，似乎把张元作为主心骨般走到他身前。为首的李良惴惴不安地问道：“张师兄，接下来该怎么办？我们这些人就算加起来一起上，也打不过常百飞啊！”师兄，没想到自己一个魔道卧底，居然还被通玄宗的弟子给拥护上了。张元眯着眼睛，有些享受，随即摆了摆手，让其不要在意。他之所以骂常百飞，不仅仅是要替苦西西的前身，还上这份因果。更重要的是翅膀硬了，翅膀硬了的魔道贼子，要是不搞点事情，那还叫做魔道贼子？反正现在新的管事已经到来，失踪事件的风波也随着时间消失，那还留着常百飞干什么？当然是磨一磨那长脚的硬翅膀。这件事情你们无需过问，现在最为要紧的是帮我多挖一些玄石，你们只管帮我挖玄石，至于这场百飞的事情，我会帮你们解决。以后你们的玄石谁也不会拿走。闻言，四个监工眼睛一下子通红，差点没有落下泪来。他们等了这么久，终于第一次听到有人把这句话说给他们听。天下苦长久矣。消息一：圣毒教张探风进入内门偷窃功法之时，被传功长老发现，并且当场击毙。消息二：宗门妖兽动乱，目前没有查明真相，但其实是真我教所为，目的是趁着动乱杀死通玄宗的某位弟子。消息三：妖兽动乱，外门弟子杀伤不少，其中有几个储物袋遗留在群兽峰东北角的几棵大树下，暂未有人拾得。又是一天刚刚出炉的消息，好似热气腾腾，就等着人一睹为快。张元一边享受着阳光的沐浴，一边眼神开始专注看着系统的消息。没想到圣毒宗这小子到底还是死了，还以为他真能成功呢。本想着你偷着能不能偷进通玄宗的洞天福地里去，把里面的好东西给拿了，不过现在看来是没有那个运气，直接半路夭折了。呸，真给本家人丢脸。张元看着死去的蚊子宠物，直接隔着文字狠狠鄙视了他一眼。看来以后是没戏看了，乐子突然没了，总给人一种夏天缺少西瓜，晚上缺少师姐般的不适。但突然间张元眼睛一亮，要是人没了，那些藏起来地功法应该还在那里吧？没有了人看护，只需要做好充足准备，说不定能够把功法取出来。张元突然感觉这个想法不错，就算不自己修炼，也可以卖给新花影，说不定还可以卖个好价钱。不过这个不急，等突破到运血境之后再说，现在先放到一边。张元把思绪收回，目光定向其余消息，顿时表情变得精彩。妖兽动乱，真我教。如果他没有记错的话，他自己的身份就是真我教的卧底来着，怎么也开始搞起事情来了？这些魔道贼子都不能让人省心，总是能给我玩出点新花样。懒得搭理他们，反正一时半会他们也不会在意我这个连外门都进不了的小透明。张元摇摇头，不再去想。相比之下，他更在意的是第三条消息。储物袋这个东西好，想必是有人捡漏了，结果把东西存放好后自己也没了。张元眼睛不由一亮，外门弟子的储物袋好东西可不少，要是能够得到，又是一波暴富，说不定突破运血境的资源也不用愁了，直接起飞。就在他遐想之际，一道声音从身后传来。李良脸色满是恭敬地说道：“张师兄，到点了，这些矿石我们都挖好了，您亲自清点，绝对不比昨天的少。”这几天来，张元挖矿的体力活都交给了4个监工，有了他们存在，每天张元的效率是之前的好几倍。体内的玄石现在每天开始都是纳入量超过每日吸收的量。好了，今天辛苦你们了，把玄石放在一边，我且登记完就亲自交给邢管事即可。张元拍了拍李良肩膀，随即背着玄石向着矿洞外面而去。看着他的背影，几人神色复杂。李良，你说他真的靠谱吗？之前听说张师兄才刚刚突破到炼蛊境，他会是常百飞的对手？几人大汗淋漓，绝气锁的存在让他们挖矿的时候并没有那么轻松。但他们4人更担忧的是关于决斗方面的事。要是张元不行，对付不了常百飞，那么他们也不可幸免遇难。这几天你们觉得他是疯子吗？李良没有回答，反而突然发问：让我们在这里毫无意义的挖矿，形式怪异，但看上去理智尚存，确实没看出来有那点是疯的，不过古怪也是真的。3人不知所以，
可还是老实回答：“没疯就好，没疯就好。”李良喃喃自语，脸色轻松不少。在他看来，一个能隐忍了2年多的人突然爆发，那么只有2种结果：要么他已经在这些时间当中已经难以再忍受欺辱，已经变得癫狂；要么他已经积累好力量，他的力量足以让他能够打碎一切压迫。只要没疯掉，这种善于隐忍的狠人绝对能收拾掉常百飞，而他只需要挖矿就行。师姐，我又来看你了。张元手中拿着登记册，脸上带着温煦的笑容，来到邢花影身前。邢花影没有说话，只是接过册子，随意翻看几下，眉头便开始蹙起。他抬头看着张元，语气有些不善：“又是10块玄石，你选择最好的矿洞，结果就给我交了这个结果。之前就算了，最近还有4个监工任你驱使，怎么还是如此？你偷偷打开绝气锁了？”我的话还没说完，指着张元的手就被抓住，被张元紧紧握在手里。打蛇随上棍，张元直接上嘴，在温润如玉的素手上印上了几个烙印，引得邢花影白眼连连。这不是师姐的照顾，小的才敢肆无忌惮，安心在矿洞中修炼吗？要知道，几天前常百飞就说清理妖兽丸就要出来教训我。师姐，你也不想你的床上搭子被外人给打死吧？以后就没得暖床了。闻言，邢花影又气又羞恼，看着眼前这个故作可怜、一副声泪俱下的样子，他心中气恼，恨不得一巴掌就把他给当场拍在墙上，扣都扣不下来那种。这贱人什么乱七八糟的话都能飙出，气得他耳朵都发红了。什么床上搭，明明他是被强迫的，对，他是迫不得已的。你死了活该，正好以后没人威胁我，也落得我省心，免得我哪天忍不住打死你。邢花影冷哼一声，扭过头去查看书册，不再去搭理旁边的贱人。师姐，你好狠的心，既然这样，那就别怪我了。张元此刻仿佛悲愤交加，并且悲愤化为了勇气，成为了勇者。他的双手轻轻探上，似在探索未知之地，周身萦绕着对某种渴望的追寻，一心想着触碰那被柔和光晕笼罩之所，同时化身为吸血僵尸，用嘴唇汲取着细软的天鹅颈。这样的作怪让邢花影忍无可忍，他放下书册，身体气得发抖。张元，我的忍耐是有极。一番打斗之后，以张元完胜终结。以他炼蛊后期的实力，再加上玉骨功2层的肉体加成，还有成熟的技巧，想要胜利轻而易举。不过张元感觉这次对付起对方来，似乎要比往日困难许多。师姐，你的实力是不是提升了？感觉你的气息要强了不少。张元把头埋进如瀑布般散开的青丝当中，嘴靠近精致的耳廓。人在半睡半醒之间，最容易把持不住嘴门，只需轻轻引导，就全盘托出。邢花影水雾朦胧的双眸中带着说不出的万种风情，她不假思索地说：“最近突破盗血窍劲，这还多亏了上次那些玄石。”话刚说完，似乎想到了什么，邢花影双眼的神情凝聚几分。她推开压住头发的张元，拿起自己的储物袋，念头一动，袋中吐出许多类似白玉的东西，正是3阶妖兽精髓。对了，这是你托我要的妖兽精髓，我已经帮你全部收集好了。既然有这碗又大又白的软饭在身前，张元这个不要脸的贱人也不会觉得羞耻。买妖兽精髓这种事情要靠外门弟子，那当然是继续依靠师姐喽。这么快，我还以为会晚一点到呢。张元收起妖兽精髓，嘟囔了一句。邢花影没有搭话，自顾自地说：“你是要修炼玉骨功吧？也对，像你这样天赋一般的记名弟子，这是条不错的选择。”顿了顿，他继续说道：“不过，我看你的实力也达到了炼蛊后期，说明天赋也不是那么不堪。要是可以的话，最好收集资源，尽快突破运血境最好。”张元拢了拢那软弱无骨的腰肢，不解地趴在邢花影身后，吐出一声鼻音。再过1年的时间，就是通玄宗福地50年一次的开启之时，到时候大比前100名都有资格进入其中，获取自己的机缘。我觉得你很有机会。”邢花影解释般的说道。不过他也只是说说，让张元1年内突破运血境，并且在宗门大比中得到前100名，他感觉还是有些为难张元了。只是让其去宗门大比中历练一番也不错，最起码能有所收获。不过他的心思张元并不明白。此时的他眼睛不由一亮，哦，进入外门还有这好事，这么说我就得过去看看了。听说福地当中里面的机缘无数，随便拉出一个都是有名的好东西。张元一下子来了精神，感觉自己1年之内成为外门弟子没问题，而要成为100名，只要多努力努力了，还是很有希望的。他眼睛一转，目光打到身前的邢花影身上，轻吮着吹弹可破的肌肤。师姐，我现在正有一件好机缘，想要与你参谋参谋。邢花影娇躯一抖，眉头紧蹙，你又在想什么鬼主意？上次的事情你还想再做？小心通玄宗的长老震怒，亲自下场把你的小命给收了。他明显想歪，以为张元和上次一样，把主意打到了外门弟子身上。不过这次并不是这样，张元所说的是那几个储物袋，那几个遗留的储物袋里绝对藏着不少好东西，但就是不太好拿。地点明显是在外门的地盘上，他一个记名弟子单单一人，太过招摇，说不定会引起有心人注意。而且在妖兽动乱的地方，说不定附近还有妖兽存在，风险不小。既然这样，不如让邢花影去当个保镖，正好给他个表现的机会。到时候
没用的东西再分给对方一点，反正他突破了也用不着。张元厚颜无耻地想，但表面上他却一脸教屈。我一个名门正派的忠实弟子，从未做过坏事，你怎么可以这么想我？师姐，你觉得我像坏人吗？听了这句话，邢花影突然转过头，他目光盯着张元，一脸严肃。不是像，你就是。师姐，前方就快到了。就在前方的不远处，群兽峰中，张元的声音在林中响起。好说歹说，一顿死缠烂打之后，邢花影还是被张元拉了过来。不过现在情况总是有点出入，虽然储物袋的地址标的还算清楚，但第一次来到这里，让张元陌生无比，不知不觉中就多浪费了时间。你小子不会是觉得妖兽精髓不够，让我来杀妖兽的吧？邢花影怀疑地看了他一眼。张元尴尬地笑了笑，因为就一会儿的时间，就有不少三阶妖兽跑过来，而这些妖兽的精髓都被张元抽了出来，装进了自己的储物袋当中。说起来确实有这个嫌疑。师姐，你怎么能这么想我呢？我怎么可能这样算计你？张元当然矢口否认，并且顺着话想要拉近两人的影子，不过却被邢花影一把推开。他看着对方戴着人皮面具的脸，总是不自觉皱起眉头，心里一阵不适。紧接着他眼神一凝，阵阵寒气凝聚在手中，化作几枚冰刺，冰刺迅速飞出，犹如寒光一般掠过林间，没入一根挺立的青竹。下一秒，青竹突然软化，变成一条青蛇长蛇，瘫软在地。张元走了过去，把青蛇尸体提起，脑子里关于妖兽的介绍不停闪过，终于找到了眼前妖兽的信息。青影腾蛇，一种隐匿能力极强的三阶妖兽，在林中很难发现，威胁性非常强。没想到隔着这么远，师姐都能发现，师姐真是实力强悍无比。张元忍不住赞叹，在心中更是感叹不已。还好有这个强力打手在此，不然要想在这里行动，恐怕没那么容易。一边想着，一边手不停着，张元2、3下就切开青影腾蛇尸体，抽筋拔骨，把其精血和精髓取出。不是张元不想全部带回去，只是储物袋空间有限，实在是装不下了。不然的话，炖个蛇羹也不错。张元喜滋滋地把东西装好，正准备继续赶路，把储物袋给找出来。可这个时候，林间的竹柏随着清风摇动，隐隐感觉丝丝生鸣，似乎无数双眼睛在暗中紧盯着两人，让两人身体不由紧绷起来，好像被包围了。明明阳光如此明媚，树林中却弥漫着令人胆寒的静谧。窸窣声响从四面八方涌动，随着清风越发密集，在林间不断响起，声音越来越急促，让人知道妖兽就在其中，却无法辨别锁定位置，好似和清风一样，在无形当中早已经把人团团围住，令人不寒而栗。这次的青影腾蛇不少，最起码要有鸡10条，早已隐逸四周。看来妖兽动乱期间，通玄宗的弟子并没有把他们也清理到。邢花影眉头紧锁，警铃大作。要是他一个人面对这些三阶妖兽，独自逃跑没有任何问题，可再带上一个累赘，显然就不可能，绝对会被暗中紧盯的青影腾蛇缠住。他心中已然明了，一场恶战无法避免，甚至这场恶战比想象中还要艰难。想到这，他面色更加凝重几分。邢花影紧盯周围，同时提醒道：等下要真打起来，我也难以分心照顾对方，你提前服用解毒药。青影腾蛇蕴含剧毒，而你只是炼蛊后期，被咬到撑不了多久，我会尽快解决，把你送出去。话刚落下，他手中多出一枚丹药，轻轻落到张元的手里。可下一秒，他的手中同样多出了几颗药丸，显然是张元所准备的。他微微一愣，张元却赶紧提醒：别愣着，赶紧吃了再说。说话的同时，他再次探向怀中储物袋，从其中拿出一堆5颜6色的玉瓶，青的、绿的、紫的，更多的是白的，好似被上过色一般，显得滑稽诡异。在邢花影不解的眼神中，他再次开口，急促的声音提醒道：屏住呼吸，别开口说话。话刚刚说完，张元手中一用力，把所有的玉瓶都全部捏碎，一股交杂混合的粉末如烟花般向四周喷射而出，被清风携带散去。嘶嘶，林中的青影腾蛇似乎已经按捺不住，开始在四周发出更加明显的嘶鸣。一道道竹摆在光影交错之下变得柔软低浮，化作一条条青影腾蛇。这些青影腾蛇通体泛着幽冷的光，三角形的头颅高高昂起，信子吞吐间，冰冷的树丛中满是嗜血光芒，紧紧锁定着眼前的猎物，无声在林间游走，缓缓压迫而来。可还没等靠近两人，青影腾蛇突然纷纷扭动身躯，发出凄厉的嘶鸣声。所有的腾蛇像是被一双无形大手束缚，在原地不断扭曲挣扎，可始终却无法挣脱。无形大手宛如勾魂使者的化身，不断用不同办法掠夺着扭曲的蛇躯生命。有的青影腾蛇浑身变得苍白，有的却冒着黑烟，有的又绿又紫，还有的更是直接腐化成一滩血水，不断滋滋作响。不过片刻时间，这些原本凶悍无比的青影腾蛇便死出个不同样来，恶心的腥味在林中弥漫。还有摇摇欲坠的几条青影腾蛇也再也没有什么抵抗。张元走过去，举起手中的剑，轻而易举了结了生命。解决完眼前危机，两人才缓缓松了口气，紧绷的精神才稍微得到缓些。没想到你还准备的挺周全，知道实力不行，还特意准备了毒药，而且毒药还挺好用。不过一会时间，三阶的妖兽全部都死了。
邢花影难得的夸奖张元一句，可玉光看向张元，却发现对方正咬牙切齿，一脸心疼难过，似乎像是失去了许多玄石。那不是我特意准备的，我就没想过跑过来山脚拿个东西会碰上那么多的妖兽。本来他就想着妖兽动乱刚刚结束，再加上外门弟子已经清理过，山脚下这种低危地区应该不会碰到太多危险，最多也就1-2只妖兽。结果恰恰相反，给他出现一堆，而且妖兽本来就是皮糙肉厚、身躯强悍的物种，耐毒性本就很强。这下好了，好不容易攒积了一些毒药，一下子都全部用光了。这可是他熬练了好久才一点一点攒积出来的家底，平时都不舍得多用。最亏的还是那些毒死的妖兽已经没有用处，回本的价值都没有。想到这，张元更是肉疼得要命。殊不知一旁的邢花影眼神逐渐变得怪异，仿佛看到了什么变态。你这个不是毒妖兽的，你到底想杀多少人？这么多毒药，连几10条3阶妖兽都毒死了，要杀个几百人都用不了那么多。这小子心果然是黑的。邢花影暗叹一声，随即提醒道：此地不宜久留，赶紧离开吧，说不定刚才的动静还会引来别的妖兽，没有必要再起冲突。闻言，张元也从肉疼中回过神来，微微点头同意对方的做法。也对，我们是来找东西的，又不是来帮助外门弟子清理鱼漏的。而且毒粉周围遍布，我身上就没有多少解毒丹，可是药效过了，那可就麻烦了。张元口中自言自语的说道。邢花影一个踉跄，差点没有稳住身形。这么多的毒药，你就带这点解药？你这是根本就不打算留活口啊！意外难免，但并没有太多。离开林间之后，两人很快就来到目的地，找到了遗留下来的储物袋。这是储物袋，看样子应该是外门弟子的，还有着不少血迹，想来是外门弟子被妖兽所杀之时被人偷偷埋着这里的吧。只是看一眼，邢花影便猜出。他转身看着张元，眼神震惊之色一闪而过，心中不解颇多。他怎么知道有储物袋在这里？不过他并没有疑问出声，这里危机四伏，明显不是说话的地方。张元拿起储物袋塞入怀里，趁着四下无人，便和邢花影赶紧离开群妖峰。外门弟子所修行盘踞的地盘，要比张元所想象中的还要大，仅仅只是来回赶路就耗费了不少时间。大地更是早已披上月色柔光，此时已至深夜，夜色让周围变得神秘，让人总是莫名感到不安。但回到熟悉地盘的张元，无论是身体还是精神，都反而变得松弛起来。不亏了，不亏了！虽然毒药都消耗一光，但得到了5个储物袋，这次算是不亏了。撕开脸上面具，张元看着那精致的储物袋，脸上终于露出一丝笑容。哪怕里面什么都没有，光是储物袋本身就足以抵他全部的毒药，更别说里面还有东西。快打开看看吧，说不定有什么好东西。邢花影也是有些好奇，跑了那么远，到底拿了个什么回来？张元也不啰嗦，感知所有储物袋都是无主之物后，便开始滴上血液。随后神识一动，把储物袋打开。第一个明显是个女弟子的储物袋，不仅外表上装饰着精致锦花，里面更是有不少内衣，还散发着淡淡的清香，材质看起来不错，手感柔软如丝，轻薄如雾，让人不禁生出一丝遐想，赏心悦目，但没啥用。张元丢到一边，把目光看向旁边的一堆玄石，如掌柜般仔细相数，563，不算多，但都是免费的，得到就是赚。张元得到收获，脸上笑容不断，索性一下子把所有的储物袋全部打开，把里面的东西一一排列。玄石1800块，3阶灵剑3把，其中2把是战损版的，妖兽精髓和精血众多，还有各种各样的丹药，一时间难以数清。其中最为珍贵有价值的是4阶灵宝灵鱼木珠，它不仅可以隐藏修为，还可以隐藏气息，是偷袭暗算的好东西。好，赚了赚了，这次捡漏算是赚大了。张元脸上的笑容不由自主露出，有了这些玄石，再加上体内的，足够支撑自己突破到运血境。不仅如此，进入到运血境之后，所需要的武器都有了，不要再消耗玄石，其中的精髓也足够自己突破玉骨功第3层，精血也可以用以修炼。剩下的4阶灵宝灵鱼木珠也十分合适自己，方便自己下毒被刺。这些东西和我太有缘了，简直就是为了我而打造。张元看着摆放整齐的物品，不禁感慨出声，脸上的笑容更是多了几分。这一次血赚，原本不富裕的家底一瞬间就充实了许多，把储物袋填得满满当当。要是储物袋有眼睛，恐怕他此时吃的眼珠子都要溅出来了。好东西啊，好剑！欣喜之余，张元摸了摸4阶灵宝灵鱼木珠，又摸了摸3阶的灵剑，越看越觉得爱不释手。这么多好东西，你不表示表示？不合时宜的声音打断了张元的感慨。邢花影坐在一边，神情悠然，看来这么多好东西，他这个被指使了一路的打手也想要分羹一杯。当然要表示。张元仿佛心领神会一般，缓缓朝着对方走去，对着无瑕的脸蛋就是一吻。木马，一个浅浅红印出现在邢花影脸上，她微微一愣，脸上情绪变化，错愕、不解、疑惑到震惊、难以置信，咬牙切齿，看起来极其精彩。好剑，绝世好剑！他心中对此评价。不过他看的并不是3阶灵剑，而是张元的面孔。对了，那些精髓还能退不？我感觉有点多，用不完了。张元对着邢花影笑着说道。
邢花影也笑了，笑得十分明媚。只不过她脸上的笑容越是动人，拳头上的寒气就越是动人。很快，张元就从房中走了。不过地面太滑，他是滚出来的。说归说，闹归闹，该给的东西还是要给。好歹师姐也是当了一路的打手，解决了不少的妖兽，其中还有不少3阶的妖兽。要不是对方想要拿到这些好东西，恐怕真是没那么容易。最后，张元还是留下500玄石以及不少用以修炼的丹药给对方，至于剩下的全让他独吞了。接下来的时间里，张元如同往常一样，开始了一如既往的修炼。每日早上去到矿洞中，等待着几个监工挖矿给自己，晚上则是独自修炼。有了充足的资源，张元现在的修行速度可谓是日行千里，特别是玉骨功的速度，有了精髓之后，每日便都是另一个样子。魔功不愧是魔功，修炼进度和平常地功法简直就是云泥之别。只要再过几天的时间，就可以把玉骨功第3层给彻底练成。到时候自己的肉身足以抗衡运血境，也算是半只脚踏入外门弟子了。张元感觉外门和自己的距离只是咫尺之间，随后便可触碰到。到时候进入外门，参加1年后的宗门比试，进入福地中领悟机缘。要真能得到个好机缘，说不得从此一飞冲天，踏步青云，走向人生巅峰。到时候进入通玄宗的高层当中。至于真我教不好意思呀，咱真不熟。不过话说回来，要进入外门弟子行列，不仅要突破运血境，而且还要积累足够的任务次数，得到一定的贡献点来着。靠着天赋直接进入外门或者内门的，不需要那么多乱七八糟的规矩，但没有天赋只能熬时间的记名弟子，要想进入外门只能如此。当然最重要的是自身境界，至于任务这些不过是时间问题，境界够了，其余都是小意思。张元摇摇头，把突然之间漂浮的心绪拉回，继续吸收骨髓，修炼玉骨功。他大口大口地吞下一块块妖兽精髓，身体不断汲取，功法不断运转，大汗淋漓的肉身上不断有流光游走，迅速地强化着他的每一块肌肉。半晌，他才缓缓吐出一口浊气，下床起身。接下来是矿场，时间如良驹，一跃而过白昼。3天时间眨眼便过，张元的玉骨功离3层攻城只差1步之遥，只需再有一些时间就可以突破，成为堪比运血境的强者。而常百飞也在青角妖兽中回来。一般矿场中青角妖兽都是管事们的工作，很少有记名弟子参与，其中危险性极高不说，一些矿场深处本就拥挤，人多起来也是难以展开。可这次新来的管事不知是想要立威还是惜命，偏偏就叫上了许多监工，结果可想而知，监工死伤不少。张元站在人群中，看着一个个如斗败公鸡一般，脸上神色暗淡的监工，每一个都是灰头土脸的，身上挂着伤痕，几乎没有完好无损的，甚至不少都缺胳膊少腿，被人抬出来。至于剩下的没有从矿场出来的，应该在妖兽肚子里。看着如此，张元不禁感到侥幸，还好我们那片矿场是归师接管，要是像这样的话，可真就麻烦了。要是有这种货色来当管事，指不定哪天就死在妖兽肚子里。要不是邢花影罩着，他也不会能大张旗鼓在矿场中吸收那么多玄石。吃着软饭真香，要是能多吃几碗那就更好了。张师兄，常百飞出来了。旁边的李良惊呼一声，语气中满是失望。失望？当然是失望对方还活着。张元朝着对方的方向看去，果然看见常百飞正灰头土脸地走出，不过看上去除了狼狈以外，全身上下却没有什么太大伤口。而他手底下的监工就不好说，除了3个，剩下已不知踪影，其中还有2个断臂，脸色苍白如纸，已失去了修道之路。还好没跟着去。这次出来的监工都不到1/3，跟着常百飞的更是惨不忍睹。李良与身边几人大呼侥幸，只感觉心有余悸，与死神擦肩而过。他们的实力和那些监工差不多，要是进去了，恐怕也是凶多吉少。常百飞似乎变得敏锐许多，只是抬头一转眼就发现了张元等人存在。他咧嘴一笑，径直走向张元。在矿洞中，他可是吃足了妖兽的戏耍，好几次都差点死在妖兽嘴里。要不是他身边有不少人肉挡板，他能否活着回来都十分难说。此时满是郁气，已经难以忍耐，迫不及待地把心中的郁闷全部发泄。张师弟，好久不见，不知这几天过得可还好？常百飞与皮笑肉不笑地说道。灰头土脸的他看起来就像是土拨鼠，还是个邪恶的土拨鼠。师兄活得很好吗？看来运气不错，不过身后几位就没有那么好运了。想必师兄还能活着，他们这些作为肉板的作用可不小吗？张元脸上挂着似笑非笑。常百飞身后几人沉默不语，也没有反驳，似乎已经回答了张元的问题。常百飞嘴角抽搐，脸色逐渐狰狞。我希望等下你牙齿被扒光的时候，你还能笑得那么开心。你们几个先回去养伤，我和张师弟独自聊一聊，好好叙旧。最后一句他明显对着身后3人说完，他转身就走，而张元也没有说话，独自跟在对方身后，直接离开了这里。上次在执法院的遭受毒打，以及张元所说的话明显起到了效果。此时常百飞也不敢光明正大的重伤弟子，避免再次被执法院找上门。不过明面上不行，但只要没有任何人看到，就不算明面了。这样也好，
到时候挑断他的四肢，再给他把我在执法院受到的全部施展。反正他只要有一口气在，有没有人作证，执法院也拿我怎么样。常百飞眼神中闪烁凶光，只要你想到对方接下来凄惨的样子，他迫切的心情就快要按捺不住。他的脸上不由闪过一丝快感。等走到无人之境，常百飞更是迫不及待转过身，眼中的杀意全部显露。张元，你看来是已经活腻了，什么时候还轮到你这个下等贱狗敢来带头反抗我？你配吗？你的实力配吗？仿佛要把这些天的郁气全部发泄，常百飞脖子青筋绽开，大声嘶吼，狰狞扭曲的脸色丝毫不加掩饰，气势猛然迸发，炼骨后期的灵气在宣泄，在空气中肆虐开来。他一步一步朝着张元走来，丝毫没有把对方放在眼里，想要以碾压之势彻底打垮眼前之人。你不过是一个刚刚突破到炼骨境的废物，你哪里来的胆子？是什么给了你错觉，让你觉得我的实力也不过如此的？常百飞大声咆哮，灵气盘旋的拳头猛然轰出，爆发出千钧之力，把炼骨后期的力量展现得淋漓尽致。而张元好似被吓傻了一般，呆呆站在原地，连躲避都无法做到。势大力沉的重拳直直打在他的胸口，可下一秒，常百飞却不由一愣，张元依旧挺立站在原地，一步都没有后退，而他仿佛出现错觉一般，拳头竟隐隐传来痛感。那强烈的痛感让他突然想起自己在矿洞中击打三阶妖兽时一模一样。恍惚间，脸上不由出现一丝错愕，心中不好的预感隐隐传来。说好了是炼骨初期呢，说好了刚刚突破没多久呢，这肉体强度简直快要比得上那些三阶妖兽了，这还怎么打？常百飞暗觉不妙，想要后退，只是下一秒，自己的手便被一股强力拉扯住，就像是铁钳牢牢抓住。他无论怎么挣扎都难以动弹。紧接着一阵劲风袭来，一个金光闪烁的硕大拳头如大步奔袭而来的猛马，狠狠砸向常百飞。顿时鲜血四溅，大量的血液随着口鼻飙溅而出，夹杂着口水和碎裂牙齿混杂一地。常百飞只感觉脑袋嗡嗡作响，好似被撞击的铜钟，一阵昏头转向，踉踉跄跄好久才稳住步伐。就这张元一愣，一脸古怪地看着对方，口气那么大，结果一捏就碎。张元真没想到对方居然这么搞笑，一拳就直接给干倒了。要不是地上的鲜血以及对方残破的口鼻，他都怀疑这不是真的。合着说了那么多废话，全靠这嘴上输出，就忘了怎么出招了？是不是去清剿妖兽，没有被妖兽吃了身体，反而把脑子给吃了？常百飞也十分郁闷，按理说他没那么弱才对，好歹也是步入炼骨后期好几年，也算是老牌的高手，不会连他一招都接不住。就算打不过对方，最起码撑个一时半会应该还是可以的。可他刚刚从围剿妖兽出来，身体本就是最为虚弱的时候，灵力严重不足，而且最为重要的是他严重低估了对方的实力，所以并没有将张元放在眼里，只想着一心发泄从矿场中带来的郁气，没想到对手却如此强悍。你怎么会突然变强那么多？心中的惊愕让常百飞忍不住发问。明明只是初期，力量却大得出奇，哪怕是后期的他也难以匹敌，对方是怎么做到的？这样的疑问不断在他的脑子里盘旋，但张元哪有这个心思回答？趁他病要他命，只管欺身而上，身上金光流转，他眼神一凝，对着那错愕的脸上打出无数次重拳，拳拳到肉。常百飞奋力抵挡，可抵挡在身前的两只手臂却如同遭受重锤，皮肉不断的撕裂，骨骼痛苦的呻吟让他的面色变得痛苦扭曲。可狂风暴雨般的猛攻并未结束，狂暴的灵力如洪流般肆虐，不断摧残着他的两只手臂。咔嚓，沉闷的声音响起，常百飞的两只手臂竟被硬生生打断，在两侧无力耷拉下垂。趁着空门大开，金色拳头再次挥出，猛然砸在常百飞的心口上。顿时，常百飞如破败的玩偶，直接倒飞而出，重重摔在地上，嘴角的血水不断从喉咙溢出。慢着，慢着！强忍着窝心的疼痛，常百飞不顾口中鲜血流出，连忙大声呼喊。他冷汗直流，自知已是强弩之末，此时的他绝对不是张元的对手，再打下去已经没有必要。这次我认栽了。常百飞十分干脆地说道。不过你也别得意，只是我状态不佳，并不是因为你有多强。等我伤势好了，我会再来找你的，到时候就不是这样了。这次在矿场中遇到危险重重，但他也并非没有收获，至少他已经摸到了运血境的边缘，只需假以时日，他就可顺利突破。到时候对方绝对不是他的对手。常百飞已经想好，无论对方怎样对待他，是想要打断他的四肢，还是要羞辱他，他一定会把这次的屈辱千百倍奉还。只是他没想到张元就没打算好羞辱他，更不会直接打断他的四肢。你当这是郭佳佳呢？我从来没想过你会这么幼稚，都到了这个时候还想着以后报复我呢，就不能想想现在连武器都不拿？你平时就这么勇的吗？还是这么小看我？张元淡笑一声，脸色变得森冷，他突然上前探出手，一手抓住对方断裂的手臂，牢牢捏紧。于是同时，一把长剑在他另一只手中忽闪而出，剑锋寒光四射。只是轻轻一挥，常百飞那原本被打断的手臂便被高高抛起，嫣红的鲜血肆意飞溅。常百飞脸上猛然一变，
撕心裂肺的疼痛，冷汗直流，脚步连连后退。一瞬间，常百飞突然明悟，对方从一开始根本就从来没打算让他离开这里。他的眼神中满是难以置信。你怎么敢？你怎么敢在宗门中杀死同门弟子？你不怕被门规责罚，同样被处死吗？常百飞声嘶力竭的大喊。就算是他之前也从来未敢蔑视门规，直接杀死一个记名弟子，都是暗暗下狠手，让那些人不堪其辱自杀，或者任其自行死去。他没想到张元这么大胆，谁知道呢？你到底是被雷劈死，还是摔死的，还是不小心被蚂蚁咬死的？谁又说得清呢？张元的声音悠悠，如暗中的鬼魂，他的脸上似笑非笑。你说执法院，信我还是信你？你个欺压同门的惯犯！闻言，常百飞因为失血过多而变得苍白的脸色顿时更是惨白几分。他如遭雷击，呆呆愣在原地。是啊，尽管不少人知道他和张元约斗，他要是死了，对方绝对脱不了干系，但这里又没有人证，又是他主动邀约，他又是一个被打上标签的惯犯，其中可以拉扯的空间非常大，说不定对方只需要挖矿1个月就可以免除一切罪责。对方不是开玩笑，他是真敢杀死自己。想明白这个道理后，常百飞面无血色，心中惊魂失魄般不停颤抖，一股名为死亡的阴霾如同一双黑暗大手把他的世界全部笼罩。不对不对，你不能杀我，我还有很多玄石都可以给你，我每个月都可以把自己的玄石全部给你，全部给你，还有那些监工的，他们的玄石也都可以给你，让你玄石无数。常百飞变得语无伦次，惊慌失措，想要把心中的话1秒钟全部说完，试图让那双死亡的手从头顶挪开。当张元怎么会放过对方？这可是光明正大杀死对方最好时机，他怎么会错过？都到了这个时候，还想着那同门的玄石，你是想把我笑死？该死的东西，这个时候还想反杀，绝对不能留你！张元冷哼一声，手中长剑落下，3阶的灵剑带着本属于他的锐利，轻松便划开空气，把对方切开2半。常百飞嘶吼声戛然而止，更大的瞳孔变得暗淡无光，被血泊所淹没。张元从储物袋中取出一些特液体道，像尸体，顿时尸体被蚕食消失，只剩下一个储物袋，空荡荡放在哪里，竟等着有缘之人。接下来是收获时间。人无横财不富，马无夜草不肥。刚吃过甜头的张元深知这个道理，不过对于常百飞的储物袋里面是否存放有好东西，并不抱有太多的希望。张元打开一看，里面最有价值的是200多块玄石以及5瓶运血丹，其余的就是一些2阶妖兽的精血以及一些低等级的丹药，基本没有什么用处。对了，还有一柄满是卷口的长剑，看起来已经在报废边缘。就说怪不得没有把武器拿出来，原来是早已经就废了。看着报废的剑，张元恍然大悟，同时不免感到有些好笑，自己在常百飞心里的印象到底是有多懦弱胆小，让他勇到这种程度。不知道印象会害死人的吗？解决完这个祸害之后的这段时间就会变得清静许多，接下来可以安心突破了。张元把储物袋塞进怀中，看着被蚕食消失变得只剩下空气的常百飞，不禁拍了拍头，可惜忘了告诉师兄，师妹已经被拿下了，我会好好照顾对方。要是师兄知道这件事情，9泉之下应该会笑得很开心吧。想到小家碧玉楚楚动人的师妹，张元的心就不由一荡。不过唯一美中不足的是师妹资本太薄，没有师姐那么大的良心，而且还挺弱，无论是大碗米饭还是馒头都无法让她吃上一口软的。希望这个师妹之后能给点力，让我这个师兄也吃上一口软饭。张元这样无耻的想。另一边矿洞中，李良4人奋力挖着矿石，不断挥舞手中铁镐，可脸上却写满了心不在焉，似乎每个人的心神早已随着飞溅的尘埃远去，不知所踪。常百飞回来了，而且还是完好无损的回来，这是他们不想看到的。可事与愿违，不想发生的事情还是发生了。现在只能寄希望于张师兄，希望他能够应对这个完好无损的常百飞。至于有多少希望，他们也没底，毕竟那可是炼蛊后期的强者，光是站在那里就让人感到压迫十足。当真正面对这样的强者，他们心中的底气就不由弱了几分。而张元呢，不说也罢。4人沉默无声，矿洞中只剩下铁镐和石头相互碰撞的声音，压抑的空气让他们汗流浃背。直至张元走进来，4人紧绷压抑的精神似乎找到了松懈口，下意识就开口问道：“张师兄，你来了，怎么办？”常百飞回来了，这下子还如何对付他？话刚刚问完，他们就集体愣住了，因为他们才想起常百飞和张元已经一同离开过，早已过了想办法的时候。只是他怎么这么快回来了？难道事情发生了转变？他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不过张元还完好无损的出现，让他们看到了希望。张师兄，莫不是常百飞达成共识了？难道常百飞手下监工减少，就决定原谅我们了，要给我们一次机会？是因为执法院的原因，还是说以后还交给他多少玄石呢？一个个迫不及待地问道，心中的猜疑连接不断，瞪着一双双铜铃般的大眼睛望着张元的面孔，希望他给出答案。张元看着他们，脸色露出不解。什么常百飞？你们一个个的到底在说些什么？我们从来就不认识什么常百飞，
更没有和他们达成什么共识。至于约斗什么的，更没有发生。四人一脸疑惑，不明所以，怎么好端端的开始胡说八道起来？难道他真的封了为首的李良心里一震，十分不解。直到他看到张元手中的储物袋，那个储物袋好像就是常百飞的，还是用他们手中的玄石众筹购买。一瞬间，他瞳孔猛地一缩，所有的不解全部化为了惊喜，仿佛一张大饼砸进了他的嘴里。他脸上露出笑容，笑得合不拢嘴。对，我们从来不认识常百飞，他和我们一点关系都没有。一边说着，他一边示意着三人。刹那间，一双双眼睛锃得发亮，冒着金光，死死盯着储物袋。对，太对了，根本就不认识。不说什么长长短短，我只知道张元师兄，张元师兄才是众望所归。难以抑制的笑容已经不由自主挂在脸上，都快要咧到耳根边，仿佛是遇到了第二春。一个个早已没有刚才的愁容满面，变得精神焕发。要不是地方狭小，说不定这几个人在这里载歌载舞也说不定。直至张元带着玄石离开许久，他们脸上的笑容依旧难以平息，也难以从这件事中回过神来。常百飞就这样没了。我记得两人离开不到一炷香的时间，他就这样没了。他们突然之间有种不真实的感觉，他们千想万想，想了无数种结果，就是都没有想到张元会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就直截了结对方。一个被他们视为强者，难以逾越的炼蛊后期强者，就这样轻易被解决了，好似一条鸡被拧掉了脖子一般，都没有一点波澜出现。几人看着那早已离去的背影，突然之间感觉变得神秘莫测起来。又是丰收的一天，来矿场一趟，体内又多了200块玄石。再这样下去，体内的玄石就已经足够我突破到运血境了。张元喜滋滋踩着地上的碎羊，携带着脚下的影子走向阁楼，打开古朴木门，与晨光走入门中。张元脸色突然变了一个样子，师姐，又有人不小心撞到我剑上了。通报，记名弟子常百飞嫉妒同门弟子张元，因偷袭未遂，在打斗当中不慎跌落悬崖，生死未明，并未寻找到尸骨。张元虽是自卫，但出手过重，导致病举发生，遂鞭罚100。原来是已经死了，怪不得青角妖兽出来后这么就突然不见了。可惜了，这么好用又勤快的工具，突然就自己给消失不见了。矿场中，新来的管事萧凌风看着通报，淡然的脸上随意说道：“是啊，有点可惜了。”旁边另一名管事也是微微一笑，他语气轻松，并不把这件事情放在心上，哪怕对方之前帮过他的忙。可记名弟子终究是记名弟子，和他们之间可是有着难以逾越的沟壑。不过一个工具随时可以替换，至于要替对方报仇，2只蚂蚁打架死了也就死了，哪有人去专门为1只蚂蚁报仇的？不过话说回来，这个张元倒是不错，居然能斩杀了常百飞。既然常百飞没了，不如就召见他吧，让他清理清理之后的矿场妖兽。管事捏起一块灵果放入口中，一边嘴里不断嚼动，一边随意的说道：“张元。”萧凌风眉头微微一皱，他好像是邢花影那边的人。管事铁石咀嚼灵果的嘴一顿，他想了想，随后摇头说道：“那就算了，那个女人性格冷淡无情，没必要因为这点小事情得罪她。反正在矿场中别的东西不多，但就监工随便便就可以找出。倒是可惜了，听说他之前只是炼蛊初期，本想问问对方是怎么杀死常百飞的。”闻言，萧凌风也是来了兴趣，原本皱起的眉头又松了几分。如果只是问话，邢花影也犯不着为了这个对我们怎么样。而且话说回来，被邢花影罚上100鞭，想必他和对方也没什么关系。两人自觉分析的很有道理，但结果总是有些出入。张元确实被罚了，不过并未打在他身上，而是打在了邢花影的身上。之前他痛失辣手，打得对方喵喵直叫，可这些两人并不知道。刚打完邢花影回来不久，张元便在屋内软榻上盘膝而坐，他双眼紧闭，神色凝重，周身气息内敛，仿佛与这周遭的黑暗融为一体。在他身前摆放着一块块散发着奇异光芒的晶体，正是3阶妖兽精髓。幽蓝的光芒不断闪烁跳跃，似乎在诉说着它蕴含的强大灵力。玉骨功已经接近攻城，吸收完这些妖兽精髓就可以直接突破了。这门吸血鬼地功法总算要到头了，我也可以到达运血境了。张元喃喃自语，缓缓伸出右手，把所有的妖兽精髓都全部纳入口中，然后一口一口全部吞服。当妖兽精髓落入腹部当中，他只觉一股汹涌澎湃的力量瞬间涌入体内，好似决堤洪水，在他经脉中横冲直撞。张元低喝一声，运转体内的玉骨功，刹那间他的身体仿佛被一层金光笼罩，随着玉骨功的不断运转，光芒逐渐变得柔和，化作一层淡淡的金色光晕，将他的身体紧紧包裹。不多时，他身上的金光迅速褪去，取而代之的是一层温润的白玉色泽。这白玉色泽从他掌心蔓延，逐渐覆盖了他全身，让他变成玉人。而此时的玉人看似易碎，可只需要轻轻一抚，就可以知道其比之前的金色更加沉稳坚硬。终于突破了。张元缓缓睁开双眼，眼中闪过一丝难以掩饰的兴奋与喜悦。他紧握双拳，感受着那澎湃的力量正在体内不断的流窜，仿佛只需轻轻一拳就可以把眼前的空气以及空间全部打碎。当然这只是错觉，不过一拳下来就足以打死昨天的自己，
并且可以打死3个，怪不得大多数的宗门总是喜欢把运血镜当作外门弟子。原来这个境界的力量和炼蛊境相比，真的是天差地别。张元嘴角微微上扬，这种把力量掌握在手的感觉，真是令人迷醉，而且这种感觉越来越让人上瘾。现在的我，已经算是半只脚踏入外门弟子的门槛里了。不过这还没完，再过一些时间，把体内的玄石消化，就可以突破了。到时候玉骨功3层，再加上运血镜，肉身的实力将会更上一层楼。想到这，张元既是兴奋，又是无奈。本以为自己会是剑法高手，可没想到横练倒是先领先一步了。这下好了，师姐又要遭罪了。接下来这段时间，张元并没有去见师姐，而是每日待在矿洞当中，不断的汲取着矿洞的玄石，炼化在自己体内，化作自身的灵力。半个月的时间，张元终于成功突破，成为一名真正的运血境弟子。不过他并没有离开矿场，反而依旧如往常一样，在矿洞中不停修炼，身体仿佛变成了一个玄石仓库，不停地搬运着矿洞中的玄石，直至待满3个月，体内的空间到达了极限，张元才走出矿场。1万玄石，整整装满了1万玄石，这种天赋空间终于装满。后续我的实力提升，或许还会再次扩大，可以装得越多。张元心中暗暗想到。不过现在嘛，既然装满了，也就没有必要在这里逗留了，该去接一些任务，积累贡献点，就可以申请成为外门弟子了。张元眯着眼，吐出一口浊气，他站起身，拍去身上尘土，便径直向着任务阁楼而去。专门为记名弟子设立的任务阁是在一座耸立的大阁楼当中，殿中楼层不多，只有区3层，1、2层分别对应着任务丁级和丙级，至于第3层则是完成任务后的对接。张元目光掠过1层的任务和人群，顺着楼梯走向2楼的任务区。他抬起头，眼前而至的是10块大投影，每一块投影中都显示着许多任务。这里没有人看管，早已刻画好的阵法会自行运转一切。每个人想要接取任务，只需在投影下方中留下信息和领取的任务即可。连记名弟子这等牛马都用上了阵法师所刻画的东西，真是方便啊！不愧是曾经的大门派，哪怕如今稍稍落寞，也是风光依旧。张元心中无限感慨，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要知道在之前真我教当中，他每次接取任务都是面对同门弟子的臭脸，哪像现在连阵法都用上了。张元目光抬望着楼内的投影，想要查找一些合适的任务。以他目前的实力，完成这些记名弟子的任务，那真是再简单不过。但时间和贡献点的多少，还需要他去衡量，相互比较那个最为合适。不过在此之前，先看看系统消息吧，说不定今天的消息会和任务有关。带着这样的想法，张元心念一动，让系统的消息映入自己的眼帘。消息1：真我教圣女外出之时，被通玄宗弟子叶无量算计，吃下了毒药，此时正萌生毁灭通玄宗的想法。看着这个消息，张元眼神眯起，又是真我教，最近在系统中倒是活跃起来了，还是高层级别的消息。不过想要灭了通玄宗，别说他一个圣女，叫上全教都够呛。至于叶无量，好像是捡到大能残魂的家伙，又是一个不好惹的，看起来是某种狗血的剧情，与他无瓜。张元无情地挪开眼睛。消息2：新来的管事萧凌风和铁石怀疑你身怀机缘，决定等你外出宗门任务之时，把你劫杀夺宝。现在的弟子真是不让人省心，动不动就想要杀人夺宝。就这还只是怀疑身怀机缘，到底有没有宝还未曾可知。这要是发生在别人身上，张元顶多只是感慨一声，人心不古。但如果发生在自己身上，张元眼中杀意闪烁不止，得想办法整死这2崽子。张元心神收敛，继续专注着第3个消息，可对方迟迟没有出来，直至过了好一会才终于出现。不过并不是消息，而是一行小字：系统更新完毕，第3个任务可指定选择消息类型方向。一瞬间，张元心中微微一惊，紧接着更是喜不自禁，没想到这个系统还带这样玩。如果是这样，那就更好玩了。我要问到81册残篇的下落，并且是以我如今的实力能够拿得到的。张元心中第一想到这个，问道册对他的帮助不可谓不大。如果没有这个残篇，他的实力绝对不会提升的如此之快。可惜他的要求就宛如泥牛入海，始终没有得到系统恢复，要素过多了。张元再次尝试记名弟子任务中，能得从中得到最好宝物的任务是哪一个？依旧没有消息，系统依旧高冷。记名弟子任务，张元退求其次。下一秒，第3条消息终于刷新。不过消息是出来了，但这并不是张元所想要的。指定消息：记名弟子任务中，丁级165中危险性十足，涉及4阶妖兽。童子，你怎么就听不懂人话呢？我想要的是宝物啊！张元感到伤心了，不过也不是非常伤心，因为指定消息每日可选一个，既然今天的没有，那就明天再试试。我有的是时间等待，反正离宗门大比的时间还有9个月，足够我积累够多的贡献点。正好也想想办法，该如何安置那2个打我主意的小崽子。张元忍不住如此想到，他做人一向来将就原则，有恩改日有能力再报，有仇就要天天报。接下来的这段时间当中，张元的每日的时间会回归到3点当中。矿洞中算计管事在家修炼调戏小师妹和刷新消息。第1天指定消息：丙级135
其中估算错误，实际难度是外门弟子才能完成。第二天，指定消息丁级632，其中任务地点不远处有一株灵草，价值10块玄石。第三天，指定消息丙级1，任务当中涉及欢和魔教，有几率被吸干。第四天首见，指定消息问道册残篇之一，被星渊魔主烛龙所收藏，已老实。第五天，指定消息丙级669，月华山的月江中竟然有一只月江拥有天赋。张元眼神一凝，放出金光，立即向着任务阁赶去，以最快任务冲上2楼当中，查看起上面的任务。丙级669在月华山当中收集10滴月光精华，贡献点80，时间限定10天。张元看着一知半解，只能细细查看内容注解以及月华山的情况。月华山其中存有大量的2阶妖鬼月江，以及还有少量的3阶妖鬼血江。杀死2阶妖鬼月江，极眉心处会存有月光精华，可用炼丹静心。眨眼之间，他把文字迅速扫完，没问题，可行。张元不再犹豫，立即拿出记名弟子身份证明贴在投影之处，很快就把任务领取出来。看着已经消失在投影中的任务，张元平淡的嘴角不由微微勾起。天赋，又是一个天赋，虽然还不知道是什么天赋，但是无论如何先拿到手再说。多一个天赋，多一条出路。从天赋身上尝到了甜头，张元自然不会放弃这个未知的天赋，哪怕这个天赋毫无用处，他也不亏，反正就当做任务，顺手为之。而如果得到好天赋，那么就是血赚。张元闭上双眼，感受着身体内那已经从暗淡中恢复光彩的问道册卷轴，内心中不禁一阵火热。机不可失，失不再来。这个突然出现的天赋必须要有一个好的归宿，怎么能被妖鬼所拿走？不过在此之前，不如先把那2个管事给先弄死得了，免得其中又有变化。张元眼神一闪寒光，蠢蠢欲动。天气晴朗，无雨。早早做好准备的张元开始走出宗门，向着月华山而去。和在真我教时出门不同，不需要在阴暗角落里鼠窜，这里可以大摇大摆。永月王朝开国之时，曾许下王朝与宗门共治天下，而通玄宗也自在其中。在飞云府的地盘上，通玄宗只手遮天，如蛛网般操控任何事情。府主和官吏的任命，军队的选拔，各种小门小派都和通玄宗脱离不了干系。而他一个通玄宗之人，哪怕只是小小的记名弟子，也自然可以大胆横行。张元骑着母马，表情悠然。既然好不容易出来一次，就来多看看，欣赏欣赏这里的美景，顺便再买些礼物回去。这么久以来，他从来就没有给师姐和师妹送过任何礼物，所以他决定好好精选。师姐吗？什么都不缺，倒是衣物却不见多，不如送她一些漂亮的衣物，保暖兔装、纸裙。最近天气变冷，到时候再送上给师姐保暖。豹裙也不错，风格也挺合适师姐的，可以考虑一下。张元想得很是周到，他都有些迫不及待，想要看到师姐穿上他的礼物后，那该是如何场景。一想想就有些小激动。至于雨林轩师妹，这下张元就犯难了。他和师妹关系越发亲密，但也没有亲密到只手知道隐私的地步。对方的身材他把握不清，思索许久，依旧未果。既然如此，张元也只好寻找一些身材相似雨林轩的少女问一问。只是想要找人问，当然不可能随随便便在大街上拉起良家妇女就问，这和耍流氓有什么区别？张元是这种人吗？显然不是，要来就来合法合规的地方，而且为了确保准确，自然不可能只问一个。于是只有一个地方最为合适。大爷，里面请。大爷，快来啊，好心人，快帮人家挠挠痒。迎春楼中荡漾销魂之声不断，面若寒春的女人们一个个轻扭腰肢，娇声浅笑，眼神中透着勾人的妩媚，朱唇轻启，吟唱着令人心痒的轻哼，让阁楼中的空气都变得燥热粘稠，胭脂香味令人迷醉。张元深呼了口气，面色凝重，仿佛眼前的场景并不是艳色生香的温暖乡，而是妖魔鬼哭。但为了师妹，他还是决定闯上一闯。为此，他还特意戴上了人皮面具，褪去了往日穿在身上的记名弟子衣服。张元心中感慨不已，为了博得师妹一笑，我只能忍痛勇闯这种吃人不吐骨头的地方。师妹要是知道我如此为她付出，不知道会作何感想。为了不太过心疼我，还是选择隐瞒，不要让她知道罢了。说罢，他毅然决然向着地狱般的魔窟走去，带着一去不复返的决心。不远处正偷偷监视着张元的2人，却是被张元搞得一愣一愣的。萧凌风和铁石对视一眼，满是错愕。礼物青楼，明明是2个不相干的东西，却硬生生的被张元整在了一起。买礼物买到青楼来了，不得不说，张元真的是世间罕有的极品。妈的，这小子真是人才！本以为又是伪装又是换衣服的，还以为是有什么可探究的秘密，没想到居然是去嫖。嫖就算了，还说得那么凛然大义，这小子真是厚颜无耻到了极点。铁石忍不住破口大骂。对方刚刚出宗门之时，2人就已经暗中尾随，监视着对方的一举一动。在暗中监视了半天，本还高兴的以为对方露出马脚，把秘密一探究竟，没想到这个秘密居然是这样的秘密，简直白高兴一场。小声点，别被他发现了。萧凌风眼神中也闪过一丝失望，但转眼间又露出一丝玩味。他摸着下巴，
若有所思地说道：“想不到这小子也是个风流人物，刚才又是师妹又是师姐的，看起来对方风流债不少嘛。如果询问他之时，他不配合，到时候可以用这个作为威胁手段。修道之人往往都是硬骨头，但再硬的骨头也总有柔软之处。这一招他们屡试不爽。你确定他身上有机缘？”铁石盯着那道消失的身影，不确定，但广撒网总有余。既然有预感，就可以尝试一下。万一真有天大的机缘瞪着我们，况且就算他身上没有机缘，但玄石总有不少吧。萧凌风嘴角勾起，露出笑容。无论如何，他们都不会亏。现在只需要等到张元出来即可。只是这一等就等了3个小时，再一等就是天黑时刻，再等一等已经是天色渐晓。妈的，这小子不会死在女人肚皮上吧？怎么现在还没出来？铁石眼神冰冷，面色不善，他盯着迎春院大门，冷哼道：“要我说，直接把他拉出来，打断双腿提走，到暗处中询问即可，何必搞得如此麻烦？”足足在暗中等了1天1夜，他的耐心早就随着时间被消磨了大半。特别是想到那小子正搂着小妞睡着软床，他们却被风吹雨淋，就好似等待少爷的小厮，却要干等着对方办事，只能站门口过过而已。原本运血尽，血气方刚红涌，他站了1天，浑身燥热难受，却只能像被妻子偷了人的丈夫，把守着外门，进退不得。不妥，不妥！如今人多眼杂，又是在通玄门脚下，难免会出现意外。萧凌风脸色同样挂着不耐，但心中依旧冷静，沉声说道：“等着。”他就不信对方能一辈子待在里面，他总有出来的时候。而正如他所言，张元不可能一辈子都待在里面，早早就走出迎春楼，开始赶路。两人心中一喜，正等待时机，准备随时动手，可却发现张元摘去脸上人皮面具，换上属于记名弟子服装，随后竟然以护镖的身份混迹在一众商甲车队当中。要不现在就动手！铁石的拳头已经按耐不住，不行，绝对不行！车队当中强者不少，运血镜都有好几个，不宜出手。萧凌风语气坚决，这是飞云府，谁也不会眼睁睁看着通玄宗的弟子被抓。如今车上最重要的不仅仅是货物，还是张元这个记名弟子。要是张元没了，那些运血镜高手也逃不了被追责，所以无法动手。两人黑着脸，却只能看着张元就在眼前，而却只能跟踪在后。又到了另一座城，又到了另一处迎春院，又到了张元询问尺寸的时候。两人眼睁睁看着张元大步摇摆，搂着2个腰肢曼妙的花娘上楼。客官，您看这面生，想必是第一次来我们店吧？我保管服侍您，到非常满意为止。包间中，花娘身着一袭月白色薄纱罗裙，口中吐息兰花。她眼含秋波，睫毛如蝶一般微微颤动，眉宇间尽是魅意。纤细的手指点在张元的胸膛上，4条皮的小蛇不断地游走滑动，试图牵引着那跳动的心。哦，张元一下子来了兴致。这么说，你这里好评如潮了？我可是很挑剔的，那我倒要看看你能不能完成我的要求。闻言，左侧花娘媚眼如丝，媚态眼神里闪过一丝自信。像这种有要求的客人，她见多了，早已经有了丰富应对的武学经验，什么舞姿她都不在话下，轻松完成。既然这样，那就先扎个马步吧。啊，不会吧，连扎个马步都不会，还说你什么要求都能完成？张元面露失望，花娘面露意外，但很快就恢复，轻抹胭脂的脸上言笑盈盈。看来客官真会玩儿，又开发了新的招数，用来对付我这个弱小女子。她轻轻叹息一声，语气幽怨，好似弱柳被强风所欺，无奈低眉折腰，让人不禁心生怜惜。说着，她有模有样扎起马步，面露苦涩，却早已在心中做好准备，等待狂风暴雨的降临。可这一等就是一个时辰，花娘脸上的媚态无影无踪。雨来了，但是汗如雨下。她从期待到不解，再到茫然。然后呢？然后呢？扎完马步然后呢？你来这里就是看扎马步的？花娘双腿打颤，快要到了极限。就在这时，张元也终于开口：“你和我的一位朋友身材很像，我想问一下，你的衣物尺寸是多少？”终于来了，这句话他足足等了1个时辰。别说身材像这种借口，就说是眼屎像，花娘也含泪认下了。她脸上的不耐烦尽数消失，水光流转在眼眸中，不停地荡漾涟漪，用娇媚的声音缓缓说道：“要想知道寸尺，那客官不如亲自试试，尝试着丈量1、2，说不定还有别样的收获哦。”张元摇摇头，直接拒绝。他真的只是来探查尺寸的，目测也是即可，剩下的是对人体韧性的好奇。客官，您摸摸吧。花娘脸上挂不住微笑了，只想结束一切。不摸，那我可以停了。不停，要不换个？不换，我不要钱了，换一个吧。不要钱就更不能换了。这下子，花娘脸色真的垮了。房门中传出轻声哭泣，她哭了，真的哭了。哪有变态，一下子让人站1整天马步的？这简直就是折磨人。等花娘走出房间，已经一脸苍白，泪流满面，双腿难以走路，是直接爬出来了。真不怕出人命啊！快要把花娘整死了。早已经进来准备一探究竟的两人冷吸一口凉气，脸上的不耐化作了震惊。这强悍的天赋快要溢出来，铁石心中的嫉妒和恨
以及等了2天2夜的暴躁，瞬间在此刻爆发。等到询问之时，把他其余肢也给砍了。等了这么久，就是因为这种多余的东西存在。他低着头，咬牙切齿地说道：“你不说，我也会这么做。”萧凌风沉着脸，看起来比锅底还黑。任谁刚刚近距离听了1天墙角，哪怕是再好的耐心，也变得暴躁。沉坐冷静，早已被怒火燃烧殆尽。此时的他恨不得拿起长刀，把张元切成千万小块用来喂狗。只是没想到，走出阁楼的张元再次重复刚才的手段，专门找上那些拥有运血境高手的商贾车队，硬是让他们等不出机会。硬了，拳头硬了，比龟公的龟壳还硬。他是不是早就发现我们？要不直接换上伪装，直接行动，很快就好。铁石耐心已经耗光，不可能，一个炼骨期哪怕再强，也不可能发现我们。萧凌风摇摇头，顿了顿，他再次说道：“不急，只有最后一程了，剩下的他想走也走不了。都等了这个时候了，要是突然行动，那之前的等待都是笑话。特别是之前等着对方做这种事情，更是笑话中的笑话。与其这样，还不如一等到底。而且接下来这座城很特殊，或者说欢快逍遥的地方很特殊，走过这里就快到月华山了。”张元仰望着高然耸立的城墙，随后开始找个没人地方伪装，而后向着繁华区域走去。再看这一次就差不多好了，就能目测准确结果。这个礼物一定和师妹甚。张元喃喃自语，踏入莲花楼阁中。这里和寻常青楼大相径庭，往来侍奉的女子举手投足间接透着一股灵动与飘逸，绝非寻常脂粉可比。这些花娘看似柔弱娇美，可体内灵力波动隐晦却磅礴，竟都是修道之人，其中竟还有不少炼蛊境界。这就是莲花楼的特别之处，乃是白莲门所开创。白莲门所修乃是净世之道，门派追求净化世间邪恶以及一切污秽，净化世间，而花楼就是污秽至极之地。因而加入白莲门的弟子都会凡尘俗世，来到莲花楼当花美娘。这一门派的出现就引起轰动，虽是旁门左道，却受众欢迎。白莲门和那些魔道欢合宗不同，从来不汲取精魄，更不会损人道行，是合法合规的正道行为，收费还很便宜，活也好，来过的人都说性价比很高。这个宗门堪称菩萨在世，简直是造福了整个修道界。张元正暗自思忖感慨间，一位身着月白锦缎轻纱妇面的女子款步而来，身姿婀娜，每一步都似踏在云端，不带丝毫尘世浊气，好似出淤泥而不染的白莲。公子，楼上请。女子朱唇轻启，声音如黄莺出谷，清脆悦耳，却又暗藏几分空灵。张元微微眯起双眸，心中暗自惊叹，回想起往日所见的庸脂俗粉，不过是些涂脂抹粉、矫揉造作之辈，与眼前这些风姿卓绝、灵力傍身的花娘相比，简直是云泥之别。他一边搂着少女曼妙的腰肢，一边不禁感叹着修士身体之韧性，果真不是凡人能比。愉悦之间，忍不住大声说道：“今晚的消费由白公子买单。”此话一出，顿时引来修士纷纷响应。白公子大义，白公子豪爽，多谢白公子。虽说这里消费不算贵，但是白嫖更加令人愉悦。伪装在一处的萧凌风与铁石相互对视了一眼，不由相视一笑。几百上千的玄石说花就花，看来这次猜对了，他绝对有机缘，而且机缘要比想象中的要大。萧凌风嘴角不禁暗暗一勾，铁石也变得激动起来，似乎想到了玄石已经源源不断出现在他的怀中，令他数之不尽。既然如此，绝对要贴身看着他，绝对不能让他离开我们的视线。说着，他迫不及待跟上了楼，选择了张元所在的最近的包间。你只是监视，我都不好戳穿你。萧凌风笑笑不语，也随之上楼。当了2天的听门小厮，也心中的火气也是大涨，正没地方发泄，他也该清空自己的心情。至于张元，以张元的秉性以及耐力，可能又是要带上1天。萧凌风不可能再继续听上1整天，而且以他运血中期的耳力，对方一开门，他就立即可以知晓。所有一切尽在掌握之中。人在什么时候最虚弱？这个回答没有标准答案。常病不起之时，重伤昏迷之中，续剑未出之际。不过此时此刻，2位依旧在忙活的管事应该是处于这种状态。房间中的男人注意力集中，铁石面色赤红，血色上涌，全神贯注着盯着眼前，并不知道房中多出一道身影。跟了这么久，终于上来了，也不枉我之前在青楼当中硬是选了2天2夜的礼物。张元暗暗微微一笑，之前他就想着如何解决这2个管事，可一直没有太好的机会。2人都是运血中期的强者，单论肉身的话，张元并非不是对手，但他如今还未进入外门，并没有学得武技杀招，贸然动手风险很大。而且2人一直在一起，打赢了也未必能同时杀死，说不好会被跑掉，所以正面硬刚明显不智。于是他花了2天2夜，来了一招请君入瓮，没想到还真的挺好使。憋了2天2夜的2人根本就不假思索，立即就兴致冲冲开始冲突。现在应该可以动手了。张元喃喃自语。就在刚刚，他在自己房中吹了点玉欢散，让那个女菩萨开始沉醉，陷入左右互搏、独自吟唱当中。而趁着所有人都在享乐当中，狼岛无人之际，他趁机潜入。他的每一个动作
都无声无息。怀中的灵鱼木珠把所有的气息全部抹去，连灯下的影子都难以察觉，似乎连空气都没有察觉有人经过，依旧若有若无的游荡。4阶的灵宝，哪怕是血窍境高手都难以察觉得到，更别说他一个运血境。铁石根本就无法察觉，依旧在行乐当中乐此不疲的做事。就是现在，张元眼中寒光一闪，手中的长剑泛起一丝冷厉，直直指向铁石的喉咙。刹那间便已抵达，铁石只感到一阵悸动，对死亡的预感令他不知不觉当中身上的汗毛都开始竖立。他想要做出反应，可如今却正是难以抽出身来之时。他的行动受到莫名掣肘，难以自如挪动，瞬间之时无法反应。噗！利剑从侧身没入脖颈，轻而易举贯穿，染红的剑尖闪烁着猩红血珠，大量的嫣红随着伤口不断流出。铁石的动作戛然而止，瞪大眼睛，眼中满是不可置信。他张了张嘴，似乎想要说些什么，可喉咙里出来的竟是猩红鲜血。管是铁石死于床上。张元左手握拳，一拳打晕惊恐的想要尖叫的花娘，顺便拿起尸体的储物袋，随后转身就走，动作极其干净利落。整个过程不过几个呼吸之间解决。下一个，张元手中长剑陡然一转，剑身浸染的血液尽数洒落于地，身影悄然消失。另一间包间同样如此，萧凌风也全神贯注，然而其却透着迟疑，似乎真的是分神留意着张元那边的情形。就在此时，萧凌风陡然发觉身旁的花娘已然悄然进入梦乡。怎么回事？萧凌风疑惑不解之际，一道冰冷寒光迅速袭来，凌厉剑锋如闪电一般一闪而过，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穿透他的胸口。啊！萧凌风下意识发出惨叫，却被张元捂住嘴，把鲜血和声音堵在嘴里。贯穿胸口的长剑旋转，剑锋撕裂着对方体内的血肉，搅碎里面的内脏。萧凌风瞪着眼前那张陌生既熟悉的面孔，心中惊骇万分。他万万没想到，这个时候暗杀他的人居然是张元这个家伙，是那个一直被他们跟踪之人。一瞬间，他恍然大悟，张元真的发现了他和铁石，并未成功反杀了他们。可是他不甘心，卑鄙，卑鄙啊，卑鄙小人！怎会有如此无耻之人，用出这样不知廉耻的手段？我竟然死在如此龌龊的手段之下，我坚决不服！我不甘心，我不甘心！萧凌风心中狂喊，他从来未见过如此龌龊的手段，他的心中被屈辱占尽，一生以来所有的侮辱全部加起来都没能及此时此刻的一半。就算是当上10次100次的龟公，他也无法接受自己此时的耻辱。他想他会死，会死在搏斗中，死在算计中，死在苍老无力中，死在野兽腹中，可从来没想过如此憋屈死在女人肚皮上，死在如此恶心的伎俩中。萧凌风瞳孔中写满了憋屈和不甘，但胸口处的伤势十分致命，皱缩的瞳孔也只能渐渐黯然涣散。终于是摆脱那2个载重了，这下子应该不会有人打扰。张元很是肯定的点点头，因为摆脱别人最好的办法就是把对方送走，送得越远越好。而他把2人送到了千里之外，想必好像见面，恐怕最迟也是10个月之后，到时候认不认识都难说。而且2人还挺好心，知道是张元送他们一程，特意给张元留下了2个储物袋当做车程钱，里面有1500的玄石，还有不少丹药和药草，够他用上一段时间。3阶的灵剑又多了2把，这个世界上还是好人多。只是想想这是不是有点损，毕竟那2个管事死了就死了，但是吓到可爱的花娘就有些不厚道了。张元已经可以想象到2位花娘一觉醒来会出现什么事情。明明只是想要净化世间污秽，却没想到睡醒就被尸体压在身下，而且尸体还上吐下泻，血液都吐在了自己身上，吐得满身都是，这不得被吓出心理阴影。张元摇摇头，不厚道的笑了笑。不过现在不是求面积的时候，此时的他已经来到了月华山的脚下。张元抬头仰望，只见月华山的主峰高耸入云，却没有一丝阳光照耀，只有那如霜的月光在浓稠的阴气和重重乌云当中艰难地洒下，为阴暗山峰添上一抹惨白冷光。月华山只有月，作为太古战场及阴之地的边缘，曾经也是大名鼎鼎的地方。大战中打碎的音乐碎片掉落于此，滋生了无数的8阶太阴地浆，不想曾被妖族大圣所荡平，音乐碎片也被拿走，从此没落至今，只有音乐碎片余晖在密布的乌云当中残留，照耀数百万年。张元喃喃自语，一边回忆着书中的介绍，一边向着月华山走去。山间怪石嶙峋，形状各异，有的如张牙舞爪的恶鬼，有的似垂泪悲啼的冤魂，有的仿若井中枯骨，在阴气的缠绕下，仿佛随时都会活过来，然后扑向来这里的一切活物。不过张元倒是并没有过多担心，如今的月华山地势虽然依旧恶劣，但他早已不复当年的名气，现在这里也就只是大猫小猫2、3只，最厉害也就能养育出3阶血将。除非音乐碎片再现，不然的话，这片地方也只剩下那太古的故事。但又说回来，3阶血将也是相当于运血境的修士武者，还是得小心的。那玩意肉身跟铁打一样，要是被围攻了，也是个不小的麻烦。张元也是慎重起来，这些血将看见到个活物，
就好像是发情的公狗一般，一个个立即扑过来，而且没有痛觉，无惧死亡。只要被咬到，就算把他头砍下来，他也要拼命努力吸上2口。而且一杀了他，纯属什么都得不到，全身上下一点用处都没有，连月浆中的月光精华没有，只有满身的腐臭之血，毫无用处。被找上门，就只能认倒霉。也就是因为这个变态原因，这太古出现的东西就被分类成了鬼妖。说起妖鬼这玩意儿，也是令人头疼。这些东西最近越来越多了，也不知道从哪里冒出来的，一个个阴的没边，死了还毫无用。似乎感知到了什么，张元心神收敛，眼神立即往可疑的方向。只见一道身影躺在地上，焦黑土壤半埋着身体，露出枯瘦干瘪的头颅。哦，原来是土姜。张元微微松了口气。作为月江之下的妖鬼，土姜更多的时候都是吃土的路上汲取着丰富的阴气，实力方面只有区区的一截，但也是很阴。在地上不小心看到它也会趁机咬你2口，让你欲仙欲死。许多的人过来这里，因为一时不慎就会被土姜啃去双腿，然后直接被阴死掉。张元走过去，一脚踢出，那颗不断张合着嘴的头颅便如同一颗圆滚的球，滚出了几10米之外。埋藏在土里的枯瘦身体瞬间也没了动静，如被荒凉已久的尸骨。张元把尸骨取出，2只手轻易把骨头碾成粉末，而后不停抹在自己身上，直至把全身上下摸了个遍，才终于停下手来，把剩余半截尸骨丢弃。3阶的血浆对活人的气息太过于敏感，远远就可以找到人。就算我身上有灵鱼木珠，但该用的手段最好也都用上。张元心中暗暗思忖，他想要找到那只月浆，可是系统消息当中并没有具体方位，所以目前为止只有2种办法，一种是等系统消息更新出来，另一种则是把整座山峰反过来寻找。一种安全，但消息内容难以把控，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搞清；一种风险较大，但有极限保底，这个时候还需要问，小孩子才需要选择。作为一个成熟的大人，当然是要双管齐下，一边寻找，一边等着消息每日更新，能找到的几率才更高一些。张元模仿着土姜的样子，一瘸一拐，像是拙劣的木偶，向着月江最喜欢待的地方走去。路过了不少正在吃土的土姜，顺便踩死几只，在身上补了点丢失的骨灰。张元一路向上挪行了许久，终于碰上了月华山上的第1只月姜，而且还不是1只，是3只。与土姜不同，月姜身形非常高大，每一个足足有3米之高，它的皮肤如同干枯树皮，苍白且布满了深深的裂痕，裂痕中幽白光芒闪烁，面部轮廓扭曲而狰狞，眼眶深陷，一双寒光瞳孔在黑暗中如同赤白火焰。张元趴在地上看着不远处正在仰着头对着密布乌云汲取月光精华的月姜，立即就给出了判断，是月姜，普通月姜，应该没有特殊天赋。月姜不是人，不会收敛气息，往往拥有强大的力量，都会在外表上所有展现而出。既然是天赋异禀，那外形上应该和普通的月姜上有所差距才对，可这只没看出来，外表特征当中有什么是和普通月姜不一样的。也是，月华山这么大，哪有这样逆天的运气，第一次就碰得上，先把任务完成再说，那也是进入外门的关键。张元收敛思绪，一点一点缓缓在土里爬行，不断向着月姜靠近。等到距离相差不多，他猛然跳起，2只手死死捏住月姜的头颅。月姜不由一愣，停止了吸收月华，怔怔看着挂在他身上的小人。他猛然张开大嘴，发出愤怒嘶吼，如狼牙般尖锐牙齿参差不齐地暴露在外，带着一股腐朽的气息。他不断甩着脑袋，试图把眼前挂在自己身上的敌人却甩飞出去。很快，张元就被甩了出去。与此同时，被甩出去的还有月姜的头颅。他的脑袋不知道何时被张元硬生生把整个拔出，砰！高大的身躯轰然倒下，掀起一阵尘灰。其余2只月姜也反应过来，灰暗面目狰狞，向着张元猛然冲来。双手的指甲犹如黑色利刃，瞬间划破空气，发出令人胆寒的呼啸声。要是被正面打中，哪怕是运血劲的高手也会被这一击给重伤。但张元可是玉骨功大成，防御能力堪比3阶血浆，被打中顶多是衣服重伤。不过他也不会闲着没事被月浆所打中，这样的动作太过缓慢，他只需轻轻退后一步就躲开了攻击。手中灵剑猛然挥出，寒光微闪，轻而易举再次收割一颗头颅。这还没完，灵剑手中陡然一转，直至刺向最后冲来的月浆。没等他做出任何反应，长剑便贯穿头颅，从后脑勺穿出眉心处，月光精华顺着剑锋滴落。别浪费，别浪费！张元拿住早已准备的玉瓶装好，随后又把2颗头颅破开，取出月光精华。不错嘛，刚来不久就已经完成了任务的1/3，应该很快就可以把任务完成。张元看着手中散发丝丝冰凉的玉瓶，脸上不禁微微一笑，但很快笑容就被收敛。虽然下手迅速干净利落，轻而易举就可以斩杀月姜，但这些天来我的弱点也渐渐暴露，武技杀招不多和战斗经验不足。无论是在对付2个管事，还是这些月姜，又或是之前的长百飞，他的战力表现还是略有缺乏，更多的时候是靠着身体的碾压或者阴谋诡计等下毒手段，正面战斗能力严重不足。
张元不禁开始深思，现在的自己已经不仅仅是真我教的弟子，还同样在通玄宗当中，可一身的本事4成都在毒药当中，还有5成半的背刺技巧，有点偏科严重啊。阴谋诡计耍得好固然重要，但许多时候都无法能用得出来。就比如之后宗门大比，张元真要是一上场就开始在对手眼睛里撒上点毒粉，他可不敢保证宗主会不会激动地跑上来直接宣判比赛的结果。张元胜，喜获死刑，那种场面想想就牙疼。张元倒吸一口凉气，随即决定，看来得做出一些改变了，尽量赶快进入外门，而后花上玄石把武技杀招给学了。以我如今的悟性，虽然算不得很高，但修炼一些武技也勉强算得过去。如此一来，武技问题解决了，那么还有一个战斗经验。张元抬眼望去，看着一只闻风而来的月江，脸上露出和蔼的微笑。这不就是有现成的吗？张元眼神一凝，手中的长剑复源源不断的灵气，变得青芒闪烁。他一剑斩出，锋锐的剑锋瞬间把月江斩断了2根手指，随后欺身而上，手中青芒如箭矢般射出，轻而易举贯穿月江头皮。张元挥舞着长剑，作为运血境的高手，与2阶月江打得有来有回，时不时还格挡一下，反击一下，把月江身上的坚硬血肉不断一点一点切下，露出苍白骨头。足足2个时辰，原本感觉吃力无比的月江已经开始和张元持平，是在身高上与张元持平。3米多高的身影硬生生消去了将近1.2米的高度，双腿几乎不见。再过1小时，月江的身高有消减，已经只到张元的胸口，身上的干枯树皮般的肌肤早已经消失不见，变成了苍白血肉，大片骨头暴露在空气中，强壮如牛的身躯变得骨瘦如柴，连微微动一下都显得艰难，只有不屈的嘴正不断软弱无力的张合。张元不语，只是一味挥剑，他不知道他挥出了多少剑，1万次、2万次，已经数不清。他手起剑落，眼睛都不眨一下，直到对方不再动弹，他才停下手中的剑，把月江的月光精华取出。不错不错，感觉真的有效，如今我的战斗经验已经强上了些许，不再是那么不堪。张元心中大喜，脸上不禁露出一丝兴奋。他转身离开此地，接着继续寻找月江，以此再加磨练他战斗经验。冷风掠过，空气中漂浮着大量的剑气以及微量的月江碎末。不知不觉中，张元已经待了3天时间，每一天都是查看系统消息，寻找天赋月江以及磨练自己的战斗技巧。至于宗门的任务，他早已完成。这几天的月光精华积累了积10份，足以提交几次任务而有余。可惜的是，并没有找到天赋月江。如今已经过了6天时间，而宗门的任务只有10天的期限，时间已然不多。要不先把宗门的任务提交了，再回来慢慢寻找月江。张元心中暗暗想到，毕竟回城也需要时间，再加上一些可能出现的意外，现在差不多也该走了。不过这些天练了那么久，也不知道战斗经验到底进入多少了。临走之前是嗜血浆，张元眼神金芒闪动，现在的月浆早已经无法满足饥渴难耐的张元，需要更强壮的血浆过来。说起血浆，这几天来张元还真看到过，而且还看到不止一个。不过本着安全的念头，他只是远远绕开他们，并把地方给记下。没想到这个时候用得上了，把血浆斩杀了，就可以先回去了，把已经想要的礼物都给全部买好，赠与师姐和师妹2人。说起来，好久没与师姐温存，突然之间就开始有点想念了。张元想起师姐冰冷的嘴和那热情似火的娇躯，嘴角不禁微微一勾。只是很快他就愣住，即将面临大敌，却在当前陷入思念，并且已经开始想好了之后怎么看都不对劲，仿佛像是那些台上唱戏的老将军，浑身上下插满了旗子。不行，不能再想了，再想下去真回不来了。张元摇摇头，把思绪晃出脑后，提着长剑只身前往一处洞穴，而后他不再收敛身上的气势，无穷血气在体内翻涌激荡，一股血气化作强风，凛冽地吹刮着周遭的灰尘，不断向着四周荡开。好，刹那之间，一个浑身散发着腐臭气息的身影从黑暗洞穴中缓缓走出，他的皮肤呈诡异的青黑色，像是被浸泡在淤血之中所形成的坚硬铠甲，干枯的长发杂乱披散在肩头，2颗尖锐的獠牙忍不住从嘴角探出，在月光下闪烁着森冷的寒光。他直直盯着张元，猩红的目光不停地闪烁，呼吸变得异常急促，仿佛是饿了3天3夜的野狼看到了刚刚出栏的小肥羊，已经难以忍耐。进食的强烈欲望不断刺激着血浆的每一根神经，让他忍不住扑向张元。来吧，来取悦我！张元低喝一声，手中长剑闪烁着凛冽的寒光，仿佛凝聚着锋锐无比的杀意。他脚下猛然一踏，如同一道黑色的闪电一般，迅速冲向血浆，手中长剑挥舞，划出一道道凌厉的剑影，直刺血浆的喉咙要害。对方浑身坚硬如铁，但喉咙再硬也硬不到哪里，更硬不过3阶灵剑，如果击中就可直接杀死血浆。吼吼吼！血浆也不甘示弱，发出沉闷的咆哮，2只血爪瞬间探出，他丝毫没有在意那即将到来的攻击，只是双目死死盯着张元，指甲尖锐如刀，闪烁着暗红色的光芒，带着呼呼的风声抓向张元。现在是磨练经验时刻，
张元自然不可能以伤换伤，硬是要硬碰硬。他眼神微微一凝，身形一闪，巧妙地避开了血浆的攻击，同时手中长剑顺势一挥，一道青色剑芒如同一道匹练般斩向血浆。虽然被血浆迅速格挡，但凌冽剑气非比寻常，直接在血浆手臂留下深深裂痕。黑色的血液不断从裂痕中缓缓流出，滴落在地上，滋滋作响，如硫酸滴落在地面上，不断烧着地上的尘土，留下一个个小坑。看来还是高看他的防御了，但这自带反伤的防御也挺恶心人的。张元看着剑上留下的一抹漆黑，眼中不由闪过一丝庆幸，还好用的是萧凌风的长剑，那把剑本就是见不得光，废了也就废了，要是用他的长剑，那得多心疼。呵，血浆喘着粗气，并没有因为受伤而变得恐惧，反而倒是更加兴奋。他嘴边的皮裂开到耳后，那锋锐巨齿尽数展露，隐隐掺杂着血肉碎骨。青黑色的盔甲隐隐出现血光流动，好似一个浴血的疯魔，令人毛骨悚然。血浆仰天咆哮，再次扑向张元，两只血爪如风暴般不断袭来，疯狂挥动，猛烈无比。张元眼神沉着冷静，再次挥动长剑，不断用长剑格挡袭来的攻击。这些天中，他从岳江那里察觉到了不少攻击习惯，和现在的血将如出一辙。经验丰富的他自然知道如何应对，轻轻松松就足以全部化解。见状，血浆的攻击越来越猛烈。作为血浆的他，拥有着超乎常人的体力，哪怕激烈战斗也会持久无比。可这方面，张元更不怵，比持久，谁能比得过他？开什么玩笑！真当我体内的近万块的玄石是当做摆设的吗？光是用于当做恢复灵力使用，打上10天10夜，我也不带休息的，甚至还可以一边补充灵力，一边提升实力，双管齐下。张元眼中闪过一丝不屑，他轻松格挡血浆的攻击，同时还时不时趁机反击，彼此之间你来我往，不断的用血浆的持久来给自己喂招，汲取着丰富的战斗经验。不知过了多久，血浆身上早已伤痕累累，但张元依旧如此，身上没有任何伤害，就连衣物都一丝不破，只是手中的长剑漆黑不少，但仅此而已。见状，血浆就变得更加愤怒了。在他的印象中，他从未与敌人交手那么久，哪怕是同类的血浆，他现在已经不耐烦，不仅仅是身上已经伤痕累累，体内的血气消耗不少，但重要的是，他所闻到的香味血液并未能进到嘴里。明明已经从眼前男人身上闻到了无比鲜美的味道，却始终无法得吃，就好似把美味佳肴放在嘴边，却把嘴巴缝上，这比杀了他还难受。血浆发出一声声凄厉的咆哮，不断的挥动着血爪，发起一轮又一轮的攻击，一时间爪影翻飞，一将一人的战斗仿佛进入了白热化阶段，攻击比之前快上许多。就在这个时候，只听到当的一声，张元手中的长剑断成2半。在长时间的战斗中，早已经被血浆的血液腐蚀，本就变得不堪重负，更别说现在如此激烈的交击。血浆脸上的狂暴瞬间变成狂喜，看着没有了武器的人类，他仿佛已经闻到了血液香味，身上星光闪烁不停，眼中的兴奋呼之欲出。只是兴奋的眼神，却看到张元从储物袋中再次掏出了一柄长剑，3阶的灵剑，冷光凌冽。吼！月华山中，血浆愤怒嘶吼，如狂暴的魔师宣泄自己的疯狂，赤红的双眼血光游心。在一旁张元也不由谨慎起来，怎么感觉这个血浆情绪好不稳定，动不动就喜欢胡乱咆哮，不会是要灵智觉醒吧？张元突然有些惊奇，怎么好端端的就突然要觉醒呢？咱就不能当个正常血浆吗？觉醒灵智的血浆，那战斗力可就不一样了。张元也感觉不好对付，看来他运气也是不好，这么多血浆偏偏选了这个灵智即将觉醒的血浆。还好的是并未完全觉醒，可以趁着这个时机，趁着对方想要临阵觉醒，杀死这个潜在的风险。张元的眼中杀意一闪而过，反正该练习的战斗经验，这些时间也都差不多练完，留着也没什么用，如果让他觉醒，反而祸害无穷。张元并不是那种习惯把这种危险置之度外，剩下交给天意的人，如果没有十分的全身而退把握，他也不会故意来撩拨血浆。但目前这个把握出现了变数，他就得把这个变数扼杀其中。想到这，张元也不再犹豫，趁着嘶吼不断的血浆依旧忙于咆哮当中，他猛然斩出一道青色剑芒，噗！血浆的头颅被剑芒瞬间斩断，高高飞起，在空中划出一道诡异的弧线，而后重重地落在了地上。失去了头颅的血浆身体摇晃了几下，随后轰然倒地，大量的血液从无头尸体潺潺流出，如同黑色酸液腐蚀着周围的土地。张元没有理会尸体，转身就走。刚刚和血浆战斗了许久，闹出的动静不小，想必会吸引来许多的注意。虽说每个血浆都会有自身领地，其余血浆不会轻易踏足，但意外难免。而且在打斗当中，隐隐就有几处出现动静，应该目光在暗中观看。张元一边快速退走，一边仔细观察着周边的情况，确保不会有跟踪。直至走了几十里，他才渐渐放缓脚步，让体内灵力得到恢复。他眯着眼睛，吐出一口浊气，紧接着他猛然一个转身，向着来时的方向快速赶回，速度之快竟是之前的2倍有余。张元眼中金芒一闪而过，往往拥有天赋异能的家伙
无论是不是人，都是不太安分的玩意儿。这类玩意儿都是最爱凑热闹捡漏的，总是最后渔翁得利。也不知道这只拥有天赋的越江到底会不会也是这样。张元不好确认，所以他想去确认。战斗了这么久的时间，闹起的动静已经很大，对方应该能听到。至于会不会出现，那就不是张元能掌控得了的，得看对方意愿。虽说之前有几道气息在附近，但包不包括那个有天赋的越江不好确定。这是这次最后的机会了，如果找不到，那只能下次过来了。张元真是尽力了，找了3天越江没有找到，童子的消息也不给力，尽是一些花里胡哨的东西，没有一点用处。他只好出此下策，闹出大点动静，看看对方是不是天赋异禀，也喜欢来这一套。至于提升战斗经验，那只是顺带。如果他真有那个心，早就回去和师姐切磋，效果岂不是更好？到时候可以使出全力的战斗，岂不是比这种压低自己战力、畏首畏尾的战斗方法强多了？他从来没有忘记自己来这的主要目的，并不是什么宗门任务，是令他垂涎已久的天赋。快回到了地点，张元立即让怀中的凌云木珠运转，收敛自身气息，小心翼翼，一点一点靠近原来的地方。那是血江的尸体处，只见几道越江的身影正站在那里。对于别人来说没用，但对于同类的越江来说是难得的大补之物。隐隐之间总有对峙之感，明显是对抢夺着血江尸体起了争执。其中1到2米有余，看上去有些发育不良的越江紧紧瞪着3只越江，浑身散发着森寒的阴气，令3只越江不敢轻举妄动，只能陷入僵持。见状，暗中的张元心中一喜，是他，就是他，就是这等天赋异禀的存在，哪怕只是看上一眼就足以看得出来，那鹤立独行、卓尔不群的样子，绝对是万中无一的天赋越江。张元心中十分肯定，此时此刻他的喜悦难以言表，之前所作所为都显得非常值得。不过虽然心中喜悦，但他并不急着动手，而是继续观察着几只越江。只见双方僵持了一会儿，矮小越江开始突然发难，猛然扑向一只越江，眨眼瞬间就把对方半个身体撕扯，将高大越江直接重伤。剩余2只越江终于反应过来，开始加入战局，围攻矮小越江。可那道灵活的身影却始终游刃有余，不断在3只越江身上留下伤痕。不多时，场上的3只越江都变成了冰冷尸体，被矮小越江撕成一地。好强的战力，这简直就是越江中那同阶无敌的高手，一达3都能轻松反杀。张元倒吸一口凉气，满脸震撼，不愧是同阶段无敌，就连一般的3阶血江和他比起来也是半斤八两。天赋选手真的恐怖如斯，好，真是好天赋。本来以为获得1只血江尸体已经是走了运，没想到大运还在后面。这只越江很有培养的价值，说不得会成为我的杀手锏。沙哑的声音从暗中传来，不远处的石头处，一道身影缓缓走出，是一个苍老的白发男子，而他的身边则是有3只血江环绕，如护卫般保护着白发男子。哦，还有高手！张元眼睛一凝，按耐住原本想要偷袭的欲望，继续观望。对一般的正常人来说，血江并无任何用处，对之一直都是弃之如履，但总有一些特殊人群就喜欢专研废物利用，转废为宝。魔道天魁宗把尸体化为傀儡，为己所用。怎么是天魁宗的人？这群盗墓崽子可不是什么好人呀，而且做事没什么下限。张元看到这群人，就忍不住想起对方宗门扬名在外的事情。天魁宗门宗主打架打不过，一气之下把对手祖宗挖出来练成傀儡，这下架是打赢了，对方被打得毫无还手之力，但脸好像并没有赢。而从这开始，天魁宗也开始莫名其妙内卷起来，而且卷得十分厉害，既分高下，也决生死。经常看见天魁宗的弟子3、5聚群在一起，千万不要好奇，说不定真正的弟子只有1个，剩下的同门说不定就是傀儡。不过话说回来，这月华山倒是十分合适天魁宗，这里尸体大把存在，对于天魁宗的弟子来说，算是通天福地一般，也难怪会出现在这。张元静静观看着场上，那矮小越江已经开始和对方交锋，与2只血江打得难舍难分。但越江到底是越江，哪怕是同阶无敌，也仅仅只是如此。面对2只3阶血江压制，不过几分钟的时间就开始落入下风，似乎隐隐有招架不住之意。见此，张元并不着急，看戏嘛，就要一探到底了。大不了越江被打死了，就从天魁宗那人身边把尸体给抢回来，反正跟着魔道贼子也没什么好说的。这宗门也经常喜欢挖别人祖坟，对于风评来说是魔道中最恶劣的，哪怕其余魔道看了也不顺眼。只是当张元以为矮小越江将要落败被杀死之时，意想不到发生了。矮小越江长笑一声，浑身突然冒出大量黑雾，眨眼间便把周围覆盖。那黑雾犹如活物般不断翻滚涌动开来，扭曲变换着形状，似是无数鬼魂在其中挣扎嘶吼。紧接着一道身影从黑雾中走出，他浑身漆黑如影，形如人状，浑身散发着一股腐朽且阴森的气息。天赋还是战斗天赋？张元眼神一凝，紧紧盯着缓缓走出的黑影。只见黑影如同鬼魅一般，眨眼之间便已杀到血江的身前，速度比起之前快得不知几何。
连他眼前的血浆都还没有反应过来，便被黑影利爪给刺入胸膛。滋滋滋，浓酸腐蚀物体响起刺耳声音。不过，并不是黑影被血浆的血液腐蚀，反而是血浆的胸膛被腐蚀。缠绕在黑影身上的黑气，犹如闻到了血腥味的嗜血鲨鱼鱼贯而入。大量的黑气带着强烈腐蚀，直接把血浆胸口腐蚀出拳头大小的黑洞。不仅如此，血浆的生机好像也被黑气迅速汲取，瞬间变成腐朽枯骨，血浆直直倒地，变得四分五裂。看见如此，白发男子突然好似发了病一样，忍不住开始剧烈颤抖起来，只是眼神中却并未露出一丝恐惧，而是难以想象的兴奋之色。找到了，终于找到了，一切都没有错，都是真的。他撕扯着沙哑的声音大吼，看着黑影的目光如同欣赏着一件天下难有的瑰宝，神色难以言表的激动，所有的情绪汇聚，化作仰天大笑。他笑得撕心裂肺。宗门找了几千年，找了几千年，挖了几千年的土都没有找到，没想到居然被我给找到了。原来如此，原来并不是埋起来了，而是活的，是活的。他笑得脸色血气上涌，笑得极为得意，激动的神色癫狂。在张元不解的眼神中，白发男子让身边的血浆护卫也开始加入战局。与此同时，他颤抖的手从储物袋中拿出一捆紫金色的长绳，长绳被他高高抛起，在空中化作金色长绳，灵活地把激战中的黑影缠绕。可还没等白发男子高兴，金色长绳便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变得暗淡，最后化作一团尘埃飘散。两只血浆也在转瞬之际被拧下脑袋，掠夺掉其中生机，轰然倒地。白发男子难以置信地看着这一幕，脸色的潮红瞬间消失，变成十分苍白，眼中的惊喜化成惊骇之色。他嘴唇翕动，似乎还有什么想说，但黑影却不给他这个机会，猛然张开大嘴，好似深渊一般，整个人都直接被吞入黑暗之中。卧槽，好生猛的东西！张元连嘴都兜不住，直接出口成脏。他万万没想到，这玩意能生猛到这个地步，连3只血浆都不是一合之敌。来之前，他还想着如果对方天赋强大，那该有多好多幸运。可这下撞大运上了，张元只希望对方的天赋能弱一些，不然他真的要打不过。而且对方似乎隐隐发现了他，正一步一步向着这个方向走来。不会吧，猛到这种地步，4阶的灵气，这还能发现我？张元有些惊讶了。这月江本就不是以敏锐著称，不应该隔着4阶灵宝还能这么远发现他。可事实上，他猜对了，黑影真的发现了他，一个闪身就已经来到他眼前，如同索命的幽魂，悠悠盯着他，浑身散发的黑气把他周围锁定。这还不应？张元差点愣住了。他本以为在通玄宗当中，白浪的天赋已经是世间罕见，很难再有这般天赋。可来到了月华山，却发现这世间真是一山还比一山高。这月江也太超标了吧！同阶无敌都不算什么，连月阶都如此生猛，简直就是魔神般的存在。刚才打血浆的时候，跟学了打狗棒法的绝世高手在打疯狗一样。这世间阴劫无数，他知道，可一个小小的月江为何厉害到如此地步？童子啊，童子，你早说啊！你为什么不说的详细一些？你要说的详细，我也好有个心理准备，不是？搞得现在多尴尬。张元摇摇头，看着愈加靠近的身影，脸上微微露出一丝笑容。西，能和解吗？在月华山腹地，墨色夜幕中阴云肆意翻涌着，将整个山峦紧紧包裹。浓郁的阴气仿若实质化的雾气，丝丝缕缕从土壤弥漫升腾，透着彻骨森寒。此时和解，当然是说笑。到了此时此刻，一场大战必然是在所难免，一触即发。张元直直站在原地，手中把持着锋锐的利剑，而他眼前则是一道黑影，黑影如墨，浑身散发着诡异气息，周身粘稠的不祥黑气缠绕，仿佛在他的身上可以看到无数的怨灵在无声嘶吼挣扎着，想要把世间的一切都拉进深渊当中，然后全部蚕食殆尽。仅仅只是看着就令人心底发寒。难怪那些宗门对待天才人物总是爱戴有加，甚至明目张胆撕篇。从这月江的身上真的直观感受到普通人与天才之间的差距。张元心中忍不住感慨，但赞叹归赞叹，他也不怂对方。他心中只是震惊，但从始至今他也并非惧怕眼前的黑影月江。至于怎么对付这个张元的好好思忖，看着黑不溜秋的样子，应该并不惧怕毒药，毕竟到底是月江出身，而且这家伙对于灵气有种特殊的克制，无论是长绳还是灵鱼木珠，又或者是血浆，没错，被炼制成傀儡的血浆，说到底也算是一种灵气。而这些灵气无一例外都被变成黑影的月浆一一破解。想到这，张元眼神微微一闪，手中的长剑猛然掷出，锋利的剑芒撕碎黑暗，刺向黑影月江的眉心。见状，黑影月江却不慌不忙，他抬起手臂，迅速抓住长剑，身上的黑气顿时翻涌不止，化作一条条黑色长丝，把长剑包裹蚕食。只是片刻时间，长剑竟在月江的手中寸寸断裂开来，变成一团废铁。果然如此，既然这样，就只能这样了。张元暗道一声，体内的玉骨功运转到了极致，一层白玉般的流光浮现，在阴沉的月华山中，闪烁耀眼的白光把张元覆盖，显得一尘不染，仿若是净化世间的使者。这还是张元完成玉骨功以来
第一次完完全全把第3层给催发。此时的他肉身防御达到最佳，比之出现的血浆都要更胜一筹。来，让我看看你的强度。张元森然一笑，身上气势如虹，他手中续拳凝聚出龙象巨力，对准眼前黑影轰然打出。一瞬间，周遭阴气被全部荡开，一股洪流般的全力重重轰在黑影身上。砰！剧烈声音响彻，黑影倒飞而出，击10米外才堪堪稳住身形。不过身上并无太大伤害，被拳头所打中的黑影虽有些凹陷，但很快被身上的黑气抚平。黑影月将低吼一声，双腿一蹬，整个身体如炮弹般急速冲来，一只黑影缠绕的手掌探出，转瞬间死死抓住了张元的肩膀。紧接着，流淌的黑雾顺着手臂注入，试图想要把张元一举吞噬。快到了极点！一时间令张元都未曾反应，他心中一惊，只感觉冰冷刺骨的寒意不断从肩膀处传遍他的全身，身体上仿佛被千万根冰针刺入，血液都好像在被凝固住。关键时刻，玉骨功发挥出作用，闪烁的流光不断抵抗着流动的黑气息，让其无法得逞。只是黑气明显更胜一筹，不断开始蚕食着他身上的白玉流光，让白玉变得暗淡，仿佛蒙上一层灰尘，没有了耀眼光晕。张元身上冰冷刺痛愈加强烈，随即不再有任何犹豫。然他眉头一竖，猛然低喝一声，下一秒，体内的1000玄石全部化为灰烬，一股强大的灵力在体内激荡。张元的气息瞬间变成运血中气，顿时他身上所感觉的冰冷如潮水般尽速退去，耀眼白光再次闪烁。趁此时机，张元两手抓住黑影的手臂，一个膝顶撞在黑影的喉咙处，咔嚓，沉闷的骨裂声音响起。这还没完，两只附着着黑色手臂被张元直接拧成麻花状，蛮横的力道把黑色双臂拔下。趁此时机，黑影月将暴退而去，退后期间被拔下的双手被黑雾缠绕，竟然重新凝聚而出，而黑影脖颈处出现明显歪折，也只是轻轻一扭就恢复到原样，眨眼间断臂重生。如此惊人的恢复力令张元也不由感到震撼，他看着手中的黑手已经化作一团黑雾，在阴暗空气中悄然散去，他不得不叹息一声，眼前的黑影是真的难杀，也是至今为止他所碰上的对手中最为棘手的一个。但叹息过后，张元的眼神变得无比坚决，坚决如磐石一般。我就不信他真能无限重生，撕一次不行，那就撕2次，把他撕成碎片，看看能不能活。张元眼神凌厉，再次欺身而上，燃烧了1000块玄石的他，此时无论是速度还是力量，都比黑影强上不少。在此时的张元面前，黑影难以躲避，更无法招架他的攻击。那流转着白玉的双手化作最为锋利铁爪，不断撕裂着黑影的血肉，黑色血肉在空气中化作一缕缕黑气散去，黑影身上的血肉又被凝聚而出，如此反反复复。可黑影月将身上的黑气并未减少，气息并未削弱多少，那惊人的生命力在此刻体现的淋漓尽致，硬生生扛住了张元的撕扯，四肢断裂，内脏绞碎，脖颈凝成麻花，差点掉落，都全部扛住，最后依旧变得毫发无伤，所有的伤势都全部不见。一时之间，张元竟奈何不了对方，无法造成致命威胁。黑影打不过张元，但张元也打不死他，双方之间好像陷入僵局，但是僵局从来都不是张元想要。这都不死，好啊！张元嘴里赞叹，眼神却愈加冰冷。他盯着黑影，淡淡说道：“这样的防御简直是恐怖，但不知道接下来你这个天赋是否还能扛得住。”说完，张元身上的气息再次爆发，运血后期的境界显露而出，气势磅礴如飓风呼啸。此时他的体内全部玄石都已耗光，用以燃烧爆发境界，燃尽了9000玄石，他的气势一度上升到运血后期，实力到达了前所未有的高峰。张元周身气势冲天，身上的流光赤白，散发着强烈的压迫感。运血境后期，再加上玉骨功第3层，我就不信打不死你，给我死！张元冷冷盯着黑影月将，五指并拢握拳，让身上的白光流动至拳头处，凝聚出更加强大力量。黑影微微一颤，漆黑如墨的目光不由看向张元的拳头，好似感受到了威胁。刹那间，他从暴冲而来，带起一阵阴森的寒风扑向张元。张元目光一凝，毫不犹豫地挥出一拳，拳风呼啸，直接命中黑影。一瞬间，发出一声沉闷巨响，黑影的半边身体瞬间化为齑粉，就像是一阵飓风把黑雾吹散，他的半边身体直接消失不见，只剩下半边残缺黑影倒飞而出，踉踉跄跄后退稳住身形。顿时，黑影身上的黑气开始如沸腾的墨汁般翻涌，试图修复残缺身体。可张元怎会放过这次机会？他眼神中闪过一丝冷芒，脚下猛地一踏，双拳如疾风骤雨般砸向黑影，每一次挥拳都带出难以想象的距离，打碎大片想要凝聚的黑雾。砰砰砰，爆炸声连接响起，黑影身后的泥土飞溅，被拳头轰出深刻拳印，黑影的躯体更是变得残缺不已，身上凝实的黑雾变得稀薄，每一次挥出的拳风都如刀锋般掠过，收割着黑影身上的黑气，让黑影连修复伤势的能力都没有，眼睁睁地看着残躯肉眼可见的减少。等张元攻击停下，黑影的身形
更是只剩下一颗头颅在半空摇摇欲坠，身上的黑雾也消散殆尽，只剩下一缕黑烟支撑着半空中的头颅。黑影彻底失去了反抗之力，头颅上的黑气涣散，重新变成岳江的样子，瞳孔中的生机已经消失，死了，彻底死了。岳江在重拳之下被碾压死去，终于死了。这东西是真难杀，体内蕴藏的玄石都被耗光了，要还不死就真该跑路了。张元咧嘴微微一笑，虽然消耗了近万的玄石，让他体内已经空无一物，但一切都是值得。只要把这只岳江给弄死了，对方的天赋就是他的了。想到这，张元眼神不由一热，心中强烈的好奇心让他有些迫不及待，一把抓住岳江头颅。张元闭上双眼，体内问道册陡然一亮，从岳江头颅从汲取出一个白点。下一秒，一股神秘的力量没入张元的身体，脑海中5个大字突然浮现，漆黑的卷轴再次暗淡，卷轴上多出2行白色字体：太阴地江体，万法不侵，万宝不灵。张元瞪着眼睛，不由愣住了。他集中精神，细细观察卷轴上面的字体，想要确认自己没有感知错。看了好几遍，他才终于确认下来。顿时百感交集凝聚于心，怪不得那么阴，原来是太阴。太古的老东西，怎么这个时候都给整出来了，还能不能让人玩了？张元忍不住想要吐槽，可扬起的嘴角却迟迟压不住，就好像有着鱼钩把他的嘴角勾起，怎么压都压不下去。因为这个天赋已经成为他的形状，他以后可以随便的用，狠狠地用，使劲的用，用到他受不了为止。万法不侵，万宝不灵。张元默默念着卷轴上的字，一股极其霸道逼气扑面而来，顿时间恍然大悟，想起之前自己的灵鱼木珠一点用处都没有，灵剑也被轻而易举摧毁。原来这个天赋还有这样的能力，或者说太古时期的太阴帝江就是如此，拥有这样霸道的能力。难怪苍白男子会突然变得如此高兴癫狂，原来是认出来了。作为天魁宗每个人的终极梦想之一，被认出来实属正常不过。每一个天魁宗的弟子想要一只太阴帝江，已经快要想到发疯了。要是得到，恐怕要比挖到自家历代宗主的尸体还要更加高兴。仅仅只是1万玄石换一个极品的天赋，简直是太过值当了。张元心中又不禁喜悦，如果还有这样的事情，他立即马上去准备几万个玄石，好好换上几个。当然，纯粹是张元想多了，真有这种好事，他连排队的资格都没有，轮到冒白炮也轮不到他。这一个纯属是十分难的，有着极品天赋藏身，张元好像是有着几千万的玄石在身，想要拿出来看看。他兴致大发，跃跃欲试，但想到此时不是时候，便匆匆把抹去现场痕迹，迅速离开月华山。回到城中，熟悉的喧闹扑面来，但张元还是感觉到气氛的不对劲。通玄宗外门弟子的死亡，经过这几天的发酵，终究引起了一些波澜。最为直观的是一群身穿乌黑玄甲的士兵，接连不断的在城中巡逻，是乌玄甲兵，连玄甲兵都给派出来了，还是整一个100人队。看来弟子在自家地盘上被杀，通玄宗也不想丢掉面皮，开始认真了。张元在一处酒楼俯视着黑压成群的玄甲队伍，眼神光芒微闪。作为在飞云府中通玄宗所掌握的军队，基本都是由精锐组成，哪怕是普通甲兵，都是佩戴着灵甲的练蛊镜，更别说石长和百夫长。还有不少通玄宗的弟子也开始出现在了城里当中，到处查看着什么。张元还在其中看到了一道熟悉的身影，一脸冰冷的邢花影。他怎么也来了？张元眼睛一亮，随后就是不解。在宗门待了这么久，他就邢花影就没见出来过，每天都在阁楼中查看书册，而且作为管事，本身就无需做任务，强制也强制不到他的身上。难道说五鬼们要行动了？张元心中有些好奇的想到。但就算有什么行动，也不至于把通玄宗里隐藏已久的卧底给拉出来吧。他正想上去问问，但此时人多眼杂，周围还有不少的通玄宗弟子。张元不得已暂时打消了这个念头，前往城里的商铺购买一些东西。等他回来，周围的通玄宗弟子早已不知所踪，四处散去，只剩下一个邢花影正在莲花楼不远处一座酒楼静坐。不出所料，大冰驼子被孤立了，以他的性子，不被孤立才怪。张元心中暗暗笑道。随后大摇大摆走了过去，一屁股坐在邢花影面前的椅子上。邢花影眉头一皱，冰冷如雪的眼神冷冷看了一眼眼前的陌生粗汉面孔，嘴里缓缓吐出一个字：滚。戴着人皮面具的张元笑而不语，使劲的眨着眼，试图放电交流，可惜没电到邢花影，反而周围的空气突然一下子就冷了下来，仿佛冰天雪地降临。这里可是通玄宗的地盘，通玄宗的弟子在这里被挑衅的话，杀人不过是随意的事。师姐，是我。张元不敢再装，他知道邢花影可真会动手。熟悉的声音响起，引起周围的空气重新回暖到宜人的温度。邢花影的脸色缓和不少，随即他转身就走向柜台。小二，来个上房。好嘞，大人，您受累，我这就带您过去。小二看着是通玄宗弟子，又是冰清玉洁的仙子般模样，态度热情无比。不用了，说那间房间即可。邢花影表情清冷地说道。而听到是哪间房间走，随手丢下手中的银子，立即转身就走。打开房门，一道身影早已等候多时，
自然而然向他扑了过来。邢花影避开，冷清地看着他。张元嘿嘿一笑，立即明白他的意思，当即把脸上的人皮面具卸下。师姐，好久不见。他环抱住师姐，把头埋进3000青丝之中，嗅着熟悉的味道。嗅着嗅着，张元有忍不住动嘴，双手更是温柔卷着青丝，把柔顺入水的青丝开始变得曲卷，好似找到乐趣的孩童正不断开心玩乐。什么好久不见，满打满算起来也不过是7天的时间罢了。而且见与不见又如何？我和你也见不得多熟。邢花影轻哼一声，微微转过头去。生气了？因为戒色突破3月没去阁楼，还是说跑出来任务没告知他？张元一边动作不停，并且继续加大力度，一边在心中暗暗思索。但他知道此时不是询问的时机，而是应该热烈回应的时候。师姐，我真的好想你，一日不见如隔三秋，已经好多年不见了，真要想死我了。张元如同牛皮糖一般紧紧贴在邢花影身上，让他连生气的空隙都没有，双唇刻意停落在雪白肌肤上，仅仅只是一会时间，就已经留下了许多点缀。邢花影只觉得脑海中一片空白，过往的纷繁思绪仿佛被一阵无形的风吹散，遗落在记忆的角落。心中预先酝酿的怒火，冷漠的壁垒，尖刻的讥讽，此刻皆已烟消云散，唯余一抹难以言喻的沉郁在胸臆间低回，仿佛世间万物皆已被人先行一步占据掠夺，直至成为他人囊中之物。唯有略显急促的呼吸还在固执地宣告着，这副身躯依旧是他最后的领地。在这幽闭的房间内，时间仿佛失去了意义，两人沉浸于彼此的世界，忘却了周遭的一切，唯有温存的气息在空气中缓缓流淌。时间流转，黑白颠倒，等张元再次回过神来，月光柔和的洁白已经洒落于人间大地。看着旁边如丢掉糖衣的白糖师姐，已然陷入美梦之中，张元暗暗得意，什么血窍劲，不过如此。许久不见，一点长进都没有，轻轻松松就被打得趴下不起了。张元轻轻戳了一下那静谧绝美的脸蛋，宣布自己的完全胜利，随即起身去准备好热水，等把大木桶里的热水装好，才返回来把师姐轻轻抱起放入木桶中，随后他也钻了进去。师姐长长的睫毛轻颤，看着周围的热气氤氲舒卷，脸色也变得慵懒，便沉睡般地靠在张元怀里，一动不动，静静感受着对方帮他梳洗。师姐，喝点水。张元看着那尚在朦胧中未完全清醒的人影，赶忙饮下一大口温水。过了一会，轻轻应向邢花影，温水流过喉间，邢花影原本慵懒的神色也稍稍收敛了几分，她依旧躺在张元怀中，任由张元为她轻柔地梳理着头发。师姐，你怎么会跑这里来了？好端端的，你不待在阁楼里？张元摸索着师姐的心思，怎么怕我爱你是了？邢花影慵懒还未消散，明明语气清冷，却有着撒娇的韵味。张元轻轻一笑，说道：冤枉，我岂敢这么想啊？只是刚才师姐坐在那里好像等人，现在这么晚了，不会耽误是吧？不敢想，你做出来的事还少吗？邢花影暗暗冷哼一声，淡淡说道：不碍事，已经等到了。我。张元眨了眨眼，心中不解，自己接到任务之后并没有告知任何人，他怎么会知道自己在这里？张元用下巴轻轻点了点邢花影，似乎想要让他说话，解开自己的迷惑。只是邢花影置若罔闻，反而直接开口反问道：你到底是怎么办到的？办到什么？张元微微一愣，杀死萧凌风和铁石。邢花影言简意赅，双眼闪过一丝惊讶。按理说萧凌风和铁石都是运血中期的高手，实力也算可圈可点，要知道境界越高，境界之间的差距就会越大，想要越级杀敌非常难。张元一个运血进不到的人，是怎么无声无息整死2人的，而且还没有受伤？这一点他已经确认，生龙活虎的，没有受伤好后的虚弱，所以断定完全没受过伤。他是真的好奇对方是怎么做到的。你怎么凭口污蔑人家清白？张元渲然欲泣，好似被污蔑的弱小，无助又可怜。别装了，之前那2人就在我这打听过你，不过被我给警告打发了。这次他们死在这里，而你又恰巧出现在这，还说和你没关系。邢花影话刚落下，突然闷哼一声，反手拍打一下张元低下的头。这家伙就喜欢胡乱亲他，所以师姐这次过来是因为对方的死，担心我也在搏斗中身受重伤。师姐，我太感动了。张元忍不住又啃了几口，让弹性十足的肌肤留下一个个清晰的牙印，整整齐齐依序排列。胡说什么？我是来看看你死了没有，也好回去的庆祝庆祝。邢花影倒映在水中的眼眸闪过一丝慌乱，芳心的跳动加快些许，但还是嘴硬，口中不饶人。不过很快就被张元轻轻包围，试图用炙热的温度把其软化。张元努力地汲取着冰冷。师姐，别嘴硬了，担心我就直说嘛。张元嘿嘿一笑，不给师姐反驳的机会，他在纤细玉手放置在木桶边缘，免得他喜欢打人。邢花影只能微微叹息，擦拭干净。邢花影昏昏欲睡，似乎过久的泡澡会让人眼皮变得晕晕沉沉，变得困意十足。只是月色才刚刚明亮，正是花好月圆时刻，怎能就这样的浪费风情？张元轻轻晃了晃正在昏昏欲睡的师姐，笑着开口说道：师姐，
我这次出来真的好想你，还特意买了礼物，想要给你带回去，等回去之后就立即给你。”闻言，邢花影一下子来了兴致，稍稍打起一丝精神，说道：“既然已经买了，就拿出来吧，反正都在这里，用不着回去。”一边说着，她心中微微一暖，自己等了这么久，算是没有白白担心这个色胚，还算有点良心。只是她又会送给自己什么？睡意沉沉间，邢花影并未多想，反正她也不缺礼物里的东西，这个礼物绝对最适合你。张元神秘一笑，不过并没有立即打开，等邢花影微微不耐烦，背掉了胃口之后，才拿出他精心准备的礼物。当时邢花影神色一怔，睁着双眼，难以置信看着张元。原本沉沉的睡意仿佛被重锤了一下，瞬间被打散得无影无踪。你就给我准备这个？他指着一堆挤进皇帝的新衣，眼角抽搐，脸上的困意被怒火代替，银牙几乎要咬碎。肮脏，下流，卑鄙，下流！亏得之前还有些小感动，原来那个混蛋色胚依旧是那个混蛋色胚。来，我给你换上。张元很是贴心地说道。但邢花影怎么允许这种衣服穿在自己的躯体上？强烈挣扎起来，一时间张元都穿不上去。师姐，别乱动，这里是酒楼，人可不少，你也不想被他们听到吧？张元的嘴里发出那犹如恶魔般的低语，在邢花影耳边吹拂，那强烈的抵抗一下子就软化了不少，让张元终于奸计得逞。借着月光的微弱光亮，看着终于穿上性感的衣服，他顿时眼睛一亮，望着那艺术般的绝美精品，他心中感慨万千，嘴里不由脱口而出：“师姐，你好美！”张元仿若喃喃自语，缓缓靠近师姐。他已经迫不及待把这绝美精致的艺术品直接占为己有，并且得意洋洋的他宣告着属于他的宝藏。可惜宝藏之所以是宝藏，就是不能与别人分享，不能告知与别人，只能偷偷埋在自己的心里。第二天，剑影依旧未醒，清秀的面容如软糖般透着柔和，似乎完全沉浸在睡梦中，连呼吸都显得十分轻微。张元没有过多打扰，只是在一旁静静看着那清秀柔美的脸，同时心里面也颇为不甘。明明昨天费了许多心思，可最后却什么都没有完成，到最后他也只能无奈放弃，毕竟有些要求不太合适，若真那样做，师姐定会生气，而后给他锤死。固然他昨晚没被打死，但也不好过，身上全是青红暗紫，还有一大堆清晰可见的抓痕，都是师姐弄的，足以看出昨天的样子已经让师姐羞耻心爆棚到了极点。师姐抵抗心如此强烈，想要带上兔尾，师弟仍需继续努力啊。张元轻轻叹了一口气，旋即把精神汇聚，他的目光集中在系统消息上。昨天的气氛依旧让他感到不对劲，内心隐隐有些不安起来。通玄宗的动作实在是大了些，而来处理事情的人数更是比平常多了许多，根本不像是追寻凶手的样子。如果这要调查杀死外门弟子凶手，应该是派上执事或者内门弟子才是，少量的精锐方便绞杀敌人，而不是现在一大群人乱涌，来势汹汹，根本不像调查，反而像是剿匪。消息一，联系不上同门的天魁宗弟子，已经发现了同门的死亡，却并没有发现太多痕迹，决定来离月华山最近的白月城中探查。消息二，白月城中四边城门早已悄悄布上五阶灵宝的本相临近，岂可探查每个人的真实面目和境界。白月城不就是这一座城？果然不是简单的追查凶手，连五阶灵宝都已经开始拿出来了。外门弟子的死哪有这个待遇？想到这，张元毫不犹豫地说：“指定消息，白月城。”顿时第三个消息开始浮现，指定消息，东玄宗弟子接连的死亡引起了宗门的不满，为了给每况愈下的宗门挽尊，宗门决定肃清所有白月城魔道，以此警告魔道。天刚破晓，晨曦微光艰难地透过木格窗，丝丝缕缕地洒落床帐上。邢花影缓缓从榻上醒来，一头如墨般的长发肆意铺散，凌乱中透着别样的韵味。她清冷的双眸此刻还带着浓浓的倦意，睡眼惺忪，仿佛还未缓过神来。她微微动了动身子，却感觉没有一丝力气，每一寸肌肉都诉说着疲惫。那个下流的色胚每次都是这样，又被他给糊弄过去了。师姐轻启朱唇，喃喃自语，清冷声音在寂静的房间内悠悠回荡，带着几分无奈。本来是询问着对方是如何凭借一己之力杀死2个外门弟子的，可问着问着又问到床上来了，紧接着脑子又是一片空白，直到第二天才回过神来。罢了，此刻再问也没有什么意义，反正也不是什么重要的事，只是死在莲花楼。邢花影眼中寒光微微一闪，他就知道这色胚肯定不是什么正人君子，一出来就跳脱个不行。等以后回到了五鬼门，得好好调教调教，让他知道什么叫做安分。可是话说回来，光靠自己一个人真行吗？邢花影陷入沉思，昨天骨头快要破碎散架的感觉，到了现在依旧让他心有余悸，目前为止都还发软呢。自信的邢花影突然没有了自信，而在这时，沉默的房门突然响起转动所发出的轻微声音。张元缓缓走了进来，师姐，吃早餐了。他把东西放在桌上，是2盘热气腾腾的肉包，大口大口塞进肚里。看起来昨天忙活了一天，也是让他累得不轻，
并没有表面那么轻松。邢花影心中微微松了一口气，食欲也是被勾起，拿起一个肉包吃了起来。这里的肉包真不错，比起在宗门里的好吃多了。张元一边吃着，一边忍不住评价，好似餐桌上多出了一位批评家。通玄宗记名弟子的东西，只是为了保护，自然不会花太多心思钻研，和这些酒楼无可相提并论。邢花影淡淡回道。张元点点头，表示同意，咽下口中包子，再次评价，确实如此，酒楼的包子较香，不过没有昨晚的好吃。邢花影身形一顿，淡淡说道：“你不说话，没人当你哑巴。明明就是没有昨天好吃嘛。”这话张元没讲出来，把话语化作食欲。张元默默吃着包子，像是一只饕餮，大口大口狼吞虎咽。而邢花影也恢复平静，淡淡说道：“赶紧吃完吧，吃完东西趁早离开这里，先回到通玄宗里面。我有预感，这里接下来一段时间恐怕都不会太平静。”感到不对劲的不仅仅只是张元，那风雨欲来的感觉已经开始逐渐渗透，让城内的人开始感到不安。作为五鬼门的人，邢花影还有着自己的目的，并不想参与这次冲突。如果不是因为张元，他甚至都不会出现在这，依旧在阁楼中检验册子。好，张元微微点头，沉声道：“我也完成了我的任务，也差不多是时候该回去提交任务了。反正到手的东西已经拿到，该杀的人也成功送往地府，留在这里看戏没有太多必要。又不是女人打架，他没什么兴趣，也不是太忠于吃瓜的人，而且也是时候该回去好好熟悉自己新得到的天赋，看看真正效果。体内玄石清空，也需要回到矿场当中，好好补足上一波才对。好多事情都在等着他，只是令两人没想到的，刚刚收拾完东西走人，还没走到城门就被叫住。通玄宗的弟子有令，身穿执事服装的男人居然拿出长老令牌，此令牌只有宗门长老授予，并且几天后上面的神韵就会消失，而它的效果也非常明显，内门以下弟子必须听从调遣。张元和邢花影心神意领，只是对视一眼，随后纷纷抱拳，所有通玄宗弟子3天之内都不得出城，你们快回到城内。浑厚的声音淡淡响起，说完执事转身就走，回到城门口附近，似乎等待着什么。张元和邢花影也快速回到房内，看来这几天是走不了了，怪不得那么多通玄宗的弟子在这，原来也是之前走不出去的。张元轻笑着说道：“无法出去，他心中倒是并不害怕，他只是不想理会，但不代表他会怕事。拥有2个天赋的他，现在什么都不缺，更不缺砂锅大的拳头，如果必要，还可以是噬心天赋。”只是张元看着邢花影，脸色古怪，他知道对方的性子很容易被孤立，但没想到被孤立成这样。一想到几天的时间里连这个消息都不知道，他就忍不住想笑。突然他似乎想到了什么，脸色变得不悦，大声指责道：“师姐，都怪你，连消息都没打听清，让我们白跑了一趟，搞得场面那么尴尬，这让我以后怎么见人？”邢花影眉头一皱，沉默不语，因为对方这个样子太怪，他总有种很不好的预感，就好似被狡猾的狐狸盯上。你难道就不表示？你难道就不觉得惭愧？你难道沉默能解决问题？张元脸色十分不悦，那眼神不像是看着自家师姐，而是在看一个十恶不赦之人，好似他犯下了什么滔天大罪，并且哈哈大笑，脸上毫无愧疚一般。邢花影眉头拧得更紧，不好的预感更加严重，在心里不断滋生，他顿感不安。你想说什么？邢花影静静地看着张元，张元痛心疾首，顿时变成了笑脸，微微靠近他的耳廓，双手自然而然环住隐隐可握的腰肢，把师姐拢在怀里。师姐，你总顾着说些话，也稍微休息下呀。我没有别的意思，就是觉得你这样有些辛苦，还一直说着话呢，感觉这样太辛苦了，我就想着带你去吃点好东西。张元看着殷红的嘴唇，此刻显得有些干燥，一脸认真地说道：“人犯了错就要受到处罚，特别是邢花影这种低级又极其严重的错误，更是应该严惩不贷。”判官张元大人冷面无私，决定给予严肃处理，没有一丝纵容。只可惜穷凶极恶的邢花影竟然不屑一顾，没有执行判官大人的处罚。于是张元只好换了种方式，让邢花影帮了些忙，以此弥补之前的状况。没想到师姐那么温柔，张元的语气里满是感慨。不过有些遗憾的是，师姐还是太过羞涩，帮完后就把她送出了房间，让她连再争取一下的机会都没有。不然的话，或许还能一起做些别的有趣的事。因为那个时候已然是半夜时刻，早已遭受众多打击的师姐根本没多少力气可以反抗，说不定就要被她得手了。可惜师姐吃了那么多亏，对她似乎有所防备，解锁的道路上还是任重道远。张元轻笑了下，随后便不再继续想，把思绪全部用在修炼上。不知道是因为燃烧玄石还是激烈战斗的原因，这些天他灵力增长飞快，体内所增长的灵力就好像是站在风口浪尖的猪，一下子就起飞了。原本还需要很长一段时间，还有可能突破中期的他，现进度就拉了一半。以现在的情况来看，只需要不到2个月就可以顺利突破中期，到时候说不定在宗门大比之前能直接来到运血后期。张元感受着自己的情况，脸上不禁露出一丝喜悦，1年之内直接突破2个境界，
这别说是在通玄宗，就算是大越王朝当中，也是不可多得的天才人物。没想到咱也有成为天才的一天，咸鱼彻底翻了身。张元笑着感慨，不过想象只是想象，预知是预知出来了，到底能不能还上，还是个未定之数，这就不得不靠着他的努力和天赋。努力最起码占有9成功劳，剩下寥寥无几的991成，就是交给天赋在发挥的时候。只是目前为止，这点小小的作用，天赋都完成不了自己的任务，只靠着努力在苦苦支撑，但还是无济于事。这次在月华山，化灵空间的所有玄石都被消耗一空了，想要继续运转起来，就得需要继续吸入玄石，不然就得停滞。张元倒是有近3000玄石，但那是之后备用，用以购买武技功法的，这些玄石自然不能拿来用。不过还好的是，还有些丹药，2位外门弟子的丹药应该可以撑一些时间，等回到宗门就好。张元把储物袋中用于修炼的丹药全部都吸入到化灵空间里面，顿时嗷嗷待哺的化灵空间汲取着大量灵力，而后流转在张元体内。相比起玄石，丹药吸收起来更为迅速，而且也不需要担心有毒。化灵空间可以自动过滤毒素，就像在矿藏中自动过滤掉玄石矿的杂质，直接汲取里面的灵力。有了这些丹药，倒是可以支撑一些天，想来回到宗门没问题。只是话说回来，之前的时候并没有太过注意这个功能，但作用不小，如果运用得当，说不定能发挥一些更大的效果。张元陷入了沉思当中，想着如何利用这个能力发挥出更大作用，把利益最大化。可这时一声巨响从远处传来，紧接着激荡的灵力汹涌澎湃，天空中一道青光骤然亮起，无数青色光芒点点，再汇聚出一道令牌形状，悬挂于高天之中。集结令，这次通玄宗倒是准备充分，连集结令和长老令牌都也用上了。张元遥望着天空中那极其耀眼的青色令牌，眼神不由微微眯起。随即他走向隔壁的房间，只见邢花影静静坐在一边，想必也是看到了集结令牌。师姐，该走了。张元说了一声。集结令一出，所看到的通玄宗弟子们不得不前往地点集结，他们这些城内的根本不得不去。只是邢花影并没有出动的意思。师姐，张元疑惑的再次出声，只是依旧没有得到回复，仿佛木偶一般静静坐在那里。半晌，邢花影淡淡说道：“你先去吧。”闻言，张元微微一愣，这可是紧急令，如果没有及时赶到，之后可是要受到处罚的。哪怕作为卧底，他都得装样子，更何况还是一丝不苟的邢花影。以对方的性子，应该早早踢开他的房门，把他给拉出来才对。怎么叫了半天还一动不动的？这种情况他还是第一次见。张元的脑子迅速运转，无数思绪在脑海中掠过，思索着问题所在。突然他灵光一闪，终于发现了一丝蛛丝马迹。张元微微眯着眼，像是偷吃到母鸡的狐狸，开口小声笑说道：“师姐，你怎么不走？是不想走吗？”邢花影抿了抿嘴，没有说话，只是拳头悄然握紧。师姐，你不会没有力气了吧？张元突然靠近，小声说道。闻言，师姐仿佛突然被电了一下，静止的娇躯不由一颤，心中更是暗恨，还不是怪这个色胚，总是无限制的折腾，他根本就没有恢复过来，现在连剑都拿不出，出去干什么？邢花影面色微变，心中更是咬牙切齿，恨不得咬死这个色胚。看见如此，张元笑得更加开心，这样的师姐他还是第一次见，顿时兴趣大起，一会戳戳脸蛋，一会戳戳手臂，来来回回戳个不停，嘴里还不忘挑衅道：“师姐就是训了，啧，连路都走不动了。”如果一个人的眼神可以杀死人的话，张元此刻要死上几百回。那阴沉可怕的眼神直直看着张元，好似真要用千万支冰针把他扎穿。张元，你很得意是不是？没有，绝对没有。张元连忙否定。没错，他很得意。沉默了一秒，张元再次开口：“我只是想，要不要把你抱过去？”砰！一张凳子飞了过来。这次邢花影没有再用眼神威慑，直接动起手，惹得张元赶紧溜走。木元教的畜生，你们跑不了的！此刻跪下投降，饶你们一命。城外一处密林中，10几个通玄宗弟子汇聚四面八方，把中间一伙人围住。这些人身形怪异，身穿着野兽皮质，身上纹刻着各种兽类图案。为首的人更是夸张，脸上的皮肤纹刻着凶虎，颜色鲜艳如血。仅仅被他看了一眼，就仿佛被一只凶猛血色老虎所盯上，让人不寒而栗。血虎，你之前杀我宗门不少女弟子，如今依旧尸骨无存，今天就是你的死期。通玄宗外门弟子王云手中长剑直指血虎的脸，咬牙切齿地说道。周身的通玄宗弟子更是怒目而视，恨不得把眼前这些人生吞活剥。血虎不以为意，反而咧嘴一笑，脸上的猛虎似乎也像是活了起来，露出阴狠凶恶之色。通玄宗的好像有点印象，那滋味还挺好吃的。他神色回味，又忍不住笑了笑。怎么要为他们报仇？行啊，来单挑啊！你们宗门弟子不就喜欢这一套吗？只要赢了我们几个任你处置；输了放我们走，也不用厮杀，免得互有伤亡。闻言，木元教的人纷纷响应，一个个都表示支持，似乎十分了解血虎的实力，
脸上都写满了自信。在他们当中，就属于血虎最强。好，就这样，王云也答应了。双方人数接近，伤亡确实很大，而且他与血虎都是运血境中期，他不觉得自己会弱于对方。哈哈，爽快！血虎咧嘴一笑，率先发动攻势，身上的血气猛然爆发，他脸上的血色妖虎图映变得猩红，仿佛活过来一般。下一秒，整个人开始迅速膨胀，化作1丈高的血色妖虎。他仰天咆哮一声，气势极其凶猛，斜风直扑王云而来。王云也是外门资深弟子，经验十分丰富，并没有选择硬刚，使用飘逸身法，不断游走迂回，手中飞刀不断飞出，打在猛虎身上，试图用这种方法消耗对手。见状，血虎非但不感到有一丝着急，反而露出诡异的笑容。他身上的血气再次爆发，血色妖虎形状再次强壮几分，攻击更加猛烈。眨眼之间，就在王云身上留下不少伤痕，肉眼可见的落入下风。血虎气势宏盛，攻势越加凶猛，打得王云狼狈不堪，只能勉强抵挡。哈哈，你们通玄宗真是没人了，这种废物也敢上来和我斗，也只有这种废物宗门才会教出你这种废物，简直软弱不堪。1丈高的血色妖虎脸上露出嘲讽，周围的木原教弟子更是得意至极，一个个开怀大笑，面露猖狂。通玄宗的弟子脸色一阵铁青，在心里面更是开始纠结起来。如果输了怎么办？真要放了木原教的人，宗门的任务相当于弃之不顾；如果输了却不放，宗门的脸面又当如何？他们之间陷入两难，隐隐后悔刚才太过草率答应。就在这时，一道身影陡然出现，借着刺眼阳光从天而降，手中的长剑直接斩向邪虎的头颅，青色剑芒一闪而过，划破空气，带着势不可挡的锋锐，速度之快令众人难以反应。正在酣战且得意洋洋的血虎更是没有反应过来，他万万没想到会有人突然跳出来，就这样在背后给他一剑，顿时鲜血喷溅，头颅滚落，而头颅落地之时还挂着笑容，笑容中写满了猖狂得意。怎么回事？看上去还挺高兴。张元兴致勃勃地看着地上的头颅，用剑轻轻一戳，顿时原本的血色虎头出现变化，逐渐化成一颗人头，脸上的笑容依旧不变。啊，是人！张元一愣，他本还想蹲下来把血壶给解肢，寻找里面精血精髓来着，没想到突然变成人了。而众人也没有反应，突如其来的变故让他们一时没回过神，一时间纷纷看着场上，眼神呆滞，好似被夺了魂魄。全场寂静，鸦雀无声。或许我来的不是时候。张元也突然察觉不对，本来看到集结令他就跑到集合地点，结果被分配来这边支援。远远听见有打斗声，他哪管什么3、7、21，直接隔着树林高高一跃，看见一只妖兽和同门弟子搏斗，丝毫不假思索，拔剑就砍。可砍完才发现，这好像不是妖兽，而且这里不只有一人。不，你来的正是时候。王云身上鲜血淋漓，但却狂喜。他承认刚才是他草率了，本想着减少伤亡，却忘了要承担的责任根本不是他所能抗的。要不是张元出现，他难逃其咎。通玄宗的弟子也纷纷反应了过来，顿时刚才的压抑消失一空，嘴角疯狂上扬，好似被吊起的鱼，但笑出来好像一点不道德，所以只能拼命压住。可眼中的笑意却实在难绷。顿时通玄宗的人就好像得到了风湿病，一个个面露怪状，似哭似笑，不少人低着头，好似地上有悬石，甚至有好几个捂着嘴浑身发抖。半晌才有人强憋着笑意，看着木原教的人开口解释道：你们都看到了，不是我们不讲规矩，是意外来得太快，他是外来的，根本不知规矩。木原教众人一愣，脸色比吃了屎还难看，眼中怒意旺盛。我知你妈，干死他们！原本的对阵被搅局，密林中的气氛立即陷入到了狂乱之中。木原教的众人双目通红，身体纷纷如气球般膨胀，化作嗜血的妖兽，张牙舞爪，凶狠狰狞。哦，原来是木原教啊！张元也终于将反应过来。对于木原教，他倒是有所了解，同为3大魔教之一，他们之间的关系不能说很好吧，只能说生死大敌。所谓道不同，不相为谋，这一理念在魔教中更为极端。在3大魔教眼里，世界上有3类人：教徒、未感化的教徒，两派一端。面对一端，肯定是你死我活的斗争，彼此之间的手段也颇为熟悉。张元看着气势汹汹的木原教众人，眼底闪过一丝诡异笑意，对着王云说道：可催情粉都给我向他们撒去，他们受化的时候就怕这个。闻言，王云忍不住一愣，呆呆地看着张元，眼神怪异。兄弟，你认真的？大敌当前，你用这个对敌，难道要用天为背地为床，和他们在这里轰轰烈烈地干上一场？快点，来不及了！张元不在意众人眼光，继续催促。木原教尊受虫妖，所修炼地功法也很奇特，与其余门派有着极大不同。他们用妖兽的血液在身上刻纹着妖兽图腾，以此汲取妖兽的力量。这看似不错，但缺点也很明显，也不可避免地复刻了妖兽的性格：嗜血、狂暴、易怒、淫欲过剩，特别是兽化的时候就更加明显。这个缺点随着修为的增加勉强可以控制，
但刚刚修炼的弟子就不好说了。而眼下的木原教众人，除了3个运血境之外，剩余的实力并不高，根本无法克制这个弱点。师兄，我们都是名门正派的弟子，这种东西并不多带。王云尴尬一笑，张元没有说话，只是淡淡的看着他。事关紧急，他也来不及扯皮，算师兄的。说罢，张元摊开手，下一秒，他手里就多出几个玉瓶，而王云早已离他有1丈之远。不愧是专门练过身法武技的，好一个名门正派。张元看着重打几斤的催情粉，点了个赞。他把玉瓶高高抛起，青色剑芒随后展出，让粉红色的粉末如雨落下，空气中都弥漫着淡淡香味。这是催情粉？通玄宗的弟子一愣，但倒是没有太过在意。作为经常性使用的杖上助性的粉末，并不会让人失去理智，更何况他们还是武者修士。但木原教的弟子就没有那么幸运了，心中的兽欲陡然增大无数倍，嗜血的眼神逐渐变得不对劲，狰狞的面孔开始气喘吁吁，更有意志不堪者直接开始进行暴乱，开始胡作非为。妖兽和妖兽之间审美更为相同，同门之间相互更加吸引。木原教的众人逐渐失去理智，开始临阵倒戈，和自己人打起来。场上妖兽们相互开始搏斗，这魔教真是疯狂，不愧是魔教，魔有魔的道理。通玄宗的弟子不解，但大吃一惊。反应过来的众人也明白催情粉的作用，一个个脸色露出狂喜。在关键时刻，他们也不吝啬自己的存货，纷纷撒向正在战斗的木原教弟子。一时间，场上战斗更加激烈，身上的战力开始变成情欲，开始在同门上胡乱撒泼。至于战斗，已经无暇在乎。木原教的众人逐渐失去理智，变得异常狂暴，血色上涌。卑鄙无耻的贱人！你们通玄宗枉为正道！尚有理智的木原教运血镜眼神变得阴狠狰狞，心中又惊又怒，不明白对方为何会知道他们功法的缺点，又十分愤恨对方如此卑鄙。他恶狠狠地盯着张元，盯着这个始作俑者，这个该死的罪魁祸首。仰天长啸一声，他猛然冲向张元，是要把张元撕成碎片。可还没冲到一半，就有一名陷入癫狂的弟子突然抓住了他的后腿，气喘如牛，开始胡乱蹭起来。见此情景，张元没有犹豫，手中的长剑凌厉汇聚，化作青色剑芒斩出，直接把对方劈成2半。给我死！其余2名运血镜趁机摸到张元身前，兽化的利爪狠狠扎向张元，想要一击必杀，把他钉死在地。张元不屑一笑，以他玉骨功3层肉身，哪怕是平常也足以抗衡运血中期，甚至后期都可以碰一碰。眼前2人皆是运血初期，这样的速度在他眼里和龟速无差别，只是身体微轻，就轻而易举与2人擦肩而过，躲过凶猛攻击。手中的长剑微微紧握，剑身光芒再次闪烁，展露着致命锋芒。刹那间，2个头颅高高飞起，木原教的2人运血镜轰然到地，大量的鲜血浸染着尸身。这师兄好生凶猛！旁边的王云睁大眼睛，心中惊讶不已。他见到木原教运血镜袭来，心中正是着急万分，正打算赶来帮忙，可没想还没来得这行动，2人的人头就已经滚到了他的身前。他十分断定，就算他没有受伤，他也绝对不是眼前的师兄一合之敌。这师兄的实力远远在他之上，连没有用武技都这么厉害，要是用了武技，那还了得！不错嘛，刚刚缺少玄石，现在就得到了不少，燃眉之急总算缓解了。张元美滋滋地看着手中的储物袋，木原教的4个运血镜都是他杀的，自然储物袋也是他的战利品。虽然几人储物袋里的玄石不多，但4个加起来也有2000有余，一下子让底蕴浅薄的张元排储物袋变得鼓鼓囊囊起来。玄石突破5000大关，这还不算完，这次的战斗是宗门号召，为了宗门而战的，之后还有得到宗门贡献点。他估摸着自己一下子杀死了4个运血镜，应该是足够1000贡献点，之后不用辛苦做任务，即可申请进入外门，也算是省了不少时间。张元一边想，一边则是把储物袋里的物品倾倒。见状，王云颇为不解，还没等他开口询问，张元就解释道：世人皆知木原教崇尚妖兽，但不少人不知道，他们最喜欢用人炼丹，他们许多丹方里面9成是以人为主料，还有1成需要更多的人。张元为何知道？魔教是这样的，对于自己的缺点演得严严实实，对于异端的缺点那是扒得清清楚楚，主打一个把鄙视的眼光都放在该死的异端身上，坚决不内耗。咦，王云的战利品脱手而出，储物袋直接丢在地上，想到里面有不少丹药，他就瞬间感到反胃恶心，索性都懒得再要。他本来身有伤势，丹药又已耗光，还想吃几个用以治愈伤势来着。幸好他知道的早，不然他要把喉咙抠烂为止。王云感激地看了一眼张元，好了，事情既然已经解决，那我就不再逗留，别处可能还需要支援，你们先把尸体带回去吧。张元说完，不等王云等人反应，立即没入密林当中，消失不见。不愧是同门中的精英师兄，无论是强大的实力还是渊博的知识，都是远远非我能比，就算是在记名弟子当中也是足以排上号的厉害人物。王云看着消失的背影，感慨不已。突然他猛地一愣，像是呆呆滞在原地。等等，记名弟子
身穿着记名弟子衣物的张元开始继续前进，不断在四处支援。在张元的加入下，好几处陷入僵局的争斗都开始迅速倾斜，胜利天平。不少的木原教弟子很快被斩杀，其中还有不少运血境高手。储物袋加5，玄石加2200，收获越来越丰收。但张元却疑惑起来，怎么这么多的木原教徒？他们到底在干什么？张元现在有些看不懂。他本来还以为通玄宗是为了那2名管事而来，看来现在明显不是，这根本就是冲着木原教来的。肃清白月城就是在肃清木原教，之所以出动如此人手，绝对是木原教做了什么事情惹怒了通玄宗。我就说嘛，怎么杀死2个人就突然动用那么多弟子过来，连5阶灵宝本相灵进来了。张元心中长长松了口气，原本还有些心虚的，现在完全放下心来，不再担忧被抓的问题。毕竟他还真有点担心，生怕自己汲取气运之子天赋的时候，把他们的惹事能力也给汲取过来。还好这种东西并没有出现。话说回来，木原教到底在白月城干了什么，引起通玄宗那么大的怒火？可惜今早的指定消息已经用过，不然的话还真想看看究竟。张元一边想着，一边向着不远处打斗声极其明显的地方而去。和之前几处不同，这次闹出的动静颇大，周遭的气息动荡强烈，想来说不定是条大鱼。张元催动灵鱼木珠缓缓靠近，不是硬刚刚不起，只是偷袭更有性价比。张元悄悄来到附近，定睛一看，只见5道身影正酣战搏斗，周遭灵力激荡，犹如巨浪波涛翻滚，强风呼啸四起，大地龟裂开来，所展现的实力远远超过运血境。每一个人最起码也是血鞘境界的高手，有的甚至还不只是血鞘前期。场上已经是白热化阶段，其中3名身穿着通玄宗执事服装的人影，明明占据着人数优势，却在搏斗中显得落入下风。在2个木原教弟子的攻势下，苦苦支撑，勉强维持局面。好机会！张元眼睛一亮，不过并没有立即行动，而是暗等时机，等一个绝佳的出手时机。他一个运血境的人，不可能直愣愣冲上去，不然可能就是白给。再者，3个执事一时半会也死不了，不如再等等，等一个出手的时机。最重要的是，他是来支援的，不是来送死的。1个月几块玄石，他玩什么命啊？他一个魔道卧底，让他为通玄宗拼命，为通玄宗抛头颅洒热血，这不是搞笑吗？要不是惦记着木原教弟子的储物袋，他早就已经支援回城内，哪还有心情在这里逗留？只是令张元没想到的是，原本占据上风的木原教弟子突然停下手来，一人猛然后退而去，只留下一人独自抵挡3个执事的攻击。而开始占据上风的执事们却并不感到看幸，反而显得十分焦急。有猫腻，有好东西！张元双眼顿时放光，眼光一下子掠过战斗，放在了后撤的木原教弟子身上。膨胀的储物袋给予他灵感，对玄石渴望的双眼赋予他精准直觉。张元很快锁定那道即将远去的身影身上，其背后背着的白玉盒，果然有好东西，而且东西还和通玄宗有关，说不定就是通玄宗的宝物。能让通玄宗出动那么多人的东西，里面的东西绝对差不到哪里，而能让木原教弟子舍命也要拿走的东西，那更是好东西中好东西。张元必须承认，他心动了，心动了，心动就追。他二话不说，直接朝着对方追去，甚至不再掩藏，全速奔向对方。还有人，还是个运血境的小子。木原教弟子刺龙微微一怔，只是靠着妖兽般的感知，刺龙就把所有的情况探查得一清二楚。而没有在遮掩的张元，就如同黑夜中提着烛火，自然就被他发现。顿时他脸上不由浮现怒意，怎么敢的？一个小小的运血境，而且还是运血初期，就敢这样跟过来？老虎不发威，真当我是病猫？刺龙感觉自己的威严在受到严重的挑衅，脸面被按在地上摩擦。一个运血境初期敢在他身后蹦跳，这不亚于一只老鼠在狮子面前反复横跳。他心中怒火旺盛，但为了眼下最要紧的事情，并没有选择动手。罢了，任务要紧，反正他也追不上，等把任务完成，再把这只小老鼠给找出来，狠狠给他捏死。说着，刺龙陡然加快速度，试图以此拉开双方距离。这种情况，身后的张元自然不肯，他立即把1000玄石吸收燃烧，临时突破到运血中期，加快自身速度。不过对方到底是血鞘境，尽管刚才与执事搏斗中消耗甚大，但2人之间还差着不少境界呢，距离还是肉眼可见的拉开。见状，张元却突然大声笑道：“大家快来看啊！木原教的畜生正在被运血境的人追赶，不愧是畜生，跑的是真的快，比狗快要快上几个不知道多少倍，了不起啊！想必您身上刻纹的图腾，就是传说中的菜狗图腾吧？”张元的声音在后方回荡，前方的刺龙则是已经青筋狰狞绽放，心中的怒火在瞳孔中燃烧。下次见面，我要生吃了他！刺龙咬牙切齿，目眦欲裂，不过并未停下，依旧继续加速。见状，张元再次开启了嘲讽，各种词汇不断脱口而出，要有多脏，骂的就有多脏。可惜，直到对方的身影快要看不见，却依旧没有丝毫停顿过。魔道当中，肆意妄为在大多数，许多人脾气都是十分火爆的，而且喜欢快意恩仇，像这样能忍的，
实在是不多见。这个人比张元想象的还有耐性，看着在他瞳孔中只剩下小黑点的身影，他缓缓停下脚步，似乎决定放弃，不再继续追赶。可惜了，本想用来做杀手锏的，突然偷袭一锤定音的，现在看来不得不提前拿出来，好好展示一下了。张元喃喃自语，他的身上开始冒出大量黑雾，很快如阴云一般把他笼罩。张元的身影消失，取而代之的是一个浑身被黑雾笼罩的诡异黑影。黑雾翻滚，引起烈风阵阵，犹如无数厉鬼在其中挣扎哭泣，冤魂怨恨嘶叫。所被沾染到的泥土尽数变成灰色尘粒，连周遭空气都带着一股腐朽，好似一切都被黑雾掠夺了生机。张元漆黑的瞳孔看着自己的手，看着周围的一切，感觉十分微妙，感觉自己此刻就像是一团黑雾，随意遁形到任何地方，不受任何拘束，又似乎得到了毁灭的力量，可以把一切摧毁，让一切都湮灭。好了，游戏该结束了。张元一个念头浮现，自身立即化成一团黑雾，在空中翻滚，向着远处疾行而去。只是片刻时间，就清楚看清刺龙的身影，并且越来越清晰可见。黑雾滚滚，仿若蕴含天雷，眨眼落在不断疾行的刺龙面前，将其截停。什么鬼东西？刺龙神色一惊，心中感到不安。刻纹在身上的图腾给予他敏锐的直觉，在他身体中警铃大作，身上汗毛不由自主竖起。在他凝重的眼神中，一道漆黑如墨的人影缓缓从黑雾中走出，紧接着猛地一踏地面，整道黑影化作黑色箭矢般向他而来。好快！刺龙神色骇然，这团黑影的速度竟然比他还要快上不少。看着对方的身影在他瞳孔中放大，一股死亡的危机感向着他笼罩而来，根本来不及多想，他身体迅速膨胀起来，直接化为一只5米多高的怪异妖兽，龙头蛇身，浑身雪白，由一条条苍白骨刺所组成的白蛇身躯局促不安地缓缓挪动。什么刺探，什么查看虚实，已经不在他念头考虑的范围之内。最强的杀招直接催动，无数条苍白骨刺竖起，全部指向扑面而来的黑雾，接连不断射出。梨花暴雨般的苍白骨刺带着冰冷锋锐，不断刺在黑影身上。顿时黑影被无数骨刺洞穿，把黑色身影扎出无数小孔。成了！刺龙脸色一喜，可下一秒又变得十分难看。被洞穿的黑影一如既往向前而来，并且洞穿的黑影肉眼可见的恢复。随着黑影靠近，黑影手中如墨般的长刀凝聚而出，斩出弯月刀雾。那飘动灵异的刀雾看似很慢，可实际却快如闪电，劈在躲避不及的刺龙身上。啊！刺龙忍不住发出惨叫，庞大的龙脸上露出痛苦，一道深可见骨的漆黑伤痕蓦然出现在他胸口之处，却没有任何血液溅出，只是伤痕上的漆黑却犹如复古之躯，不断向着伤口两边蚕食。转眼之间就有大片血肉蚕食殆尽，强烈的腐蚀感犹如烈火灼烧着刺龙的血肉之躯，让他痛苦不堪。惊恐之间，生死存亡时刻，刺龙根本不敢停顿一秒查看胸口。他心神一动，立即催动5级杀招。下一秒，5米多高的庞大身躯直接消失得无影无踪，凭空蒸发，好似从来都没有出现过。连天空的烈日在地面上都无法找出一丝阴影。可太阳找不到，不代表张元找不到。化身太阴帝江的张元拥有着太阴帝江的能力，无视任何武技，无需任何多余动作，他那如夜色般漆黑的双眼便已敏锐察觉到正拼命向远处逃窜的刺龙。瞬息之间，黑影张元迅速炸开，化作一团不断汹涌的黑雾，朝着刺龙的方向迅猛扑去。眨眼间便将刺龙彻底笼罩，大量黑雾弥漫开来，在一片空旷区域笼罩缠绕，无声鬼气。怎会如此轻易发现？刺龙看着周身黑雾，脸色变得惨白如纸，眼中满是绝望。还没等他发出一声惨叫，庞大的妖兽身影便被黑雾无情吞噬，腐蚀成无数细小灰尘，在空中缓缓随风飘散，彻底消失不见。只有地面上残留下的玉盒证明着刺龙曾出现过。黑雾渐渐散去，张元的身影从中缓缓走了出来。终于结束了，感觉真不错。张元脸上挂着一丝微笑。刚才化身黑影的他，无论是力量和速度都直接提升一个大境界，这种前所未有的力量和速度的极致体验让他流连忘返。而且化身帝江后所展现的实力已经不能以境界来衡量，对方明明速度只是差他一筹，却被他轻而易举斩杀，那是一种碾压，一种来自能力方面的彻底碾压，就好比天敌之间的克制。太阴帝江的诡异能力实在太过阴间，无论你什么武技都难以在他面前施展，被克得死死的，万法不侵，真不只是玩笑。好啦，现在是开盒时间。张元脸上带着笑意，俯身将玉盒捡起，立即把其打开，可里面的东西却令张元大失所望。精致的玉盒上带着阵阵清凉，而他所装的东西却与之恰恰相反，一颗赤红的心脏，而且是人的心脏。心脏带着余温跳动，不断在盒子里面扑腾，似乎并没有死去。连接的血管时不时还冒出缕缕妖冶血迹，浸染着玉盒的洁白，看起来颇为诡异。而且赤红的心脏似乎还带着某种魔力，令人心中食欲大增。跳动的微弱声音仿若某种妖鬼的低语，试图把人蛊惑控制。仅仅只是看上一眼，就令人恨不得想要一口咬下，
把汁全部吃干净。可惜他选错了人，拥有太阴地浆体的张元并不在能被控制的范围之内，不受丝毫影响，还以为是什么重要宝物呢，原来是这个东西一点用处都没有。张元面色露出一丝失望，这种心脏是木原教利用秘法把掠夺来的人变成牛羊畜生，用刀取出心脏，随后把许多颗心脏汇聚在一起，用秘法炼制，汇聚成一颗赤红心脏。服用心脏之人实力将会迅速增长，可省去无数岁月的苦练，而这种一瞬间就突然成为强者的东西，就会令服用者沉迷其中，越要的心脏将会越来越多，最后遁入木人之魔。这种东西自然不会在张元的食谱当中，对他而言根本毫无用处。张元可不会为了一时的快感而自毁掉自己的大好前程。看这心脏赤红的程度，最起码也是用了上千人的炼制的吧，而且还不是普通人，极可能是那些实力弱小的武者被木原教拿来炼制。张元看着心脏，心中恍然大悟，怪不得通玄宗会突然勃然大怒，派出了那么多的人手过来，想必其中还有不少通玄宗的弟子也是被木原教给炼制了吧。这样说来，这心脏也不是没用，交给通玄宗也会得到奖励，这么说来也是不亏。况且还有一个储物袋。张元把储物袋放入怀中，随后又把玉盒给盖上，准备原地放回。可就当这时，一道身穿外门弟子的少年正大步向着这边赶来，看见张元的手中的玉盒，他面露喜色，但看到张元的服装后，不由皱下眉头。顿了顿，他朗声说道：“在下外门弟子叶无量，你任务已完成，快把玉盒给我吧，让我来护送他的安全。”叶无量听到这个名字，张元原本平淡的眉头一下子就凝成了麻花。这人不就是那身怀老爷爷的人吗？这种人他看见就头疼。张元本来就想好进入外门之时尽量躲着这个人远远的，可还没进外门就提前遇见对方，而且居然还想要玉盒，这一点张元自然不可能答应。不用了，叶师兄，我亲自保管即可，你要是不放心，那就和我一起前往，我会亲自送到执事手里的。说完，张元转身就走。保护？真当他傻吗？是想把功劳保护到自己手中吧？这一点张元哪能忍？别说你身怀老爷爷，你身怀六甲也没用。哎，你就这么对师兄说话？一个记名弟子你能保护什么？叶无量拦在张元面前，面色不悦。一个记名弟子连不知道自己的身份都忘了，居然连他的话都不听，一点尊卑意识都没有。他冷哼一声，继续说道：“把玉盒交出来吧，让我保护他，也免得等夏目原教弟子过来抢。你要拿着，可别把小命丢了。”说着，他伸手就要拿过玉盒，不过张元一个闪身，就瞬间躲开伸过来的手，差点让叶无量来了个进口吃屎。还是让我来吧，我也不想师兄因为这种事情也丢掉小命。张元眉头不禁微微皱起，不是，这就要硬抢？这身怀老爷爷的气运之子，一点正义原则都没有，吃相也太难看了，脸都不要了。叶无量，叶无量，真就一点容人之量都没有。只是让张元没想到的，这个叶无量居然比他想象中的还不要脸。没有拿到玉盒的叶无量变得恼羞成怒，眼神中满是怒意的指责道：“你在干什么？为什么不让我保护玉盒？你是何居心？到底是不是我通玄宗的人？我现在严重怀疑你就是木原教的人，故意伪装成我们的人。”叶无量当然知道对方是通玄宗的人，但迟迟拿不到玉盒，让他颇为恼羞。他可是当着师姐的面夸下了海口，一定要亲自把玉盒交到师姐手里。可现在一个小小的记名弟子都敢当面阻碍他，让他感到十分不爽。反正一个记名弟子这种废物死了就死了，也不会有人追究。如果他识相一点，或许可以留他一条小命，但如果不从，叶无量心中冷哼，身上气势猛然爆发，运血劲的威压压向张元。你怀疑我这是打算硬抢吧？张元巍然不动，静静地看着他，运血劲的气势也焕然爆发，一时间让叶无量猝不及防。本以为对方只是记名弟子，实力最多不过是炼蛊境界，没想到竟然是运血劲。这样一来，想要杀死对方就不容易了，想要拿到玉盒更不容易。这一下让他有些慌了。老师，怎么办？玉盒好像被人捷足先登了，对方也是运血境，我没有把握，快点把力量借给我，我要把玉盒拿回来。叶无量心中着急呼唤，他手中戒指里的残魂似乎也没有想到居然会发生这种情况。过了好几秒，沙哑的残魂声音才在叶无量脑海中响起：他是你的同门，你连他也要对付，还用我的力量？林虚子语气带有一丝难以置信，不是我想对付他，是他不识好歹，居然强行拿走我的玉盒。叶无量淡淡说道：那是你的东西吗？林虚子无语，但想到自己的弟子这样，不禁劝慰道：玉盒没有就算了，本就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没必要因为这个折腾。而且我这把老骨头在之前救你多次，灵魂早已消耗许多，再这样动用我的力量，要不了多久我恐怕就要陷入沉睡了。叶无量的眼神闪过一丝犹豫，但很快就变得坚定起来。老师，再帮我一次吧，这可是我对师姐的承诺，要是无法完成，我道心难平，修炼不顺啊。见状，林虚子变得无奈，自从觉醒以来，不是刮风就是下雨，上次叫叶无量不要惹那个魔女，他却偏偏不听，导致他灵魂之力损失大半，现在又因为女人，
居然让他动用灵魂之力帮对方杀死同门。他有些怀疑是不是选错弟子了，但已经选了，有苦也只能下咽。老师，快点啊！说不定那些执事就已经在路上，等下可能就来不及了。见他迟迟未动，叶无量不禁催促，只是他的催促只换来一声叹息。灵虚子深呼口气，解释道：“已经来不及了。这小子看似只有运血境，但实力恐怕不简单。就算是动用我的力量，短时间内也难以拿下对方。现在已经有人赶来。”话刚落下，不远处传来动静，3个浴血的执事正急速赶来。看起来，为了快点解决那个木原教弟子，也是付出了不小的代价。见到张元手中的玉盒，脸上的焦急顿时变成了难以掩饰的狂喜。玉盒，你拿到玉盒了？里面的东西可在？其中一位执事问道。看过了，一颗心脏。张元平静回答道。好好好，在就好，在就好，此地不宜久留，我们先回去。3个执事二话不说，直接贴身保护，把张元护送到回白月城。越靠近城内，地上尸体就越多，有通玄宗的、玄甲兵的，更多的是脸上刻纹着图腾的木原教弟子的。这场战斗比想象的更加惨烈。回到城中，3位执事才松了口气，脸上也多少浮现出一丝笑意，带着张元和叶无量来到一处院子当中，而且好似有过剧烈打斗，几处房屋都已经倒塌，木原教弟子尸体不少，而且都是一击致命，手法利落，出手之人一看就是高手。张元眼神掠过一切，手中拿着玉盒，继续跟在3位执事身后。院子不小，像是大户人家，转过不少拐角才到达最终地点，是一口硕大的井，井边静静站着一位气质卓绝的美人，她遥望着随风簌簌的树叶，如画卷般呈现在那里。只是地上那如同肉山般的3米多高尸体，破坏了画卷的美感。美人在前，3位管事眼中没有一丝亵渎之色，脸上满是恭敬和崇拜，因为这可是内门当中足以在众多天才中排列前5的弟子，实力相当强横。作为曾经的外门弟子，现在的执事，无论何时，对方都是他们仰慕的存在。一旁的叶无量更是露出了诸葛相，口水都差点都不住在嘴里。而张元也是两眼呆滞，脸上满是震惊之色。雨师妹看着眼前和雨凌轩长得一模一样的女子，她嘴里差点脱口而出。张元睁大眼睛，想要查看对方和雨凌轩之间的区别，却一点都看不出，无论是相貌还是身形都极其相似。不过张元却十分清楚，眼前之人绝对不是雨凌轩，因为对方身上那若有若无一散的恐怖灵气，绝对不是雨凌轩所拥有。孟师姐，东西已经找到，是我们宗的弟子拿回，并且已经查看过，绝对没有问题。3位外门执事恭敬说道。闻言，孟倩莹低下头，典雅端庄的脸上却没有笑容，反而柳眉微微蹙起。亲自检查过，你们有所不知，木原教的赤血心可有蛊惑人心之威呢？就算是血窍境，也会因为看到忍不住吃下，堕入魔道之中。也怪我事先并不知道是赤血心果，来不及的通知你们。闻言，3位执事和叶无量瞬间把眼光转到张元身上，瞪着眼睛，一脸难看。孟师姐所说的自然不会假，而张元身上没有血迹，更不像吃掉心脏的样子，那么只有一个答案，里面的东西就是假的。看来我们被摆了一道，难怪被血窍境保护的东西会落到一个记名弟子手里。事先身上重伤，怕被偷袭，急着把东西拿回城中，居然忘记了这一出。3个只是一脸懊悔，目光却始终都在张元身上。张元明白，这是在等待着他的解释这个玉盒怎么落入他的手中。可他还没有说话，早已等待多时的叶无量就立即忍不住跳出来。没有拿到玉盒的他根本没办法和孟倩莹邀功，早就憋了一肚子气，现在终于找到发泄的时机。他指着张元大声叫道，我早就怀疑他不是什么好人，之前我想要检查保护，他却死活不肯，甚至想要与我动手。我现在就十分怀疑他就是木原教派出来用以迷惑我们的。听到这话，更是加重了众人的怀疑，因为对方的话还真有些道理。如果此刻不拿出一个合理解释，眼前的张元就有木原教帮凶的怀疑。解释？无需解释。张元知道所有的解释都不会有用，一切的语言证据都是口说无凭。他没有解释，缓缓打开手中玉盒，顿时一个赤红如血、活蹦乱跳的心脏展现在所有人的眼前，好似跳动中带着靡靡魔音，不断在听到之人耳中悠悠回荡，激起人的欲望。一瞬间，3个执事脸色迅速涨红，嘴里喘着粗气，眼中尽是占有之意，好似欠债的赌徒看到了一座金山，身体不由自主地靠近。而旁边的叶无量更是不堪，双眼早已赤红如魔，脸色扭曲狰狞，直接朝着玉盒中的心脏扑去。等你好久了。张元眼神一凝，手中早已蓄力的拳头悍然轰出，重重砸在早已被迷心智、丝毫没有防御的胸膛上。只见轰的一声，叶无量直接被打飞出10几米外的墙上，口中鲜血直流。随后张元快速把玉盒合拢，一瞬间所有的魔音消失不见，众人眼神中的理智悄然回归，只有叶无量口吐鲜血不止。你干什么？叶无量双目圆睁，眼中满是愤怒，胸口处的剧痛更是让他怒火中烧，
恨不得将眼前这个记名弟子碎尸万段，以解心头之恨。不让你检查，你指责我；让你检查，你又不乐意。张元摊开双手，脸上露出无奈的神情，仿佛在面对无理取闹的孩童。我说检查，不是让你打我。叶无量咬着牙，一字一顿地说道，语气中充满了不甘与愤怒。这么说来，你是想让我不阻止你吃掉心脏，堕入魔道阁？没想到你还有这样的癖好。张元一脸惊讶地看着他。你，叶无量被气得脸色通红，身体微微颤抖，却又对张元毫无办法，只能用那仿佛能吃人一般的眼神狠狠地盯着他。张元却一脸淡然，仿佛叶无量的愤怒与他毫无关系。既然这小子想搞事，他奉陪到底。他之前只是懒得理会，并不代表他怕事，更不需对方什么老爷爷不老爷爷的，不过是一缕苟延残喘的残魂罢了。得罪了他，照样弄死。孟倩莹和三位执事面相觑，他们对两人之间的恩怨一无所知。不过刚才的验证已经表明，这是血腥貌似不是假的。顿时，四人看向张元，眼神中的怀疑尽数消失，取而代之的是浓浓欣赏。一个运血境竟然能丝毫不受赤心的影响，保持神志清醒，你是怎么办到的？孟倩莹不禁开口问道，眼中满是好奇与探究。难道我拥有太阴帝浆体的事情也要告诉你们，还是说告诉你们我是万中无一的绝世天才？张元抿了抿嘴，没有说话。他仰头望向簌簌作响、不断飘落的树叶，眼睛微微眯起，仿佛在思考着什么，又仿佛在回忆着什么，面色淡然自若。半晌，他缓缓摇头说道，我不知道，也不清楚。我是通过偷袭，让木原叫人重伤遁逃，才得到这玉盒的。但我看到这颗心脏起，我的内心就不断告诉我，那是不好的东西，不断提醒我身处正义。说到这里，张元的眼神变得坚定无比，仿若坚定不移的磐石。他洪亮声音，斩钉截铁地说道，我与魔教不共戴天。四人不语，眼中满是欣赏。如果这话从别人口中说出，定会显得虚假拙劣，但此刻有了之前的种种铺垫，还有这战绩滤镜，在他们眼中，张元就像是一个散发着正道光芒的英雄。甚好，甚好。孟倩莹脸上带着微笑说道，通玄宗弟子中有你这样的存在，实在难得，是宗门之幸。如今你独自带回赤血星，断了穆元交的计划，立下大功，我回去定会禀报宗门，让宗门重重奖赏你，不会让你白为宗门尽力。听到这话，三位管事一脸羡慕，一旁的叶无量脸色却瞬间变得阴沉无比，好似一滩死水，看向张元的眼神中满是怨恨。因为这一切本应该是他的，都是张元把他的荣耀和功劳抢夺了。感谢师姐，这都是我身为正道应该要做的事情。张元一脸坚毅地说，随后把玉盒递交给对方，当然宗门也不会忘了你们。孟倩莹突然转头看向叶无量，特别是叶无量第一个洞悉此事，告知了宗门，不然的话，宗门几百弟子被如此残忍杀害，我们却还不自知，同门的冤魂恐怕要久久不得安息，我们难以启齿。原来是你这小子搞的鬼，害得我几天没睡好觉。张元瞟了一眼正得意洋洋的叶无量，心中突然有些后悔刚才那一拳打得太轻，那一拳就应该变成脚，来一记无影撩阴脚。如今肃清已然接近尾声，各位大功臣，不如与我一同回宗门。孟倩莹开玩笑般说道，愿同回归。几人脸色一喜，连忙说道，这么好的机会，他们当然不愿错过。孟倩莹不仅是极品美女，在内门中也是排名前5的高手，要是能和对方搭上一丝半点的关系，那可是受益匪浅。张元的脸色却显得有些怪异。孟倩莹开玩笑的时候和雨林轩简直一模一样，神态声音都极其相似，总让他忍不住想起那个可爱的师妹。说起来好久没见到师妹了，回去之后一定要去看看她。既然如此，那你们立刻先通知众弟子，之后我们就离开白月城。孟倩莹再次开口的说道。然而一道冷冽的声音却突然从四面八方传来，由远到近，瞬息之间。走，哪里走？想走，先把人给我留下。声音落下刹那间，狂风骤起，树上晃动的落叶被吹得四处飘散，席卷得漫天飞舞。一道黑色人影如鬼魅般飞速袭来，眨眼之间就到了几人身前。强大的威压让几人动弹不得，仿佛被定住了一般。只有孟倩莹反应迅速过来，与鬼魅身影纠缠在一起。眨眼间，狂风呼啸不止，激荡的灵气犹如狂海巨浪，不断激荡在周围的空气中。两道身影相互纠缠，眨眼之间就已经交手了不下100次。张元几人只能看到两道模糊的残影，根本看不清两人的动作。等终于停下来，才看清来人，但也不是看得很清。此人从头到脚都被一袭黑色的长袍所笼罩，看不到虚实，脸上则戴着一层轻薄的面纱，让人难以窥探其真容。只是张元的知觉告诉他，对方就是冲着他身边的叶无量来的。我就知道和这小子靠近就不会有好事情发生，没想到这么快就来了。张元看着一旁慌乱无措、眼含惊恐的叶无量，心中已然有了计较，二话不说，赶紧远离对方。可对方好像是故意的，他去到哪里，对方就会跟到哪里，狗皮膏药一般粘在张元身后。好，这小子果然不怀好心，
就故意让我被波及到，找个机会一定要弄死他。张元眼神中闪过一丝寒芒，院子中已是一片狼藉。孟倩莹和神秘人短促的交手，让周遭的房子全部倒塌，堆积的尸体散了一地，血腥味不断弥漫。两人各退一边，隔着井口对峙。孟倩莹盯着神秘之人，淡漠说道：“别装了，唐月瑶，打了这么多次交道，哪怕就算变成灰，我也可以认出你。”闻言，面纱中却传来一阵银铃般的笑声，笑声中带有一丝娇媚。没想到姐姐还记得我，看来是对妹妹思念已久，情深入骨了。不过很可惜，你刚才对付木原教，早已消耗大半灵力，奈何不了我。说着，唐月瑶立即动手，看起来丝毫拖泥带水，没有给孟倩莹一丝喘息恢复的机会。瞬息之间，两人又开始了交锋。只是正如唐月瑶所说，孟倩莹早已是强弩之末，肉眼可见落入下风。这样下去，孟倩莹落败是迟早的事。张元看着是心着急，对方要是落败，唐月瑶肯定会把目光对准叶无量，到时候肯定会波及到他。这小崽子有大能残魂保护，不一定会怎么样，自己这个倒霉蛋就说不定了，搞不好得被人随便一掌拍死。这种事情怎能允许？这小子既然想害死我，那我也不用这小子客气了。张元眼中冷厉一闪而过，张元猛然一个转身，在身后叶无量猝不及防的瞬间，大力腿鞭甩在他身上，一下子叶无量胸口凹陷，口中的鲜血和人同时飞出，重重砸在三位执事身边的地面上，陷入昏迷当中，生死不知。还没等众人反应，张元立即大声说道：“他的目标是叶无量，你们快带着叶无量先走，我来顶住他！快点，快点走啊！”张元焦急的语气中带着十分坚决，气势中充满了勇气和毅然决然的舍生取义，但脚步却一点不动。不动了，悄悄后退了2步。走得了吗？唐月瑶冷哼一声，一击击退梦仙营，闪身一现，瞬间来到几人身边，素手仅只是轻轻一挥，3个血窍尽的执事就被砸进了废墟当中，口中鲜血直吐出，看起来已是重伤。唐月瑶见状，并没有再搭理重伤的几人，目光看向这次的目标，手中散逸的紫色灵气缠绕在叶无量的双腿之上，猛然一个挤压，咔嚓，骨头断裂的沉闷声响起，叶无量的双腿被拧成麻花。本就重伤垂死，陷入昏迷的叶无量顿时发出一声凄厉惨叫，惨叫声响彻院中，刺耳无比。人和唐月瑶却早已消失不见，院中只剩下满地狼藉和到地不起的4人，以及毫发无损的张元。还好我反应及时，不然就差点给波及到了。那小子果然想害死我。张元心有余悸地擦了擦冷汗，这魔女攻击性简直拉满，动辄伤筋，触折裂骨。幸好自己脑子够灵活，不然躺在地上的人恐怕要包括自己。师姐，你没事吧？张元立即走上前，关切地问候观看，却发现孟倩莹早已陷入昏迷，脸色苍白无比，毫无血色，像一朵柔弱的白莲花，摇晃在水波当中，娇弱中又带着一丝可怜。看来之前和木原娇的战斗早已让他重伤，只是故意隐瞒不说，怪不得这么着急着回宗门。张元心中恍然大悟，随即把师姐背起来，将娇软的躯体压在自己背后，触感很不错，可惜和师妹一样平平无奇，并无太大波动。张元用手托着身后的翘臀，避免孟仙莹掉落，随后向着重伤的几位执事走去。说起来，几个执事是为了帮他挡了一灾，才陷入重伤之中的。张元当然不会吝啬，立即把治疗伤势的丹药从储物袋中拿出。都怪我没有能力阻止魔女带走叶无量。张元叹息说道。3位执事服下丹药，脸色好了不少，看着自责的张元，只是苦笑摇头。这种事情怪不到对方身上，实在是魔女太强，随手一击就让他们陷入重伤当中。那种实力的彻底压制，就算再来100个张元也是无济于事。事已至此，无可奈何。相信叶无量福大命大，一定能从魔女的手中安然无恙逃出来的。当然死了最好。张元心中腹诽，随后说道：如今师姐昏迷不醒，最重要的是先想办法让孟师姐醒过来。我租的房间还蛮大的，我先带着师姐去休息，几位恢复后尽快赶来。说罢，他留下房间地址，随后背着孟倩莹转身就走。作为一名甘愿为宗门流血牺牲的忠实弟子，张元总是在关键时刻挺身而出。如今师姐昏迷不醒，他当然不会无动于衷，立即不辞辛劳地背着师姐向酒楼而去。只是酒楼离此地不近，一路上不免有些颠簸，让张元颇为不适，有点胳膊了。张元眉头微微皱起，这突如其来的感觉让他略有不适。出神间，他感觉到背上的娇躯似乎有些滑落，不禁再次用力拖住。说起来也怪，孟师姐看起来清瘦柔弱的，怎么一点都不轻啊？难道肉都长骨子里了？张元脸上挂着一丝好奇，听说越是厉害的人，肉身就越是强大，会因此变重也说不定。有些专修肉身的强者，在一定境界之后，体重更是直达万斤，一屁股就可以把人坐死。不是我虫，是我正在摒气，准备施展秘法，防备着魔女靠近才这样的。可惜他并没有上当。孟倩莹悠悠的声音从身后传来，张元手猛然一抖，差点把人甩下来，有种偷偷去别人却被别人当面带到的感觉。
张元有点小尴尬，但他是何许人也，脸皮厚如城墙，这点尴尬很快消失殆尽，脸色淡然无比的说道：“孟师姐，你没晕倒啊？既然你没晕倒，我这就放你下来。”张元早就等不及了，尽管对方和雨林轩极其相似，可他连背的兴致都没有。娇躯软是软，但也是真的小，他真被硌得慌。可孟倩莹却没有下来的意思，双手抓住他的肩膀，固定了位置。师弟，你还是背着吧，师姐现在不方便。孟倩莹小声说道。她之前本就因为独自应对穆元教，身后伤害颇重，刚又挨了唐月瑶一掌，如今只剩下最后一击之力，就为了防备唐月瑶的偷袭，重伤之躯根本没有办法分心。要不是刚才这个师弟说话越来越太过分，他都不想说话。平瘠之地长得太重，这师弟说话也太过分了，真是让人羞恼。明明他一个大美人，让他背着，让他占尽了便宜，竟然还嫌弃上了，而且还说这样的风凉话，一点都不懂尊敬师姐。他堂堂一个内门前5的弟子，在宗门受尽了尊敬，哪里受过这样的羞辱？一时间，孟倩莹有点小委屈。还好，酒店已经不远，很快两人就来到房间当中。孟倩莹终于松了一口气，不用再被眼前这个可恶的师弟给暗暗蔑视他。张元也终于松了一口气，不用让自己的后辈忍受着折磨之苦。看着对方服下丹药，苍白脸色恢复不少，张元才笑着说道：“说起来，师姐真的和我一位朋友很相似，简直跟双胞胎一样。有时间我让他和你见见，保证让你惊叹不已。”孟倩莹淡淡点头，没有说话，一副重伤需要打坐静养的样子，其实就是还有点介怀，不想开口说话，也不想理会这个可恶的师弟。见状，张元也没什么兴致，告别一声便向着师姐房间走去。不过很可惜，恢复不少的师姐已经出去杀敌，房间里空荡无人，只有桌面上留下一张字条：“别等了，我先回去了。”看清上面字迹，张元不禁笑出声，看来这几天攻势有点猛，是姐顶不住了，都开始偷偷溜走了。也怪我太过着急，把礼物拿出来，又暴露了想要动嘴的想法。不过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回去再让他好好看看我的厉害。张元慢慢悠悠坐在床上，上面的狼藉早已经清理得干干净净，连一丝怪异气味都没有，被褥什么的都已经被换成新的，差点忘了师姐有小洁癖了。张元笑了笑，随后开始查看玄石，除去燃烧境界失去了1000个，又从木元教弟子身上得到了近2500。此刻他口袋中的玄石已然达到了8700，快要靠近9000之数。外门弟子中能有我这么多玄石的，恐怕真是没有几个吧。这还不算完全，等回到通玄宗，绝对还能得到一笔不菲的奖励。按这情形，过不了多久，他的储物袋就要塞下上万块玄石了。想到这，张元不禁露出一丝笑容。1万颗玄石，想必进入外门之后，能换上不错地功法了吧？到时候也不用在打架的时候可怜兮兮的舞弄着基础剑法了。基础剑法没有什么不好，但外门的武技更加令人赏心悦目。宗门大比中也不至于因为武技原因而给落入到下风当中。而且经过玄石燃烧，我感觉体内的灵气又开始增加了不少，恐怕用不了2个月就可以彻底突破运血中期，实力更上一层楼。自从有了这个化灵空间，他的实力可谓是1日千里，每天都有快速提升，再也不会被什么根骨不足所影响，只需要吃饭睡觉，实力就自然而然提升。想起之前燃烧而又变得干枯的空间，他二话不说，立即放入700玄石，让快要停滞的空间又继续运转，继续源源不断向他输送灵力。感觉自己的实力正一点一点的增加，张元怎么看都不觉得腻。等到差不多肚子有些空荡，张元便走下楼，随意点上一些大馒头，以此填填干瘪的肚皮。只是刚下楼，异常强烈的眩晕感便开始不由自主从脑袋钻出，一阵头晕目眩之后，张元眨了眨眼，发现自己已经来到了城外，而身边正站着一道身影。干，唐月瑶。张元此刻的感觉就好像是一只没有了羽毛的小鸟，无法飞出升天，只能静静仰望着天空，仰望着正透过无数云层依旧能播撒灼灼热量的日。谁懂啊？无语了，甩了叶无量一脚，又看着叶无量被抓走，一切都向着美好的方向前进。本来出来毫发无伤，又得到了那么多的玄石，应该是美美的心情。可现在一切都变了，不是已经把叶无量给带走了吗？怎么又出现了，还过来绑走我？难道是已经被叶无量给拿下，又或者达成了什么协议才会这样的？张元看着唐月瑶，一脸不解。在他不解的眼神中，唐月瑶正不紧不慢，缓缓向着张元走来。此时对方的面纱早已消失不见，露出了那堪称绝美的容颜。他身姿婀娜，曲线玲珑，每一步都摇曳生姿，仿佛能勾人心魄。一双凤眼狭长妩媚，带着轻佻。就你说与魔教不共戴天，就你正义勇敢是吧？来，再说一遍给我看看。唐月瑶嘴角中带着一丝若有若无的笑容，笑容中满是高傲和嘲讽，似乎在嘲讽着对方不自量力。你就因为这个把我抓来了？张元瞪大眼睛，在对方不置可否的眼神中，顿时感觉一口老血卡在喉咙，如芒被刺，如鲠在喉。就因为这句你就把我抓了？说你了吗？我说你了吗？你到底有多心眼，才会因为一句话专门跑回来把我也给抓了？
张元心里想要问候魔女的祖宗18代，但此刻他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误会，一切都是误会，自己人啊，圣女。张元立即笑着说道，他的实力明显不是唐月瑶的对手，与其这样，不如坦白到底，免得被自己人干掉，可就太不值了。哟，还以为你骨头有多硬呢，都还没开始动手就开始求饶了，看来我真是太高看你了。唐月瑶眉头一皱，并没有感到开心，反而一脸的了无生趣，眼神中泛起一丝危险光芒。看着真要被误杀，张元再次说道，慢着慢着，我真是真我教的，绝对是真的，我身上有真我禅。真我禅是真我教特有的产物，一种特意控制人的手段，每一个刚刚进入真我教的教徒都会被种上这种特殊的禅，只要背叛，真我禅就会从体内爬向心脏，把人啃得痛不欲生，失心而死。而只有成为了真我教的内门弟子，成为真正的核心，真我禅才会被取出。张元之前得到了太阴帝浆体，倒是可以取出，但他以防万一没有这么做，没想到现在终于派上用场。真的？听到这个，唐月瑶突然迟疑了，眼中的杀意消失，开始变得消失，脸色也变得冷冽。他突然说道，看着我的眼睛。张元疑惑看去，只见头晕目眩，整个人的视线仿佛颠倒一般，分不清任何方位，看不清任何光线。紧接着他的眼神变得呆滞，整个人好像被操控的木偶一般。这是迷幻之术，还是说是天赋？张元处于一种很奇妙的状态，表面上虽然变得呆滞，好像已然完全被控制住，但太阴帝浆体的特殊让他依旧保持清醒，并没有被对方操控。你是谁？是哪门哪派？唐月瑶看着呆滞的张元，开口问道。我叫张元，是通玄宗的弟子，不过这只是表面，我还有一个隐藏身份，是真我教的卧底。唐月瑶点点头，脸上的怀疑消失。他的这个天赋目前为止百试百灵，只要实力比他弱小的，绝对无法逃脱这个能力的控制，被他所催眠。这样说来，他真的是真我教的弟子，我把自家的弟子给绑了。唐月瑶顿时尴尬不已，但紧接着他眼神中寒芒闪烁，要不趁着没人知道，直接杀人灭口吧，传出去我要被人笑死。张元，不是，这也杀？果然魔女不愧是魔女，就没有一个好东西，连自己人都想要干掉。张元悄悄运转力量，准备对方一靠近过来，就突然全力反击，打对方一个猝不及防。要是偷袭成功，或许有逃走的机会。只是唐月瑶并没有着动手，沉思了一会，他而是继续开口问道，你觉得圣女可以信任你吗？闻言，张元心里一怔，瞬间明白过来，重点来了，看来要是无法得到信任，或者没有用处，就可能被杀掉，得先与魔女周旋一下，等自己变强大了，再狠狠弄他也不迟。想到这，张元呆滞着眼神回道，完全可以信任。哦，为什么？唐月瑶来了兴致，因为我在真我教中第一次见到圣女的容颜时，就已经深深迷恋上她。我觉得我的一生就是为了她而活，不断变强也是为了她。事实上，张元从来没有见过对方，但他觉得对方哪怕再残忍，也不可能会轻易杀死一个对他无害并且十分忠诚的属下。神啊，我对不起你，我刚才出卖了自己的灵魂。张元心中不断忏悔，而唐月瑶也不疑有他。作为圣女的她，经常出现在教内的各个地方，哪怕是杂役弟子也可以见过她。只是他没想到，居然是这样的回答。唐月瑶沉默了一会，冰冷的语气变得柔和了许多，淡淡问道，他可是杀死了所有竞争对手，并且对一切看不顺眼的弟子都全部杀死，忤逆他的人他一个都不放过。在真我教，所有人都惧怕他，甚至连教主都对他忌惮3分。你不觉得他是一个杀人无数、残忍冷酷、性格乖张的恶魔吗？原来你也有自知之明。张元很想指着对方的鼻子，把这句话一字一句给慢慢念出来，但情况不允许，他并没有这么做。呆滞的神情，毫不犹豫地说道，不会，我相信这一切都是他迫不得已，这并不是他的错，是这个世界的错。听到这话，唐月瑶再次陷入沉默，那眼角中流转的狡黠和傲慢逐渐消失不见，只留下一抹得意，嘴角噙着笑容，久久不掉，像是高傲的凤凰，昂着头颅。看来处境安全了不少，张元心中松了口气，终于是把这魔女糊弄过去。现在实力还不足，先委屈自己一阵，等变强了再慢慢收拾她，到时候看他怎么哭。张元心里恶狠狠地想到。正当他想着如何报复对方之时，唐月瑶再次盯着他，淡淡问道，那你觉得真我教圣女和通玄宗的孟倩莹谁更加迷人？当然是圣女，孟倩莹根本抵不过她的一根头发，完全无法相比。既然你这么迷恋圣女，你觉得自己会为她而死吗？唐月瑶的声音在耳边响起，更为致命的问题再次问出。这问题真是送命题，要是答会，对方突然让她去死怎么办？以这魔女乖张多变的性格，真保不齐会做出这种事情来。但要是回答不会，刚才的回答岂不是笑话？张元脑海中急速运转，仅仅只是一瞬间就冒出了无数思绪。他带着呆滞眼神脱口而出，不会。唐月瑶眉头拧紧，仿佛被打上了结。很明显，答案错误，因为我的愿望还没有完成，我还不想这么早去死。张元再次开口，用被催眠的口吻恍恍惚惚地说出，愿望？你的愿望是什么？唐月瑶不禁开口追问。
当我第一次见到圣女之时，我就深深被她迷恋，偷偷许下愿望，我这一生在死亡之前一定要亲到那双令人迷醉的美腿。张元这一生没什么爱好，就爱说点小谎，毕竟这个世界总是由无数的虚幻组成，爱说小谎的人才能融入世间。好恶心的愿望。唐月瑶一脸鄙夷，只是刚才紧蹙的眉头早已不知不觉地微微上扬，像跳起了美丽舞蹈。眼看时间差不多，他并没有再继续催眠，心眸中一缕金光被缓缓收回。下一秒，张元如梦初醒，他神色恍惚，仿佛做了一场噩梦一般，只是梦中的一切都没有记得。发生了什么事了？张元喃喃自语，随后看向唐月瑶，立即开口说道：圣女，我是自己，不必再说了。我知道这件事情，你最好永远放在肚子里，要是被我发现有第三个人知道，那后果你不会想知道的。唐月瑶打断张元的话，语气变得冷冽，仿若冰山上的锋锐冰刺。放心，我绝不乱说。张元一脸坚定，心中却松了口气，这次总算是安全了。就当他以为对方会放了自己，脸色凌冽的唐月瑶却突然开口：我有一个任务要交给你，这个任务同样不许告知别人。顿了顿，他继续说道：我无意中被叶无量下了毒，如今还不知道解药，我需要你靠近他，把解药的秘方偷偷拿到手，交到我的手里。说到这里，唐月瑶的脸色彻底阴沉下来，看起来比恐怖阴魂更加可怕。堂堂一个魔教圣女，竟然被一个普通的弟子不知不觉中下了毒药，而且还奈何不了对方，过了这么久都没有办法拿到解药。这要是被传出去，她原本就不安稳的圣女地位就会里岌岌可危。毕竟真我教绝对不会选择一个可能被别人所操控的人当圣女，都怪那个狗屁残魂，下毒的是他，几次阻止我逼问解药的是他。原本透露出穆元娇的消息，把一切都算计好，最好还是因为他功亏一篑。唐月瑶气得咬牙切齿，仿佛是猎物被抢走了母老虎，浑身散发着危险而又致命的气息。刚刚抓住的叶无量又因为那个残魂而又逃脱了他的手掌，哪怕双腿被打断，掌管对方身体的残魂都能使用出秘法逃走，让一切的算计变成竹篮打水。让我去靠近叶无量啊！张元这下愣住了，他指着自己，不可置信。就以目前他和叶无量的关系来看，能搞出解药的几率，不是说几率大不大的问题，只能说就像是老太监进入青楼馆，根本就是无稽之谈。怎么，你不愿意？唐月瑶脸色更加难看了。当然不是，保证完成任务。张元一脸坚定，带着视死如归的眼神，仿佛早已把生死置之度外。见状，唐月瑶的脸色稍缓，看着张元的样子，不禁笑了起来，眼神中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狡黠。当然，奖赏可是很丰富的哦。你要是完成了，我亲自把孟仙莹给绑过来，任你好好玩弄一番，让那通玄宗的绝世女弟子在你膝下承欢，你觉得怎么样？闻言，张元脸色却是淡然无比，似乎对此毫无感觉。请圣女务必别这样做，我已心有所属，她并非我喜欢的人。张元语气平淡，他时不时望向唐月瑶，眼神极其隐晦，但还是不小心被发现。哦，是吗？那看是可惜了。唐月瑶摇摇头，一脸惋惜，眼眸中闪烁着一丝得意。实际上他也只是说说，孟倩莹固然受了重伤，但真要分个生死，他也落不了什么好下场。他对孟倩莹还是存在忌惮。既然你不要女人，那就给你一本狠横练功法吧，看你也练过玉骨功。唐月瑶随手一甩，一幅功法观想图就出现在了张元手中。观想图最上方写着5个大字：金身荡魔功。张元看着名字陷入了沉思，一个大魔头给他这本功法，这真的合适吗？不过话说回来，这本功法居然有5层，直接可以修炼到血鞘之上。一下子张元不禁激动起来，不得不说魔女还真是大方，随手一甩就是他眼馋已久的东西。谢谢圣女的恩赐，我一定为圣女肝脑涂地，在所不辞。唐月瑶点点头，似乎对于对方的态度很是满意。不过要想要马儿跑，就要给马儿草，这个道理他也是知道，给对方一点甜头，对方才会更卖力。而且对方的实力确实有点低。不过圣女，我能不能换成别的奖赏？张元犹犹豫豫地说。他舔了舔干燥的嘴唇，目光盯着唐月瑶的双腿，久久没有挪开。唐月瑶只感觉双腿一冷，忍不住打了个寒战，连忙拒绝道：不行，我给的东西绝对不换，想要得到更多奖励，你就好好完成任务，把解药秘方给我拿出来。闻言，张元双眼露出一丝失望，不过心里面却乐开了花。做戏总要做全套吗？要是真换了，他还不乐意呢。谁会去舔那双臭脚？至于完成任务，张元对于这个并无想法，并没有带着多大希望。反正功法到手了，先变强再说。师姐，我给你带了大餐。师姐，渴不渴？我给你倒水。师姐，冷不冷？我带了被子。孟倩莹看着旁边的张元，心中不解。自从这师弟从外面回来，就对他不断的嘘寒问暖，无微不至。虽然不明白发生了什么，但相比之前对他一脸嫌弃、爱答不理的师弟，这样的师弟明显更讨人喜欢。不用了，师弟，如果有需要，我一定告诉你。孟倩莹脸带微笑着说道，看起来心情不错。好，师姐有事情一定要叫我。张元坐在一边，也不回到自己的房间，
只是静静地看着对方，就像是忘妻识人，静静地看着对方好看的侧脸，一动不动。从城外回来的张元心中已经打定主意，一定要师姐护至身前。魔女实在太可怕了呀，没有师姐的保护，根本就不敢露头，露头就可能被秒掉。只有待在孟倩莹的身边，才让她有那么一丝安全感，松懈下紧绷神情。虽然说暂时稳住了魔女，但魔女毕竟是魔女，性情难以琢磨，像随时可能会爆炸的炸药，无论是什么时候都不得不防。谁知道她那天心血来潮，让我独自一人去刺杀通玄宗宗主都说不定。于是张元做了个违背魔女的决定，他一定要抱住孟仙莹的大腿，至少在他的实力能与魔女抗衡的这段时间内，他要紧挂在师姐的腿上，哪怕是粘，也要死死粘住。至于唐月瑶等实力强大了，看他怎么哭，让他知道花儿为什么那么红。3天时间，张元大多的时间内都是一直待在孟仙莹身边，哪怕是对方洗澡的时候，他都是跑到门外把风，时不时还交谈2句，以保证师姐没有平白无故突然消失在空气中。为此，孟倩莹很是无奈，这个师弟真是太沾人了，而且十分厚脸皮，怎么赶也赶不走，哪怕是修炼时间，也都跑进他的房间和他面对面修炼。脸色轻薄的他根本不是对方的对手，只能任由着对方肆意妄为。还好伤势好了差不多的，终于到了离开白月城的时间。师姐后会有期，有空常来做客。回到宗门当中，张元笑着说道，面带着笑容转身就走。看着这几天如粘皮糖般的师弟毫不犹豫地转身离去，让孟倩莹柔和的脸上多了些怅然若失。但毕竟修为到了一定境界，这点若有若无的惆怅很快被他按在心底。回眸转身向着内门走去。回到熟悉的地方，张元的心情好了不少，仿若一道天然的屏障，把所有烦恼拦截。张元迈着悠闲的步伐向着矿场走去，聆听着络绎不绝的挖矿声。而李良等人也看见了他，顿时面露喜色，激动地跑了过来。师兄，你回来了！恭迎师兄回归，想必这趟任务师兄定收获了不少东西。李良几人恭敬地说道。自从没有了长柏飞这座大山，李良们终于第一次拿到了完整的月俸，顿时热泪盈眶，对于张元越发感激。不仅仅是他们几个，许多曾经受到长柏飞的人听到消息也跟了出来，甚至许多听说过这件事的管事都是远远仰着头，一脸崇拜地看着张元。毕竟天下没有不通风的墙，曾经在矿洞中，无论跟着长柏飞的人还是跟着张元的人，总是或多或少知道。而越说越离谱，甚至还有人说张元大喝一声把长柏飞给当场吓死。故事有点迷人，还真就迷倒了一大片。还没回来的张元就收获了一批迷锭，确实收获不少。张元点点头，脸上露出一丝笑容。这趟任务出去可真是收获满满，抛开最后的魔女事情，堪称完美。张元看着远远围成一团的人群，那满是敬仰的目光，顿时感觉有些好笑。关于自己是魔道卧底却成为正道带头大哥这件事情，确实有点难绷。好了，不用围着了，都快去干活吧。张元淡淡说了一声，顿时全部人化作鸟兽散去。看着散去的人群，张元遥望着刺眼的阳光，想要感慨一声世事无常，但说到底他并不是一个伤春悲秋的人，半晌也感慨不出什么，最后只是遁入了矿洞当中。玄石，我来了！哇，都给我使劲挖！张元脸上的笑容再次出现，几个管事也不说话，只是一味的挥镐，不断的挖着玄石矿。相比长柏飞的吸血恶鬼行为，张元叫他们做的事情简直就是小儿科，只是挖矿石，不会拿走他们的玄石，更不会让他们负债累累。张元的行为就是善人中的善人，而他们的善人正看着观想图，一边看一边不禁在感叹道，发明观想图的人真是个天才，有了观想图，可以把武技功法灵活灵现在人的脑海中演示。相比古时的书本秘籍，这种办法可以更好领悟武技功法，而且还防盗版。想要抄上100分功法，然后分批卖出去的张元瞬间大失所望，因为观想图的刻印对于精神极其苛刻，没有一定境界根本无法刻印。张元静下心神，观察着金身荡魔功的观想图，细细领悟着其中的奥妙。不知道是因为玉骨功的作用，还是因为境界问题，他很快就练成第1层。至于第2层，也不过是10天时间就已经熟练了运用出来。到了第3层，终于出现难度。以他自以为逆天的悟性，居然过了1个月都没有一丝动静，好似一个充气的玩偶，不论怎么捉弄，就是都不会叫上一声，一潭死水般静静待在那。算了，先就这样吧，先把外门弟子试炼给通过了，这个东西现在更为要紧。张元清吐出一口浊气，他看着空间中已经被装得满满当当的玄石，也不在矿洞中逗留。张元站起身，向着外门走去。消息1：从唐月瑶手中逃过一劫的叶无量，因为动用了大能残魂，导致残魂现在变得虚弱无比。消息2：遭受损失的木原教不然大怒，准备计划把黑云城整座成陷阱。2个消息随着系统刷新，张元定睛一看，瞬间无语。虚弱无比，到底有多虚弱？童子你倒是说清楚一点啊！这一点张元捏不准，毕竟说的太过模糊，要是去了给残魂一拳干死，可就太不值得了。大能毕竟是大能，想个办法给他整沉睡了再说。
到时候他第一个上。至于第二个消息，穆元骄的报复如果没有记错，黑云城也在飞云府中，并且在通玄宗不远处。这些魔教疯子真是够疯狂的，才刚刚损失就想要报复。张元啧摇头，魔道人做事是这样的，但和他关系不大，先忽略。至于第三个指定消息，张元二话不说，立即点了关于叶无量有关。靠近叶无量是不可能的，这辈子都不可能的，最起码残魂没昏睡前，只能靠系统的消息，看看能不能搞到关于解药的秘方。张元也不想魔女因为没有解药而不得不倒向叶无量阵营，那样的话对付起叶无量来，可真就会变得棘手许多起来。可惜这些天并没有刷出太多有用的东西，都是关于一些鸡毛蒜皮的事。仅有的有用消息还是这个指定消息，叶无量之所以能被大能残魂选中，主要因为他拥有天赋，万毒不侵，可以进入远古战场，食毒血择地。希望今天能出现好货，把那个魔女的东西给掏出来，到时候那个魔女命脉被我掌握，还不得使劲给我爆金币。张元想到一大堆的高级武技功法进入他的怀中，就不禁有些小激动，说不定还可以靠着这个解药拿捏那个恶毒的魔女，狠狠地戏耍弄哭她，让她知道自己可不是那么好惹的。张元想法很好，可惜系统并不给力。指定消息食毒血择地中蕴含着许多灵宝，其中最著名的是为正道菩提果，可提升天赋能力以及悟性。解药没要到，但也不错，最起码知道了他们想要的东西，而且也是自己想要的东西。张元看着正道菩提果的能效，顿时眼神不由变得一热，心潮澎湃。他现在什么都不缺，就缺这一个东西，就是关于提升悟性的宝物。有了这个东西，那就真的可以一飞冲天，不再拘泥于修行问题。能被大能残魂如此看重，绝对不是简单东西，效果绝非一般凡品，能提升天赋更说明了一切。到时候什么金身荡魔功也不会，还只是在第二层徘徊。张元到现在还在耿耿于怀，而且心中已经决定，系统的消息从叶无量转变成这科极品灵宝，魔女不魔女先放到一边，且看他把东西拿到何手，之后闭关修炼，出关单手虐哭魔女，狠狠地踩在他的脸上，让他知道谁才是真正的带恶人。带着心中思绪，张元来到演武殿。作为外门中专门的试炼场地，早就已经有人等待多时。毕竟每次过来申请进入外门的记名弟子本就不在少数，今天更是一样，10几人的队伍早已经排好，个个神情肃穆，又带着跃跃欲试的呼吸，静静等待着试炼执事的到来。众人见到张元，顿时有些惊讶，看着他的面孔，好似看到了什么罕见物种一般，眼睛都瞪大几分。其中更是有人惊叹出声：“不是吧，兄弟，你也到了运血境？”张元倒是没有高冷隐瞒，点点头。刹那间，惊呼声更多了。要知道，年轻就是资本，像张元这般年纪就到达运血境的，那就说明修炼天赋不差。这种人一般在招收弟子之时，都是直接并入外门弟子行列，而记名弟子当中都是天赋平平无奇的存在，修炼到运血境都不再年轻。在场的除了张元一人，没有一个是少于30岁的，男女无一例外。像张元这样的，既是记名弟子，又年纪轻轻到达运血境的，和奇形怪种没什么两样。于是张元时不时就被看上一眼，惊叹的声音和怪异的眼神接连不断。将近1个时辰，直到执事的到来才结束这样一样的眼光。执事神情淡然，不紧不慢走过来，而他身后则是跟着10个身穿外门服饰的弟子，每个外门弟子的脸上写满了不怀好意，看着张元，众人像是在看着含苞待放的小姑娘，正等着他们调戏一样。执事走到众人面前，淡淡说道：“好了，现在开始了，你们都是懂规矩的吧？满40岁的不能进入考核，都给我自己出来，别逼我用脚踹你。”说着，他冷眼看过来，目光凌冽，审视着众人，扫过几人后，把目光对准其中一个看起来面色比较苍老的男子。顿时，男子脸色变得苍白，在执事的眼神中，双手止不住的颤抖，垂头丧气地走出队伍当中。总有浑水摸鱼，总有浑水摸鱼，早就告诉你了不听，真当我是吃素的？罚20玄石。执事冷哼一声，目光再次巡行，一直掠过5、6个人都没有问题，眼中的凌冽才缓和了不少。直到看到张元的面孔，刚刚缓和的脸色又不禁冷了几分。他深呼了口气，冷声喝道：“说了多少次了，演武场不是你们开玩笑的地方，还敢过来玩？好玩吗？自己滚出去！”说着，他转过头，看着他身后的10个外门弟子，露出恨气不争的脸色，大声骂道：“都被你们带坏了，一个个不好好修炼，天天就知道钻研着怎么才好玩。”看着斥责的执事，一众外门弟子懵了，心中感觉有点冤枉，好端端的突然就被骂了。虽然他们之前确实跑到记名弟子队伍当中，但他们现在已经改了，绝对不会找那么年轻的。这个人明显就不是他们的人。古师兄，我们什么古师兄？叫我执事大人，我现在已经当上执事了，不再是师兄。古执事打断对方的话，严重强调。外门弟子们眼中闪过一丝无奈。古执事，这不是我们的人，我们保证这次绝对不会有弟子混进几名弟子队伍当中。古言无言，只是叉着腰，一副还信你我就吃屎的表情。真的，执事，
信我们一次啊！外门弟子们更加委屈了。见此情形，张元也不再装沉默，立即走上前，直接掏出身份腰牌，交予执事查看。还真是记名弟子。古执事一愣，紧接着破口大骂：都说测天赋阵法早该淘汰了，几百年的老古董就是不舍得扔掉，看看都测了个什么玩意儿，好天赋测不出就乱捡这些歪瓜裂枣。说着，他狠狠瞪着众多外门弟子。10个外门弟子一脸郁闷，怎么还挨骂啊？但看到古执事那如恶狗般的眼神，外门弟子委屈低下头，没敢说话。见状，古执事意兴阑珊，他转过头，淡淡开口说道：好了，不浪费时间了，这次的考核现在开始。顿了顿，他继续说道：试炼的规矩你们想必都提前了解，我就不有一一赘述了。只要打赢了傀儡，你们就是外门弟子，打输了就可以滚蛋。说着，所有记名弟子的目光随着他看向演武台的方向。只见台上一个黑色傀儡站着，傀儡的材质似铁非铁，像是某种特殊的木质，看上去十分坚硬，双眼闪烁着蓝光，悠悠盯着众人。众人心神一凛，看着这个坚硬无比的黑色傀儡，眼神变得凝重起来，因为这一场战斗关乎着他们之后的命运，由不得他们不小心。老规矩，谁先到谁先上。古执事看向众人，淡淡说道。话刚落下，一人从队伍中站出，面色坚毅，紧紧盯着黑傀儡。下一秒，黑色傀儡动了，脚下一点，迅速接近上场弟子，速度之快竟甚比运血镜。上场的弟子反应不及，顿时吃了不小的亏，连连被打中了好几拳，看起来已岌岌可危，勉强靠着丰富的经验苦苦支撑。看到了吧，这就是乱吃丹药的后果，靠着特殊丹药强行突破，血气积累远远不足，体质连最基础的运血镜傀儡都不如，还有何用处？古执事凌冽的眼神扫过记名弟子，嘴角挂着一丝冷笑。我劝你们，要是和他一样的话，就不要再白费那个力气了，自己退出，免得等下出丑。他的话刚刚说完，只听见场上砰的一声，那名记名弟子被轰了下来，整个人倒在地上，难以爬起。不少记名弟子脸色变得苍白，像是受惊的羊群，惴惴不安。下一个，古执事淡淡说道。可话音落下许久，却终不见再有人站出去面对场上那个黑色傀儡。排列第2位的记名弟子更是几双腿仿佛扎了根一般，一步都无法迈出。整个演武场如死寂般安静，气氛突然变得诡异起来。见状，外门弟子们却显得平静，似乎对于这种事十分常见。在踏进宗门大门起，所有人的天赋基本被确定，然后被分为不同部分。记名弟子之所以是记名弟子，是宗门认定，如果按照正常事情，他们基本不可能再踏入运血境。能进入运血境，基本都是吃了一些特殊丹药，有着极强的副作用，所发挥的实力远远达不到运血境。虽说事无绝对，但演武场100天当中99天都是这种情况，总是有人抱着那一丝侥幸吞下特殊丹药，最后被打击得体无完肤。张元也发现了情况不对，当初他以为记名弟子突破运血境之后就可以成为外门弟子，可却忘了运血境就是一道坎，能突破到这道坎的记名弟子寥寥无几，连常百飞这种人都是万中无一，却也磨磨蹭蹭了好多年才摸到了边缘，而且还没突破。怎么人都死完了？第2个没有听到吗？古执事不耐烦地催促。见没人站出，索性直接说道：谁愿意上就赶紧上，不愿上的就赶紧走。此话一出，场上终于不再寂静，一道身影立即从队伍中站出，正是弟子中最为年轻的面孔。既然没人来，那就我上吧，正好也省得排队。张元面色淡然，迈出自己的脚步，向着傀儡缓缓而去。见状，古执事笑了起来。这么多天以来，总算有个没吃血气丹的弟子了，这演武场也不算摆上，发了那么多天的火，每天都瞪着眼，总是看到了一点值得开心的事。为什么他就如此确认对方没吃过特殊丹药血气丹？因为只要不是傻子，都知道服用血气丹后会有着严重后果。年纪轻轻，对方有大把的时间积累，绝对不会因为傻到把自己废掉。不过古执事并不怎么看好张元，虽然说这个弟子没有吞下气血丹，但他还是太过年轻了。记名弟子又没有强大武技修炼，年轻也往往代表着经验不足，打败浑身刚硬如铁的黑傀儡恐怕有些悬，还得积累积累。古执事不由感到惋惜，对方年纪轻轻就突破到运血境，在外门当中也是不错的存在。如果一开始对方就在外门得到丰富资源的修行，恐怕会变得更强，哪用现在耽误了那么久？想到这，他就不由破口大骂，都怪那些老不死的玩意儿，一天天就知道吸血宗门，连换个测试阵法都……轰！他的骂声还没说完，就听见一声巨响响起，台上的战斗已经结束了。和古执事想的一样，战斗很快就结束。不过得胜者并非黑傀儡，看台上黑色傀儡的身体早已变得四分五裂，不成样子，看起来像是被五马分尸，黑色的肢体零碎散落。哦，结束了，还真是快。古执事看着场上那站立的张元和满地的傀儡，顿时微微一愣，看来情况有些出乎意料啊。不过他脸上的笑容反而更甚。不错，是个可造之材，好久了，终于再出现一个了。
能真正从记名走进到外门。古执事忍不住赞叹一声，随后他似乎想到了什么，他转头看向外门弟子，脸上的表情变得有些戏谑起来。啊，还真有通过的呀？怎么把傀儡打散了呀？我刚学的武技就等着傀儡用呢。倒霉，好久都遇不到一次的事情，第一次来就给我遇上了。外门弟子们脸上纷纷露出失望，他们来这里可不是等记名弟子的，而是专门为了傀儡而来，就等着记名弟子走后把黑色傀儡留下供他们陪练用。可没想到傀儡居然打烂了，顿时一个个唉声叹气，原本期待的脸上都写满了失望。师兄弟们不用这样，傀儡没有了，不是还有别的东西吗？谁说陪练的一定是傀儡？不知谁的话响起，众人纷纷一怔，所有目光不约而同看向场上的张元，露出一丝玩味的笑容。对啊，还有师弟呢，这个虽然没有傀儡好玩，不能用力玩，把人给直接玩坏了，但玩刚入门的师弟也是个不错的选择，毕竟这样的机会也是难得。一时间演武场变得热闹起来，其中一人灵机一动，直接趁着众人没有反应，率先跑到张元面前。他看着张元，微笑着说道：师弟，傀儡你打完了，现在我和你比试吧。你有可能不知，这也是试炼的一部分，只有通过试炼的人才知道，不过这只是增设部分，就算赢不了我，你也会通过入门考验。张元看着对方并没有说话，他好像记得没有这项规则吧。想了想，他看向古执事，而古执事双手抱怀，不知可否。这项规则当然是有的，是对方放屁放出来的，不过这个屁他也想闻闻清淡。他也知道通过试炼的张元到底能不能打得过真正的外门弟子。见状，外门弟子也兴奋起来，干，被王岩给抢先了，早知道能行我也上了。淡定，王岩不一定能打得过对方，说不定我们还有机会。别忘了他还没到运血境。场上王岩体内灵气猛然爆发，炼蛊境后期的境界暴露而出，不是运血境。张元看着眼前的王岩，眉头微微紧蹙。他倒是知道一些天赋上佳的弟子可以直接略过记名，直接进入外门，可不到运血境还不好好修炼，你跑出来和人武斗干什么？张元表情变得古怪，对方是怎么敢的？就这样直愣愣的上来了？难道外门的武技真的这么厉害，可以抹平境界之间的差距？张元心中也是好奇起来。只见王岩突然大喝一声，烈火延伸，刹那间他的身体泛起诡异的火光，炽热的烈焰从他的毛孔中喷涌而出，眨眼间就将他的身躯包裹。那灼灼烈火熊熊燃烧，连周围的空气都被高温扭曲。师弟别怕，师兄下手会轻一点的。王岩隐匿在这团烈火之中，脸上挂着一抹玩味的笑容，那笑容在火光的映照下显得有些狰狞，如戏弄人的魔鬼。他一步一步朝着张元逼近，每一步落下，地面都被高温灼烧得微微皲裂，散发出刺鼻的焦味，看起来确实不错，但好像还不够吧。张元神色十分平静，这点温度如果用来对付刚突破运血境的新人，或许有点用处，可早已到达运血境初期巅峰，并修炼玉骨功3层、金身荡魔功2层的张元来，体质早已远超同境界，这些看起吓人的火焰对他而言不过是微风拂面，不值一提。看着不断逼近的王岩，他右手缓缓抬起，高高举过头顶，紧接着啪，就像是苍蝇拍苍蝇一样，一个响亮的耳光直接抽在王岩的脸上。这一巴掌不仅仅侮辱性极强，而且威力也十分强大，直接打得王岩晕头撞向，连身上的火焰都变得忽闪忽灭。还没等王岩回过神来，张元直接拧掌为拳，重重砸在对方的胸口上。砰！王岩直接倒飞而出，重重地摔在地上，扬起一片尘土。他躺在地上，双眼圆睁，脸上满是不可置信的神情，陷入怀疑人生当中。本想靠着武技齐平境界并且取胜的王岩，惨遭一掌一拳落败。所有的外门弟子顿时愣在原地，似乎没有料到会发生这样的事情。等反应过来，便是一阵轰然大笑，哈哈哈，笑死人了！没想到这小矮子一拳被干倒了，活该！欺负新弟子没有武技，就以为能靠着火焰占上风，遇到狠人了吧？师弟不疼，我会下手轻，哈哈哈！谁懂这呀？笑死我了！学起刚才王岩说话的弟子，直接捂着肚子大笑起来，眼泪都流出来了。最后像只喝醉酒的猪，不断在原地抽搐，差点没当场笑死。见状，张元眼角不由一阵抽搐，差点被对方给逗笑了。大哥，到底谁才是一伙的？怎么看着自己的同伴倒地，笑得比敌人倒地还开心？不足为怪，都是宗门败类。古执事很淡定的解释，随后转过头对着众人说道：还有事要上来。此话一出，笑声顿止，所有的声音变成了争吵。我到我了，到我了，我最弱，我先上。放屁，我才是最弱。好，你们最弱都滚开，让最强的先上。外门弟子一个个争先恐后，不断拥挤成团，差一点就当场打起来。过了好一会，终于有人抢到了名额，快步走上台来。来者手中拿着一柄长刀，目光凌冽地看向张元，随后开口说道：师弟，请赐教。张元张了张嘴，正想要回话，下面的外门弟子们就率先起哄：柳峰，别太过分啊，还拿刀，要不要脸？臭不要脸，快滚下来！外门弟子们纷纷破口大骂。
看着场上的柳峰，对着他不停指指点点，口中更是不留情面。如果拿着刀，要是伤到了张元，那他们还怎么玩？行，我不要刀行了吧？柳峰被说的无奈，他把刀放回背后，不过脸上依旧带着自信，哪怕不用刀，以他的实力对付一个记名弟子，绝对绰绰有余。可见识到第一位勇士的张元，还是忍不住好心提醒道：“师兄，你还是用刀比较好，我练过横练，还挺耐打的。要是不用刀，你可能打不过。”柳峰摇摇头，笑了笑没说话。他已经猜到张元的想法，觉得他不用刀，没有运用全力，这样有些看不起自己。但等一下，他用实力行动证明他并非一个狂妄之人。想到这，他突然转过头，看向依旧到底不起的王岩，笑着说道：“放心吧，王岩，我会把你给我们外门所丢掉的面子给全部找回来的。”王岩不语，依旧装死，同时开始在心里问候柳峰亲人：“妈的，知道我丢脸还来鞭尸我，师弟，我要上了。”柳峰的眼神突然变得冷冽，周身灵力凝聚，双手凝练成拳，犹如血肉大锤，猛然向着张元砸去。每一拳仿若有千钧之力，可张元不闪不避，看也不看对方的拳头，静静站在原地，直接用身体硬挨下这一拳。砰！一声沉闷声音响起，张元依旧站在原地，身形不动如山，身上闪烁着缕缕金光。而另一边的柳峰眼中闪过一丝痛苦，仿佛才是被打的那个。他缓缓后退2步，手中拳头发抖，但很快又露出了一丝笑容：“师弟，武技练得不错嘛，不过不知道你能接下多少拳。”柳峰心中可不觉得刚刚入门的弟子真能扛得住自己的攻击，这种事情绝对不可能。真相只有一个，对方在强装镇定。柳峰心中冷笑一声，拳头如雨落下，不断打在张元身上。只是令他没想到的是，张元的演技那么好，依旧面不改色，身上的金色光芒依旧不断，整个人仿若一座难以突破的金身，反而自己的手变得红肿，脸上的笑容都开始扭曲。突然间，他有种不好的预感，貌似似乎好像真有可能对方并未在装。还有武技，这个好，这个好，这下更好玩了，这师弟实力可以啊！场下的弟子纷纷感到意外，依旧开着玩笑，但眼中的笑意却变少了许多，反而增加些许凝重。此时的他们不再把张元当成记名弟子，而是可以和他们抗衡外门弟子。师兄，要不你用刀吧？张元站在原地，没有急着动手。此时的他也想要试一试不动用天赋时的战斗力到底如何，而这些乐子人刚好可以试试。确实如此，我8分的实力全都倾注在这刀法之上，没有了刀在身，当真难以施展开来，都有些不会打架了。柳峰微微一笑，只是十分勉强。他明白，刚才张元说谎了，要是不用刀，他不是可能打不过，他是一定打不过。这一点，刚才他已经用实力证明。此时的柳峰已经顾及不了刚才的大话，将背后的长刀拔了出来，因为他心里清楚，要是不用刀，他连最后的底裤都输出去了。柳峰不再犹豫，双手握紧刀，刀一入手，那种熟悉的掌控感让他的自信瞬间回笼。师弟，小心了！话刚落下，他周身气势陡然一变，手中长刀挥舞的虎虎生风，一道道凌厉的刀光裹挟着呼呼风声，如汹涌的潮水般向着张元疯狂斩去。刀锋所至，尽是凌厉寒光。来！张元低喝一声，也不再留手，周身气息节节攀升，玉骨功与金身荡魔功直接在他体内同时运转开来。一时间，体表金光璀璨夺目，夹杂着丝丝缕缕的白光，两种光芒相互交织，远远看上去宛若金属锻造而成的人。面对柳峰密不透风的刀势，张元二话不说，开始横冲直撞，犹如一只钢甲牛魔，硬生生顶着刀锋，不断向着对方接近，任由着无数刀芒劈在自己身上，留下一条条淡淡白痕。紧接着，两只宽大手掌伸出，稳稳地夹住了柳峰斩来的刀身。这也行？柳峰瞪大了眼睛，满脸不可置信。他拼命想要抽回长刀，却发现手中的刀被夹得纹丝不动，犹如被卡在两座大山之中，任由怎么努力也无法拔动分毫。张元眼神一凝，手臂猛地一拉，以绝对的力量把刀夺到手中。还未等柳峰反应，张元顺势一个鞭腿甩出，重重抽在柳峰身上。顿时，柳峰整个人像断了线的风筝一般倒飞而出，重重地摔在数丈之外，摔在王岩身边，扬起一片尘土。柳峰落败。一瞬间，场下的外门弟子神色都变得凝重起来。柳峰在他们当中实力也是排前列的存在，可却如此轻易落败，足以看出眼前的寡言小羊已经变成了吃人的老虎。这师弟有点强啊！棘手的来了，谁先上？有没有弱的？先耗一波。外门弟子们又开始讨论，只是讨论方向发生了逆转。可还没等到下一个人上场，只见张元周身气息缓缓运转，紧接着他的气息愈发凝实，身体体内突然传来一声闷响，像是堤坝决口，力量如洪水般奔涌而出，血气不断在周身涌出。他的气息比之前强大了数倍，运血进中期成。回到宗门中已经过了1个多月，他体内的血气早已经积累完成，一切水到渠成，如今更是突破到中期。顿时
原本还一脸凝重的众人，直接变成了面无表情。紧接着，紧皱的眉头缓缓舒展，一副已经放心下来的样子。不玩了，不好玩，我先走了，我有急事。我爷爷突然临盆了，我得回去。玩个鸡毛！原本还没突破之时就已经这么难对付，现在突破了，还用玩啥？被玩还差不多。现在过去就是一人一下的事儿。他们是来找乐子的，可不是成为乐子的，直接抹油开溜。只是这时，古执事挡在他们面前，脸上露出诡异笑容。不，你们还是玩玩吧，谁都不要跑，都给我排队上去，给我狠狠的玩。师兄，再见，有空常来玩。师兄，别忘了我们哈。演武场，一个个外门弟子鼻青脸肿，半瘸半拐的向外走去。不过临走前，脸上依旧挂着笑容，不停的挥手与张元告别。刚才那场战斗已经让张元从刚入门的小师弟一跃变成了师兄，属实是把地位给打出来了。这也很正常，打者为先，谁的实力越强，谁就越受到尊敬。一个白发苍苍的老者，如果没有实力，别人只会叫你老头；如果实力达到宗主的地步，那么你才是前辈，叫你爷爷也不成问题。恭喜你，张元。古执事满脸笑意，眼中透着欣慰，看着张元的脸说道：“你通过了考核，不再是记名弟子，而是真正的外门弟子了。”张元点点头，脸色淡然，心中并没有过多开心，主要是在这些乐子人身上，对于外门的滤镜有些破碎了，没有感觉到外门的武技究竟强到哪里去，甚至连他的玉骨功都不如，更别说金身荡魔功。有了横练功法的他，目前并不缺少修炼功法，更看不上外门的东西。当然，主要还是太贵，哪有在魔女身上抱金碧香？还好宗门大比之后，可以有机会进入福地当中寻找机缘，不然的话，外门算是白入了。张元一边和古执事向着登记地点而去，一边在心里悄悄想到。路途中又听到了执事对于外门的介绍，各种修炼场地以及重要区域，最重要的是院落。外门弟子拥有一定的自主选择权，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选择居住之地。想钻研炼气之术，可前往冰院；痴迷炼丹之道的，能入住丹院；追求宁静修行的，则可选择养心院。张元几乎没有犹豫，当着古执事的面选择了养心院。不得不说，这养心院是真清静，整个地方是外门中最大的地方，就张元一个人就独占了一座小山峰，成功在通玄宗占山为王。不错，冷清挺好的，最起码做些私事起来也十分方便，不用像以前一样小心翼翼。而且师姐也是在养心院来着。看着眼下阔阔的大山，张元莫名想到邢花影，她应该是座高耸的山峰。不过目前师姐应该在矿场附近的阁楼里，并不在外门当中，不然的话就可以去师姐的山峰做客，好好聊上几天人生。带着一丝遗憾，张元躺在自己的床上，开始闭目巩固自己的境界。可张元这个人性格就是这样，最不想要留下任何遗憾。他吃下几颗运血丹，补补体内所需要的血气，迅速巩固完境界，随后便向着矿场扬长而去。在宗门重地，那巍峨耸立的建筑群中，有一座气势恢宏的楼阁。楼阁的顶层，几个长老正身处一间宽敞而典雅的房间里。房间四周的墙壁由温润的玉石砌成，散发着柔和而宁静的光泽。房间的正中央摆放着一张巨大的檀木桌，桌子四周环绕着几把太师椅。此刻，几位长老正围坐在檀木桌旁，他们的神情轻松而惬意。几位，道德榜选得如何了？这么多天以来，想必各位的名额已经都确认了吧？几位长老中，唯一有着一撮山羊胡的胡长老微笑着说道：“道德榜这件事情，他们已经思量了许久，觉得很有必要设立。最近总有外门弟子背叛，内门弟子捣乱，卧底肆意横行，让他们颇为不满，觉得真要加强一下弟子的道心。当然，最为重要的是宗门福地即将开始，有着10个空缺名额，道德榜的出现恰好就弥补了名额的空缺，简直是一举两得。不管是为了醋包饺子，还是为了饺子买醋，反正名义正当，有了正当名义，名额自然落到他们手中，可以任意选择。那是当然，这关乎通玄宗重塑宗门风气，提高弟子对宗门的归属感，这种事情我们怎能怠慢？”一位面色威严的长老笑道。旋即他脸上又露出了一丝为难。其余9名弟子已经确认，不过榜单最后1名的归属并没有定下来，还有待商榷，还需要你们参考参考。顿了顿，他继续说道：“其中有2个最为合适人选，一个是外门弟子叶无量，是他洞悉木元教的秘密，及时告知宗门；一个外门的弟子张元，是他亲自把赤血星拿回，保住了宗门的颜面。一个是告知有功，一个护住了宗门颜面，两者功劳不相上下，确实让他们难以衡量。”一时间，长老们都陷入沉默。但沉默时间并不长，最为开始发声的胡长老就笑着说道：“道德榜讲究地，不仅仅只是宗门贡献，更重要的是弟子的品质。听说张元只是运血境，但却并不受持血星的影响，心境非常不错，而且还极力得到内门弟子孟千莹的推荐，我感觉选他不错。”听了这话，几位长老不由点点头，脸上挂着认同的神色。他们吃了肉，肯定要留下一口汤，堵住别人的嘴舌，所以选择含金量越高的弟子，也让道德榜更加名正言顺，不是？既然这样，那就选择他吧。此时长老们并不知道，他
他们亲自认真任选的道德弟子正在和魔门的卧底厮混呢。张元蹑手蹑脚走进阁当中，他轻轻打开门，把眼前查看册子的冰冷美人熟视无睹地忽略掉，而后当着对方的面悄悄地绕过他的身后，从后面搂住那纤细的腰肢。张元如猪拱白菜一般拱着顺滑的瀑布青丝，把之糟蹋得乱七八糟，好似要把青丝中的香味都揉入自己的嗅觉了，让嗅觉好好享受一番。说吧，有什么事情？邢花影目不转睛，语气如往常般清冷。哪有什么事情，就是想你了。张元隔开一丝空间，让嘴巴勉强说话，而后又用鼻子拱了拱飘柔的青丝，滚烫的双手化作2条灵蛇，熟练地顺着纤细的玉臂握住那拿着书册的手。呵，邢花影冷笑一声，对于这个色胚，他哪里还不知道？经过多次打交道，他已经对对方了如指掌，一看就知道对方想要看什么。一来就开始握住作怪，肯定不是急于想要做坏事，而是有事情想要问他，而且事情越重要，他搂着自己的力道就越重，越一副非常色急的样子。现在要问，赶紧问，不然等一下我一句话都不会说。邢花影再次说道：“你怎能这般看我？我太伤心了。”张元一脸无辜、伤心欲绝的模样。好吧，他确实有点小事情，想要问问师姐，但嘴硬的张元自然不会这么轻易就认，摆出一副坚决不是的态度。可邢花影淡定从容，依旧十分认定的样子，搞得张元十分的恼怒。为了报复对方，他凑近对方白皙的脖颈，轻轻咬了下去。看似报复的举动，可他的动作实则轻柔，宛如在对待一件无比珍贵的宝物。月色如水，轻柔地洒落在张元和邢花影的身上，披上一层柔和。此时此刻，感受着张元的温柔，邢花影清冷的心眸不由得逐渐融化，化作一层薄薄迷雾在眼中流转。她脸颊难得出现一丝微红，眼眸中闪烁着微不可察的羞涩与甜蜜交织的光芒。她微微仰头，嘴角不自觉地上扬。察觉到对方的异样，看着变得更加迷人的师姐，张元忍不住调笑道：“看来师姐也想念我了吗？也想要我来找，对不对？师姐怎么不过来找我呢？”邢花影没有说话，轻轻垂了下遭人嫌弃的笑脸。她瞥过头去，半晌，那声音再次伪装成不耐烦的样子，带着清冷和丝丝颤抖：“赶紧说，有什么事？”转移话题的样子也挺可爱的嘛。张元暗暗一笑，没有再揭穿她，亲了口美艳的脸蛋，而后问道：“师姐，你知道十毒血泽的吗？”十毒血泽地是关于正道菩提果的存在，可这一出远古战场竟然没有记录。他翻看了许多书册，都没有找到任何蛛丝马迹，只能过来问问师姐。当然，想要过来和师姐亲昵一番也不假，他早早也想念师姐的香甜了。十毒血泽地，邢花影眉宇间带着一丝惊讶：“你是从哪里听说来的？以你的实力，应该接触不到这个地方才对。这个地方实力最起码也是凝香境之后才勉强可以进入的。”闻言，张元眉头微微一皱。自然界中口渴的变异灵蛇总会着急找水喝，本能的向着河西而去。张元的脸庞不自觉地轻轻一动，贴近那如羊脂玉般细腻的肌肤。怎么说？他声音略带沙哑地问道。邢花影眼神带着几分柔顺，声音自然而然也变得柔和起来。因为这处远古战场是存在于星渊当中，是星渊中有名的战场，而星渊则是心灵深处的渊源，只有突破凝香境才能够进入。凝香境，血窍之上，即为凝香，由血窍中的血气溢满，即可积累足血气，在体内塑造血香之形，相由心生，由心凝相。等到这一境界，人的魂魄就会大涨，甚至可以短暂脱离人体，亦可钻入心灵深处，到达心渊。如今我才是运血境，突破运血境之后才能到达血窍境，之后才是凝香境。这么想的话，我距离进入心渊还有好长一段时间呢。张元自言自语，心中不禁暗叹一声，看来菩提果短时间内无法到手了，但眼看着好东西就在眼前，就是没有办法吃到，简直令人难受不已。张元只感觉有无数条蚂蚁在自己的心中爬来爬去，心痒难耐。难道不突破凝相，即无法到达心渊？他不死心地问道。有，拿开。邢花影瞪了一眼作怪的张元，拍开展示在眼前的手，压制下想要咬死这个色胚的想法。他抿了抿阴唇，继续说道：洞天福地。洞天福地即是一些实力强横的大能死后，体内的血窍凝聚而成，带有微弱的心灵之力。借助洞天福地，也可通过大能的内心深处向往心渊世界。张元瞪大双眼，看着已经半遮半掩的师姐，一脸的崇拜和仰慕，看起来变成了小迷弟一般。哇，师姐，你懂得好多啊，连这些东西都如此清楚。邢花影没有回应，只是淡淡的看着他，眼神中带有一丝警告。不过我觉得你不要这么做，心渊这个地方的危险非比寻常，就算是凝相境之上的强者，也会时常遇到危险，陨落在心渊当中。而且打开心渊会对洞天福地造成无法逆转的损害，你就算成功从心渊返回了，洞天福地的主人也不会轻易放过你的。听到这话，张元也是凝重的点头，只是凝重的眼神在和邢花影对视之后，又化成了一丝炙热。现在说这些是不是不太合时宜？好像有些太过于遥远了。要不我们先干点现在的事。说着，张元看着身边的美人，眼中的炙热再也忍不住，直接吻了上去，不断的汲取着
美人口中的甜蜜和爱意，感受着他情迷意乱的呼吸。在这静谧而美好的时刻，整个世界仿佛都只剩下他们两人，时间也悄然停住，只留下这份浓得化不开的爱意在空气中弥漫蔓延。第二天，熹和晨光从云层落下，均匀洒在万物之上。经过通玄宗长老们的深思熟虑，终于下了决定，在宗门公开一个重要榜单。道德榜开榜，老师，都怪你，如果不是你没有出手，这次进入道德榜单的就不会是那个张元。叶无良看了看道德榜名单，又看着手中的储物戒，眼神中满是幽怨。世事无常，谁知道盒子还有这种作用，是进入到福地的名额。况且当时我虚弱无比，要是再出手，恐怕后面要死在魔女手中。灵虚子也不禁反驳道，在心中也是庆幸起来，要不是他当时衡量轻重，留下一部分魂魄之力应对危险，恐怕才是真的麻烦。怕什么？他还中了毒呢，说不定可以趁机把解毒办法告诉他，到时候还可以为我们所用。叶无量嘿嘿一笑，眼中的欲望一闪而过，脸色也变得玩味。他的脑海中仿佛想到了一些东西，呼吸变得炽热和急促起来。不可，千万不可！灵虚子连忙制止叶无量的想法，看着对方遐想的样子，赶紧说道：以那个魔女的秉性，且又在气头上，你要真告诉他解毒办法，除非你想和他同归于尽。闻言，叶无量不禁打了个冷战，想起那个魔女的恐怖模样，他不由有些后怕地点了点头。确实，先让他冷静冷静，等他冷静下来再说出来会好一点，反正该着急的又不是我。见状，灵虚子不由叹了口气，心中难以抑制的后悔还是让他不由得就是重提，带着懊悔语气说道：当初就不应该答应你的纠缠，在魔女身上种下了这种毒药，我太多的魂魄之力都因为此事被白白浪费，耽搁了我们太多时间，要不然好多地方的灵宝早就该到手，你也不至于还是晕血境。感受到自己老师目光中的指责，叶无量心虚的撇过头，小声嘟囔一句：这种毒药还是你跟我说的呢，而且我拿的时候你也没制止呀，我让你拿着是用来对付敌人的，不是让你随便乱用。灵虚子真想大吼出来，以对方恶劣的秉性，要不是自己的唯一弟子，他真想掐死对方。这么好的天赋怎么会长在这种人身上？灵虚子有时真感天道不公。那现在怎么办？没办法，进入福地，我们去不了深渊啊。叶无量问道。那颗正道菩提果可是关乎着他的修行问题，他早已十分眼馋，而且这个饼他听了对方话了好多次了，现在无时无刻不在想着。不用着急，为师正想办法，就算进不去也还有宗门大饼，那时候也更加方便，只要你最近别再惹是生非就行。灵虚子的声音从戒指中悠悠传来，话刚落下，叶无量突然说道：哎，老师，我有一计，可进福地。什么？我上榜了？张元瞪大眼睛，有些不可置信，更多的是有些想笑。他一个宗门卧底，直接干成了宗门道德模范，这真的对吗？谁家魔门之人还能登上道德榜的？他眨了眨眼睛，确认眼前的榜单是道德榜，而非是宗门追杀榜，顿时不知道该说什么为好。要是有一天自己暴露了，不知道通玄宗的人到底是什么表情。想一想就感到好玩，而且这榜单还挺有含金量的。孙龙、孙长老之子，梁山海、梁长老之孙，玉林生、玉长老之徒，9个都和长老有关，都是含着金钥匙长大，确实很有含金量。剩下一个是魔道卧底。想到这，张元真的绷不住了，笑得肩膀都微微抽搐起来。当然，令张元更加感兴趣的是可以进入通玄宗的福地一次。怪不得之前立了那么多功劳，杀了木元教那么多弟子都没有奖赏，原来是有这个在等着我。张元心中恍然大悟，脸上不禁泛起喜悦。相比于那些外物奖赏，进入福地当中明显是更值得令人高兴。洞天福地之所以令那么多人趋之若鹜，自然会有其独特之处。虽然在此之前没有了解过通玄宗的福地，但想必应该不错。3天之后自会知晓。在此之前，先看看消息吧。张元缓缓吐出一口浊气，把所有的思绪丢弃之脑后，目光凝聚心神，看向系统。消息一：经过1个多月的时间，唐月瑶还没到的任何回复，决定近日潜入通玄宗，找自己的线人了解情况。线人不就是我了？张元心中暗暗惊心，本以为回到宗门就安全了，只要不出去就不用再担心魔女的问题，可没想到这个女人比他想象中的更加疯狂，连通玄宗都赶来。看来圣女是真急了，叶无量到底下了什么毒，让堂堂一个魔教圣女都毫无办法，还急成这样。张元心中倒是好奇，但更多的是想着如何应对过去。对于这件事，他可是一点都没有管，要是让对方知道，那可就惨了。那魔女性格难测，是杀成性，哪怕是自己人也不安全啊，说不定真会干他。张元一边想，一边把目光看向系统，迅速扫过第2条消息的内容。消息2：孙长老之子孙龙为了能得到师妹青睐，决定从福地名额入手，所以希望你能够把名额让出来。看着消息，张元真是无话可说，这是名门正派吗？给我干哪里了？榜单都给我排列了，还敢过来抢，还能不能要点脸啊？张元感觉有些牙疼，
怎么平时好好的，关键时刻所有麻烦都给我一起找上门了？希望下一个消息能够给我点好消息吧。童子哥显灵，指定消息正到菩提果。话刚落下，他猛然张开眼睛，只见系统中文字缓缓出现：指定消息，为了能够得到正道菩提果，叶无量决定杀死榜单中的一人，再用秘法伪装成对方样子，混入福地当中。而你就是最好的人选。还有王法吗？还有法律吗？还有人权吗？张元心中已经无语到了极点。明明系统中的消息是3波不同的人，但都有一个明显的共同点，都是对他有严重的威胁性，而且危险都逼得很近。张元的脸色凝重万分，感觉身上压力如山。先不说这个一好一坏，敌我不清的唐月瑶，就说叶无量和孙龙2个人，没一个好对付的。一个身怀大能残魂，虽然实力不明，但能从唐月瑶手中逃脱多次，想来也不会差到哪去。另一个孙龙实力血鞘劲，更重要是对方有主场优势，拥有一个长老的爷爷，在通玄宗中能动用的力量远远不止血鞘劲，看似最弱，但极其难缠。想到这，张元都只想躺平了。一个大能，一个宗门长老之孙，都要来弄弄他这个平平无奇的小卧底，这还怎么玩？2人都是冲着福地名额来的，如果能够把名额让出来，倒是可以保命。但关键是这个福地的名额根本就没有办法让出来，道德榜已经出来，无可改变，福地的名额自然也无法转让。所以想要名额，只有一个办法，让占有名额的人死。没想到这道德榜虽然不是追杀榜，但却胜似追杀榜。现在宗门中想要我命的，除了2人之外，恐怕还有更多，都躲藏暗中，蠢蠢欲动。张元突然轻笑一声，眼神中寒芒闪烁，犹如冷冽的剑芒，锋锐无边，眉宇间尽是疯狂之色。好好好，都想要我的命，那就来啊，我等着你们。巨齿峰乃是坐落于通玄宗外门中一座赫赫有名的险峰，它表面看起来形如巨齿，由无数尖锐的山峰错落相连而成。从远处眺望，巨齿峰直插云霄，隐于云雾之间，散发着神秘而危险的气息。这山看似危险，但实际上一点都不安全，满是毒物和毒兽，哪怕有着解毒丹的存在，一般的弟子也不敢多待，免得丧命于此。张元望着高峰险峻，毫不犹豫地走了进去，身形没入薄薄毒雾之中。或许普通弟子会怕，但拥有太阴地浆体的他来说，和回到家中没有区别。在嶙峋怪石上行走，张元形影匆匆，带着明显目的性地向着一处方向走去。越往这山峰里走，原本不多的树木也就开始变得越来越稀少，抬眼望去，只能看到零星几根，只需要一眼就可以数清。宰杀了一些毒兽，掠过了不少山坡，他来到了自己的目的地，应该就是这里了。张元喃喃自语，看着坐着记号的大树，他的脑海中不由再次浮现着系统之前的消息。圣毒宗卧底张探风从通玄阁中偷出大量独门功法，藏于巨齿峰一根做了标记的大树当中，并且布下了剧毒。剧毒，我看看到底有多毒。张元缓缓伸出手，手中散发着诡异黑雾，不断地跟随着手插入大树中。一瞬间，大量的黑雾翻涌而出，把整棵大树上下全部覆盖。等到黑雾随着清风散去，黑雾中的大树也消失在了原地，只剩下张元的手依旧，以及他的手中多出了一个原本没有的储物袋，所有的毒精都在里面了吧？这可关乎计划的一环，可不容有错，不然整个计划将毁于一旦。张元喃喃自语，旋即把神识探入其中，查看储物袋里面的所存在的东西，确认无误，他立即放入怀中。随后他并没有像来时一样匆匆离开，开始变得不紧不慢起来，仿佛一位闲情雅致的诗人。他眯着眼在山峰之中不断地游走闲逛，直到不久，一位身影缓缓出现。来了，终于来了。张元缓缓睁开眼，看着来人。来者身穿着外门弟子服装，但是个陌生面孔，并未和张元相识。不过对方似乎早就认识张元，正不断快步向着闲逛的张元走去。到了张元面前，他立即说道：张元，孙师兄想见你，时间紧急，快跟我来吧。顿了顿，他补充道：孙师兄孙龙，孙长老之孙。这一句话很不正常，他似乎生怕张元突然变得耳聋，变得听不清楚，语气特意加重了不少，而且音调还极其特别，像是在宣读圣旨的太监终于得到了人前显圣的机会，抑扬顿挫起来。怎么就你一个人？张元看着面前之人，轻轻一笑，想要拿我的名额，就这种态度，就让一个人过来请我，没有八抬大轿，我可不去。要不你回去告诉他，让他亲自来请我，我或许可以考虑考虑。闻言，来人眉头微微一皱，原本轻慢的眼神变得冷峻，仿若寒风一般直逼张元。看来你知道不少吗？那你知不知道，现在通玄宗有许多人就想要你的小命？你现在过去见一见孙师兄，说不定他可以保你一命。他仿佛阐述着事实，语气显得平淡无比，毫无波动，但眼神中却依旧带着一丝冰冷以及不容拒绝的神情。身上的气势缓缓爆发，血鞘境初期的实力全部展现而出。张元脸色淡然，丝毫没有因为对方的气势而受到一丝影响。他看着对方，依旧笑着说道：呵，我还是那句话，想要名额，让他亲自过来求我。听到这句话，
对方忍不住笑了，笑容里满是不屑和嘲讽。求你，你也配？孙师兄说过，让我把你带到他的面前，是生是死都一样。既然你不想走，那我就亲自提着你的尸体回去。话刚落下，这名弟子拔出背上长刀，向着张元猛然斩来。张元站在原地，仿佛吓傻了一般，任由着长刀斩向自己胸口。顿时鲜血飞溅，在空中化作一朵朵血花，浸染着巨齿峰的崎岖地面。突然，张元露出诡异的笑容：“师姐，门外有人求见。”青竹构筑的朴素小竹屋中，轻质的女童声响起，她小跑奔向晨光下的人影。哦，是谁啊？孟倩莹看着跌跌撞撞的小师妹，温柔的脸上微微抿起一丝轻笑。她站在那里，任由着清风浮动，那如黑色的绸缎般的长发，远远望去，像是一朵绽放在春日暖阳下的百合，温柔又端庄。说是和你认识的，是个外门弟子，叫做张元。女童用清脆的声音回道：“张元师弟。”孟倩莹皙白脸上泛起一丝疑惑，虽然已经过去1个多月，但她对张元印象倒是深刻，正气凛然，品性上佳，能够以运血境的境界观看赤血星，而不受到一丝的影响。最重要的是对方那嫌弃土地贫瘠的眼神，她到现在都没有忘记。虽然最后不知为何态度变了，但那从未见过的眼神依旧令她难以介怀。这个时候，张元师弟突然来访，是有什么重要的事情吗？难道是知道了我推荐他，拿到了福的名额之后过来感激我的？心中带着疑惑，孟倩莹迟疑了片刻，还是让张元走了进来。刚一见面，她正想着以如何姿态来应对师弟的感谢，只是没想到张元带过来的并非感谢，而是满脸愁容的焦灼。师姐，大事不好了！张元一脸着急，呼吸急促。怎么回事？孟倩莹眉头微微蹙起，开口问道。木原教有消息了，因为上次的事情，他们要开始报复通玄宗，他们居然想要屠城。张元急促的声音中带着惊慌，他喘着粗气，挂满了挥之不去的愁容，用着惊恐的语气说道：“他们已经开始准备，计划着把黑云城里的人全部杀死。”听到这话，孟倩莹的脸上也不由得拧紧，双眼凝重地望着张元。此话当真？这种事情可容不得开玩笑。屠城这2个字可不一般，这要是假传消息，可是绝对会被治罪的，说不好要被逐出师门。孟师姐，千真万确。张元苦笑一声，拉开身上的黑色长袍，露出健壮肌肉。只见胸口上存在着一道狰狞伤口，隐隐还有鲜血流出，犹如百足蜈蚣附在他的整个上半身，在汲取着生命力，伴随着心跳不断蠕动。今天我有事去巨齿峰，没曾想看见2个黑衣人在交谈着此事，只因不小心在迷雾中发出一丝动静那个就被一刀斩来。还好我及时伪装成受到惊吓的毒兽，借着毒物侥幸逃过一劫。编故事吗？这种事情张元最为在行，反正只要木原教是真要屠城，那么他的话自然也不是假的。孟千莹看着伤口，不疑有他，想必这个品性极好的师弟不会为了骗自己让自己受伤吧。当即开口说道：“我现在就把此事告知长老们，让他们即刻派人阻止木原教。”闻言，张元立即摇头：“不行的，没人会因为我受伤就平白无故的信任我所说的话，就算告知长老他们，也要经过一系列的繁文缛节，根本来不及的。如今的通玄宗宗主和大部分高级战力并未回归，正是空虚的时候，宗内卧底肆无忌惮，不断频繁出现，更是让宗门的长老不敢轻举妄动。没有十足的证据摆在他们面前，他们绝对不会出动。这一点张元十分清楚，不然的话他也不会来找孟仙莹。师姐，我们只能先过去调查，等一切都水落石出，再告知长老们。等有足够的证据证明我所说的话，他们自然会出动。张元建议道。他看着眼前的那门师姐，在心中也是一片复杂，因为对方的推荐导致现在他麻烦不断，纯属是好心做了坏事。张元十分清楚，这并非对方本意，所以并未怪罪对方。但既然因他而起，把他小小拉下水，没有问题吧？他想要从这重重危机中走出，最为不可缺少的就是师姐大腿。师姐，想必心胸旷阔的你，应该不介意帮助师弟吧？张元心里想到。事到如今，也只能如此。孟倩莹便点点头，随后说道：“不过你身受重伤，不宜再行动，我一人过去黑云城查看即可。”听到这话，张元赶紧摇头。如果他不去，那他还要孟仙莹过去干什么？顿时赶紧抱住师姐大腿，把那香软修长的双腿纳入怀中，紧紧勒住不放。我可不敢留在这里，宗门卧底有卧底，太不安全了。我现在谁也不信，就只相信师姐，让我跟着你去吧。闻言，孟倩莹原本的羞涩瞬间消失，脸上神情不由柔和许多。知道师弟如今受到惊吓，他也没有怪罪于对方，只是一味安慰。不过张元死活不肯松开，就紧紧地抱住那双玉腿。好了，我答应你便是了。看着紧紧抱住他双腿的师弟，他的脸上不由得浮现无奈之色。旋即利用内门弟子令牌，和张元乘坐着宗门妖兽，向着黑云城的方向而去。孙师兄，狗师弟的找到了，只剩下一个头颅挂在树上，树上还涂有剧毒，让我们又损失了2位师弟。外门中，一名身材魁梧的弟子望着孙龙，一脸恭敬地说道：“呵呵，倒是小看他了，没想到一个运血境竟然有如此能耐，
杀死一个血窍尽出气。孙龙笑了笑，脸上有些意外。旋即他再度开口，这次你过去把他带回来。不用带回来了，就地解决。后面的没说，魁梧男子已经领悟对方的意思，却没有立即行动。他迟疑了一会，说道，刚刚他和孟倩莹师姐一起出宗门去了，要不要等他回来再说？孟倩莹，孙龙脸色顿时凝重，过了好半晌才渐渐缓过来，脸上再度挂起一丝笑容。放心，他再强也只是一个人，不可能护得住张元。想要这次福地名额的绝对不止我一个人。黑云城城池中的每一面城墙都是由巨大黑色岩石所堆砌而成，高耸入云，望不到尽头，犹如一只黑色巨人静静伫立，散发着冰冷的气息，令人心惧胆寒。张元和孟倩莹两人乘坐着宗门的飞行妖兽，不许多时就已经到达附近。孟倩莹刚想要进入城门，却被张元阻止，并且拉入一旁的小密林当中。师姐，别冲动。在孟倩莹不解的眼神中，张元开口问道，黑云城距离通玄宗并不远，如果他们要屠城，要怎么才能不被发现？想要在通玄宗眼皮底下把城池里几10万人杀完，可不是那么容易。阵法，只有阵法还能做到，只有启动大型的迷幻阵法，才能够保证把所有人困住，又不让外界感知。孟倩莹不假思索地回道，能笼罩一座城池的阵法，怎么说，想要做出来也极其不容易吧？闹出的动静肯定也不小吧？张元意味深长地说道，要知道大型阵法的课文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需要大量的时间和各种特殊物品，还有足够宽阔的场地。如果没有内部人员的掩饰，绝对没有人能在城中制造大型阵法。你是说城主有问题？孟倩莹眉头不由拧紧。就在刚刚，他还想动用内门弟子令牌，让与城主交涉，让他们帮忙偷偷调查来着。可现在他不得不放弃这个想法。对，如果他们想要屠城，并且已经开始课文大型迷幻阵法，那么城主绝对有问题。张元点点头，继续说道，所以我们只能暗中调查。孟仙莹点点头，倒是没有异议。在黑云城中，隐藏阵法基石的地方不多，就算一人调查也用不了久。只是这样的话，早上行动并不方便，人多眼杂，容易被察觉出来。他对着张元说道，旋即向着城门走去，不过又被张元一把拉住。你就这样美美的进去了？孟仙莹不解地看着他。大名鼎鼎的内门弟子孟千莹，飞云府谁不认识你啊？你就这样进去，不就明摆着告诉穆元教你发现了他们了吗？说着，张元拿着一堆东西在那张细白的脸上涂涂画画，直到这一张清秀的脸成功变成了平平无奇的黄脸，才心满意足停下。那你呢？孟千莹用镜子看了看自己，再看着张元，不由发问，谁认识我？张元无所谓道，一点都没在意。后者捏紧了拳头，他转身就往黑云城走去。两人进入城门，来到一处视线宽阔的酒楼内，开口说道，小二，来一间上好房间，我和我家黄脸婆住上几天。不顾孟倩莹幽怨的眼神，张元交了银子就把对方拉入房间，等门关好，他才小声解释，孟师姐，一切都是为了计划行事，你就先忍忍吧，你也不想被穆元教发现吧？孟倩莹抿了抿嘴，没有说话，静静坐在床上打坐修炼。夜幕如墨，浓稠的铺洒开来，将整个世界都包裹于一片深邃的黑暗之中。孟倩莹一袭黑衣，身影灵动而鬼魅，悄然隐没于这无尽的黑夜里头。她灵动的双眸在黑暗里闪烁着幽光，向着目标而去。与此同时，张元于客栈的房间内盘膝而坐，周身气息沉稳而内敛。他双目微闭，周围的灵气汇聚，纷纷朝着他的身体汇聚而来。在这静谧的修炼氛围中，时间仿若变得缓慢而悠长。不多时，一阵清脆的敲门声打破了这份宁静。客人，您点的东西已经备好。声音从门外传来，伴随着一阵轻微的脚步声。房门被轻轻推开，一个身着酒楼伙计服饰的人微踮着脚走了进来。他面容普通，眼神中带着几分客栈伙计惯有的谦卑与热情，手中端着一个托盘，上面放着张元所点的酒菜。他轻手轻脚地将托盘放在桌子上，随后悄悄后退，动作娴熟而自然。慢着，你就这么出去了？张元的声音突然的响起，语气中带着一丝玩味。啊，客官还有何事？伙计微微一愣，热情的脸上露出一丝疑惑的神情。不带上一点东西？张元的脸上挂着一抹似有若无的笑容，让人捉摸不透。客人要我带什么呢？伙计开口问道，语气中满是不解，眼神里的迷茫之色愈发浓重。他心中暗自思忖，这客人莫不是喝醉了说胡话？比如带我的头？张元似笑非笑地看着伙计，声音依旧平淡，还无波动。可这话却瞬间打破了房间里原本看似平静的氛围。伙计的脸色骤变，原本迷茫的神情瞬间消失得无影无踪，取而代之是凌厉与狠辣。刹那间，他的身上爆发出强大的气息，手中多了把寒光长刀，刀光闪烁，裹挟着呼呼的风声，朝着张元的脖颈处狠狠斩去。运血境中期，看起来是另一伙人了。张元却不慌不忙，嘴角微微上扬，露出一丝不屑的冷笑，身上陡然涌起滚滚黑雾，那黑雾如同活物一般，迅速翻涌扩散。黑雾与袭来的长刀开始触碰的瞬间，发出一阵滋滋的声响，
仿若强酸腐蚀金属一般，长刀在黑雾的侵蚀下，竟逐渐变得暗淡无光，刀刃上竟现一道道裂纹。伙计见状，心中大惊，想要抽回长刀，却发现长刀仿若被一股无形的力量死死禁锢住，一丝一毫都动弹不得。还没等他做出下一步反应，那滚滚黑雾扩大，将他整个人笼罩其中。黑雾中传来阵阵痛苦的嘶吼声，一道人影在黑雾中拼命挣扎。仅仅片刻之后，那凄厉的嘶吼声便在房间中戛然而止。黑雾缓缓散去，伙计的身影已经不见，消失得无影无踪，只有一个储物袋出现在他手中。第一份收获到手，收获还不错，单单只是一个运血中期，身上的玄石就有1000了。要是多来几个，之后的一段时间就不用再为玄石发愁了。张元喜滋滋数着玄石，自从成为了外门弟子，失去了矿场的支援，让他一度以为以后会为玄石奔波。目前看来，完全没有这个必要。总是有人给他送玄石，花不完，根本花不完。出了宗门以后，这些人倒是变得大胆了许多，见我一人就开动手。不过这样子反而比宗门更安全。张元不怕他们动手，就怕他们突然耍阴招。别人占着主场优势，突然来一个叛徒罪名，你就算不想死都难。他可不想自己一开门就听到执法队走过来，说他是真我教的卧底，因为他还真是。来到这里反而安全多了，而且许多人因为忌惮孟仙营，应该不再会出手，减去了不少敌人。内门前5可还是有含金量的，不是谁都会因为一个福地名额而得罪这样一位未来的长老。至于剩下的，应该都到了。在宗门能竞争名额的人，想来这么久了，也该知道我现在在这里，是时候可以收网了。张元脸上挂起一丝玩味，随后闭目养神，继续打坐修炼。或许都因为进来的人久久未出现的原因，并没有再次过来。直到大半夜，一道黑影闪身而入，张元睁开眼，目光所至，便看到了孟倩莹那张变成黄色的脸。师姐，你回来了，情况怎么样？有没有找到？张元站起身，着急着问道。孟仙莹点点头，脸色凝重，她轻轻吐息，随后开口说道：这个黑云城果然有问题，虽然没有找到阵法基石，但内城不少的人已经被木元教杀死，想来一部分木元教的弟子已经提前迫不及待，所以提前动手了。以魔教非常严格的纪律性来看，这种情况非常常见，除了少部分的死忠，加入魔教的基本都是些不服管束的人，所以孟倩莹基本可以确定，这木元教确实如张元所说，想要屠城。师姐，还有一个更坏的消息，你想不想听一听呢？这时张元突然悠悠地说道：你有没有发现，我们这座酒楼附近出现了许多实力强大的高手？闻言，孟倩莹眼眸一凝，她迅速闭上双眼，周身的气息缓缓散发，空气突然出现若有若无的波动。恍惚间，张元看到他的头上3尺处隐隐有一道白玉人影飘动，人影和孟倩莹有7分相似，少了一丝温柔，多了一分圣洁。裙袂飘飘，如同云雾般轻盈，背后一对洁白的羽翼散发着柔和的光芒，看起来宛如仙女降生。凝像，他的脑海中顿时浮现出2个字：4明血窍境，6明运血境。竟然还有一位凝像境初期，怎么附近会有这些人出现？难道木元教的人已经发现我们？孟倩莹心中惊疑不定，本想着隐匿身形，就没有散发神识，免得突然被人给识破。没想到这才过了不到1天时间，他的周围就已经出现那么多人。如果我告诉师姐，这些人都是来自通玄宗，师姐相信吗？张元的声音再次从耳边传来，引得孟仙莹心中更加疑惑起来。她十分不解看向张元，不明白对方的意思，希望他能够解释清楚。张元微微仰头，苦笑一声：我被木元教的卧底发现了，为了避免我听到了什么，就倾巢而出过来杀我。桌上的那些饭菜就是送过来的，想要不知不觉毒杀我。什么？孟倩莹眼神中透露着不可置信，看着桌上的酒菜，确实下了毒药，顿时便是难以抑制的恼怒。没想到宗门这些年居然被木元教渗透成这个样子，这个魔教亏是我宗门已久。皙白温柔的脸上变得冰冷无比，他紧攥着拳头，好似隐隐爆发的火山，心中充满无限怒火。师姐要是不信，可去抓几个回来询问一番，或者查看他们的身份，我敢保证，他们虽然没穿宗门服装，但身上绝对带有宗门的腰牌。张元悠悠的声音再次响起，带着无限的凄凉和恐惧。师姐，救命啊！这些人就是想要杀我。他一把抱住那修长的大长腿，仿佛抓住了最后一根救命稻草，身体微微颤抖，那张脸更是化作了恐惧的鸵鸟一般，埋在了师姐怀中。见状，孟倩莹的脸色缓和不少。放心吧，师弟，有师姐在这，你不会有事的。说着，他缓缓俯身摸了摸师弟的头，安慰瑟瑟发抖的师弟，眼神中杀意闪烁不止。反倒是这些人绝对不能放走，免得木元教发现我的存在。怀中之人沉默，只是师姐看不见的脸上，张元露出一丝诡异笑容。来吧，通玄宗的崽子们，来试一试你们内门第5的含金量。不知道接下来变成木元教卧底的你们该如何应对内门第5的追杀呢？令科师兄，你说张元身边的那个人到底是不是内门弟子孟倩莹？房间中，一人看向身材魁梧的男子，
目光中的疑惑不由得从嘴里发出。我怎么知道是不是？你问我，我问谁去？被问多次的令科有些不耐烦。刚出宗门之时，他们自然不敢跟在张元身后，免得被孟倩莹给发现。通过关系网找出了张元所在地，虽已不见孟仙莹的身影，但却多了一个人，一个看起来和孟倩莹毫无关系的人。但关键时刻，他们不得不多想。您说，这个人如果是孟师姐伪装的，那他会不会发现我们？另一个人脸上显得有些害怕，毕竟那可是宗门前5的高手，要是真是对方，他们2个一个回合都走不了。令科似乎也察觉到了他的恐惧，只能暂时压下烦躁，宽慰道：“放心吧，那人绝对不是孟倩莹。孟仙莹师姐如此美丽，怎么会是一个丑丑的黄脸婆？她何必如此伪装？定是张元的诡计，故意从那个旮旯角落里找出来的诈我等。”顿了顿，他又继续说道：“就算她是孟倩莹，那又如何？我们是通玄宗的弟子，就算他发现我们也可以拿出腰牌表明身份，到时候他又能内我们何？不过话说回来，他倒是觉得这个女人10有8九不是孟倩莹。这里是飞云府，又不是魔教大本营，没有必要突然伪装成这样，肯定是张元在使诈。这么说也是哦，不过那女的不是孟仙莹就好了。那么好的身材，玩起来一定很爽。等杀了张元，一定要把她抓过来，好好玩弄几天几夜。”另一人脸上露出淫邪，仿佛是到了春天季节的妖兽，身体不由自主燥热。正当他想着如何玩弄那个女人之时，突然感到房中的空气冷了许多。还没等他反应，一道黑影一闪而过，他的整个身体僵硬在了原地，仿佛是被无形锁链所束缚。他的双腿，他的手指都无法挪动半分。一瞬间，他心中大骇，整个人仿若掉进万丈冰窟之中，浑身上下忍不住颤抖发凉。至于旁边的令科，同样如此，身上汗毛竖立，冷汗止不住直流。下一秒，冰冷的声音响起：“师弟，他们已无法动弹，接下来就看你了。”无法动弹的2人只能用稍稍能挪动的眼睛看向声音的方向。只见一男一女正向他们走来，女的是一个丑陋面孔的女人，而男人正是他们心心念念的张元。辛苦了师姐，剩下就交给我吧。张元脸上带着一丝笑意，目光望向2人，惊不惊喜，意不意外？想来2位在这里等候多时，恐怕已经迫不及待见到我了吧？现在我来了，高兴吗？高兴，高兴的快要死了。2人猛然瞳孔一颤，不可置信地看着他，仿佛看见了恶鬼一般，脑子里乱哄哄的，不知道为何被当成目标的对方突然出现在这里，而且那个女人实力居然如此之强大，眨眼间就控制住了他们。女人，对，是孟倩莹。令科和突然明白过来，眼前的丑女居然真的是孟仙莹所伪装，他们的目的也已然暴露。孟师姐，我们是通玄宗弟子，你们这是为何要对付我们？令科猛然开始大喊起来，语气中满是冤枉和不解。虽然说自己等人的大概率是被发现了，对方也明白了他们的目标，但他自然不会承认，而且只要表明了身份，2人就没有权利杀他，最多把他送进执法院，到时候自然有人帮助他们。只是令他万万没想到的是，对于他的话，眼前的孟倩莹却置若罔闻，仿佛没有听到一丝声音，就这样依旧站在原地，脸色带着一丝愠昵。反倒是旁边的张元大喝一声：“住嘴，给我闭上臭嘴！”他转身看向孟仙莹，说道：“师姐，别生气，接下来就交给我吧，你先出去一下，不然等下场面可能有些血腥。”孟倩莹抿了抿嘴，没有说话。房间里的最后一句话，他听得清清楚楚，已经不必再证明2人的身份。木原教卧底，确认无疑。他打开门走了出去，空荡的房间中只剩下了3人的身影。张元，你到底是什么意思？我们是通玄教的弟子，你要是敢动我们一下，宗门绝不会放过你。令科开口大声斥喝。至于另外一人，已经知道孟倩莹刚才听到了他的话，目前正死一般寂静，只有令科不断的咆哮：“这里被师姐设下了结界，你喊啊，你就算喊破喉咙，也不会有人过来救你们的。”张元轻轻摇头，笑着说道：“你这个魔道贼子倒是嘴硬，看来不给你们吃点苦头，你们是不会把一切都给我交代清楚了。”说着，他从储物袋取出刑具，琳琅满目，应有尽有。看着令科眼皮一跳，特别是听着刚才张元的话，让他内心中感到隐隐的不安。说我们是魔教，你凭什么污蔑我们？你到底想要干什么？你难道还敢藐视宗门规定，私自给我们动用刑罚不成？张元笑而不语，拿出一把小刀，小刀上闪烁着冰冷寒光。他吹了吹锋利刀芒，缓缓说道：“曾经有句古话说的就很好，叫做识时务者为俊杰。我想以下的各种刑具一定能撬开阁下的嘴，让阁下知无不尽，还不如把所有的事情都给我交代清楚，免得等下受到皮肉之苦。”闻言，令科的身体猛然僵住，他看着张元，眼中满是不可置信。对方的表情似乎要来真的，如果不说，就算自己不死，也要被眼前这个疯子给折磨在这里。心里一阵犹豫不决后，他颓然地叹了口气，最后还是开口说道：“好吧，是石天浩师兄叫我们来的，让我们来这里杀了你。”石天浩又是一个长老之子。张元眼中闪过一丝金光，猛然冷喝道：“住嘴！死到临头还敢冤枉人！我对你们
真是无话可说了。他手中的小刀毫不犹豫刺出，紧接着刀影如雨点落下，仅仅只是瞬间，令科的身体就多出了数十个刀孔，鲜血涌流，剧烈的疼痛感让令科身体忍不住剧烈颤抖，发出杀猪般的凄厉惨叫。他再也忍不住，再次喊道：“是梁山海，是梁山海！”他却悬石，想要把名额卖出。张元没有说话，只是一味出刀。真的，真的，这次是真的，就是梁山海！凄厉惨叫落落不绝。张元依旧沉默，手中不停，直到数百刀之后，令科流血而亡。张元转过头，看向已经吓傻的另一人，咧嘴一下：“到你了。”阴暗无光的房间中，一道身穿着朴素劲装的身影，竟然被打断四肢囚禁，身上不仅带着绝气锁，身上更是链接着深深陷入骨头的9道锁链。饶是宁向境初期的他，此时也无力回天，没有一丝反抗的能力。冤枉啊！我是被冤枉的。他看着眼前笑眯眯的张元，神情激愤，忍不住开口大声咆哮。每一个进来的人都说自己是被冤枉的。张元轻笑着摇头：“我真的只是想看看道德榜的弟子如何，并不是想要冒犯你。”他继续说道：“每一个进来的人都这么说。”张元眉头微微一挑，笑得更开心了。距离发现这些人不过是半个时辰的时间，就被孟仙影给全部拿下。不得不说，前5的含金量真不是吹出来的，就连最后的宁向境初期都不是一招之敌，很快就被拿下，成为了阶下囚，被张元折磨得惨不忍睹。你还是老实交代吧，前面8个和你一样嘴硬，但到最后什么都招了。快说，你来这里的目的是干什么？背后主使是谁？还有没有魔教同伙？张元发出致命3连问。话刚落下，他立即用茅坑里的石头塞入对方的嘴里，让他无法说话。紧接着，手中的锋锐小刀接触锁住的躯体，轻轻割下一片不大不小的肉块，顿时鲜血止不住从伤口流出。但好心的张元怎么会忍心看着流血，立即拿出上好的盐巴给他消毒，每割一次就消一次毒，直到100次之后，盘子里的肉已经排满，他才停下手来。被堵住嘴的人手舞足蹈，想来是跳得十分尽兴，身上的流下的冷汗已经把衣服全部浸湿，而且似乎显得十分高兴，连眼泪都止不住，不停地往外翻滚。你是不是有什么想说的？张元脸上又露出了和蔼慈祥的笑容，看见地方使劲点头，便用小刀把里面的石头挑出，顺便挑出几颗蛀牙。我是来杀你的，是苏晨给出了悬赏，谁杀了你就给5万悬石，我都认了，你拿留影石记下吧。他变得毫不犹豫，给全盘托出。反正他一个内门弟子，犯下这些罪行，最多被囚禁个10年之后就可以出来。可真要这样进行下去，再被这变态多削几次，他真的会完全给废掉。他重重喘了几口气，再次说道：“至于魔教，我真的不认识，这绝对真的，我是冤枉的。”闻言，张元立即微微点头，这一点他非常相信，没人能够比他更加清楚，就连对方也不够他清楚自己是如何被冤枉的。张元看着已经全部坦然的囚犯，不禁叹了口气，微微摇头。本来以为宁香境高手应该是条大鱼，没想到还是一样的结果。你们这些魔教贼子，到死还污蔑别人，你真以为我会信你的鬼话？你觉得长老之子会和你们这些魔教勾结在一起？胡扯！他冷哼一声，毫不犹豫出刀，在那颤栗的瞳孔中，小刀深深刺入脖颈，把整个惊恐头颅切下。随后手中黑雾冒出，如同黑色火焰一般，把所有都一切燃烧殆尽。做完这一切，张元走出门，对着在门外等待的孟仙莹露出歉意道：“师姐，抱歉。”并没有问出有用的消息。孟倩莹轻轻摇头，宽慰道：“没事的，这些人想必是从小就被培养的死士，肯定是十分嘴硬。况且师弟也不是执法院的，没学过特殊审问手段，问不出什么很正常。你已经做得很好了。一般来说，这类型的卧底都是要押送回去交给宗门审讯的。可如今黑云城几10万生灵危险在即，他事权轻重，不得不先灭口，免得木元教发现他的存在。不过眼前的师弟似乎并不满意这个结果，正低着头陷入自责当中。师弟，真的没事的，你已经做得很好了。孟倩莹拍拍他的肩膀，再次宽慰。张元依旧没有说话，看似还在不断自责，实则心里却思绪不断。如今幕后之人基本也查清了，孙龙、梁山海、苏晨，目前所有人都是这3人派来，一个长老之孙，一个长老之子，另一个则是永月王朝的宰相之子。不得不说，每一个人都是背景深厚，特别是苏晨，如今他爹在永月王朝可真是呼风唤雨，权势滔天。只是现在宗门和王朝关系并不好，不然的话也不会连一个名额都要争抢。不过这些和张元并没有太多关系，他心中只有一个纯粹目的，得罪了我还想要平安无事，想个办法弄死这3人。张元低着头，心中记仇的小本本已经不断地勾勒着3人的名字，脑海中已经开始在想如何找个良好的机会让3人脱离世间疾苦。一边想，他一边低头跟在孟仙莹身后回到原来的房间当中。半晌，孟倩莹终于忍不住伸出洁白玉手摸了摸师弟低下的头颅。师弟，真的不要自责了，问不出来真不是你的错。他心中不由暗叹，师弟还是太过正直，总是把一切责任都往身上揽。师姐，我没事，我只是想出去逛一逛，
张元脸上露出一丝笑容，是真的笑了，因为他体内的真我禅正不断发出轻轻颤动，提醒着他的身体，这是真我教的内门弟子才会掌握的方法，可以让附近弟子集合。很显然，那个魔女来了，这把锋利的刀就等到手了。张元心中暗暗想到。旋即望着刚刚探出头的晨曦，张元离开酒楼，来到距离不近的另一处酒店中。打开门，一个身材高挑而纤细的人影已坐在了柔软的大床上，肌肤如羊脂玉般洁白，仿若刚刚从牛奶中洗涤而出，如同床上的白绸。那黑色火焰般的长发肆意地披散在他的肩头，随清风舞动。参见圣女大人。张元一脸恭敬地望着眼前的女人，只是下一秒，唐月瑶那带着狡黠的深邃眼神微微一闪光芒，张元便感觉一阵天旋地转，脑袋一阵恍惚，只感觉醉酒般浑身晕乎乎的。怎么一见面就开始催眠？神识清醒的张元暗暗腹诽。张元，这么多天你做了什么？唐月瑶淡淡说道，语气中无法察觉出半分情绪，好似深渊的谷底，望不尽深浅。张元眼神呆滞，不假思索回道，这些天我一直在修炼圣女给的横练功法，还有打听圣女所需的消息。说到这，他停顿了下来，呆滞在原地，不再说话。还有呢？没有了，就这些。2个月你就做了这些事情？对的，没错。唐月瑶那细长的眉毛微微上挑，脸上不自觉出现了一丝的异神色，看起来似乎听到了满意答案。可很快他的脸色就冷了下来，带着冰冷的语气开口问道，既然这样，你不在通玄宗中，跑来这里干什么？还和孟倩莹在一起？你说你是不是迷恋她？听到最后一句，张元感到汗颜，这魔女的嫉妒心真是强，明明自己对她而言不过是一颗小小棋子罢了，却还要问上一句，生怕迷恋自己的东西转头给喜欢上别人了，甚至连任务进度都没有问。如果说是他会不会杀我？张元心中暗暗腹诽，但并没有作死，而是摇摇头，淡淡说道，并不是，我这次出来并非只是单纯跟着他，主要是为了完成圣女的任务。闻言，唐月瑶眼神一闪亮光，在床上翘着腿，饶有兴致地问道，哦，怎么说？这件事情还和圣女有关？张元再次用平淡无波的语气回道，因为我苦苦试探不出解药方式，便试图寻找办法登上了道德榜，以这种办法让许多想要名额的人来追杀我，其中就有叶无量。你别管这是不是真的，就说叶无量来没来嘛。张元此刻有80%的把握，叶无量就跟在自己不远处，只是没有被发现罢了。其他敌人已经被孟倩莹解决，就差着这个大能残魂，等着魔女来解决了，既能化解唐月瑶的不满，又能解决了叶无量这个麻烦，简直是一举两得二。你确定叶无量就在这里？唐月瑶一下子坐了起来，两眼放光，看起来像是找到了老鼠的猫，眼中闪烁着几分妖冶光芒。见到张元肯定点头后，便询问了一些他追杀他的人以及孟仙莹的目的，而后便开始接触迷幻。一瞬间，张元的眼神恢复了清澈，可仿佛不记得刚才发生的一切般，他看着唐月瑶，恭敬地问道，不知圣女有何吩咐？唐月瑶微微仰头，淡淡说道，你所做的一切我都清楚地看在眼里，这些天你做得很不错，我是个赏罚分明的人，不会让你白白付出，会给你丰厚的奖赏的。至于你的敌人，他眼中闪过一道杀意，顿时一股冰冷的寒意瞬间把整座房间给笼罩，让空气都变得凝固。圣女大人，你都知道了？张元不可置信地望着他，好似望着天神。唐月瑶没有说话，只是头颅又抬起2分，仿佛受人敬仰的神明，故作平淡的脸上却总是不可抑制的带着些许得意神色。回到酒楼，进入房间，张元脸上不自觉带上一丝笑意。如今大半的敌人已经让孟师姐给解决，大概只剩下叶无量一人，而现在最后的人也即将解决，这让张元岂能不开心？都不用动手，就看着敌人被轻松斩杀，简直爽得不要不要的。现在总算安心许多了，福地名额也十拿9稳。想到这，张元不禁好奇起来，福地里面到底有什么机缘，引得这么多人连孟仙莹都不顾及直接动手？莫非里面真有什么不可多得的好东西，值得他们如此大费周章？张元有些期待起来。不过现在他更期待的是这些木原教卧底死后所遗留的储物袋。孟倩莹貌似看不上，都没有过问一句，全都让张元一个人给捡漏了。只是现在那个黄脸婆还在床上打坐修炼，他也不好意思拿出来查看。等晚上吧。晚上慢慢数，张元闭着眼睛也开始打坐修炼起来。夜晚，孟倩莹又穿上一袭黑袍，戴上那遮住真容的黑色面纱，如同暗夜里的精灵，隐匿在黑夜中。走了，走了。张元立即睁开双眼，在身上摸索了一阵，拿出了9个储物袋，二话不说开袋。储物袋中的所有玄石都被全部拿出，放置在他自己的储物袋中。他细数了一下，总共有3万多，其中大部分的玄石都来源于宁香境的储物袋中，可以顶上5、6个，加上之前的玄石，如今我身上带着的玄石就足足有4万了，而且还有许多的丹药遗留，这些东西也可以让我化灵空间使用。这样看来，在未达到血窍境之前，我是不会再缺少丹药用了。张元喃喃自语，脸上的笑容止不住。这是离开矿场之后关于玄石问题上
最大的好消息，没有之一。这样一来，他也不用再浪费时间去寻找玄石来提升修为，只需要专心修炼武技即可。说起来，我的金身荡魔功也快要突破到第3层了，等到突破，肉身又可以提升不少，在运血境中也是一个强悍的高手。张元心中倒是微微激荡起来。说起来，他才突破运血中期才不久，没想到又有好消息传来。正当他激动之时，一道黑影快速掠夺，没入旁边的屏风当中。很快，孟倩影脸色凝重地走出来，紧接着楼下传来一阵骚动，一队乌玄甲兵手中持着长枪，竟然把整座酒楼都给全部包围。难道被发现了？张元心里不由得一沉。师姐，你被发现了？张元不由得小声发问。孟仙影点点头，又摇摇头，在张元不解的眼神中说道：刚开始我并没有被发现，在确认了城主被木原教策反后，听了他们的计划，可要走的时候却被一个玄甲兵百夫长给发现了，而且追我追到了这里。百夫长，张元静心中不免感到奇怪，一个玄甲兵百夫长的实力，不过是血窍境罢了，怎么会发现孟仙影？按理说以孟倩影的实力，就算是不擅长隐息之术，也不至于被血窍境发现。难道那是木原教高手伪装的？如果是这样的，那就有些麻烦了。对方好像已经锁定这座酒楼，要真被发现，肯定少不了一场恶战。张元和孟倩影对视一眼，都看出了彼此间的严肃，房中的气氛顿时变得压抑。快点，快点，都打开房门，仔细的搜。楼下传来乌玄黑甲兵的声音，由远到近，声音听起来非常急促。很快就到张元他们房间，急促的脚步声快速靠近，两人静静坐在那里，心中做好战斗准备。砰！大门被一脚踹开，一个极其壮硕的玄甲兵走了进来，正是一位百夫长，脸上覆盖着黑甲，玄甲下鼓起一块块虬结的肌肉，犹如一只成精的猛兽。他气势汹汹走了进来，目光灼灼盯着两人，浑厚的声音仿若咆哮般质问道：这么晚了不睡觉干什么？张元没有说话，呆呆看着来人，仿佛被那如洪钟般的声音吓傻了，就这样呆在原地，目光难以置信。因为通过太阴地浆体，他敏锐地看出这个用秘法伪装的唐月瑶。唐月瑶怎么在这？这魔女在这个时候不应该在和叶无量的大能残魂对线去了吗？怎么好端端的跑这里来了？张元心中带着无数疑惑，但表面上很快做出反应，掏出自己的腰牌。百夫长，都是自己人，发生什么事了？这样大动干戈的，还要把酒楼都给围起来检查？百夫长接过令牌，盔甲里的眼神缓和了几分，但很快就变得犀利起来。就在刚刚，一个可疑人正想要进入城主府，被我发现后跑来了这里。我现在严重怀疑，这个人就藏在这座酒楼当中，所以要彻查。所以孟倩莹是被他发现的，这个魔女在搞什么鬼？张元更加疑惑了。按理说，真我教和木原教这种异端教类才是真正的生死大敌。孟仙莹要搞木原教，唐月瑶就算不帮忙，最多也是袖手旁观才对。正当张元不解之时，他的耳边又传来百夫长浑厚的声音：既然你是通玄宗的弟子，那我们都是一家人，你肯定不会是可疑之人。但你旁边这位……百夫长说着看向孟倩莹，目光紧凝，绽放着可疑。哦，他是剑内。张元很自然走过去，一把搂住孟仙莹的腰肢，把她拢在怀里。孟倩莹身体下意识紧绷，想要推开身旁传来的炙热，但很快就僵硬住，最后只能瘫软在温热怀里罢了。为了不被发现，暂且这样吧。孟倩莹把头埋进怀里，免得露出异样，却没发现此时的百夫长用那如黑窟窿的眼神正对着张元挤眉弄眼。很显然，对方已经故意暴露身份，也就说明他真的只是来戏弄孟仙莹的。见状，张元也是一阵无语。原来担心了半天，就是这个魔女心血来潮过来捉弄一下孟仙莹。她和孟倩莹有什么仇吗？作为捉弄对方，不惜大费周章，就为了看到孟倩莹靠在男人怀中的窘态。唐月瑶很快就给出了答案，绝对不仅仅如此。她抽出手中的长剑，沉声道：你们是夫妻？你个运血境的通玄宗弟子，会看上这等货色？兄弟，你要是被歹人威胁了，就说一声，我保你平安无事走出去。闻言，孟倩莹的娇躯不禁一抖，第一次有人用这种货色来形容她，她差点气得火冒三丈，七窍生烟。紧贴着张元胸膛的眸子升起了一簇簇怒火，但攥紧着手并没有说话。别开玩笑了，兄弟，我就是喜欢这类型的，虽然相貌一般，但身材窈窕，正合我心。张元微微一笑，而唐月瑶似乎十分不满这话，她盯着孟仙莹的挺翘的臀部，朝着张元示意。张元只能五指并拢，高高地抬起手，朝着那圆润柔软的山包拍去。啪！清脆的声音响起，怀中的人更是猛地一颤，他猛然探出脑袋，那沁出水雾的眼眸难以置信地看着张元。师姐，都是演戏而已，你也不想被发现吧？张元赶紧小声安抚。这也难怪他啊，要怪就怪师姐以前得罪过这个小气的魔女，不然也不会出现这种情况罢了。反正只是为了应付，这也不能怪师弟，要怪就怪自己大意，被城主府的人给发现了。孟倩莹心中一叹，重新低下头。只是正当她以为应付过去的时候，那浑厚的声音再次悠悠传来：你们真是夫妻吗？要不亲一口试试？别怪兄弟我这样子，只是姿势体大，在下也能奉命严格检查。此话一出，
整个房间鸦雀无声，仿佛陷入到了死寂般的沉静中。张元看着眼前的唐月瑶，眼神中带着满是不可置信的惊讶。不是玩这么大吗？你就不怕孟倩莹突然发飙，撂下所有摊子，直接把你给猛揍一顿啊？张元心中无语，这小气的魔女报复心理真不是一般的强，真是不能轻易得罪，不然关键时刻她真给你捅刀子。张元已经明显的感受到怀中的孟师姐已经完全不知所措了，身体如同触电一般僵硬在原地，久久都无法恢复过来，看起来就像是一块人形石头一样，一块心跳飞快的石头。师妹儿，张元小心试探，轻轻伸出手，抬起那仿若被精致雕琢过般的下巴。只见抬起的脸颊早已变成通红一片，在浓浓的妆容下若隐若现，那星眸般的双眼带着些许慌乱，不停左右闪躲，正如他心跳一样不平静。好一会儿才终于缓和不少，可心里面孟倩莹还是打鼓不断，正在和自己做着强烈的思想斗争。孟倩莹啊孟倩莹，你怎能如此自私，怎能如此不顾全大局？为了黑云城的几十万生灵，一个小小的吻又算得了什么？更何况师弟是自己人，就算给了他，也算是肥水不流外人田。带着这样的想法，孟倩莹也不再犹豫，轻颤着睫毛闭上双眼。见状，张元也不再犹豫，对着那润红的小嘴轻轻一咬。孟倩莹双唇轻颤，平稳的呼吸开始变得些许急促。这种陌生的感觉让会不由会想起第一次碰见凶猛的妖兽，让他内心之中感到一阵慌乱与不安。可渐渐的又感到十分奇妙，就好似一壶美酒不断浇灌着他的心田般奇妙，让他整个人都醉醺醺的。明明连男人手都没牵过，就开始亲吻，我算不算浪荡的女人？他醉醺醺的想。长睫如蝶一般微微睁开，看着近在咫尺的人脸，又羞怯地轻轻闭上。昏暗的烛火下，窗棂透进的夜风中摇曳，将孟倩莹的身影拉得悠长。她发丝凌乱，显得有些狼狈。过了好一会，两人缓缓分开。此时唐月瑶的身影早就消失，房间中只剩下两人瞪大双眼看着彼此，心里面都打鼓不停。孟倩莹错开眼神，故作镇定。师弟，这都是为了应付玄甲兵，你不要太过往心里去。这件事情的起因是师姐的失误，以后师姐会补偿你的。他还得补偿。张元觉得好笑，之前还安慰他说别什么责任都往自己身上揽，现在却什么都往身上揽，这师姐还真是要强。张元没有说话，看着师姐那强装镇定的姿态，真怕开口会忍不住笑出来。什么师姐，明明自己还要害羞的死，还要大言不惭说补偿。说起来，师姐年纪轻轻，修为就已是宁相境之上，想来付出了不小代价，恐怕大部分的时间都用在修炼上，恐怕连男人的手都没牵过也说不定。不过说到底，这师姐也是太敏感了，修为那么高，道心却如此不稳。果然，一看起来道心很小的人，修炼起道心来就十分困难。张元眼神掠过贫瘠的土地，宽阔的平壤上只有轻轻的起伏。唉，道心太小了。看着依旧热气腾腾的师姐，张元决定暂且出去避下风头，让对方冷静冷静，顺便去看看魔女搞什么鬼。城主府不远处的阁楼中，张元隐没在黑暗中，顺着真我禅指引的方向行动，很快就进入一间无人房间。而唐月瑶似乎早已等候多时，翘着二郎腿，一搭一搭拍打柔软着床背。看见张元的身影，他嘴角微微勾起，脸上露出一丝玩味。怎么样，我给你的奖励还满不满意？孟倩莹的嘴软不软？一瞬间，张元的脑袋轰然炸开，搞了半天奖励就是这个呀，怪不得当时还疑惑，说好了不会亏待，结果一点东西都没给，原来奖励搁着呢。不对，这应该不是奖励，之前我明明表明过一次心意来着，这分明是这个魔女故意报复师姐，让师姐露出难堪之色罢了。不过说起来，师姐那嘴还挺软的，张元心里这么想，但肯定不能这么说。他微微低着头，脸上露出一丝苦闷。圣女大人，我根本就无心顾及这个，这根本就不是我想要的奖励。闻言，唐月瑶眼神一厉，看着张元，面色冷若寒冰。你在嫌弃我给你的奖励？不敢，那就是嫌弃了。难道孟倩莹在你的心里就如此的不堪？那倒不是，只是我心中早有所属，是她不过是一泥塑吧。张元看着对方，极其诚恳地回道。唐月瑶突然收回气势，眼神中闪过一丝满意，嘴角又恢复一丝轻笑。看在你表现得不错的份上，我这一次就原谅你的冒犯，我允许给你再选奖励。听到这话，张元心中不由一动，看着心情不错的唐月瑶，不由问道：难道圣女大人已经抓住了叶无量，又或是找到了解毒方法？唐月瑶轻轻摇头，表示没有，只是嘴角依旧挂着笑容。虽然被他跑了，但我已找到对付叶无量的办法，下一次就能轻松抓到他，解药近在咫尺。说着，他目光扫向张元，眼神中闪过一抹诡异光芒。下一秒，张元就被控制住，坚毅的眼神瞬间变得呆滞起来。正当张元不解对方为何催眠他时，只听见唐月瑶的声音再次响起：这次看在你如此努力的份上，就大发慈悲，帮你完成一次心愿吧。随后，他轻轻拉开那黑色华丽的裙摆，动作轻慢缓动，把被黑色遮住的神秘小腿和小脚逐渐展露出来。小脚玲珑小巧，
脚趾如同颗颗粉嫩的珍珠，整齐地排列着，脚踝纤细而柔美，线条流畅，仿佛是大自然精心雕琢而成。小腿笔直而修长，肌肤光滑细腻，泛着一层迷人的光泽，宛如上好的白玉。这一切看似美好，可张元心中已经隐隐生出了不好的预感。允许你冒犯的心愿，来吧，色图。他轻慢的表情中隐隐带着一缕期待，看着呆滞的张元。明明本想给个普通功法就直接糊弄过去了，但他还是给出了好东西。或许第一位如此忠心于他的属下，让他不禁生出一丝包容的宽怀。不过可不能让他知道，免得他过于洋洋得意，得寸进尺。我可以拒绝，给我本横练功法就行，丹药也可以啊。张元心里面疯狂咆哮，但他还是俯下身子。张元后悔了，满心都是懊悔。他如果料到唐月瑶会如此大方的赏赐属下，当初就不该说那些多余的。说是玄石，那该有多好。虽说他如今玄石近4万有余，但这种东西什么时候都要用，多多益善。再不济，当时说的是别的东西也行，比如功法，比如武技，再不济来个灵宝也行。而且不得不承认，这魔女还真是大方，有好东西她是真愿意给。呸！我可是正人君子，如此轻易就被这魔女给腐蚀，这种事情坚决不行。张元在心中暗自唾弃，我受了这般奇耻大辱，必须深深蛰伏起来，积攒实力，等实力足够强大，一定要狠狠报复回去，让他知道我的厉害。想到这，张元开始复盘，仔细回想着今天的一切，慢慢算起来，觉得自己也不算亏，捧了魔女的臭脚。可看他的样子，短时间内是不会对自己动手了，算是解决了一个危机。而且临走时，他还塞给自己一本横练功法，说是对任务完成的奖赏。但他不知道，对于能抵抗催眠的张元来说，这就像掩耳盗铃。这掩耳盗铃道也演得妙，只是我现在好像并不缺横练功法。这本龙鳞变确实不错，可我连金身荡魔功都还没练到第3层，拿了它也没太大用处。张元着实有些犯难，他如今提升修为的速度还算快，可修炼功法的悟性实在不敢恭维。和大多数人一样，修炼1、2门功法武技就耗费了全部的精力和时间，得想个办法把自己的悟性好好提一提，再把武技修炼。张元心里清楚，这事儿至关重要，不然等自己到了宁香境，别人都能御剑引雷了，自己却还只能靠纯巴掌对敌，那场面简直美的不要不要的。已是夜深人静，万籁俱寂，明月高悬在云层之上。张元回到酒楼，师姐孟仙莹还没睡，正坐在床头发呆，像是在思索着什么。张元以为师姐还在为今天的事心烦，便没去打扰她，打算在一旁打坐休息。可孟倩莹一看到他回来，立刻走了过来，神色变得格外严肃。我从城主府打探到，木元教要用8阶大妖的心脏作为阵法核心，一旦阵法成型，黑云城所有人都会自相残杀，生灵涂炭。8阶大妖？张元闻言不禁感到吃惊。8阶大妖的心脏，这可是极其珍贵的东西，恐怕整个木元教都没几个。如今妖兽日渐式微，8阶妖兽几乎绝迹，很难再找到了。8阶大妖的心脏用1颗就少1颗，根本没有补充的可能。这次木元教可真是下了血本。反应过来，张元立刻建议道：“那我们赶紧回宗门报告，趁现在让长老们马上过来。”孟倩莹听了，眼中的忧虑非但没有减少，反而更浓了几分。她缓缓摇头，叹了口气说：“来不及了，他们已经把心脏送到黑云城外，正准备通过密道送往城内。8阶妖心一旦启动阵法，就算长老们赶来，也无力阻止。”顿了顿，他话锋一转：“不过我已经打听到密道的位置，只要提前截杀他们，毁掉妖心就行。你拿着我的身份玉牌，先回宗门寻求支援，让宗门长老过来。”说着，他把玉牌放在张元手心，随后转身消失在夜色之中，根本没给张元拒绝的机会。张元看着手中还带着师姐体香的玉牌，心中不禁感到无语。好消息，不用去拼命，原因派不上用场，实力弱小的我帮不上一点忙，真是很抱歉了。张元哭笑不得，旋即他汇聚心神于系统上，说起来，今天消息还没看，刚好查看一下运送大妖心脏的人数，要是对方实力太强，可以让唐月瑶过去帮一下忙。对付木元教这些异端，想来身为真我教的圣女会很感兴趣吧？毕竟真正的战斗往往在短时间内就已经可以结束。等从宗门搬来救兵，说不定师姐的尸体都凉得透透的。好歹师姐是他第一根抱上的粗腿，要是这么死了，那太可惜了。而且师姐死了，谁又能为他证明那些死去的弟子是卧底呢？之前一切不就白忙活了？消息1：黑云城的城主早就被木元教所策反，成为他们的人。老早消息了，落后的童子。消息2：正道菩提果在于10毒血泽地中万毒峰山顶，附近无任何妖鬼，万毒会侵蚀附近的一切生灵。来得很好，但选错了时候。张元缓缓开口说道：“指定消息，8阶大妖心脏。指定消息，在黑云城西北角处的院落密道中，3名宁香境中期的木元教教徒即将护送8阶大妖心脏到达。”看到这，张元眼神不由一亮。3名宁香境中期，以孟师姐实力应付起来完全是绰绰有余。既然是这样，那就不急着叫唐月瑶了，更不急着回宗门了。张元心中暗暗活跃起来，想来以师姐的胸怀，应该不介意我过去捡一些储物袋吧。
毕竟师弟怎么可怜，到如今还是晕血境中期的小弱鸡。不对，怎能如此说呢？明明是晕血境的师弟，太过担心师姐，太过于想要帮助师姐，于是偷偷跟着一是凝象境之上的师姐身后，帮她对付敌人。没错，就是这样。张元脸上露出一丝笑意。黑夜里，一个黑衣小贼缓缓移动身形，小心翼翼地跟着孟仙莹，很快就来到一处院落。这院落不大，互通几个小院，里面的人不少。每一处院子中，明面上就有6个晕血境的高手，在暗中都设有暗哨，只要有人靠近，立刻就会被发现。想来应该是这里了。张元躲在不远处，静静地看着孟仙莹的身影，如鬼魅般迅速掠过那些人，所到之处，众人瞬间被一分为二。仅仅1分钟的时间，院子里的人全都倒在了地上，而孟倩莹的身影也消失不见了。就在张元四处寻找时，耳边忽然传来一阵微风，师姐的声音随之响起：“师弟，你怎么不听话？师姐，我这不是担心你吗？要是你出了什么事，我该如何向宗门交代？我又有何颜面苟活于世？”张元一脸正气凛然，双眼神情凝视着孟倩莹，语气抑扬顿挫，说的跟真的一样。既然来都来了，那不如趁着这个机会刷一下大腿的好感度，等回到宗门，自己抱着也顺手。他还想着靠对方先应付一下唐月瑶，好自己积攒实力呢。师弟，孟倩莹神情复杂，心中百感交集，最后却只化作一声无奈的轻叹。既然来了，那就暂且这样吧，反正以自己的实力保护师弟安全，应该不会出现太大问题。两人各怀心事，来到院子当中，细细查找，想要把密道找出。不一会儿时间，就锁定了一个干枯的石井，确认了就是密道的出口。低头看去，只见枯井中无数的骸骨堆积，想来是吃了不少的人。只是这也掩盖不住石井当中的空荡，只需用神识一扫即可发现。旋即，他对着张元嘱咐道：“你就这里等候，千万别让闲杂人等过来，我进去探查情况。这次没有我的吩咐，千万不能下来，可不能再自作主张了。”说完，他板着脸看着张元，摆出一副不答应我就要教训你的样子。张元点点头，宛若捣蒜，看起来就是一个十分听从将军指挥的士兵，脸上都写满了服从。看见如此，孟倩莹才钻入井口，消失在明月的光影当中。而张元也开始了打扫模式，把所有的尸体都安排妥当，清理好地上血迹，顺便再帮他们拿走沉重的储物袋，让他们在地底下睡得安详。18个晕血境，6个血鞘境，倒是让他们受累了，带了那么久的储物袋，还是让我为他们负重前行吧。说着，张元打开储物袋，把其中的玄石都清点清楚，不多不少，足足2万有余，看起来还比较富足。如此一来，我的玄石就已经达到了6万之多，足以再用一段时间多买一些好丹药，说不定可以在宗门大比之前突破血鞘境。张元在心中暗暗思忖。而就在这时，古井中竟然传出轻微波动，以及一阵阵连绵不绝的细风。仔细扶耳，还可以听到古井深处的幽暗中传来微弱又急促的打斗声，澎湃的灵力更是波荡不止。这事已经干起来了，也不知道战况如何，能不能过去顺走1、2个储物袋。想起上一个凝香境储物袋其中的丰富玄石，张元就心头不禁一热。要是能再顺上1、2个，说不定凝香境之前的资源都不用发愁了。当然，他并非视财如命，如果没有一定的把握，没有在凝香境中7手下逃走的实力，他也不会这样想。以我目前晕血中期的实力，如果化灵空间燃烧玄石，也可到达血鞘初期，之后再开启全力太阴地浆体，和凝香境初期过上几招，没任何问题。至于只是单纯的保命的话，凝香境中期的强者还真不一定抓得住，毕竟太阴地浆体的保命能力真不是盖的，简直强的不要不要的。头被砍断了，身体被斩碎了，只要体内还有灵力，只剩下2条腿都还能跑。而他最不缺的就是灵力。想到这，张元也跃跃欲试起来。等到井口的战斗余波渐渐平息，声音也小了许多，战斗将要结束后，张元不再犹豫，立即跳下井口。下一秒，那幽邃昏暗弥漫着腐朽气息便把张元给团团包围。紧接着，一股刺鼻的腐臭味便扑鼻而来，令人感到一股难以言喻的恶臭。四周墙壁上火把摇曳，投下的光影忽明忽暗，渲染出一抹诡谲的氛围。张元摸索着灯火方向前进，行走于昏暗当中，一会儿就看到了几道身影，3个木原教教徒，一人身形2米有余，浑身肌肤呈现出炽热的赤色。不过可惜，此时的头颅已经在地上种在了密道的泥土当中。最后一人额头上生出一对粗壮的牛角，泛着冷硬的金属光泽，仿佛能轻易将一切阻挡之物撞得粉碎。但只剩下半身，大量内脏滑落，双腿倔强地步倒在地上，只有剩下一人正大口大口喘息，周身覆盖着一层幽邃的黑色蛇鳞，每一片鳞片都闪烁着森冷的幽光，似是藏着无尽的毒液，令人望而生畏。而3道身影对面，孟千莹一袭黑衣如墨，衣袂随着流动的气流轻轻飘动，3000青丝肆意飞舞，清冷绝美的面容上，双眸却闪烁着如寒星般锐利的光芒。3打1还完胜，看起来一点伤害都没有。顿时，张元心中十分佩服那些通玄宗的弟子是怎么敢跟过来的，谁给了他们的勇气？
3个宁乡境中期都不是对手，他们居然敢在孟倩莹眼皮底下搞事。就当张元感慨之际，密道中的2人又展开了短兵相接。那覆盖蛇鳞的教徒竟然还敢率先发难，口中发出一声尖锐的呼啸，紧接着化作黑色的残影向着孟倩莹迅猛扑来，尖锐蛇爪闪烁着寒光。只见孟倩莹身形一闪，如同一道白色的闪电，瞬间避开了黑色残影的致命一击。她柳眉倒竖，她周身剑气激荡，无数道剑气如灵动的游龙在她身边肆意穿梭，随后猛地刺向黑影。刹那间，一声凄厉惨叫响起，血液如水喷涌，在黑影左侧不断流出，而左臂更是在地上变作无数碎肉。孟倩莹眼中闪过一丝决绝，手中长剑猛地刺出，一道璀璨的剑光闪过，直接贯穿了那教徒的胸膛。好犀利的剑法！张元不由得冷吸一口凉气。可就当他一切都已经结束，被贯穿胸膛的教徒却露出一丝诡异笑容。他被破开的胸膛竟然冒着一条血色锁链，沿着长剑迅速射向孟倩莹，瞬息之间就把她死死缠住。孟倩莹眉头紧锁，没想到对方濒死之际居然还拥有这样的手段。她冷眼一横，周身无数道剑气刺向血色锁链，可居然无济于事。血色锁链星光闪耀，浮现出血色骷髅的虚影，把所有的剑气全部抵挡。还没等孟倩莹从震惊中反应过来，她便觉得自身的灵气竟然消耗一空，身上的所有力量正不断流失，被这身上缠绕的血链快速的汲取。一时间，她竟然失去了所有的反抗能力，连站着都显得极其勉强。别挣扎了，这是7阶的血域锁，乃是我们木元教圣物之一，别说是你一个内门弟子，就算是通玄宗的长老过来，也根本无法逃脱。黑灵干哑的声音响起，他那鲜血流淌的嘴角写满了玩味和戏谑。看着眼前的孟倩莹，他那几乎快要涣散的眼神突然变得癫狂。你们通玄宗真是厉害啊，连我们的计划都洞察得一清二楚，可惜最后都功亏一篑。你不是想要摧毁心脏吗？来啊，我这就给你摧毁！黑灵伸出手抓住胸膛上的长剑，竟然发了疯一般往自己的胸口一划，顿时他的胸膛直接被一分为2，大量的血液随着内脏展现而出。只见他胸膛左右两边竟存有2个心脏，一颗赤红跳动，一颗暗红枯萎。而暗红枯萎的心脏原本应该被血色锁链缠绕的他，此时失去了束缚，干枯的心脏得到喘息，开始在黑灵胸口中疯狂的掠夺汲取着血液。他变得赤红，变得耀眼，犹如正在复苏的生命正不断剧烈跳动起来。这是8阶大妖的心脏。孟倩莹看着诡异的心脏，眼中的冲神色不过闪过一丝忌惮，特别是看着木元教教徒那些疯狂的举动，让他心中隐隐感觉不安。本来是执行计划的，但现在我突然有个非常好的主意。濒死的黑灵说话变得断断续续，但说出的话却令人毛骨悚然。虽然大妖已经无法重生，但他心脏中的是血意志却依旧长存不死。你说通玄宗内门第5的仙子，要是堕落成嗜血狂魔，那该多有趣。昏暗中，黑灵眼中的癫狂更盛，他一把抓住大妖心脏，猛地扯出胸膛，颤抖着手向着孟倩莹嘴边伸去。孟倩莹心中一惊，想要竭尽全力抵抗，身上的力气却早被血链锁住。此时别说抵抗，就连动弹一下的力气都没有，只能憋屈地转过头去，嘴里更是冷哼喝道：休想！就算我被强行吃下大妖心脏，我也会立即自杀，你的计划不可能得逞。闻言，黑灵却是不屑一笑，仿佛嘲笑他不自量力。要知道对方身上的血域锁不是木元教的长老根本无法打开，对方想要解开，只能等到木元教长老来临，到时候他的意志早就被腐蚀。一个通玄宗的内门弟子根本不可能强行抵抗住大妖的意志，只要吃下心脏，对方就会变成一个没有思想，只知道是嗜血的傀儡。想到这，他笑意更甚，疯狂的眼神盖过开膛破肚的痛苦，强行忍着剧痛，一点一点向孟倩莹逼近。可手刚刚伸到一半，一道身影竟从孟仙莹背后的昏暗中缓缓展露而出。这么辛苦，要不我帮你？张元脸上笑眯眯地说道。刹那间，孟倩莹猛然睁开双眼，眼中的惊喜不可抑制地泛出。听到熟悉的声音，她原本快要绝望的心一下子变得活跃起来，紧绷的身子开始缓缓放松。而一旁的黑灵笑容仿佛被施中的法术彻底僵硬在脸上，那表情简直比吃了屎还难受。不明白为什么在关键时刻居然会出现一个运血境的人。如果在平时，这种蝼蚁他看都不看一眼，可偏偏这种蝼蚁要在这种时候出现，就好比一只老虎明明已经杀死了大象，最后转身却被一只蚂蚁干倒，这种憋屈的感觉急于让他吐血。现在的黑灵真是强弩之末，虚弱到真的连一个普通的炼体境都打不过，眼中疯狂只能化作浓浓不甘啊！他大声咆哮一声，用身上仅存的力气把手中的心脏强行塞向孟仙莹，可下一秒他的手就被抓住，手中的心脏落到张元手里。张元笑容不变，握着跳动的大妖心脏的手开始缓缓用力。原本就已经数千年的时间流逝，虚弱不已的大妖心脏变得更加不堪重负，片刻时间直接爆裂开来，被木元教珍藏多年的宝物此时就这样轻易的化为乌有。
这些喜欢吃，就给你好了。张元脸上带着微笑，把捏爆的大腰心脏直接塞进黑灵嘴里。黑灵的身体戛然而止，不知道是身上的伤势过重而死，还是被呛死，只是看起来有些死不瞑目，瞪着眼睛，一副随时活过来的样子。为此，张元还特意检查一下，确认对方死了，才彻底放下心来。与此同时，耳边也传来孟倩莹悠悠的声音，语气中带着无奈的责怪：“师弟，你又不听话。”张元嘿嘿一笑，一边把3具尸体身上的东西搜刮，一边笑着回答道：“我这不是担心师姐吗？要没有我，师姐不就遭殃了？”闻言，孟倩莹身体一顿：“是啊，要不是师弟过来，此时的她恐怕已经遭受到了毒手。她也万万没想到，木元教竟然会有如此手段，让她如今身陷险境。不过此时，她已经被7阶灵宝穴寓所给锁住，就算师弟过来也救不了她。而等天色一亮，在察觉到此处没有消息后，那些木元教弟子定会赶来。光靠这师弟一个运血境，肯定抵挡不了城中暗暗潜伏的木元教弟子。孟倩莹久久不语，之后再次化作长长的叹息。他开口说道：“也罢，你过来确实不是坏事，最起码让我死得体面一点，不用变成那些嗜血杀人的怪物。来吧，杀了我！”说罢，他闭上眼睛，坦然站在原地。昏暗密道中，火光摇曳，看起来犹如某种神秘的葬礼仪式，带着一丝诡异恐怖的色彩。张元看着眼前师姐，脸上写满了百感交集，所有的话语只剩下轻轻一声：“师姐，你还有什么遗愿吗？如果你还有什么要交代，你可以和我说一声，师弟一定会帮你完成。”闻言，孟倩莹也不禁睁开双眼，坦然的双眼中多出一抹哀伤。谁的一生又能没有遗憾呢？谁又能坦然面对死亡？没有来得及孝敬师尊，没有来得及看小师妹长大，没有来得壮大宗门，无数的思绪涌入他的心头，如走马观灯般在他脑花中一闪而过。过了半晌，他轻缓说道：“你拿着我的储物袋回去，等我师尊回宗，替我跟他道一声珍重。同时，快些回到宗门，让宗门的人过来把我遗体拿回宗门。我生是通玄宗的人，死了也要葬在通玄宗，别被木元教的人带走。”说罢，他又闭上眼睛，示意他赶紧抓紧，不要再浪费时间，快些动手。张元走到他的身边，看着绝美皙白的脸上，不禁伸出手抚平眉宇中的哀伤：“师姐，临走前能不能让我再吻一次？”他看着眼前的美人，情不自禁。孟倩莹娇躯一颤，不由自主想起之前的感觉，那奇妙的味道在脑海中萦绕。那种感觉虽说陌生，但好像并不讨厌，宛如在品尝着浓烈美酒。说起来还挺怀念的，不如在临死前再体验一次。孟倩莹莞尔一笑，长睫突然调皮地眨了一下，化作万种风情，好似一只精灵在翩翩起舞，挑动着人心，令人心中开始难以平静。张元看着，心中涌起一股冲动，不由自主地缓缓凑近，轻轻触碰上那润泽的双唇。他的动作轻柔，仿佛对待世间最珍贵之物一样，浅浅相触，传递着内心的情意。孟倩莹情难自抑，眼眸中似蒙着一层薄雾，透着别样的娇羞。感受到对方温柔的贴近，她不再如上次般闪躲，而是微微回应，轻启朱唇，以一种羞涩而又自然的方式回应着这份心意。他的心头上宛如再次开启封坛已久的美酒，变得醉醉醺醺，不知不觉间，他沉溺在当中。纤细的玉手情不自禁爬上宽厚结实的后背。等等，双手！孟倩莹猛然睁开双眼，晨曦温和，点燃白云，让清淡的闲云再次镀上了一抹悠然，在空中不断的飘荡。3阶飞行，妖兽白羽鹤上，张元迎着清凉的晨风，脸色变得通红不已。当然，并不是晒红的，而是孟倩莹亲红的，巴掌亲的。明明是自己同意让亲的，亲了之后又不乐意，最后还要打人，这样的师姐真是让人头大。张元望着白云，一脸怅然，仿佛将要被抛弃的小姑娘。休要胡说，是你故意作怪。孟倩莹转过头，轻轻哼了一声，明明师姐也那么用力的。住嘴！你这混账住嘴！孟倩莹忍不住恼羞成怒，白皙的脸颊早已变成红霞。明明是这个师弟使坏，居然还倒打一耙，真是让他又气又恼。之前本来就可以解开血域锁，却故意看他笑话，让他丑态百露，让他之前的真情流露变成了小丑做戏，还趁火打劫，趁机品尝师姐。当初他本以为这个师弟是个正人君子来着，现在想来绝对是看错了，分明就是个爱捉弄人的混蛋。这样的师弟就应该用来抵挡天雷劫。想起来，孟倩莹不禁气呼呼起来，贫瘠的土地都开始出现起伏。不过想起来，孟倩莹心中又有些好奇起来，为什么这个坏人能解开血域锁？要知道，那可是7阶灵宝，可是上3阶的宝物，算得上真正意义上的重宝，非是一般灵宝可比拟。就算是宗门的长老们过来，一时半会也拿血域锁没有办法。可一想到这个混账师弟作怪戏弄他的画面，他就不想和对方搭话。而被斥喝的张元似乎也看出了他的好奇，嘴角微微挂上一丝笑意。师姐，莫非是好奇刚才脱困的手段？我倒是想要告诉师姐，很可惜，并不能，那是我们家族的传承手段，除非是自己人，不然不能相告啊。张元仰头叹息，悄悄看一眼师姐。孟倩莹抿着嘴，脸色爬上嫣红，不知是太阳照的，
还是被气的。深呼了口气，他嗔怒地说道：“你再继续作怪，等一会儿，休怪自己要走路回宗门。”闻言，张元识趣闭上嘴，不然等一下真要被丢下去。这师姐脸皮还是太薄，要是不主动一点，不知道何时才能抱上大腿。不过话说回来，那太阴地浆体是真好用，简直就是灵宝克星，无论是3阶灵宝还是7阶灵宝，都轻轻松松就可以摧毁。也难怪太古时代让人类头疼不已，最后还是靠着妖族大圣以蛮力压制。这种万法不侵、万宝不灵的能力，真的是太过于犯规了点。还好拥有的是我，要是别人拥有，我肯定严厉谴责。张元如此想到，只是这种能力他暂时不想要暴露太多，并不能与孟倩莹明说，并不说不信任对方，而是有些事情对方不知道的还是比较好。白羽鹤上，两人沉默不语，到了宗门中便就此分开。孟仙莹忙着去处理关于黑云城的事情，张元也开始好好休息。疲惫了这些天的他，也需要好好做好准备，等待明天的福地之行。度过沉默的黑夜，张元一大早就来到宗门的演武场当中等待。不多时，便有人陆陆续续到来。见到张元，眼中闪过一丝意外，而张元看见众人，眼中也不禁露出一丝难以察觉的惊讶神色。真没想到他居然还活着，不错，虽然实力是弱了些，但倒是配合我们并列在一起，看来是真傍上了孟仙莹的大腿，让孟师姐出面解决了这个麻烦。不是说孟师姐从不理会这些蝇营狗苟吗？看来传闻倒是有误。10人当中，不少目光定在张元身上，开始评头论足般指指点点，目光说不上善意，但也说不上多大的恶意，像是看一种不为相关的东西。对于他们而言，张元也不过是极其幸运的一名普通外门弟子罢了。如果不是这次道德榜，他们或许这辈子都不会见过一次面。或许之前不少人想要或已经对张元暗中出手，但此时福地名额已然确定，他们自然不会把这件事放在心上。至于张元，也不会搭理他们。此时的他依旧还在震惊中，因为旁边9人当中居然存在着2个人是熟悉的面孔，不，或者应该说皮囊下的人是熟悉的面孔。他们2个怎么来了？还真不是冤家不聚头，这下更好玩了。看来等会里面会非常热闹。张元目光自然掠过2人，一人是赵凯，是一名长老的外甥，但皮囊下已经成为了叶无量。看来被魔女暴揍一顿后，又不想错过这次的机会，找了赵凯这个目标。另一个则是孙龙，此时已然变成了魔女唐月瑶，正大摇大摆的谈笑风生，周围之人竟然没有察觉出一丝的不对劲，和他聊得有来有往。这2个人真是够大胆的，要是一个不小心被发现，那真是绝对死翘。不过这样一来，反而更容易灯下黑，没人会想到会有这么一出。当然，伪装的并非2人，还有第3个人，只是他的伪装非常拙劣，明眼人一眼就可以看出。所有人都知道梁山海的面孔下是永乐王朝的宰相之子苏晨，只是大家心照不宣，没有点破。道德榜无法更替，但想来定是2人达成了协议，把名额让给了对方。有钱能使鬼推磨，这句话真是不假。张元心中感慨，又有些愤怒。凭什么？凭什么？凭什么把他张元的玄石用来和别人交易，换成夫的名额？此子也有取死之道，不可久留，不然说不得又要花我多少玄石。苏晨、叶无量、梁山海，得找个机会先干掉苏晨。张元暗暗想到。时间悄然消逝，一位苍然白发的老者终于来到了10人面前。老者看起来面色和蔼，但一身的气势却浩然大海，令人不自觉感到凛然。胡长老，众人齐声声恭敬说道，倒是挺有精神。胡长老扶了扶山羊胡，和蔼目光掠过众人，随后笑呵呵着说道，既然都到了，那就跟我来吧。话罢，众人只觉得眼睛一花，原本熟悉的演武堂瞬间变成了一片陌生的丛林。一道庄严肃穆的青铜大门，散发着古朴沧桑的气息，出现在众人面前。青铜大门2侧刻满神秘纹路，中间的牌匾上刻着几个苍劲大字：苦海福地。门内隐隐传来波涛翻涌之声，仿佛连接着另一个世界。胡长老目光望着众人，笑着说道，苦海福地是我通玄宗是难得可贵的锻炼魂魄之地，世间罕有。各位在苦海中浸泡，坚持的越久，能增强的魂魄之力就越多。如果坚持不住，那么福地意志则会把你们送出来，不必担心安危。众人神色不动，似乎早已明白，可眼中的炎热却始终挥之不去，早已心神向往。他们每一个人来到这里，不就是为了这个而来的吗？想要塑造星象，就得以血鞘中的血气为材，以魂魄为刻刀雕刻。所以想要凝练出星象，突破到凝香境，就离开不了魂魄之力。而魂魄之力注于肉体深处，往往又是最难提升的东西。关乎提升魂魄之力这方面的宝物，每一件都是有价无市。表面上除了张元这个小小的运血境，其余人早已是血鞘后期。对于魂魄的增强，他们自然是心知若鹜，神往已久，一个个自然想要够增强魂魄，以此增加突破凝香境的希望。怪不得这次名额争抢那么激烈，连孟千莹都不惜得罪，原来还真有好东西。张元心中恍然大悟，旋即又感到一丝惊喜，赚了，这下子真是吃到难得的好东西了。之后突破血鞘境，也不用再为魂魄之力发愁了。张元心中期待，
按照队伍的先后顺序迈向那古朴厚重的青铜大门。门檐上的符文隐隐闪烁，似在诉说着古老的密语，每一道纹路都镌刻着岁月的沧桑与神秘，令人心生敬畏。就在张元踏入大门的刹那，天地仿若被一只无形的巨手搅动，眼前的景象如破碎的幻梦，不断急速变换开来。刚刚还并肩的众人，好似被时空的洪流瞬间吞没，踪迹全无，不见了。张元喃喃自语，入目之处唯有一片苍茫无垠的大海横亘他的眼前，墨色的波涛翻涌咆哮，仿佛蕴藏着无尽的愤怒与力量。张元这才惊觉自己的身躯已然置身于这诡异的海面之上，海水呈现出一种浑浊的黑色，浓稠的近乎凝固，每一道涟漪都似在缓慢地撕扯着空间。海风裹挟着那苦涩刺鼻的气息扑面而来，交织着腐朽与绝望，令人几欲作呕。他仿佛置身于一个被世间遗弃、被黑暗彻底污染的绝境之海。这就是苦海吗？还真挺苦的。张元在海面沉浮，却发现衣服上没有一丝湿意，体内有种灼烧之感。起初还像泡在温泉里，颇为惬意，可不到1个时辰，这种灼烧感愈发强烈，仿佛温泉瞬间变得滚烫沸腾。张元冷汗不禁流出，灼烧之感令他疼痛不已，但也清晰地感觉到自己体内的魂魄增强了不少，神识也变得更加清明。更让他惊喜的是，自己的第一个天赋化灵空间竟也扩大了。张元紧闭双眸，气息逐渐内敛，心神防若丝线般丝丝缕缕地探入体内，感知着化灵空间的变化。此刻化灵空间之内景象依旧，各类还没消化完的丹药密密麻麻地堆叠其中。然而这化灵空间的规模已然发生了不小的变化，原本仅能容纳1万玄石的储存空间开始出现变动，此刻竟像是被一只无形的大手肆意拉扯，猛地扩张了将近1倍有余。原来魂魄的增强还可以提升化灵空间的容量，怪不得之前实力提升之后每日能消耗的玄石变多，而空间大小却迟迟不变。张元的脸上闪过一抹惊喜，因为他深知这空间的拓展绝非仅仅只是能够储存更多玄石，在关键时刻，这些空间中的玄石可是他提升战力的关键底牌。点燃1万玄石与点燃2万玄石所爆发的力量差别还是挺大的。原本还担心着境界不断提升之后点燃玄石能力会减弱，看来这份担忧纯属多余。随着魂魄的不断增强，化灵空间也在拓展，依旧爆发更强境界。一瞬间，张元只觉浑身上下充满了无尽的斗志与意志，腰不疼了，腿不痛了，灵魂也不再灼烧了，哪里都好了，感觉像是打了鸡血一般，可以再坚持2个半的时辰。时光悄然流逝，又过了半个时辰，张元体内的化灵空间随着魂魄增强开始了新一轮的扩张。与此同时，原本还算温和的潮水此刻却如同被激怒的猛兽，变得愈发凶猛。黑色的浪涛在苦海中疯狂地翻滚咆哮，向着张元汹涌扑来。张元的面色瞬间变得扭曲，痛苦再次如潮水般将他淹没。不行，再这样下去恐怕坚持不了多久了，必须得尽快想出应对之策。张元大脑飞速运转，突然他灵机一动，周身瞬间涌起一股犹如鬼魅般的黑雾，这诡异黑雾仿若一层无形的护盾，将他的全身紧紧包裹。刹那间，那钻心的痛苦竟如冰雪消融般迅速消散一空，还真有效。张元眼中闪过一丝惊喜的光芒，太阴地浆体真是个万金油，连魂魄方面的伤害都能完全抵御，这下子可有的提升了。张元心中暗暗期待，休息片刻之后，他体内的痛苦完全消散，随后他果断将身上的黑雾散去，再次浸泡在苦海中，让苦海中的波浪锤炼着他的魂魄之力，让其愈发强大。等痛苦再次来袭，他再次施展雾化，让魂魄开始得到缓和。锤炼、痛苦、雾化、锤炼，反反复复，周而复始，在痛苦与缓和中不断徘徊。体内的化灵空间也在这一次次的锤炼中不断的扩大着，尽管扩大的速度开始逐渐减缓，但依旧在稳步向前。不知不觉间，周围原本浑浊不堪的黑色海水竟变得清澈了许多，而化灵空间的界壁也在这漫长的磨砺中不断向外扩张，最终达到了能够容纳3万玄石的规模，是之前的3倍。值了，这回可真是太值了。张元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脸上洋溢着满足的笑容。化灵空间足足扩大了3倍，魂魄之力也得到了极大的增强，这次的收获简直难以估量。正当张元兴致勃勃，打算在这苦海中继续浸泡个3天3夜，这时原本平静如镜的天空却突然发生了诡异的变化。只见天空中开始不断的扭曲、旋转，汇聚着周围空间，像是一块被肆意揉捏的画布，迅速汇聚，形成一个深不见底的黑洞。张元仰头望去，却发现黑洞之中传出一股令人心悸的吸力，这股吸力仿若无形巨手，一把抓住黑海中的张元，将他猛地吸了进去。难道是福地意志发现我在这苦海中作弊，所以要把我给送走？张元脑海中闪过这个念头，可当他被吸入黑洞之后，却发现这里并非来时的那扇青铜大门。天空中一轮血色烈日悬挂，还有半残紫月低伏在阴云中，四周是连绵起伏的山脉，山峰高耸入云，
仿佛守护禁忌之地的卫士。这些山脉的岩石呈现出一种奇异的黑色，表面闪烁着幽冷的光泽，勾勒着沧桑和神秘，以及说不出的诡异。张元转头发现旁边正是刚才消失不见9人，正齐聚在一起。此刻他们脸上阴云密布，仿佛在心中凝聚着无边愤怒。其中的苏晨更是咬牙切齿，忍不住低声嘶吼：到底是谁？是谁打开了星渊之地？难道不知道在这里会把我们全部人都害死吗？队伍中表面唯一的女性燕灵儿站了出来，缓缓摇头道：并非一定是谁打开，说不得是星渊对福地的侵蚀，这种事情并非在少数当中。一个运血境的弟子都不害怕，你倒是先害怕起来了。闻言，众人不由一愣，所有的目光对准张元，确实发现张元脸上并没有什么害怕神色，显得淡然无比，那感觉好似来到家门口般，眼神中没有半点起伏。张元看着众人怪异的眼神，也不由微微一怔，不由笑了笑，旋即他无所谓的摊了摊手：我烂命一条，死了也就死了，能和诸位死在一块也值了。会说话吗？不会说话就闭嘴。众人脸色一黑，又转过头去，而张元脸上的笑容也逐渐变淡，心里面开始活跃起来。星渊，这里就是星渊。张元心中已然浮现苏晨的答案，要么是唐月瑶，要么是叶无量。看来这2位开始玩起了浑水摸鱼这一套，都不打算暴露身份。既然如此，他也静观其变。而众人也是沉默，后面的阴云重压在众人心头，让人喘不过气。半晌，燕灵儿率先打破沉默压抑的气氛，再次开口说道：事到如今，光靠我们也出不去，只能等长老们及时过来吧，希望这里暂时足够安全。他的话刚刚落下，一道10几米的庞大身躯上悬挂着上百颗血色头颅，向他们飞奔而来。众人抬眼望去，只见那10几米庞大身躯的怪物，身形宛如一棵扭曲的巨树，身躯挂着密麻的头颅，头颅的表情狰狞、恐惧、绝望、惊喜，各不相同，但无一例外都散发着令人胆寒的死气，仿若从地狱中出来的恶鬼。是百鬼树妖。众人脸上一阵难看。作为星渊中的妖鬼，百鬼树妖虽然实力不高，但绝对是最难对付的一种。哪怕是一般的凝香境，远远看到对方都想都不想，直接绕道而走。百鬼树妖的能力实在太过恶心，一旦被缠上就很难脱身。而如今对方已经盯上了他们。好！百鬼树妖一边大步走来，一边发出诡异嘶吼，犹如恶鬼咆哮。一时间，他身上的血色头颅纷纷露出狰狞，双目流出血泪。紧接着，从庞大树妖身躯脱离，伴随着一阵腥风，一个个血色头颅带着狰狞，如箭矢般向着众人扑来。见状，所有人脸色变得凝重，不约而同拔出手中的灵宝，开始各显神通。霎时间，灵宝光芒不断闪烁，一道道带着致命伤害的攻击袭向空中的血炉，不少血炉直接炸开，更多的血炉鱼贯而来，不断缠绕撕咬向众人。每一颗血炉的气息都不亚于血鞘境强者，但短时间内却无一人伤亡。至于张元，早已退至众人身后100米开外，帮着众人用眼神防住赶来的树妖，一边帮着众人掠阵，一边观察着周围情况，看起来颇有大将风范。不愧都是宗门贵子，这实力是真没得说，比普通血鞘境厉害太多了。当然，灵宝也是真不错，每人都有防御灵宝，而且品阶都低于5阶，防御能力极强。别说这些血炉，就算是树妖本身过来，都可以抵御上几次攻击。其中最为富有的苏晨，更是知攻不防，任由着血炉不断撕咬，可却无法伤及分毫。手中的铁爪随手一挥，就如同捏死一只蝼蚁一般，轻松捏爆血炉。张元是真眼热啊！看着这些不断闪烁着光芒的灵宝，他都想要一个长老爷爷了。可惜众生秘法没练到家。张元摇摇头，把这些没用的感慨甩出脑后，目光再次定在战场上，最后锁定叶无量和唐月瑶。两人表现的倒是平平无奇，只用灵宝攻击血炉，并没有过多表现，显然都不想暴露异样。张元目光一闪，嘴角挂着平日的淡笑，笑容中带着一丝诡异。好！树妖的嘶吼再次发出，庞大的躯体带来的阴影把整个激烈战场所笼罩。百鬼树妖终于赶到，他双爪高高举起，裹挟着一阵强风，猛然拍向战场中的2道身影。2道身影正急着应对血炉，根本无心管辖，一时不慎被拍了个正着，顿时直接倒飞而出，身上的护甲纷纷如蛛网皲裂，嘴角不由自主流出嫣红血迹。到底是凝香境的百鬼树妖，哪怕有着灵宝护身，也很难挡住对方。要不是有灵宝护身，恐怕这一攻就足以把2人拍成血雾。远处的张元则摇头，都感觉全身发疼，又不禁后退了50米开外，再次用眼神狠狠盯着树妖。百鬼树妖再次发出凄厉咆哮，开始乘胜追击，双爪连续在场中不断落下，巨大的力道犹如重山下压，让周围尘土飞扬，让众人一时间难以喘息。砰砰砰，巨锤般的拳头不断落下，平衡的局面开始被树妖双手打破。在空中游走的血炉变得更加兴奋，张开血盆大口撕咬着众人，不断消耗着每一个人的护体流光，哪怕没有咬到血肉也乐此不疲。一时间让众人苦不堪言。
每个人的脸上都不再轻松。要知道，每一个防御灵宝的防御能力都是有承受攻击的极限，一旦超过这个阈值，灵宝就会碎裂，不再有任何的作用。再这样消耗下去，迟早会死在这个百鬼树妖手上，化作他身上的血炉。原本被百鬼树妖击飞的两人，此时更是脸色苍白，面露惊恐，似乎已经到达极限。护我来斩杀他！关键时刻，燕灵儿娇喝一声，说罢，他盘腿坐在地上，周围几人配合护在周围，手中的武器挥舞不断，抵御着树妖和周边血炉的攻击，让其不受侵害。只见他紧闭双眼，刻纹在掌心的小剑纹身居然脱离掌心，化作一柄小剑。伴随着燕灵儿身上的大量灵力注入，原本小剑身开始迅速膨胀，眨眼之间化作通体猩红的长剑。长剑悬浮半空，散发凌冽剑芒，仿佛蕴含着无尽的恐怖杀意，只是看上一眼就令人心惊胆寒。燕灵儿眼中杀意展露，破军杀！一道血色闪电迅速刺破长空，带着无边锋芒袭向庞大身躯的百鬼树妖。极致的速度让百鬼树妖连残影都无法察觉，就已经被刺中。瞬息之间，身躯四分五裂，10几米的庞然大物碎成一地，无数污秽的血迹潺潺流出。百鬼树妖死了，所有的血炉也惊恐大叫一声，便再也没有了声息，全部倒在地上。血剑回归，没入燕灵儿掌心，再次变成静止的纹身。燕灵儿脸色苍白，似乎消耗过多，身体开始变得摇摇晃晃，几欲坠倒。她缓缓站起身来，眼神扫过众人，露出一丝不满：怎么都不会动手？那点东西要藏到棺材里，真要眼睁睁看着同门死在眼前，也要捉藏那一点手段？众人站在原地沉默不语，其中缘由心知肚明。在场的人绝对有不少人有着底牌，但都不想白白浪费在此。此事被说，他们也不想反驳，只有苏晨不屑冷笑一声。身为永月王朝的宰相之子，似乎并不把这些同门当做一回事。他来到通玄宗，不过是因为王朝和宗门互相缓和关系下的棋子，同门不过路人罢了。重伤半躺在地的两人，则是不断望着燕灵儿方向，感激之情不言而喻。而张元也悄悄返回原地，不过倒是没人指责他，毕竟他只是一个平平无奇的运血境，纯粹就是空气。刚才要真上场，说不定就被血炉两口吸干，所以他们也不指望什么。只是作为空气的张元，此时的举动却出乎了所有人的意料。他猛然拔出手中的长剑，犹如闪电般刺出，直至赵凯心口。这突如其来的变化，令所有人的都猝不及防，差点没反应过来，顿时纷纷看向对方，就连差一点就闪躲不及被刺中的赵凯也是一脸震惊望向他。张元，你要干什么？你想在这个时候内讧？众人心中百思不得其解，他们万万没想到，怎么这个时候会有人突然动手，想要杀死自己的同门，而且这个人还是张元。要知道在场的所有人实力最为低弱的，那也是血鞘中期的强者，他一个运血境怎么敢动手？他哪来的勇气？莫非被刚才的百鬼树妖吓傻了，已经失心疯不成，开始胡乱攻击不成？还是说被什么东西控制？在众人不解的眼神中，张元手中的长剑再次缓缓举起，对准赵凯的方向。他凝视着对方，朗声说道：别装了，你根本不是赵凯，你这个冒牌货，哪怕隐藏的再深，也逃不过我的法眼。这次我们突然来到这里，根本不是意外，而就是你搞的鬼吧？此话一出，众人一怔，纷纷看向赵凯，双目瞪得圆滚，脸上写满了不可置信，身体不由自主远离对方几步。就连赵凯皮囊下的叶无量，以及正操控身体的灵虚子，心中也掀起惊涛骇浪。万万没想到，用秘法隐藏得如此之好，居然有人发现了他们。怎么办？老师，我们被发现了！叶无量急忙着心中大喊，像是热锅上的蚂蚁，忍不住跳脚。但此刻掌控身体的是灵虚子，但并未显露出一丝慌张，也没有回答叶无量，而是看着张元，目光阴沉地说：想要报私仇，也要挑个时候。你真当在座的各位都是傻子？他们看不出来，就你一个运血境看出来？你这该死的废物，想要借刀杀人，那就看看你有没有这个实力。这话一出，信息十足，让不少人心中开始摇摆不定。而灵虚子也趁机悍然出手，手中5阶的灵剑斩出无数剑气，汇聚成一头狰狞噬人的龙首。龙首发出低吟，骇人的气势卷起无数尘灰，向着张元猛然杀来。这是龙吟斩，赵凯所修炼的武技。张元没想到这个大能残魂真是细心，居然连赵凯的武技都学会了，而且想要趁机杀人灭口。不过他并不担心，看着袭来的龙首不断逼近，张元脸色淡然，定定待在原地不动。下一秒，一个古朴大钟虚影把他笼罩，把龙首攻击化为虚无。张元安然无恙。慢着，别急动手，先让他把事情说清楚。如果真是借刀杀人，我这把刀第一个砍在他的身上。侧边一道沉稳声音响起，利用特殊秘法变成孙龙的唐月瑶手托骨中，缓缓站了出来，旋即目光望向张元。张元立即会意，开口说道：刚才我在一旁观察得很清楚，这具皮囊下绝对有另一个人。在战斗的时候，他虽然隐藏得很好，但还是显露出了一丝不自然。想要证明
真简单，只要在他手臂上轻轻割下一点皮肤，就足以认证真伪。这个办法最为简单，同时也是最有效。魂可以搜，记忆可以得到。问一些问题，他或许能回答，但假的就是假的，对方不可能把叶无量的皮拔下来换成赵凯的皮，所以皮肤下面还有另一层皮。笑话，你以为你是谁？一句话就让我自残，我的面子要往哪搁？林虚子冷哼一声，不屑一顾。真要是证明了，他这不就真暴露，成为众人公敌了？可周围的人影却已经心有计较，开始不断逼近，以他为中心，开始缓缓围合，眼神中闪烁着光芒。赵凯，要不你试试？对，简单试一试。要是张元说谎，我现在就帮你杀了他，罪名也直接帮承担了。众人不断劝说道，要是在往日，他们或许会不屑一顾，懒得听一个普通外门弟子胡言乱语。可如今被送到这个地方，还遇到了百鬼束妖，弄得一身狼狈，正一肚子火，需要发泄呢。要是这个赵凯真是这一切的罪魁祸首，那么众人的目光越发冰冷。怎么不相信我？相信运血晶的废物？赵凯的眼神也冰冷了下来，似乎同门的不信任让他恼怒不已，脸色都变得涨红。但他的推脱更加值得怀疑。所有在场的人就越想要证明，不是不相信你，只是没什么大不了，证明一下又何妨？我们也不想有内鬼魂进来，到时候搞得我们死都死不明白。大不了我给你一颗五品灵丹。众人不断劝说，更有不耐烦的已经隐隐欲试，想要直接动手给他来上一刀。好啊！赵凯突然大叫一声，脸上冷笑连连，仿若自暴自弃的说道，都不愿意相信是吧？行，我证明给你们看。说着，他手中的剑靠近手臂，就当所有人以为他会划向自己手臂之时，他手中的长剑猛然一挥，周围地上的泥土炸裂，化作无数灰色尘雾，把周围一切视线笼罩。紧接着化作一道白光，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远遁而去，速度之快令所有人猝不及防。而这个时候，答案已然不需要揭晓，或者说已经揭晓。追，宰了他！众人眼神变得通红，所有积攒的郁闷和怒气在这一刻都全部被引燃爆发出来，就连刚才受伤不轻的两人都怒气冲冲追了过去。原地只剩下两道身影，张元和苏晨。你不追吗？看着已经不见踪影的众人，张元目光又看向苏晨，不免好奇地问道。进入如此危险的境地，如果说没有怨气，那肯定是不可能。而如今罪魁祸首就在眼前，可对方的脚步却未挪动丝毫，没有这个必要，有他们在已经足够。苏晨微微摇头，脸上满不在乎。旋即他淡然的目光掠向张元，相比之下，我对你挺感兴趣，没想到你一个小小的运血境居然有这样的本事，能够看穿对方。这么多血鞘境后期的人都没有感到异样，偏偏就让你察觉出来了，看来你并非只是一个幸运儿，能力倒也算是不错。他的眼神中闪过一丝欣赏，像他从小出生于宰相世家，曾经爷爷做了宰相，现在父亲做了宰相，他自然知道人才难得，而身为第三子的他，在永月城中能招揽的人才远远不及两位哥哥，所以在王朝提出前往通玄宗时，他还主动请缨来这里大展身手，准备招揽各式各样的人才，扩充自己的班底，将来好与两个哥哥相抗衡。而张元这种目光锐利、心思敏捷之人，更是一种不可多得的人才，他正需要这种人才。怎么样，没兴趣帮我做事？我可以给你想要的任何东西，无论是丹药还是灵宝，都不在话下。苏晨不禁开口邀请道，帮你做事？张元没有说话，用手指指了指自己，神情变得有些古怪。本以为对方特意留下来是有什么重要的事情，没想到是想要招揽他。难道对方忘了悬赏的事情？不，或许就是因为这个，对方才发出招揽，想要来个化敌为友也说不定。想到这，张元脸上挂起了笑容，帮你做事没问题，但我想要的你未必会给。闻言，苏晨笑了。作为宰相之子，在永月王朝当中权势滔天，家里又坐拥无数玄石财宝，从小到大，别人一生所求而不得的东西，在他眼里却是唾手可得。虽然他得到的资源不及自己的两位哥哥，但也绝对也是不少。玄石灵宝视如粪土，他最不在意就是这些。你倒是说说，你想要什么？苏晨饶有兴趣地看着张元，一个小小的运血境，哪怕狮子大开口，又能大到哪里去？30万玄石。张元笑着说道。苏晨嘴角的笑容逐渐消失，脸色一点一点变得僵硬。30万玄石，他就算是视玄石如粪土，家里又是造粪的，也不会拿出30万玄石给张元。一个运血境而已，凭什么要给对方那么多玄石？他是玄石多，但人可没傻，有这玄石，还不如多找几个凝香境。之前你悬赏我的时候，就直接给了5万玄石，我要30万，真不过分。想来你也不缺这点小意思。张元笑容不变，而苏晨的嘴角却越显抽搐。小意思？这是小意思？他为了突破凝香境，花费10万玄石和亮上海交易，都心疼的要死。你跟我说30万玄石是小意思？事到如今，他也听出了弦外之意，对方分明就是还在为之前的事介怀，所以并没有打算投靠他。可惜了。苏晨不由叹息一声。可惜什么？张元很是配合的问。可惜这样的人才就要葬身在这心渊当中，白白浪费才华。
苏晨眼神中寒芒闪烁，对方介怀，他又何妨不是？如果对方是普通弟子，他或许不必理会，但对方是人才，那就不一样了。一个能力出众的敌人，要么成为朋友，要么只能成为死人，留着只会出现祸端。你要杀我？虽说是疑问，但张元的脸上却显得淡然，并没有一丝意外之色，更没有惊恐和慌张，似乎早已知晓。苏晨眉头不禁一皱，这种临危不惧、泰然自若的神情，让他不由想起自己身居高位的父亲，内心中弥漫着不安。但转念一想，对方不过是个运血境中期，而自己是血鞘境后期的强者，自己又有何不安？分明是自己吓自己。苏晨心中嗤笑一声，旋即不再多想，瞬息间便闪身到张元身边，手中血迹未干的长刀猛然落下，刀芒锋锐，似要把人一分为二。苏晨十分自信，以自己的实力，任何的运血境都接不下自己一刀。可令他感到意外的是，原本运血境的张元突然爆发，变成了血鞘中期，手中金光闪烁，两只大手相合，如铁钳般死死夹住了他的长刀。隐藏境界，你藏的倒是够深。苏晨眼神微凝，冷笑一声，可就算是血鞘中期，那也不过是厉害一点的废物，该死还得死。我的五阶灵刀，你如何挡？他手中力道猛然增大，体内灵力源源不断灌入长刀，霎时间长刀变得更加凶猛，犹如脱缰的野马，再也不受遏制。锋芒闪烁，斩破原本就摇摇欲坠的金色双手，直直砍在张元胸口之上。血鞘中期，和我比力气，破烂武技，和我灵刀相比，看来你真是活得不耐烦了。苏晨手握长刀，露出冷笑。还没等苏晨多久高兴，他脸上的笑容再次消失，眼神变得惊疑不定。只见五阶灵刀斩中的胸口没有冒出一丝血迹，反而滚涌着阵阵黑雾，黑雾中还有隐藏着无数饿死的怨鬼，不断大口啃食着锋锐的灵刀。短短时间内，那价值不菲的五品灵刀就只剩下了半截刀身，剩下半截犹如巨石击中的镜面，迅速弥漫碎裂开来，化成无数碎片。黑雾缠绕，厉鬼怨叫，黑雾延伸出无数丝缕，沿着长刀的方向想要向着苏晨双手爬来，好似要把他拉入无尽深渊。什么东西？苏晨一惊，连忙丢弃长刀，身形快速后退，脱身开来。而黑雾似乎也没有追踪的意思，开始返回张元身边，相互缠绕交织。渐渐的，张元的身影开始消失，原地中只剩下一团人形黑雾，犹如无数厉鬼集合体，隐隐发出凄厉尖叫，散溢着极其诡异的气息。本来还想着，如果在众人当中，怎么才能不知不觉中杀掉你？没想到，你倒是送上门来了。黑雾中，张元冷淡的声音传出，伴随着黑雾呢喃嘶叫。天空当中，一轮血日宛如巨人独眼悬挂，半残的紫月散发着幽冷光辉，两种截然相反的气息齐齐洒落，照耀着地上那道被黑雾笼罩的身影。三者显得极其融洽，看起来毫无突兀之处，好似本就该同时存在。唯有旁边的苏晨，仿佛另一个时代的孤独旅人，与这一切显得格格不入。他看着眼前化为黑雾的张元，脸上的惊讶久久都难以抹去。怎么回事？他的气息怎么变得如此之强，已经远远超过于我？难道说他并非只是血鞘中期，还是说拥有了特殊天赋？苏晨心中惊疑不定，眼神中变得极其凝重。旋即他手中陡然一转，多出几个黑色小球，朝着张元旁边掷出。半空中黑球猛然炸开，化作几道雷电，闪耀着紫色光芒，重重劈在黑雾缠绕的人影当中。只见黑影张开大口，竟然直接咬向雷电，把蕴含着毁灭的雷电粉碎。看到这一幕，苏晨瞬间就瞪大双眼，露出不可置信的神色。怎么可能？那可是蕴含着毁灭之力的雷电，就算是宁香进过来都得退避躲让，此刻居然被人一口咬碎，没有什么不可能的。真正的天雷我不敢硬碰，但一个小小的五阶灵宝也敢称之为天雷，简直可笑之极。太阴地将体最不怕的就是灵宝，别说是五阶灵宝，就算是七阶灵宝来了，也得变成一堆无用粉末。这个天赋就是专克像苏晨这样天天只知道扔灵宝的世家子弟。张元咧嘴一笑，身体化作一团黑雾，朝着苏晨方向快速掠去。在经历了化灵空间点燃玄石，此时他的速度和力量稳稳站在凝香境中，根本没等苏晨反应过来，张元的身影就已经来到他的面前。紧接着势大力沉的一拳打出，狠狠撞向苏晨的胸膛之上。就将要把苏晨重创之时，他腰间的紫色玉佩突然闪烁，一道紫色灵光瞬间在苏晨的表面上覆盖，把袭来的拳头隔绝。张元脸色不变，撞在紫光上的拳头化作无数黑色长蛇，在紫光上蔓延，好似无数把锯齿，不断切割着苏晨体表紫光，把之割锯出无数裂痕。腰间的玉佩变得剧烈颤动，并且开始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变得暗淡，仿若被蒙上了一层层灰尘。当，清脆的声音突然响起，在层层压迫下，玉佩开始碎裂开来。原本蔓延在灵光下的黑蛇顿时找到了目标一般，朝着苏晨扑去。无数黑雾化作的蛇影不断撕咬着他身躯的每一部分，是要把之撕成碎片。苏晨瞳孔骤然一缩，口中急呼秘法紫灵闪。下一秒，无数的黑蛇扑空，苏晨的身影出现在10米开外。真是难杀啊！又是秘法，
又是灵宝。收回黑蛇的张元轻轻摇头，心中不禁有些庆幸，还好在苦海上泡了一段时间，让化灵空间点燃玄石时可以提升到血窍中期，要不然现在还真不好对付对方。你以为你能杀得了我？苏晨脸色苍白，气喘吁吁。刚才的秘法耗了他大量的体力，让他脚步显得有些虚浮，而他的眼神布满了劫后余生的惊悸，在死亡威压下变得疯狂。是你逼我的，是你逼我的，去死吧！苏晨扭曲的脸上写满了狰狞，他微微颤抖的手中不知何时竟然出现了一块金色虎符，他用力一握，手中的虎符碎裂成无数道金光，化作一道金色虚影。虚影身披金甲，手中持有长鞭，神色肃穆，犹如一位战场中的百胜将军，身上金光闪烁，散发着骇然的气势，竟然超过了宁香镜的实力。灵象镜6阶消耗性灵宝，某种程度来说可堪比7阶的灵宝，比燕灵儿的破军剑还珍贵。你身上的好东西倒是挺多。张元瞄了一眼对方腰间的储物袋，黑漆无光的眼神中带着一丝灼热。带来通玄宗以来，他还是第一次遇到这么富有的人，心中难免火热起来。或许这次可以一劳永逸。我有好东西，你有命拿！死到临头还不自知，给我死！苏晨心中怒意灌满，竭力大吼。金色虚影开始动了，化作一道残影，闪到张元身后。金色长鞭猛然挥出，卷起阵阵尘埃，蕴含着灵相近的一击砸在张元身上。这一击直接从头落下，贯穿张元的整个身体，而后劈在地上。顿时磅礴的力道炸开，以张元为中心，方圆100米的地面均裂开来，如蛛网般显示着狰狞。尘埃散去，只剩下金甲虚影，故弄玄虚，这下死了吧？苏晨嘴角露出冷笑，虚浮的身体瘫倒在地，冷汗不断滴落在地，脸上满是狂喜的神色。死了，终于死了！不得不说，变成诡异黑影的张元真是给他如山一般的压迫感，差一点就真死在对方手中。到现在他依旧心有余悸，从小到大他从未有如此狼狈。不过还好，活着的人终究是他。想到这，苏晨既开心又心疼。没想到刚刚来到这个危险地方，居然把保命东西都给用出来了，那可是求了父亲好久的时间才得到的灵宝。看着黑影被打碎消失，只剩下皲裂的地面上，他愤然说道：倒是让他死得干脆，要是还没死，我绝对把他拉出来千刀万剐，让金光浆把他每一根骨头都敲碎，让他知道什么叫生不如死。只是下一秒，悠悠的声音响起：是吗？我不信，还没死。苏晨脸上骇然失色，还没等他弄明白声音的来向，只见他引以为傲的金光浆突然出现异样。原本只有2米高的金色虚影，此刻仿佛被注入了大量气体，迅速膨胀起来，化作一个10米高的金色球体。紧接着球体陡然爆裂，金色的铠甲碎成满地金光，大量的黑雾也随之涌出，化作一道身影。这道身影正是张元。或许真正的灵象进来了，我还会忌惮3分，可惜只是灵宝死物，这种东西我最不担心。张元轻笑一声，而后眼神一冷，鬼魅般的身影迅速逼近苏晨。还没等对方有何应对之策，手中黑雾化作的长刀便斩断对方双脚。剧烈的疼痛让苏晨忍不住惨叫出声，身上的冷汗瞬间就把衣衫浸透。他下意识打开储物袋，取出里面的灵丹，想要吞下治愈自己的伤势。可下一秒，一道黑色长矛倏然袭来，贯穿抓着灵丹的手臂，巨大的力道把手臂钉在地上。住手！谁允许你用我的灵丹？张元冷着脸死死盯着他。再次遭受剧痛的苏晨双目变得通红，嘴里不由自主发出惨叫，但求生的欲望让他迅速冷静下来，直接把手中的储物袋扔给张元：给你，都给你，这件事情我们两清了。我对天发誓，我绝对不会把这件事情暴露出去，也不会再找你麻烦。苏晨强忍着剧痛说道。张元没有接过被丢来的储物袋，任由着他和自己擦肩而过，掉落在地，冰冷的眼神依旧盯着苏晨。发誓？正经人谁发誓啊？发誓要是有用的话，那么说谎这个词就变得没有任何意义。很抱歉，这里不适合发誓。发誓这种事情，你还是对着阎王爷说吧。我现在就送你过去见他。张元缓缓走过去，黑色的手掌再次握住由黑雾幻化而出的长矛，长矛漆黑，冰冷又刺骨。苏晨看着触目惊心，忍不住连连挪动受伤的身体，向后退去，同时大声说道：等等，先等等，我父亲是宰相，你就不怕杀了我，引起永月王朝和通玄宗对立？到时候王朝的大军压境而来，通玄宗可将会是生灵涂炭。闻言，张元身体一震，好似被雷电劈中，身体不由僵硬。正当苏晨眼露喜色，以为逃过一劫之时，张元的脸上露出狂喜。还有这种好事？既然这样，就非杀不可了。话罢，张元枪出如龙，短短一个呼吸之间，连出数十枪，把地上的人影砸成刺猬，血液如流水般潺潺流淌。苏晨的呼吸变得逐渐微弱，而后尽数消散。自始至终，他都想不明白，自己拥有那么多的灵宝，怎么会死在一个外门弟子的手上？明明优势在我，却还是输了，而且死的如此憋屈，从头到尾都被死死压制，总算弄死了一个。张元喃喃自语，旋即大手一挥，
黑雾滚涌之间，把所有的战斗痕迹给抹去得一干二净，连地上的尸首都消失不见。做完这些，张元才拿起地上的储物袋和那颗治愈灵丹，向着远处的方向遁去。等到来到一个相对安全的地方，他才停下脚步，开始细细查看储物袋。刚才能拿出那么多好东西，想必储物袋里面的玄石不少吧？最起码让我回本才行。刚才的战斗，他可是点燃了化灵空间中储存的全部丹药和玄石，丹药价值1万，玄石价值2万，一场战斗足足花了3万玄石。张元带着一丝期待，神识没入没有主人的储物袋，把里面掠过一遍。等看清楚里面的东西，他期待的眼神瞬间转化成了惊喜。玄石，好多玄石，看起来8万有余，而且丹药也不在少数。张元眼中绽放着光芒，丹药就不多说了，光是玄石就足以让他的玄石给翻上2倍。原本点燃玄石导致只剩下4万的玄石，瞬间就变成了14万，第一次突破10万大关。血赚，真是血赚，不愧是宰相之子，就是富裕。听说宰相还有2个儿子来着。张元摇摇头，把突如其来的念头抛之脑后，旋即把大量丹药取出，往自己干涸的化灵空间里送。顿时丝丝缕缕的灵力再次涌现，源源不断灌溉着张元的身体。光是这些丹药价值就不止8万玄石，足够我消耗好长一段时间。可惜点燃境界之时，最多燃烧3万玄石的灵力，空间就已饱和。要知道丹药蕴含的灵力远非是玄石可比，越高级的丹药越是如此，而且体积也比玄石小。要是化灵空间都装满了丹药，而后全部点燃，那海量的灵力不敢想象，说不定别人还没动手，自己就先被灵力撑死也有可能。想到有这个可能，张元也打消了自己的感慨，开始继续做着正事。先把玄石取出，随后便把苏晨的储物袋连同里面的物品全部摧毁。这些东西他不敢用，更不敢留，谁知道里面有没有蕴含追踪的物品，留在身边就是一个巨大的隐患。把东西用黑雾燃掉，看着储物袋化为灰烬，他才真正放下心来。现在解决一个了，今天的目标还剩下一个。张元眼神的光芒闪烁不止，如今剩下没来的梁山海、孙龙和苏晨都化了，就剩下一个叶无量。此时应该被众人追着乱窜，此时也不知道跑到了哪里。不过张元知道，接下来对方会去一个地方，十毒雪泽地，万毒峰，想来应该会去吧。要是叶无量不去，那就更好了，毕竟那颗正道菩提果可还在呢，那可就成为他的囊中之物了。张元化作一团黑影，拿出早早准备好的地图，朝着万毒峰的方向走去。可还没走到一半，体内的真我禅竟然开始发出轻微颤动。唐月瑶在叫我，位置刚好就在不远处。张元没有迟疑，立即加快了速度，不一会时间就已赶到目的地。他抬眼望去，灵力激荡的前方，只见2道人影正激烈酣战。2人当中，一人胡须发白，气势威严，但身形略显虚幻，似乎并不是真人，而是从身体脱离出来已久，变得单薄的魂魄。另一道身影身高近2丈有余，犹如一座山峰矗立在跟前。他有着人人手蛇身，周身弥漫着淡淡灰雾，散发着一种令人胆寒的气息。更令人意外的是，那冷若冰霜的面孔竟和唐月瑶有着7分相似。张元看着身影，脑海中不由想到，这是灵象。作为凝香境更往上的境界，灵象不仅可以在深渊显化，更是能施展出本体所练就的武技和功法。相比只有一副空壳的凝象，灵香所发挥出来的实力更为恐怖。没想到唐月瑶既然也是灵香境，怪不得一个人就敢跑来这里。这么说来，那道灵魂的身影就是大能残魂，看起来也挺厉害的。那么叶无量呢？张元眼睛微微眯起，查看着四周，终于在不远处发现了一道身影。此时那6个弟子已经不知踪影，只剩下叶无量一人正偷偷观看着战斗。终于发现你了。张元脸上露出一丝笑意，绕过正在激战的2人，带着淡然的脚步向着对方而去。锋锐的长剑悄然出现在手中。张元，叶无量也发现走过来的人影，眼神中闪过一丝仇恨。正是这个人害得自己隐藏失败，成为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他心中恨死张元，不过自己没有暴露面孔，他并不知道自己就是伪装的那个人，说不定可以利用他。叶无两眼珠子一转，用手指着唐月瑶的身影，脱口而出：张元，快点过来帮忙，她是真我教的魔女，此时正在虚弱状态，快点过去杀她。在叶无量的眼里，魔教和正道是势不两立死敌，张元应该仇恨魔女才对。说不定到时候张元真能给自己老师创造机会，把那个魔女给杀死。当然，要是张元也死了更好，来一个借刀杀人。可惜他并不知道自己的这个想法到底有多么的愚蠢。自始至终，张元一切都明白清楚，他才是被蒙在鼓里的人。你觉得自己很幽默吗？还是说我是个傻子？张元一脸无语，脚步不停，来到叶无良身边，手中长剑高高举起，把剑当作刀使用，朝着对方的头颅一斩而下。当，剑锋叫鸣声响起。叶无量看着张元，又惊又怒。张元，你到底在干什么？有魔女不杀，竟想残害同门，你到底是不是通玄宗的弟子？张元笑了，真的笑了。人在无语的时候，
真的会笑。这么抽象的人，他还是第一次遇见。难道对方真的以为自己真的拥有卧龙凤雏的智谋？别人都是傻子。张元也懒得和他多解释，手中的长剑再次舞动，朝着对方攻去。相比起血鞘后期灵宝众多的苏晨，叶无量就是个普通的运血初期，境界方面连张元都比不过，只是3拳2脚就把对方打趴，身体4肢都卸了下来。看着地上死狗一般的叶无量，张元的眼神中杀意一闪而过，要不现在杀了，免得等下又出现意外。他心中不由想到，可转念一想，魔女和大能残魂都在这，叶无量还真的不好杀。万一对方死了，没有得到解药的魔女发起疯，和大能残魂一起打杀自己，那样的话可不妙。可要是不杀，张元心不安，就这样放着敌人离开，成长为自己未来大敌，可不是他的作风。先看魔女态度，再见机行事，大不了也要拼着2个灵相近的打杀，也要宰了这个叶无量。反正这里距离万毒峰不远，到时候跑进万毒峰，谁也奈何不了我。这样想着，张元把4肢断裂的叶无量提起，向着战场中走去。衣衫下的身体部分缓缓化作了黑雾，体内化灵空间准备好，随时做好爆发最强状态的准备。此时场中的2人交战正酣，方圆1000米的地面早已碎裂成无数块，犹如无数条100米蜈蚣铮然爬行，交战声犹如雷鸣轰响。老杂毛，快停下手！叶无量现在在我手中。张元开口大声喊道。刹那间，风波云涌的战场陷入遗寂，动荡的灵气戛然而止。场中2人目光不由望向张元，只见张元的身前正是半死不活的叶无量，被掐着喉咙提起来。灵虚子原本还算平静的脸色顿时开始出现变化，心中不免惊起一丝慌乱。还没等他说上话，旁边人手蛇身的唐月瑶就率先开了口，冷漠的声音带着恼怒：“不必留手，杀了他！”闻言，张元眼神一凝，脑海中无数思绪一闪而过。怎么回事？唐月瑶不要解药了？还是说他已得到解药？解药是什么，让他如此恼怒？张元念头乱涌，手中的动作也不慢，掐着叶无量咽喉的手猛然用力。就当他要直接下手扯出叶无量咽喉之时，一道暴怒的咆哮传来：“庶子尔敢！”声音震耳欲聋，似乎带着某种声波武技。紧接着，凌冽风声呼啸而来，一道凌厉的掌印带着极具破坏的力道，朝着张元露出的脑袋猛然袭来。快，非常快，快到张元都无法躲避。此时此刻，张元终于清晰地感受到真正的大能之威，哪怕只是残魂，也堪称恐怖。可不受声波武技影响的张元，此时身体并未僵硬，还是拥有行动能力。他灵机一动，把身边的叶无量挪过来，抵挡在自己的身前。那威力十足的掌印直接正中靶心，轰在叶无量的脑袋上。轰！叶无量的头颅宛如被重锤砸下的红汁西瓜，猛地炸裂开来，嫣红的血迹洒得到处都是。恐怖的掌印直接把他打爆，整个人死得不能再死。就连他身后的张元也无法幸免遇难，同样被削去了半颗脑袋。黑雾旋绕，把他身体重塑。好险，还好有地浆体，不然挨这一下人就没了。张元心有余悸，这一击下来，他化灵空间的丹药直接肉眼可见的减少了一部分，大概相当于3000玄石都化作了灵力，修复他的身体。还好没有强行先杀了叶无量，不然真要同时惹怒2人，还真不好过。哪怕全力爆发，所有玄石耗尽，都不一定能逃过2人的追杀。张元心中不由感到庆幸，而另一个人就没那么庆幸了。不，灵虚子忍不住发出嘶吼，看着死透的叶无量，他瞪大双眼，目眦欲裂，恶狠狠地盯着张元。那汹涌的杀意卷起阵阵强风，四处肆虐，令人心寒。圣女大人，救命！张元不要脸的大声喊道。话音落下，2人就开始纠缠，举手投足间尽是恐怖杀招，特别是那人手蛇身，每一击的力道都给地面造成触目惊心的伤痕。浩瀚的灵力涌起，令方圆1000米的石头都不安地颤颤站立起来。张元这个运血境中期的小喽啰看着都不由目不暇接，眼泛金光。精彩，太精彩了！这种灵相境之间的战斗简直就是一种毁灭的艺术，令人大为震撼。怪不得唐月瑶一个女流之辈能在魔教弟子中脱颖而出，手段确实惊人。以大能残魂对战，竟还能占据上风，隐隐形成压制之感。这样的实力，恐怕在灵相境当中也是数一数二的存在。张元忍不住感慨一声，随后拖着身前半残的尸体缓缓后退而去，避免被波及。他总感觉这已经凉透的尸体还能再帮他抵挡一次攻击，直至退到1000米之外，张元的心安不少，才把尸体丢在一边。而远处的战斗动静也变小了不少，似乎快要落下帷幕。在抵挡了不知多少次的攻击，那灵魂身影逐渐变得更加苍白，到了最后消失在空气中。赢了，真的赢了！圣女大人，法力无边！张元欢呼雀跃，高声呐喊，看起来如同摇旗呐喊的小兵，在心里面他也是真高兴。除去了这个心腹大患，他夜晚睡起觉来都感觉安心不少，再也不用担心这个老东西半夜游过来给自己来上一刀，不过是个早该死透的家伙罢了。赢了他没什么好大惊小怪。唐月瑶的声音随着身影越来越近，
此时的他已经褪去人首蛇身，从2丈高逐渐缩小，变回了人的形态，只是脸色依旧挂着冰冷，仿佛要把眼前的一切都全部冻结。好似打赢了对方，并没有让他怒火消散，反而越加愤怒起来。难道没有拿到解药？张元心中带着疑惑，对着唐月瑶试探道：“恭喜圣女大人拿到解药，从此以后不再受人拘束。”闻言，唐月瑶忍不住冷哼一声，她的脸色开始变得更加阴沉。根本就没有所谓的解药，那毒药是一颗糖果罢了。一颗糖果竟然耍了我这么久，真该把那个老东西给他失手挖出来，狠狠的鞭打上千百遍。唐月瑶咬牙切齿，手指深深陷入掌中，眼神愤怒到了极致。看起来被戏耍了那么多，让得知答案的他变得更加意难平。你看我信不信？张元不屑一笑，只是一个糖果，或许是真的，但他感觉很大概率不是这个，毕竟这么多天了，身体有没有中毒？难道一点感觉都没有？这个魔女应该是因为某种原因不想将真相告知他罢了，看来信任还是不够啊。不过也罢，只要他对我没有杀心就好，解不解毒跟自己没关系。张元心中暗暗想到，旋即脸色也表现得纷纷不平。该死的老贼，竟敢如此戏弄人，为老不尊，枉为正道。装糊涂是一种态度，人该糊涂的时候就得糊涂，什么都好奇，自会害死自己。唐月瑶似乎也在刻意的避讳这个解药话题，开始转移话锋。对了，你怎么会在这里？刚才我怎么感知到你就在这里附近？你不应该在原地等待才对吗？闻言，张元心里一怔，没想到对方会提到这个，他想也不想，直接开口说道：“好不容易进入一次心渊，在下正想前往远古战场食毒血泽地，听说那里有许多宝物，想要去碰碰运气，看看有没有机缘。万毒蜂、正道菩提果这种东西，他当然不会说，除非他被灵虚子给打傻了。食毒血泽地那地方剧毒遍布，就算是我过去了，也不敢久留多待。你过去，岂不白送死？”唐月瑶眉头微皱，那可是远古时代众人围攻妖族大圣食毒血龙所遗留的战场，那一战相当惨烈，上万灵象境以上的武者都如草芥一般，纷纷陨落于此，惊天动地，血流成河。最后食毒血龙被硬生生耗死，血液浸染万里，成为剧毒之地，特别是心脏之处化作了万毒之风，更是化作了万灵禁忌，至今为止无人能踏足。行了，回去吧，这次你表现不错，我会好好赏赐于你，不必去冒这个危险。说着，唐月瑶就要离开，这下子张元可不干了，宝物就在眼前，唾手可得，就这样放弃，他就算睡着了，都得在梦里狠狠给自己几个大嘴巴子。想了想，他只能硬着头皮说道：“圣女大人，要不你先回去吧，在下从小就不怕任何剧毒，百毒不侵，正合适去食毒血泽地。”听到这话，唐月瑶不禁冷笑一声：“百毒不侵，就你要真有这天赋，哪怕张元的实力不行，真我教也绝对不会派他来这里，让这种天赋的人来当内鬼，除非让他来当内鬼的人就是一个内鬼，千真万确，绝无戏言。”张元一脸认真道：“如果平常时刻对方作为自己的死忠属下，唐月瑶懒得和他置气，可现在他憋着一肚子火，正无处发泄呢，一下子他还真叫上劲了。行，你来试试这颗毒丹，等你想要解药，记得求我，而且别怪我没有提醒你，我要是发现你说谎，你的奖赏也没了。”说着，他把一颗毒丹交给张元。作为真我教的圣女，唐月瑶身上的毒丹自然不会是普通的毒丹，哪怕是宁香境的高手吃了这种毒丹，也难以压制其剧烈的毒性。最重要的是，这种毒丹虽然不致命，却让人痛不欲生，生不如死，仿若每一寸骨头都被烧红的锤子敲击，带着灼热和难以忍受的剧痛，审讯时候最为好用。唐月瑶倒要看看这个小子到底是嘴硬，还是他的丹药毒性更硬。张元看着手中的丹药，简单看了2眼，倒是毫不犹豫地吃了下去，下一秒都用不着化灵空间出手，太阴地浆体直接把毒素化解。沉默片刻，本应该是毒丹爆发的时间，张元的脸色依旧安然无恙。你真的百毒不侵？唐月瑶脸上冷笑消失，开始变得将信将疑。张元沉默不语，向他伸手。唐月瑶脸色变换了一下，旋即又拿出几个毒性更加厉害的药草。张元牛角牡丹般快速吞下，脸上神色不改，好像刚才吃的不是具有剧烈毒性的药草，而只是简单的饭后甜点。这下子唐月瑶不得不信，顿时他的脸上变得阴沉。该死，谁把你送过来的？什么时候我们富裕到这种地步，连这种天赋的人都送过来当细作？唐月瑶恨不得现在就返回教内，把那个该死的教徒给找出来，砍断他的4肢，然后让他一个人亲自去刺杀永越王朝的皇帝。唐月瑶眼神中金光一闪而过，百毒不侵，百毒不侵，或许还真的是个方法。唐月瑶心中喃喃自语，脑海中不由想起刚才在追击当中那个叶无量所说的话。正如张元想的一样，他中的毒根本不是所谓的糖，但也不是毒药，是失传千年的蛊，白莲蛊。这种蛊曾经是3大魔教之首的白莲教配合功法所创造出的蛊物，一旦被种下，
那么白莲蛊就会不断汲取你的灵力，开始在体内壮大自身，最后让你修为尽失。取出毒蛊的办法只有一个，那就是欢合，不停的欢合，让毒蛊释放出剧毒。等到释放大量的剧毒，毒蛊就会自行死去。而这些剧毒十分致命，你就算欢合到上千个人死去，毒蛊也不会释放多少毒药，它依旧安然无恙。但对于修炼白莲功法之人，这就是最好的灵物，帮助他们快速的提升修，只有他们才能帮你释放剧毒。曾经靠着这一招，白莲教迅速壮大，风靡一时，让人谈之色变。无数的宗门天才都遭受过白莲教的毒手，不仅被汲取了修为，还被戒去了种。但凡天资过人的，都会在白莲教中有上不少儿子女儿。这些天才的子嗣将会成为白莲教的弟子，他们会更加壮大白莲教。还有不少宗门弟子被认清，暗暗和白莲教暧昧起来，成功被策反。而这一举动也惹得天怒人怨，一场旷世围剿展开，白莲教从此消失在历史长河，功法和毒蛊皆失传，导致现在只能改名叫做白莲门，成为走旁门左道的三流门派，打着进士的幌子，开启青楼之地偷种，暗中筛选出天才人物，连亲也不敢认了。那个老东西到底是死了上千年杂碎，连这种失传的东西都让他找到。不过一个白莲蛊，就想让我堂堂真我教圣女，成为别人的膝下奴隶，休想，绝不可能！就算是玉石俱焚，也不可能！唐月瑶内心坚定无比，而且他确实这么做了，心中没有一丝悔意，感觉念头无比通达。但不得不说，他真被恶心到了。体内的蛊虫不断汲取着他的灵力，他也无力去消除对方。以他的实力，最多只能压制半年，白莲蛊就要开始蚕食他的修为。难道这就是天意？唐月瑶不由看向张元，看着这个百毒不侵的属下，对方的天赋正合适他去除毒蛊，而且又对他忠心耿耿。突然，他的眼神变得坚定。不，什么天意，都是狗屁！我命由我不由天，就算不这样做，以我的能力，也能在半年之内找出解决办法。他攥紧拳头，道心坚如磐石。而一旁的张元看着脸色不断变换的唐月瑶，心中有些惊异起来。这魔女怎么回事？怎么一会苦闷，一会恼怒，转头又惊喜，又开始坚定的表情，搁着学边脸呢？她不会把我熬成人汤吃下，让她也百毒不侵吧？有这种做法吗？张元不由后退两步，总感觉这个魔女有种要对他图谋不轨的潜质。不过万幸的是，唐月瑶脸色逐渐变得平静，并且未对他怎么样，还十分贴心，将护送他到十毒血泽地，解决了不少半路上的妖怪。好了，就送你到这里了，这地方不安全，你最好快些出来，不然我也无法保证你能活着回去。如果身体有什么不适，或者有异物出现，就给我立即回来。唐月瑶看着张元，忍不住叮嘱道：好歹是他最忠心的属下，并且是他的一条后路，他自然不想对方死去。好的，圣女大人。张元郑重的点点头，旋即向着远处而去，同时神识打开系统，系统给我指定消息。唐月瑶，结，没想到啊，唐月瑶你这个魔女也有今天，居然中了这种毒蛊，活该你倒霉。查看完系统消息的张元终于明白了一切，忍不住幸灾乐祸起来。之前的时候他就有所怀疑，唐月瑶的情绪变化应该和叶无量的毒药有关，关于解毒的问题，因为他记得叶无量就是有万毒不侵的天赋，唐月瑶又是刚知道解毒方法，只是他没想到居然是这种毒药。不得不说，叶无量是个人才，连这种毒药都给找到了，而且勇气实在可嘉，连母老虎的毛都敢乱拔。现在好了，小命都没了。有了这个前车之鉴，张元自然不会去摸这个母老虎的屁股。当然，要是对方找不到解决办法，最后只能跑过来，那就不能怪他了。让你之前催眠我，到时候我就躺平让这个魔女自己努力。对了，上次邢师姐没有带上的插件也给她安排上。张元阴恻恻地想到，同时不断朝着万毒峰而去。致命的剧毒无影无踪，随风四处而来，带着浓烈的血腥味，好似千万根细针不断扎进张元的皮肤，让他不得不开始递浆体状态。很快他来到了万毒峰，整座山峰没有怪异的嘶吼，没有生灵的骨骸，尽是猩红色血土。张元独自踏上山峰，踏上死寂一般的山峰，踏上无人的山殿。明明四周寂静无人，可他总感觉背后有一双猩红双眼紧盯着他，脚下踩着的猩红血土更是传来异样，仿佛下一刻就会坍塌，化作无边血海，把他淹没。威压，妖圣的威压，十毒血龙的威压。张元背后冷汗直流，这无形的威压竟然让他连喘息都觉得有些困难起来。都死了数十万年了，居然还有一丝威压遗存，难以想象血龙生前的实力。不过还好，经过漫长时间的洗礼，这一缕威压无法对我造成实际性伤害。张元大口喘息，踏步前进，才走不到10步，他就已经清晰感受到体内已经被灌入上百种剧毒，这些剧毒交织融合，形成更猛烈的剧毒，在他体内不断爆裂，又不断产生新的剧毒。这要是唐月瑶进来，此时恐怕已经成为一滩血水，尸骨无存。不，恐怕都踏足不到这里，就已经被外面的剧毒给腐化成渣。但对于张元来说，这些剧毒对他来说就是有点味道的普通空气而已，
血腥味。张元一路往前，不断前进。终于，他踏上山巅。不多时，他便发现猩红的泥土中一处地方正闪烁着光芒。哦，找到了，菩提果，应该就是了。张元不由眼睛一亮，他抓住地上光芒，一把提起，顿时，一颗周身流转光芒的果实，七彩斑斓的闪耀，呈现在他眼前。仅仅只是看上一眼，就感知绝非凡品，犹如天仙盛宴的宝物。看着眼前的菩提果，张元的脑海中不由闪过一丝疑惑：正道菩提果不应该长在树上吗？怎么会埋在地里面？张元抬眼望去，却并没有看到树的影子，只有赤海般的斜土。其实他也不想深究，只是想看看有没有菩提树，把它一起挖回去，种在自家院子上。不过很可惜，并没有找到。或许是那个大能死在这里，被血土给腐化了，只留下一个菩提果。先不想这个了，还是赶紧往回走，这里感觉可不是很安全。张元把一切抛之脑后，把菩提果装好到储物袋，旋即马不停蹄，立即向着原路返回。很快便和唐月瑶会合。见到张元安全返回，唐月瑶凝重的脸上明显松了一口气。旋即，唐月瑶淡笑问道：“怎么样，找到了什么好东西？”他表情随意，没有一丝期待，仿佛已经笃定对方一无所获。毕竟对方实力低，刚才进去的时间也不算长，又能找到什么好东西？没有都没找到。张元尴尬一笑，说的话正和他想的一样，实力上低就不要好高骛远，哪怕拥有百毒不侵之体，这种危险的地方还是少来为妙。唐月瑶谆谆教诲道，他可不想自己最后的保命手段就这么平白无故死去，况且对方还对他忠心耿耿，是进入魔教以来第一个对他如此忠心的人，都不需要用真我禅控制。顿了顿，他再次说道，以后要是缺少修炼资源或者功法武技，都可以告知于我。你这次事情做得不错，我自然不会亏待于你，想要什么随时可以说，想要什么都可以吗？张元眼睛一亮，连连点头。没想到还有这种好事，看来这个魔女没有找到解决白莲谷的办法之前，不会轻易让自己死的。或许张元冒出无数大胆的想法。两人快要回到进来星渊的原点时，为了避免身份被猜疑，特意就此分开，从不同方向返回原点。而此刻众人的身影也都纷纷在原地，只是一个个面色微苦，看起来状态十分不佳。见到张元回来，他们一怔，脸上再次露出意外神色。旁边的燕灵儿更是一脸惊叹，嘴里忍不住脱口而出道：“没想到你还活着。”张元，这叫什么话？欢迎仪式吗？他还没说话，燕灵儿再次说道：“刚在这里有过战斗，本来还以为是你被杀了，没想到猜错了。这么看来，就是苏晨那小子，没想到他会死在了星渊当中。要不你们再猜猜是谁杀了他？”张元脸色不变，开口解释道：“我当时也追出去了，不过还没跑多远，就已经看不见你们身影，就找个地方躲起来。”说着，他好奇地反问一句：“怎么样？那个罪魁祸首怎么样了？”闻言，所有人默不作声，目光纷纷看向孙龙，因为正是对方追到了最后，他们半路的时候都已经被甩掉。孙龙沉默不语，只是摇头。燕灵儿不以为意道：“可惜了，没能捉住他。对方实力确实非比寻常，不过没有了福地，他迟早被困死在这里，最后只能化作妖鬼。”星渊上空悬挂着的血红荒日和半个紫月，可不是用于摆设的物品，它们无时无刻都在散发着诡异光芒，对生灵肉体极大危害。像他们这些血窍境，如果3天无法回去，就会异化成这里的妖鬼。这也是为什么星渊要宁香镜才会进来，并且是由凝聚的心相进来。想到这，他的目光再次转向张元，眼神中又露出一丝惊叹。这小子境界低，但能力不错，不仅第一个发现敌人的伪装，而且在星渊当中这么久都面无改色，好似天空中的异化光对他毫无作用，并不会让他变成妖鬼一样。怎么了？有什么问题吗？张元终于忍不住出声，被直勾勾眼神看着，他有点慌，总觉得对方要对他图谋不轨。没什么。燕灵儿轻轻摇头，旋即突然话锋一转：“如果你突破凝香境的话，我或许可以让我爷爷收你为徒。”此话一出，所有人脸色一变，就连唐月瑶都不禁转过头来看着张元，目光匪夷所思。你爷爷是谁？这个时候，张元自然不会像个傻子一样问出这种问题，他目光偷偷看向唐月瑶。他爷爷是宗主。唐月瑶淡淡说道：“原来是宗主之孙，怪不得7阶的灵宝都拿出来了。”张元心中汗颜，这么久以来过得太过安逸了，连宗主孙女在面前都认不出来，知道有这样粗腿的存在，他岂能放过？顷刻抓住这个机会，当即他开口说道：“燕师姐说笑了，以我的天赋才能，怎么可能被宗主看上？不过燕师姐既然说了，我就算拼尽所有力量，也要突破凝香境。”燕灵儿笑了笑，不置可否。刚才那话，他也只是说说，他也觉得以张元这样的天赋，有生之年确实很难突破到凝香境。他真正的目的，并非真让自己爷爷收徒，只是单纯的想要保住张元。这次出了那么大的事情，又死了永月王朝的宰相之子，肯定麻烦不断。作为唯一没有背景的张元，非常有可能被推上替罪羊的站台上。燕灵儿太了解宗门里龌龊了，自己爷爷几年不在宗门，整个宗门
就被某些长老搞得乌烟瘴气，在福地名额上不仅随意买卖获利，还纵容自己子孙抢夺普通弟子名额。燕灵儿甚至怀疑宗门这些年内鬼如此之多，也和他们脱离不了关系。今天他要是不说上一嘴，张元这个好不容易才逃过一劫的幸运儿，恐怕活不过3天。殊不知张元也早有预感，不然他也不会死死抱住孟仙莹的大长腿。只是那大长腿并不够粗，可那也是张元在通玄宗所能接触到的最粗最长的大腿。在闲等一段时间，被血日浸染的天空中终于出现了变化，犹如在苦海福地时一样。此刻的天空再次出现一个巨大黑洞，一道白色人影缓缓显露。胡长老，众人脸上带着喜悦，对方的出现说明他们的不再需要提心吊胆，可以离开诡异心渊。怎么只有8个？看着众人，胡长老面色凝重，看见燕灵儿才微微松了口气，再看到另一道身影，脸上的凝重又再次放缓了几分。胡长老，是这样的，一位姓胡的弟子走上前，简言害意的把事因经过都一一说清楚。原来是这样，没想到宗门被渗透成这样，简直是奇耻大辱。胡长老眼神中不禁浮现怒意，脸上阴沉的可怕。算了，先离开这里，宗门的事情之后再处理。我感知到有强大妖鬼正在不断靠近，我先把你们送回宗门。说着，他大手一挥，众人只感觉身体变得轻浮，还是不由自主往上飘动，没入天空黑洞当中。顿时，他们眼前景象一变，纷纷回到那黑色苦海当中。不过经过此事，众人哪有心思再泡苦海，都各自从福地中脱离。张元也不例外，独自返回外门，走回自己的小山头当中，关上门，闭上窗，二话不说，坐在床上。这下子没人打扰了，终于可以品尝好好的一下这颗来之不易的正道菩提果了。看看大能严选到底效果如何。张元从储物袋中拿出那颗绽放光芒的果实，眼睛也不由一亮，这可是他梦寐已久的东西。悟性这个天然屏障可是绊倒他许久，如今有了这颗菩提果，就再也不用受到悟性频频的痛苦了。而且他的天赋能力还可以进化突破到更高的层次。来吧，让我也感受好好一下那些天才的烦恼吧。张元深吸一口气，将正道菩提果缓缓送入口中，刹那间，一股磅礴而炽热的力量在他口腔中轰然爆发，如同一头苏醒的远古荒兽，以排山倒海之势顺着喉咙直灌而下，经脉被灵力冲刷，源源不断。张元只感觉自己内体的灵力正在不断的膨胀开来，原本运血中期的瓶颈，如同被汹涌的海浪冲击的堤坝，摇摇欲坠。终于，在一声轻微的咔嚓声中，瓶颈轰然破碎。还没有完呢！张元暗道一声，竭力吸收着菩提果中的灵力，把之源源不断汲取出来。顿时，一股更为强大、精纯的力量从他的丹田处爆发出来，如同火山喷发一般，迅速蔓延至他的全身，流到四肢百骸。境界再次突破，张元从运血中期一跃而上，直接突破到血窍初期。最重要的是，那颗原本被消化许多的菩提果在体内悄然炸开，一道白光在体内不断闪耀，在2种天赋中摇摆不定。来了，最重要的来了！天赋能力提升，猖狂！居然潜伏进入我宗，不仅进入到了福地当中，还差点把我宗门天之骄子全部害死。这些内鬼实在猖狂！长老殿中咆哮声不断，无边的怒火充斥在殿内。他们万万没想到，居然有内鬼如此胆大包天，在他们眼皮底下肆意猖狂。这简直就是在他们的脸上狠狠的左右开弓，不断的扇巴掌，丝毫没有把他们放在眼里。从今天开始，但凡发现他们的存在，一律处死不留余地。必须肃清宗门的内鬼，让他们身后的势力知道，通玄宗不是好惹的，我们只是衰退，不是死了。几个月后就是宗门50年一次的宗门大比，他们可不想再出现意外，不然通玄宗的脸就真丢光了。这件事情我即刻去办。其中一位长老迟疑道：“不过苏晨的事情是不是要给苏宰相一个交代，避免和王朝恶交？我看苏晨之前和张元有矛盾，不如这件事情就退一步，把张元想要平息对方的怒火，肯定要拥有发泄的对象，而张元就是最好的替罪羊。到时候对张元处以极刑，也算是给对方要给一个小小的交代。”闻言，胡长老却是摇摇头，他看着众人，淡淡说道：“不妥，这件事不能和我们通玄宗的弟子有关，不然显得我们不打自招。他的死只能是魔道内鬼造成的，他有本事自己找魔道去麻烦。况且燕灵儿说的话要知道，大比之前宗主总会赶回来。”闻言，不少长老沉默下来。相比于远在天边的永月王朝，近在咫尺的宗主在他们心中分量更重。永月王朝得罪也就得罪了，反正王朝和宗门不容相轻，对方也不会因为这事出兵讨伐他们，从而得罪王朝境内的所有宗门。但是如果得罪了宗主，那往后的日子可就不是那么好过了。商讨完这些，各位长老也没有再继续多说，便纷纷离开长老殿。另一边，刚刚进入长老们商讨的张元开始陷入了纠结当中，因为他发现这没正道菩提果只能提升一个天赋的能力，而他则有2个天赋，2选1，正是他所面临的问题。化灵空间、太阴地浆体。化灵空间、太阴地浆体。
真是难以抉择啊。化灵空间的话，可以不断提升自己的修为，让自己可以不断变强。太阴地浆体那就更不用说，大大提高自己的极战力和保命能力，两者在各自的方面都发挥着极大的作用，帮助过他不知道多少次。张元此刻就像是拿着2块不同口味的蛋糕，却只能选择1块的老鼠，既幸福又十分纠结。僵持了半天，他咬了咬牙，心中的选择还是更加偏向化灵空间。如今大敌解决的差不多，没有潜在的危机，没必要提升极战力。相反，吸收灵力可是关乎实力永久提升，虽然缓慢，但长久来看更为合算。化灵空间可是根基。这样想着，张元也不再犹豫，闭目用神识操控着体内的那一道白光，让其融入化灵空间当中。很快，在白光闪烁下，化灵空间就出现了变化。空间当中像是被一双无形的大手撕扯，开始变得扭曲坍塌，里面的玄石和丹药在此刻全部归于虚无，消失得无影无踪。化灵空间中变成一片混沌。随着这一变化出现，张元体内不断汲取灵力的感觉也荡然无存。化灵空间不再运转，张元一脸茫然，这就完了？我的天赋呢？不是说提升天赋吗？怎么反手把我天赋给带走了？张元心中隐隐不安，直到感受到体内那一片混沌的存在，他才微微松了一口气。还好没有真的消失，应该是正在提升当中，只是所需要一些时间罢了。不过不知道这种状态需要维持多久才能把天赋完成提升。要知道如今他每日修炼都是依赖着化身空间，空间一天不运转，他就少吸收1天玄石，体内就少上1天的灵力。这种状态要是维持3-5天还好，要是来个3-5年，那可是亏上好几个境界。况且这种状态还无法燃烧玄石，要是遇到危险，他都没办法应对强敌。光靠一个地浆体不够安全，化灵空间没提升好之前，最好不出宗门，在我的小山头上好好安心修炼，免得出去浪又遇到什么危险。张元心中不安地想到。不过很快他就把这些抛之脑后，他的注意力被其余东西所吸引。系统消息介绍，菩提果最重要的2种功能是提升天赋能力和悟性。如今天赋能力尚未清楚如何，不过悟性提升多少倒是可以看看。张元喃喃自语，自顾自拿出之前地功法金身荡魔功。因为悟性的原因，这些天他依旧无法踏出这本功法的第3层，现在悟性给补上来了，他倒要看看这个第3层到底能困住他多久。张元展开金身荡魔功的观想图，用神识和目光细细观察图中的每一处，体内则是开始运转功法。相比之前功法运转所受到的层层阻碍，此刻却顺畅无比，好似拥挤的悬崖绳索变成了青石铺就的宽敞大道，随意任行，快，非常快，相比之前快上100倍。运转起功法毫无阻碍，醍醐灌顶，茅塞顿开，就像是装上了天尊的脑袋。功法中的每一处思路都被张元清晰整理。房间中，张元身上的金光不断闪烁，并且越发的晶亮耀眼，金光流转覆盖全身，3层金光璀璨无比。金身荡魔功第3层成，不愧是大能严选，专门为叶无良准备的宝物，效果真是令人惊叹。别说是我，就算是一头猪吃下菩提果都可以直接起飞。张元脸上带着喜悦，心中更是赞叹不已。张元正想继续修炼，不过功法的第4层则需要灵物的辅助，这个灵物他并没有准备，索性他直接拿出唐月瑶所赠送的另一本功法横练功法龙灵变。他二话不说，从储物袋中取出关于龙灵变的观想图。龙灵变地功法同样是有5层，可以修炼到凝香境的地步，但相比于金身荡魔功，龙灵变的修炼起来就更加复杂许多。张元轻轻吐息，旋即运转功法，顿时一股炽热之感如烈火燎原般在他体内开始迅速蔓延。张元只觉心脏仿佛被置于火上炙烤，豆大的汗珠从额头滚滚落下。但很快张元就摸到了窍门，生色地功法运转，不过1刻钟的时间就已经变得熟练起来，那股炙热的感觉也犹如被驯服的猛兽，开始逐渐温和顺柔。随意任张元摆弄，很好，龙息已成，现在只需要把龙息不断催动起来，变成可以防御的龙鳞即可。张元心中暗道一声，旋即把体内的那股温顺热流才是不断向着皮肤表面引导，让这股热流包裹着皮肤。刹那间，一层淡金色的龙鳞从他的皮肤表面迅速生长而出，覆盖了他的手臂、肩膀。龙鳞闪烁着金属般的光泽，坚硬无比，散发着丝丝龙威。张元轻轻挥动手臂，空气被撕裂，发出尖锐的呼啸声。第1层攻成。张元心中一喜，原本平常外门弟子最起码需要半年时间才能完成的事情，现在他用不到1刻钟。不过张元并未停止修炼，龙鳞变功法依旧不停运转。不多时，手臂上的龙鳞逐渐变多，开始向着手指覆盖而去。随着时间流逝，龙鳞越来越多，日月颠倒，一天悄然而过。张元的胸口、腰部、双腿，甚至是他的脸颊都被淡金色龙鳞所包裹，他的全身上下长满龙鳞，远远看去宛如人形暴龙。第2层成，第3层成，1天的时间直接修炼3层，这样的速度居然比之前修炼速成魔功时所需要的时间更短。
不得不说，正道菩提果对于悟性的提升到底有多恐怖。如果不是龙灵变的4层和5层都需要龙属性妖兽精血来辅助才能修炼，我有绝对自信能在3天之内就把功法提升到5层。张元不由得想到，不过他并不觉得可惜，因为他已经想好了如何能够得到龙属性妖兽的精血，就连金身荡魔宫中所需要的辅助材料都已经想好怎样获得，而且极大可能免费得到，有缘人自会送到他的手中。不过在此之前，他还是得先巩固自己的修为境界才行。吃下了菩提果，让我一跃从运血中期成为了血窍初期，一时间直接突破2个境界，要是没有巩固好，说不定境界还会退回。张元可不想这样，虽然之前突破在他意料之外，但既然惊喜已经到手，哪有还回去的道理？他当然不可能任由境界退化。旋即他轻闭双目，简单拿起几块玄石，不断汲取其中灵力，巩固自己的境界，甚至尝试着用玄石去冲击自己的血窍，扩充自己境界成果。血窍关于凝象，是凝象的基础。人体中共有720个血窍，每一个血窍都需要人去突破。破开第1个便算是初期，200个便是中期，400个便是血窍后期。张元脑海中回忆境界介绍，他细细回想着关于血窍的简介。突破500个血窍，便可以尝试着进入凝象，成为凝香境的高手。但突破的血窍越多，凝象的成功概率就会变得越大，而且血窍越多，凝象之后就会越强，修炼的道途更加顺畅。不过这些距离张元还很遥远，他如今才冲破第1个血窍，想要突破到凝香境才需要一段时间，除非能再次得到菩提果。耗了半天时间，张元终于巩固完境界，顺便突破了第2个血窍。随后他并没有再继续修炼，而是伸出手打开房门，开始迎接久违的新鲜空气。伴随着淡淡清风划过脸颊，张元的身体逐渐舒缓开来。没有了强敌的冒犯，他一直紧绷的精神在此刻终于松懈了下来。张元脸上展开一丝笑意，压抑了那么久，消灭了那么多强敌，终于可以放松了。现在是享受时刻，人生得意须尽欢。张元心中下定决心，今天晚上的晚饭给自己来顿妖兽豪华大餐，来弥补这些天所遭受的苦难。看这些天孩子都瘦了好几两，他决定要好好补偿自己，等吃饱喝足再好好修炼。只是还没等他付诸行动，一道倩影就映入他的眼帘，打断了他的思路。师兄，一个与孟倩莹极其相似的面孔，带着浅浅的笑容，正向他快步走来。他眼眸中带着喜悦，腰下的裙摆随着轻盈欢快的脚步晃动。原来是师妹啊！张元脸上也不由露出一丝笑容。说起来，他与师妹好久不见，就算是相互见面，也不过是浅谈几句，而后就会匆匆离开。因为他之前实在太忙，先被2个管事惦记，又要去寻找太阴帝江体，而后遇到魔女叶无量，紧接着是道德榜的追杀，他又要对付穆元娇的变态，又要埋坑杀人，种种事情都需要他利用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去不断的解决。他都顾不上雨凌轩，同时也不敢和对方多待，免得对方因为自己被波及。就连之前送礼也只是匆匆，毕竟对方就是一个普通记名弟子，真要被卷入进来，肯定难以抵挡。不过现在一切都好了，大敌已经解决，只剩下一个梁山海，一时半刻不会交锋。而魔女现在更不会对付自己，倒是可以和师妹好好聊聊人生。师妹，你怎么来了？张元缓缓走过去，我是来向师兄道谢的。雨凌轩笑容依旧，道谢？道什么谢？张元不明所以，他可不记得自己最近帮助过师妹什么，师妹怎么会过来感谢呢？还没等他多想，雨凌轩便解释道，是孟仙莹师姐啦，她听你说过我，前些天还特意过来找我，看见我与她样貌相似，说让我进入内门当中为她管理药草。说到这，他眼中闪过一丝惊奇，他万万没想到在宗门中居然遇到一个与他一模一样的人，而且还是一名内门弟子。要不是确认家里就他一个孩子，他都怀疑对方是自己失散多年的姐姐。原来是这样啊，当初闲聊时确实提到你。张元了然的点点头，这倒是好事情，有了孟仙莹的帮助，师妹过得绝对比现在好，在内门中照顾灵植，机遇总比在灵植院好上太多，也难怪师妹会过来感谢。师姐还说我炼丹天赋不错，特意指点我，教会我练了不少丹药，我现在已经是一名炼丹师了，而且还是2品炼丹师。雨凌轩骄傲地挺起胸膛，虽然依旧平平无奇。哦，那我要恭喜师妹了。张元眼睛也不由一亮，成为炼丹师那确实不错，相比武者修士，炼丹师更为难得，顶级炼丹师被大门派所争得头破血流，就算是2品炼丹师在宗门中所受到的待遇，也足以比拟外门弟子。我能有如此成就，成为一名炼丹师，全依赖师兄的举荐，我一定不会忘记师兄的恩情，从今以后一会努力报答师兄。雨凌轩看着张元，满脸感激，眼前之人不仅刚入门之时就时常帮助自己修炼，更是赠予他珍贵丹药，如今更是因为对方的举荐，自己才能够被内门的师姐看上，这样的恩情一辈子都还不晚。那师妹该如何感谢我呢？张元脸上带着一丝玩味，还没等对方说话，他又继续说道，我刚才修炼过度，
肩膀酸酸的，师妹快过来帮我捶一捶。闻言，雨林轩脸色一红，但他并没有拒绝，跟随着张元走入屋内，看着躺在床上的张元，他轻轻揉起肩膀，隔着宽松的长袍，雨林轩的掌心轻轻贴在张元的背后，顿时手指传来的触感让他感觉自己在摸着万段钢筋一般，那隔着衣物的肌肉宛如蛰伏的远古凶兽，蕴藏着无尽的力量，每一块都犹如精心雕琢的花岗岩，坚硬且充满质感，仿佛能承受万钧之力。师兄的背好结实，长袍上的体温让他的手逐渐变热，连带着心脏都开始滚烫起来，他的脸不自觉爬上红晕。师妹，用力一点。张元的声音开始响起，刚刚修炼横练功法有成的他，感觉背后的力道实在有些小。雨林轩不语，掩盖眼中的慌乱，手中力气开始逐渐增大。只是刚刚突破到炼古境的他，身上的力气又能够有多大？按在张元身上，让他都没有一丝知觉，感觉和风轻轻抚摸过一般。再大力一点，有多大力使多大力。雨林轩用尽全身力气，身上的汗水都开始流淌，依旧没有什么效果。张元背后的皮肤都没有出现一丝凹陷，仿佛没有被动过一丝一毫。对不起，林轩无能，没能让师兄尽兴。雨林轩沮丧地低下头，好不容易师兄才要求一次，自己却这般的没有，连这点小事都无法做好。没事，我的问题。张元摆了摆手，并不在意，这种情况只是意外罢了。说起来还是怪他，是他刚刚突破多层横练功法，肉身一下子增强太多所造成的后果。等他过几天能完全掌控这股力量，这样的事情自然不会发生。对了，师兄，这次我还带来了丹药。于林轩从储物袋中拿出一瓶炼骨丹，摆在了张元的面前，他脸上挂着期待。这些都是我第一次炼制成功的成品，特意当作道谢的谢礼，请师兄评鉴评鉴。说着，他从玉瓶中倒出一颗，丹体浑圆清香，散发着灵力，不得不说，看起来还真不错。那我来品尝品尝。看着被西白玉手捧着的炼骨丹，张元眯着双眼，缓缓张开嘴。雨林轩一愣，旋即捏起丹药放入张元嘴里。只是他没想到，刚刚想要把手撤回之时，张元突然合上了嘴。炼骨丹连带着2根玉指被张元都含在了嘴里，一起细细品尝。师兄，雨林轩眸子中泛起一丝波澜，脸上不由自主浮现一丝羞怯。他想要收回手，但又怕用力伤到师兄的嘴，只能慢慢等待师兄松口。可到嘴的美味，张元岂能放过？细细品尝一番后，又慢慢回味，始终没有松口的意思。直到一会时间，张元眉头一皱，身体更是忍不住一抖。怎么了？怎么了？丹药出了什么问题？雨林轩脸上一慌，顾不及害羞，连忙问道。张元松开嘴，把2只青葱手指缓缓吐出，眉头依旧紧皱。对方看向雨林轩，凝重的目光让他心头更是慌乱无措，但却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如热锅上的蚂蚁，干着急。只见张元紧绷着脸，捏起一颗丹药，语气十分沉重地说道：“你之前尝过了没有？要不你再尝尝。”说着，他缓缓伸向对方唇边。雨林轩毫不犹豫，闭上双眼，张开阴唇。可是等了好一会儿，那颗快要到嘴边的炼骨丹迟迟没有送到他的嘴里。正当他睁开眼看清楚情况，这时一股炙热的吐息靠近，紧接着温热的触感便从唇边传来。雨林轩睁开双眼，不可置信看着近在咫尺的张元。不得不说，雨师妹送来的丹药真是香甜可口，美味无比。妖兽大餐还没有吃到，更美味的东西就已经吃到了嘴边。张元舔了舔嘴，看着桌子上的那瓶打开的炼骨丹，眼中露出笑意。可惜师妹还是离开了，明明半截身子都发软，眸子也快滴出水了，却还是强忍着要离开。不过可以明显看出，师妹并不是拒绝，只是心中太过于腼腆。练，必须练，看来这种事情还得多练，等练多了就不会如此应激。话说回来，孟师姐和与师妹相貌如此相似，滋味却相差甚大。师妹的细品起来柔软的像娇嫩的花瓣，感觉若有若无的芬芳；师姐的触感细腻而温润，恰似上等的牛奶，轻轻划过肌肤，不分上下，却截然不同。张元想起来，依旧回味无穷。高兴之余，他打开系统，神识一扫，掠过系统消息。经过福地事件，宗门开始肃清内鬼，趁此时机，梁天明身为长老，开始大肆敛财，指望这次能够积攒大量玄石。梁天明、梁山海之父，这父子俩倒是有意思，对玄石似乎有着某种执念，一个不惜为了玄石派人暗杀他，最后又把自身福地名额卖给苏晨换取玄石；一个在宗门如此慎重的事情上，还想着如何去找机会拿到更多玄石。难道他们需要做的是要用到大量玄石？张元心中留意了一下。消息2：这些天邢花影开始准备调配毒药，只等时机出现，就可以把某人抓回去，好好调教成自己的形状。某人，这分明就是指名道姓。张元不由睁大眼睛看着消息，他的表情一言难尽。本以为经过了那么多次，这个魔道贼紫师姐已经放弃了这个离谱的想法，没想到原来是已经暗暗着手准备给他来个惊喜。不过对方恐怕不知道，他早已经万毒不侵，
到时候他也给可以对方一个惊喜。只是这种谋害亲夫、想要反客为主的行为，怎么能够被允许？看来还是调教的少了，今天必须给他点颜色看看。张元咬牙切齿，当即连指定消息都懒得看了，直接从外门向着阁楼而去。阁楼中，邢花影一如既往坐在他的案台前，查看着他的册子。见有人没有敲门，就直接推开，他脸上瞬间变得阴沉冰冷，直到看见是张元，神色才缓和许多，若无其事继续看着手中书册。师姐，我来看你了。张元反手把门关上，旋即大大咧咧走到他的身边，双手挪动，不安分地缠绕细腰。邢花影眉头微微一皱，耳边没有听到那句想你啦的熟悉话语，让他心中顿感疑惑。事出反常，必要腰断。正当他心中猜想之时，他柔软的脸颊却被扭转了半圈。你干什么？邢花影眉头皱得更深，不满地瞪了他一眼。没什么，就是想扭你了。张元嘴角勾起一丝坏笑，右手的两只收枝再次开始发力，扭了半圈。紧接着他又忍不住伸出另一只手向另一边柔软脸颊。你是不是太嚣张了点？邢花影有点生气，以前对方对他摸索总是会找些可笑滑稽的借口来欺哄一下他，可今天对方却不加掩饰，明目张胆，肆无忌惮起来。他倒要看看这些天到底经历了什么，让对方底气如此充足。这样想着，邢花影伸手抓住对方的手，准备好好教训一下这个色胚。只是刚刚触碰到对方的手臂，那恐怖的力量感让他感到不对劲。你突破血鞘境了？他脸上显露惊讶之色，声音中蕴含着不可思议。哼。张元高傲地抬起头，以下是去除暧昧倾向后更符合审核标准的表述。而后他靠在邢花影光洁的肩膀旁，目光轻轻落在那修长的颈项间，那隐约的淡雅气息似有一种无形牵引，令他的视线久久停留。不多时，洁白的脖颈上留下了一处处浅浅痕迹，仿佛是时光不经意间刻画下的独特印记。怎么可能？怎么可能这么快？邢花影身躯有些僵硬，眼眸中震惊，久久没有离去，从对方的肯定中回过神来。要知道，如今的他也不过是血鞘中期，还是刚刚突破不久，突破之时还动用了大量的灵植和丹药，才侥幸度过险关。而做到这一步，已经耗了他10多年的时间，度过数不清的严冬酷暑。可对方呢，才不过半年时间，从炼蛊境一路走到血鞘境，这突破境界跟喝水般简单。就算有机缘，也总不能每天都有机缘吧？机缘又不是你家布下的，没有什么不可能，事实就是如此。张元小心翼翼地解开腰间束带，衣袍如流云般顺着垂落的青丝悄然滑下，铺陈出一片宁静与柔和。他呼出一口温热气息，恰似微风掠过，轻拂在那白皙之上。他微微俯身，目光专注于对方精致的锁骨，像是在凝视一件稀世珍宝。张元看着还不忘挑衅，师姐还是训业，怎么进步如此缓慢？过不了多久就要被我超了。邢花影瞪了他一眼，被这个得志小人给气到了。你狠的意不是等你超过了再说？邢花影一阵嘴硬，不过却遭受到了张元嘲笑的眼神，引得他更加气愤。他瞪着张元，冷冷说道：你现在不过是血鞘初期，而我则是血鞘中期，这就是事实。所以你告诉我，你刚才凭什么那么嚣张？张元不语，只是一味轻笑。就算是差上一个境界，可他练的是横练功法，最强的就是身体。把玉骨功、金身荡魔功、龙鳞变都修炼完3层的他，肉身绝对强横。如果光是比拼力量，哪怕是血鞘中期，也绝对不是他的对手。这一点他拥有绝对的自信。师姐，人可是会变的，以前是以前，现在是现在，我已经能够打到对岸了。事实证明，张元是对的。不动用一丝灵力的话，邢花影目前的实力根本就不可能是张元的对手。任由他挣扎，任由他怎么努力，也顶不住张元横练功法的强横。经过一番较劲，邢花影败下阵来，很快就成为了张元的手下败将。这次完胜，真正意义上的碾压。张元得意洋洋地宣布，心中洋溢着激动，终于翻身做主，扬眉吐气。不过师姐好像有点生气，刚才他得意过头，一点没有忍让对方的意思，痛失辣手，玩的确实有些过火，惹得现在师姐背过身了。沉默不语，如冰冷石块般。不过生起气来的师姐也别有一番风味，特别是抗拒挣扎的时候。张元暗暗偷笑，旋即他双手缓缓靠近，滚烫的手掌划过光滑肌肤，轻轻环抱住轻柔的腰肢。邢花隐默不作声，身体绷紧，如满月的弓弦，正防御敌人。真生气了？张元微微轻笑，缓缓把对方翻过来，让对方正对着自己。他迎上冷漠的眸子，没有丝毫的在意，带着炙热吐息轻轻吻了上去。可师姐却紧闭牙关，丝毫没有打开的意思，拒绝了唯一的客人。张元不语，只是一味亲吻，但对方依旧如此，煎熬着滚烫的闭门羹，好似这就是为远道而来的客人准备的唯一礼物，除此之外别无他物。还真是生气了呀。张元轻轻一笑，也并未没有太过在意，动作仍是轻柔，甚至说是带着几分小心翼翼。要知道，远道而来的客人也没有准备什么礼物，但是比城墙还厚重的脸皮却随身携带。他抬手轻轻托着那清冷脸庞，温热的手指缓缓划过细腻的肌肤，动作舒缓而轻柔，
仿佛拖着世间最珍贵的宝物，眼中满是难以言说的真实，似乎有些不耐烦。对方原本紧闭的大门开始被厚重的脸皮给磨掉，渐渐的，大门全然消失不见。邢花影那原本挺直的身躯也逐渐舒缓，如同春日里蛇开始渐渐的从消融的冰雪中苏醒。张元依旧保持着轻柔的动作，浅尝着这份独有的温情。许久之后，张元才慢慢松开，将那纤细的身躯轻轻揽在怀中。他对着怀中的人轻声说道：“师姐，我只想告诉你，就算我变得再强，也不会强迫你的，更不会让你做你不喜欢的事。”邢花影的脸颊再次缓和不少，嘴里却发出一声冷哼：“真的吗？刚才的事情怎么说？”张元脸色不改，抓起旁边的兔尾，直接用力甩到远处的地上，而后狠狠踩上两脚，嘴里恶狠狠地说道：“都怪那个可恶的老板，就喜欢往我怀里塞东西。要不是那个老板，我也没有这个东西。可恶，我根本就没想到要这东西的，只是我不太喜欢浪费东西。”张元的声音小了很多，邢花影白了他一眼，被这个厚颜无耻的色胚给气笑了，连身上的玉气都给消没了。只是他气消了，可张元并没有停下，在解决了邪恶的尾巴事件，他又发现了新的目标，赶紧大声惊叫道：“师姐，我好像感到一股杀气，小心，杀气越来越近了。放肆，被发现了还敢继续靠近，真是不知死活。”张元眼神一凝，恶狠狠盯着周围的空气，眉毛微微竖起，脸色满是警惕，似乎感受到了隐藏在其中的威胁。感觉到了什么？邢花影一惊，眼神也凝重起来，紧了紧长袍，呼吸屏住。乘此时机，张元突然偷袭，整个人没入师姐的怀中。这就是你的发现？邢花影恶狠狠盯着他，忍不住垂了下坚硬的头发。他迟早被这混蛋气死。张元笑而不语，旋即似乎想到了什么，他在地上的衣服摸索，拿出储物袋，从中取出一颗淡青色的灵丹。灵丹带着光晕，散发着一股沁人心脾的清香，蕴含着治愈之意。邢花影的目光也不由看向丹药，神情不由为之动容。这是高品的灵丹，而且还是治愈灵丹。张元微微颔首，没错，7品的治愈灵丹。这颗丹药可是张元从苏晨那里拿来的，正是当时对方想要吃掉的那颗。苏晨被削去了双腿的时候，如此危急时刻，这颗灵丹居然能被对方拿出来的。张元当时就觉得丹药不一般。回去之后，他查阅了不少高品丹药的书籍，终于是找到了灵丹简介。青莲圣灵丹，只要没有被一刀消手，就算是被捅穿心脏，他也能够立即痊愈，完全可以当做保命丹药，价值极其珍贵。就算是苏晨，也只有1颗。怎么样，喜欢吗？张元把它送到邢花影手里。邢花影微微一愣，如此珍贵的灵丹，他也只是在书籍的图案上才偶尔看到过。本以为张元只是拿出来炫耀，没想到直接拿过来送给了他。他抿了抿嘴，不由自主说道：“那你呢？”张元指了指自己，不以为意：“我皮糙肉厚，死不了。他的太阴地浆体可比这个7品的灵丹管用太多太多了，就算拿上几十枚7品治愈灵丹，都不一定能有他保命能力强。真要当他需要用到灵丹的时候，恐怕他早已尸骨无存，死得不能再死。灵丹的唯一作用就是被敌人踩着他的身体当作战利品来炫耀。”张元看着邢花影发怔的眼神，当即果断把灵丹把他的掌心合上，同时开口说道：“别犹豫了，不就是一颗灵丹吗？之前的时候我送你那么多精血，也不见得你拒绝过。”闻言，邢花影的感动全无，心里的暖流变成冲脑热血，恨不得把对方直接掐死。这个嘴贱的色胚，迟早有一天把他嘴巴给永远封上。还没等他想完，张元的声音又从他的耳边传来：“师姐，你来到通玄宗是有什么重要事情吗？”邢师姐既然制作了毒药，那么说来对方已经有撤出通玄宗的意图。起初他还以为是因为这次的肃清迫使对方不得不离开，不过细细一想又不对劲。肃清的原因是福地的事情，邢师姐应该还不知情。以对方的性子，张元可以断定他来通玄宗必定带有重要目的，这个目的不久就要完成。张元蹭了蹭师姐，可怜兮兮地说道：“师姐，你都把人家那样了，总不能还有事瞒着我吧？”邢花影抓住那向往神秘的手，那只手趁机反握，把玩着骨节分明的软手。过了好一会，他淡淡说道：“没什么重要的事情，就是杀个人而已。”闻言，张元顿时来了兴趣，不经意间轻轻依偎在那片温柔的怀抱之中，那里仿佛藏着一缕和煦的阳光，温暖而安心。“谁啊？”他好奇地问。“谁那么清楚干什么？一个外门弟子而已，又用不上你帮忙。别再乱动了，就这样躺一会。”邢花影轻轻拍开那只似乎又要捣乱的大手，他的手掌温柔地缓缓地划过那张深深刻印在心间的脸庞，每一寸肌肤都似乎承载着无尽的熟悉与温情。他不由眯着眼睛，表情带着些许慵懒，清冷的眸子更是变得柔和。一个外门弟子，张元反而更好奇了，什么外门弟子值得邢花影来宗门隐藏那么久，就是专门为了杀他？他好好思考了一番，感觉并没有那么简单。不过还没等他继续想下去，邢花影的声音就打断了他的思绪：“既然我说了，你要不要也说一下，之前到底是谁让你来我这里的？像你这种人，脸皮厚如城墙，
又如此奸诈狡猾，机缘还不断，居然甘愿被人驱使，我现在真有些兴趣，到底谁有这个本事？听到这话，张元沉默了，没想到自己的好奇心狠狠给了自己一个巴掌，打得他不知所措。背后之人？什么背后之人？他当时只是随口胡说的呀。不过这话他当然不能说出，好不容易气消的师姐，要是知道自己被戏耍了那么久，说不定要炸毛，自己肯定要被踹下来。怎么不想说？邢花影疑惑地看着他，张元立即把脸枕头上离开，和邢花影四目相对，温柔地说道：“别说话，吻我，去死！”被回旋镖打中的张元，最后还是糊弄了过去。看着已经在他怀中装猝死的人，邢花影气得连询问的声音都发不出来，带着轻轻叹息和疲惫，陷入沉眠。算了，问不问好像没什么差别。回到自己的小山峰，张元揉了揉受累已久的腰腹，安然坐在床上，旋即拿出一堆补充血气的丹药，给自己服下，恢复刚才的消耗。练还得练，3层的横练远远不够。张元心中不由想到，或许在师姐青涩的时候可以不断欺负她，但对方也正在不断适应。如今他的抗压能力远远要高于以前，唯有把横练功法推到第4层，才能完全占据绝对的优势。张元心中下定决心，不把金身荡魔功修炼到第4层，自己绝对不会踏入阁楼一步。带着这种想法，他不再犹豫，用神识轻轻触碰体内的真我禅。顿时真我禅开始发出轻微颤抖，似乎在向远处传递着消息。不多时，一道黑影出现在了张元面前，正是顶着孙龙脸的唐月瑶。换我何事情？他话刚刚说完，脸上便露出一丝惊讶。你突破血窍境了？张元心中一凛，没想到还是被这个魔女发现了。之前刚刚突破，他还特意巩固一番，免得泄露气息被人发觉。不过好像并没有什么用，该被发现还是被发现。魔女和他隔着2个境界呢。是孟倩莹，她之前给了我2颗珍贵丹药，让我既然伏地提升神识后再服用突破。我也没想到居然连跨2个境界，一举突破到了血窍境。他把之前想好的措辞说出，那个臭女人倒是舍得。也对，她炼丹确实不错。唐月瑶若有所思的点点头。如今她也算是对张元信任有加，并没有因为一丝怀疑就催眠对方。旋即他又忍不住轻笑，你倒是好服气，得到他的吻又得到了丹药，他不会真看上你了吧？明明说的话和以前差不多，可对方顶着一张男人脸，着实让张元有些难绷，让他低下头不忍直视。他终于体验到之前他戴着人皮面具的时候邢师姐的心情。圣女大人，别试探了，我始终都是你的人，哪怕是死，我也不会动梦仙迎一根汗毛，更不会看上他一丝半点。张元立即表明态度，语气中满是坚决和肯定。你看，眼皮都不眨一下，说的话绝对是真的。唐月瑶眼神中闪过一丝满意，旋即开口说道：说吧，你找我有何事？终于又回到了原点。张元轻轻吐息说道：是这样的，圣女大人，我在苦海中偶得顿悟，如今你赏赐予我的金身荡魔功，我已经突破到了3层。顿了顿，他继续说，可要突破第4层就需要金光草的辅助，可却迟迟没有找到。所以张元眼巴巴地看着他，所以你想要我给你金光草？唐月瑶接下了他的话。张元本来并不想要那么快的，避免让对方觉得自己修炼速度不慢，从而产生怀疑。可如今宗门肃清在即，过些日子唐月瑶绝对不会待在宗门，今天要是不要，就只能购买了。要知道金光草可是4阶灵植，修炼金身荡魔功到圆满，不知道消耗多少，这可是一大笔玄石，能白嫖魔女，他当然不想付出。张元轻轻叹息道：圣女大人，我也是不得已，如今通玄宗大比在即，要是没有实力，说不定会被别人失手打死。你也不想我被人打死吧？